我以首富之子的身份参加恋爱综艺，却被男明星当作泊车小弟使唤，这我能忍。刚来到拍摄场地所在的别墅门口，就有一个明星模样的男人从车上下来，直接把车钥匙丢给我，去把我新提的大奔停好。我斜了眼台阶下的那辆崭新大奔也就200多万，又瞅了眼不远处停车场，我的那辆上千万的劳斯幻影，耸了耸肩，直接把钥匙丢还给他。抱歉，我是节目嘉宾，不是泊车小弟。男人脸色有些不悦，那就是新人了，新人就要有新人的样子，对前辈要恭敬。我可是花少，手里随便一个资源都能把你捧成2线，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华少说完，一脸得意的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一些奉承的话。华少没听过，我还山鸡呢。说罢便径直走进别墅。华少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心里骂了句土鳖，得罪了我以后就别想在圈子里混，看我怎么封杀你。随后他也快步走进别墅，找了个中间的位置坐了下来，看向我的目光很是不善，对此我倒不怎么在意。不久，另外3名男嘉宾也到了，分别是运动员张吉、泡菜国男团成员张颂敏，还有说相声的郭麒麟。几人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就开始闲聊。我们都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进入别墅的那一刻，这场综艺直播就已经开始了，无数弹幕瞬间在直播间刷屏。华少可是出了名的毒舌，有看头了啊，是宋明欧巴，我腰晕了。这个新人帅哥是谁？有人知道吗？女嘉宾呢？我要看女嘉宾。此时作为老人的华少显然有新表现，他忽然将车钥匙拿了出来，笑道：呀，车忘了停了。张颂敏见此率先恭维起来，门口那辆大奔是华哥你的呀？很贵吧？我预约好久都没预约上，一般也就200多万吧。华少淡淡道，同时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说想在圈子里混开就得巴结好前辈，否则一辈子也别想赚够200万。对此我不以为然。一旁的张吉比较实在的说道：华哥，我来的时候见停车场有一辆劳斯幻影占了2车位，已经没有多余车位了。华少闻言故作惊讶道：哇塞，劳斯幻影那可是好几千万。秦燕那辆幻影是你开来的吗？哦，我倒是忘了，先前看你应该是走路过来的吧。我眯了眯眼看着华少那意味深长的笑容，显然他是想让我出丑，不过恐怕要让他失望了。我笑了笑说道：不好意思，我去挪车。然后我起身去挪车，10分钟后我挪车回来。华少一脸轻笑，我去就来。当他来到停车场，果然发现那辆劳斯幻影已经开走了。难道那辆幻影真是那小子的？华少很快又摇了摇头，不可能，他一个土鳖怎么可能开得起劳斯幻影？肯定是凑巧人家车主把车开走了，而且就算是，那也是他租来的，恐怕是花光了所有积蓄吧。这样想着，华少心情不禁又愉快了许多。直播间观众见此也是津津乐道，那辆劳斯幻影不会真是那个新人的吧？我的天，这么年轻就开得起劳斯幻影，肯定是富二代。富二代参加恋综，这是看上哪个女明星了？不过看样子华少对他有点意见。直播间的热度顿时上升了不少，很快5位女嘉宾也陆续到来。第1位是出演过多部影视剧的国民女神猪猪，第2位是人气天后李一桐，第3位是以甜美著称的田曦薇，第4位是女团出道拥有超高人气的超越，第5位则是人气新人白鹿。对于前面4位，我都没有太多在意，在我眼里他们都不过是有些姿色罢了。直到我看到白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的白鹿竟和我记忆深处的那个娇小身影重合了起来。白萌妍，难道是她？我不确定，也就没有直接询问，同时对这场恋综节目又多了几分期待。白鹿长相清纯甜美，加上最近她参演的几部剧大火，相比其他几位女星更加瞩目。你好，我是泡菜国的张颂敏，想和你做个朋友。素有花花公子之称的张颂敏很是直接向白鹿打招呼道。华少看到白鹿时也是眼前一亮，你好，我是花少，有空可以来我的节目，我会把你打造成1线女星。就连张吉和郭麒麟也都忍不住向白鹿示好，然而白鹿对他们都只是微笑回应，直到他看到我时，表情也是明显一愣，难道他也认出我了？我内心一阵激动，然而随后他也只是友好一笑，我也不好再多询问。很快节目组安排了第1个任务，要求男嘉宾为女嘉宾准备晚饭。明星平日里都忙着拍戏上节目，很少有亲自做饭的，不过华少似乎是早有所准备，当即就张罗着去购买食材，表示要给大家做大餐。临行前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而我作为顶尖富二代，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然也不会做饭。不过节目组又没有规定必须本人亲自动手，我悄悄看了白鹿一眼，随后拿出电话说了几句话，便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的过程中，白鹿几次看向我，似乎有话跟我说，但最后都忍住了。没多久，华少便带着各种名贵食材回来，看看我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这1人高的奥龙可是很难得的。花少喜滋滋地向大家介绍他精心准备的食材，这些可是他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的，绝对能让自己在节目上大放异彩。果然众嘉宾看到这些高档食材，也是纷纷眼中带光。花少就是花少，出手就是阔气，今晚我们有口福了。在众人的吹捧中，华少俨然有些飘了。他看到坐在沙发上若无其事的我，开口问道：秦燕，你的食材呢？还没到吗？难道是准备做宵夜？众人似乎都闻到了华少话中的火药味，纷纷近身看向了我。白鹿也看向了我，眼神中似乎带着一丝担忧。我微微挑眉，正要开口时，敲门声响起，只见门口齐刷刷的站着一排穿着厨师服的外国人。您好，我们是秦燕先生聘请的米其林私人厨师。话音刚落，又来了一伙穿着厨师服的华人。您好，我们是尊皇酒店的私人厨师，秦燕先生聘请我们过来。看着2排人马，不光各位嘉宾，直播间的观众也都瞬间炸开了锅。哇靠，米其林私厨起码要80万，尊皇酒店据说祖上是宫里的御厨，一般人根本不接待，更别说私厨上门，至少得上100万。这都是那个新人秦燕请来的。我的天，这一顿饭差不多200万了吧？在众人的惊叹下，我微微一笑。节目
目组只是说男嘉宾为女嘉宾准备晚餐，并没有说必须要亲自动手吧。众人随后把目光看向节目组负责人，负责人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请示领导后便说道：“没问题，只是这费用得由嘉宾自行承担。”不等我开口，两位厨师长便开口道：“秦先生已经把费用结清了。”此刻华少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了，假的，这小子一定是装的，一定要找机会撕下这小子的伪装。随后我便吩咐大厨们开始准备晚餐。大约1个小时后，晚餐准备完毕。看着满桌子的大餐，女嘉宾们纷纷直流口水。她们先是对华少精心准备的丰盛大餐简单品尝后，大肆夸赞吹捧，然后很快又都来到我的餐桌前大快朵颐。毕竟是米其林和尊皇的主厨做的，平日根本没机会吃到，现在当然不能错过。这让原本还面带喜色的华少瞬间黑了脸，心中的怒火蹭蹭蹭的指向了我。对此我直接无视，跳梁小丑罢了。这时白鹿也来到餐桌旁，看到满桌子的佳肴，有些犹豫。泡菜国的张颂敏见状，很骚包的整了整发型，然后捧着一盘泡菜饭走了过来。白鹿小姐，泡菜可是我们泡菜国的国菜，世界级美味，你可一定要尝一尝。白鹿瞅了眼红彤彤的泡菜，不由皱了皱眉，抱歉，我不太能吃辣。说完转身走向其他餐品，留下张颂敏独自凌乱。花少见此急忙捧着一盘黝黑的鱼子酱走过来，白鹿小姐，尝尝我精心准备的鱼子酱，市场价可是18万1公斤。此话一出，一众嘉宾纷纷咂舌，直言华少阔气。花少神色很是得意，然而白鹿见到那黝黑的鱼子酱，却忍不住皱了皱眉。见此，我微微一笑，冲米其林主厨使了个眼色。主厨会议立刻上前，将一盘黄金色的鱼子酱放在我面前。秦先生，这是您的黄金鱼子酱，市场价300万1公斤。我尝了一口，点点头，味道不错，然后对各位嘉宾说道：“大家也都尝尝。”在场的嘉宾纷纷吞了口水，虽说也都吃过各种山珍海味，但这么豪华的食材还是头一次，对我的称呼也都不自觉地改为秦少。此刻华少只感觉脸上生疼，对我的怒火也几乎攀上顶点。对此我毫不在意，捧着一盘锅贴来到白鹿面前。白鹿小姐，要不要尝一尝我精心准备的锅贴？锅贴虽然简单，但却是我记忆中白萌岩最喜爱的食物。如果白鹿真的是白萌岩，那她一定会喜欢。花少见我拿着锅贴，满脸的不屑，低声骂道：“土鳖！白鹿小姐连我18万的鱼子酱都看不上，又怎么会看得上锅贴？”其他嘉宾也纷纷摇头，秦少把妹的手段不行啊。然而白鹿在看到锅贴后，却是眼前一亮，秦燕，真的是你！白鹿片刻错愕后，脸上顿时火辣起来，低下头说了句谢谢，看都不敢看张颂敏一眼，就低头吃了起来。张颂敏见状微微叹息，但还是坐回到自己位置前，观察他的娜扎见这一幕说道：“秦燕和张颂敏是不是都喜欢白鹿？”于朦胧，我看是的，白鹿人气很高啊。刚刚还看到张吉主动给白鹿倒水，如田巴眨着大眼睛，但是我感觉白鹿好像对秦燕有好感。嘉哥，对秦燕有好感的女生不少。张昭刚也点点头。论颜值，秦燕和张颂敏两人不分伯仲；论人气，张颂敏可能是第一，但是论实力，秦燕肯定是这里实力最好的。光是柜台房东这个背景，他就碾压所有人了。弹幕，我粉宋敏2年了，第一次我在宋敏和秦燕之间竟然犹豫了，就冲秦燕帮白鹿解围，这个事我就粉了。又有钱，又帅，还这么贴心。他只是不进娱乐圈，要不然一线男星定然有他。我承认，这个男人比我牛逼了那么一点点。那边大家都沉迷在美食盛宴中，一个突兀的声音打破这和谐的氛围：鱼子酱不是这么吃的。第15，金带黄金鱼子酱。秦燕几人回过头，就看到华少在旁边笑话田曦薇：“你一大口塞进去呀，太暴殄天物了吧？”说是一大口，其实太夸张了。花少拿过来的鱼子酱只有一个猫罐头大小，以后桌上每人匀一点点的，可见田曦薇吃的量只有多少了。华少肆意的笑声让田曦薇感到无措，可他却没有收敛住自己的调侃：“鱼子酱这么名贵的食材，还用嚼的？你当嚼瓜子人呢？”花少自以为幽默的调侃，只有旁边的张颂敏笑出声。田曦薇一脸尴尬，握着手里的勺子，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个鱼子酱18W 一斤呢，你这么吃太虎了，这个要品的，懂不懂啊？田曦薇尴尬的笑着，不好意思。华少还在追问，你不会没吃过吧？田曦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尴尬的笑着，感觉到周围人都在注视着自己。田曦薇此刻像个犯错的孩子，她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去吃这个鱼子酱。要是刚刚不好奇，她也不用出这个丑了。想到这里，她眼眶漫起水雾。张吉注意到田曦薇的变化，但他退役后有节目在柜台，难免需要和华少打交道，所以既然心里觉得不妥，他还是没有选择出言阻止。旁边的女嘉宾也是各自沉着气不说话。白鹿默默收起手上的勺子，他刚刚也想尝一下这个鱼子酱，平民出身的他没吃过这个，所以有些好奇。他不明白华少这个品是什么，但现在他是不敢动筷了。他看向田曦薇，眼里露出心疼，可是他还是个刚出道的小明星，根本不敢得罪为台一哥的华少。气氛陷入焦灼，
华少则在旁边教起了田曦薇怎么品尝鱼子酱，并催促她按照自己说的来。这时，观察团里的张昭刚和杨幂面面相觑，都意识到华少此举不妥。弹幕也有人开始吐槽，可偏偏现在是直播，他们没办法出手阻止，只能暗暗捏一把冷汗，等待工作人员去暗示华少。弹幕：华少有没有礼貌啊？我不懂，法律有规定鱼子酱要一颗一颗吃吗？华少懂哥呀，这要是让老外看见，可不得笑话咱们。华少在高贵什么？张颂敏还笑，笑啥呢？就这田曦薇还是他的迷妹呢，他不配。吃个鱼子酱给他吃出优越感来了。看着弹幕越来越多人愤愤不平，导演也急了，赶紧让工作人员写题卡提醒华少，看好了，上流社会都是这么吃的，学会了没有？我这是在叫你。华少那边还在继续。郭麒麟握了握拳头，正想着该用什么话来替田曦薇解围，旁边一个声音响起：啊，鱼子酱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吃？秦燕语气慵懒，皱着眉，一脸奇怪地看着华少，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他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他，这黑乎乎的玩意哪里算高端食材了？华少咬牙切齿，接着想到什么，又冷笑道：什么黑乎乎的？鱼子酱就是这个样子。华少像是想到什么，讽刺道：你该不会没吃过鱼子酱吧？秦燕摇摇头，这玩意他从小吃到大，都吃腻了好吗？我自然吃过，但是和你的不一样。花少听完下巴微扬，我这可是顶级鱼子酱，1000克价值18万，和市面上普通品级的鱼子酱自然不一样。先前被打了脸，这下华少可算是找回场子来了，说话也不禁阴阳怪气。18万？秦燕语气有些震惊，这么便宜，不会是坏了吧？弹幕：我丢，18万哪里便宜了？他是不是把1000克当成1000斤了？我吃不起，所以18万我也觉得便宜。秦燕怎么可能吃不起？他这顿饭都花了100多万了好吗？秦燕神色淡淡，旁边的白鹿倒是被他吓了不轻，这么点小玩意要18万，还便宜？他愣愣地看着秦燕，这人是在吹牛还是对钱没什么概念啊？18万，在他老家都能娶个媳妇摆几桌席了。华少被秦燕这么打脸，心里十分不爽。你吃过鱼子酱吗？了解鱼子酱市场吗？他这个可是鱼子酱里最顶级的，全球产量也就100斤。他在节目开始前3个月就开始预约，才到手这么一点，就是为了在节目上让女嘉宾知道自己的实力。现在被秦燕这么泼冷水，他当然不高兴。见华少满脸不服，秦燕只好回头对旁边的凯瑟说：我记得今晚我也有准备鱼子酱。凯瑟低下头，语气殷勤：是的，秦先生，您订的是1000克的黄金鱼子酱。凯瑟的话说完，好些人没有反应过来，黄金鱼子酱，这是什么？他们第一次听说。只有郭麒麟惊讶地瞪大双眼，就是号称100年才能端上桌的世界上最昂贵的食材之一。凯瑟的语气带上一丝骄傲：是的，黄金鱼子酱必须选用100岁年龄的白鲟鱼卵，这种白鲟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品种，因为制作成本昂贵。现在黄金鱼子酱每1000克需要50多万美刀。什么？凯瑟的话说完，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甚至还能看到镜头明显抖了一下。郭麒麟惊讶出声：50多万美刀，按华夏币那不是1000克需要300多 W。 观察团的那扎几人被郭麒麟的话被惊得说不出话来，那扎美眸微睁，一盘鱼子酱300多万，那不是相当于自己辛苦1年的工资？天哪，这贫富差距也太大了吧！嘉哥苦笑：我入圈这么多年，还没见过黄金鱼子酱什么样呢。圈内人都知道，嘉哥为人低调，表面他是芒台的一个主持人，实际上他在京都有一间很高级的酒吧，还投资房地产和餐饮行业，还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身价早就过亿。就这样，他都没吃过黄金鱼子酱，甚至没见过，更别提杨幂他们了。弹幕：1000克300多万，那一勺子下去，不得几十万，吃2口损失相当一套房，再吃1口，1辆保系没有了。什么是黄金鱼子酱？我连听都没听说过，难怪他说 18W 便宜，感情他从小到大吃的都是极品。只能说有钱人的生活我不敢想象，有钱人的快乐我做梦都想体会一把。所有人还在感叹这个黄金鱼子酱的昂贵，秦燕已经让凯瑟将黄金鱼子酱送上来了。一个水晶瓷器里，晶莹剔透的黄金鱼子酱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莹莹光泽，真的就如一颗颗黄金。秦先生，这刚好是1000克的量。第16，你认识人家吗？张嘴就叫老公。凯瑟语气恭敬。秦燕点点头，辛苦你们了。凯瑟受宠若惊，您见外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米其林是全球顶级餐厅之一，自然是接过不少贵宾的，其中不乏著名企业大亨。可就算是这些客人，也从没有像秦燕这样，一口气要了这么多的黄金鱼子酱，仅仅是用于这个普通宴会上，甚至算不上宴会，而只是一场普通聚餐。还有尊皇，他们入住华夏之前就听过尊皇酒店的名气，记得开业时，他们举办了一场美食文化交流，不低于10次邀请尊皇酒家，均被他们拒绝。当时他们称尊皇酒店不轻易派外厨烹饪，当时他们以为尊皇是害怕了，后来多方打听知道尊皇的实力后，凯瑟才知道人家不是害怕，而是不屑，说明了尊皇酒店的实力。现在秦燕动手就把尊皇请了过来，可见秦燕也是个不简单的。凯瑟不由好奇，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实力竟然会比在网上高调活跃的王思聪强。为了和秦燕攀上关系，凯瑟不仅亲自上手端菜，还让人送来一只店里珍藏的红酒。秦燕在大家的注视下，拿起一块面包，我分享一个鱼子酱的美味吃法吧，我从小就爱这么吃。他边说边挖出几勺黄金鱼子酱涂在面包上，全然将黄金鱼子酱当成果酱用。这行为再次在震惊所有人。弹幕啊，他在做什么？尼玛，这面包起码值2套房了吧？面包的身价直线上升，太暴殄天物了吧？花少那点鱼子酱心疼的跟宝似的，看看人家秦燕的，有钱人就是有钱人，面对其他人震惊的样子，秦燕却不以为然。鱼子酱其实也就为食材，对我来说，秦燕没去看华少铁青的脸色，自顾自将鱼子酱抹好后吃了一口，味道不错。显然这个行为也震惊到凯瑟，没有人这么吃鱼子酱，因为这个食材太过昂贵了，大家都是下意识去珍惜它，就像花少一样。华少皱着眉头看他，王你也是吃过鱼子酱的人，竟然不知道它的吃法，这和牛饮有什么区别？秦燕一脸茫然地看着他，我这么吃有什么问题吗？秦燕擦了擦嘴角，扭头看向凯瑟，你是西方厨师，你觉得呢？凯瑟想了想，秦燕这个方法除了太过奢侈外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最开始鱼子酱就是这么吃的，只是后来食材昂贵，才演变出其他吃法。秦先生这样的吃法并无问题。秦燕听完淡淡一笑，鱼子酱也就是食材的一种，和草莓酱、番茄酱没什么区别。吃东西最重要的是分享美味的喜悦，只要不浪费食物，怎么开心怎么吃。秦燕说话时，田曦薇在角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此刻的秦燕样子就像是踏着祥云来救她的英雄，整个人都发着光。弹幕，秦燕说的对，他吃的是200多万的黄金鱼子酱，却说他是份食材。华少吃份18万的，却以为自己吃的是仙丹。秦燕这是在替田曦薇解围吧？太温柔了吧？爱了爱了。为什么？他给田曦薇解围？沦陷的确是我，又帅又有钱人还好。我宣布，这个是我老公了。你认识人家吗？就叫老公。这边排队去。一份小小的食材足以体现秦燕的人品。秦燕真的很好，不输什么偶像。秦燕语气淡淡，没有刻意为谁解围，只是阐述一个事实。但是有了他起头，其他人也跟着附和起来。猪猪，这只是我们私下小聚，不是什么上流社会的饭局，没必要弄这些奇怪的规矩束缚自己。郭麒麟，就是，都是自家人，放松些。秦燕招呼大家接着吃饭，又让凯瑟他们把鱼子酱分下去，一人一份，就连工作人员都有。弹幕，今晚的相恋吧，超话可热闹了，从来没有这么羡慕工作人员过。今天是最重要区分谁是相恋吧工作人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社交平台上晒晚餐了，不只是工作人员，杨幂他们也发了，标题是感谢燕哥破费。真的假的？真的。后面嘉哥他们一排排都跟着转发了，这也太搞笑了吧。别说他们了，换成是我发完圈置顶1年，有了明星效应。秦燕像一匹黑马在娱乐圈横空出世，她自己都没想到他人还没出道，却以这种方式出圈，一下子各个营销号都在猜测他到底是什么人。有人猜测他是京都的大少爷，有人猜测他是神秘氏族的贵公子。火的是秦燕，可之前在平台上有名公子哥，比如王思聪、严浩和县区的账号都要被@烂了，何方人马都在想尽办法打听秦燕的身份。只是这些事还在参加节目的秦燕压根不知道。郭麒麟吃累了，靠在椅子上感叹道，今天我算是跟着燕哥长见识了，之前吃的都是什么清汤寡水，他也不知道自己脱口而出就称秦燕为燕哥了。真要论起来，指不定谁大呢。秦燕没给他反悔的机会，举着酒杯说道，
你放心吧，以后有哥在，啥好吃的都不缺你的。本来觉得自己亏了郭麒麟，瞬间觉得自己又赚了。行，那以后我就跟着燕哥吃香的喝辣的。好说好说。秦燕回头，这才发现白鹿盯着面前的鱼子酱，愣是一口没吃。你怎么不吃啊？白鹿抬头，瘪着嘴说道：我不舍得吃。他想到这2口就是1套房的钱，他就下不去口。秦燕被他的话逗乐了，再不吃待会不新鲜了，不是更亏了？白鹿撅着嘴看他。郭麒麟调侃道：你要是实在舍不得，你就给我，我不嫌。白鹿立马将鱼子酱护住，那不行，一直到月亮升起，这顿饭才吃完。晚上，猪猪带着其他女嘉宾负责刷碗，秦燕将尾款付完，手机就传来银行卡的入账提示。送走厨师后，系统的声音也跟着响起：恭喜宿主获得情绪值50000加，情绪值可兑换2个福利礼包。2个福利礼包，这么说他的人气又涨了是吗？秦燕正琢磨着自己要换什么福利好，身后就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秦燕，第17，你占我便宜。秦燕回过头，田曦薇站在门外，黄色的氛围灯打在她的身上，那双笔直修长的腿白发光。怎么了？秦燕出声问道。田曦薇涨红着一张小脸走到她身前：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秦燕一顿，想到刚刚鱼子酱的事，小事而已，不用挂心。她当时只是看不惯华少那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田曦薇低着头，局促一会，又问道：你有心动女生了吗？秦燕下意识想到白鹿，不为别的，纯粹是她觉得白鹿的性格好，爽朗大方，跟这样的女孩相处起来不费劲。毕竟接下来她需要找个女伴相处3个月的时间，不费劲的女孩真的能省很多麻烦。见秦燕犹豫，田曦薇大概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白鹿和秦燕的互动她都看在眼里，她心里有些失落，很快又释然。还没到选伴侣的时间，她还有机会。想到这里，田曦薇扬起笑脸，大大的眼睛，笑的时候露出可爱的梨窝。她伸出自己白皙的手：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田曦薇。秦燕一脸错愕地看着她，这又是搞什么？不是中午介绍过了吗？田曦薇嘟囔一声：这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田曦薇撅撅嘴，嗡声嗡气说道：中午是我向大家的自我介绍，这是向你的自我介绍。秦燕直接被他逗笑，镜头推到观察团里，娜扎看着镜头直接冒红心。曦薇喜欢秦燕啊，嘉哥，这姑娘笑起来好甜啊。于朦胧，之前曦薇好像对张颂明有好感的，卢田那是对偶像的喜欢。杨幂，秦燕太帅了，还很贴心，曦薇会喜欢他不奇怪。娜扎，白鹿也挺喜欢秦燕的。卢田，这就开宴开始上演2追1的狗血剧情了吗？卢田说完，眼里掩盖不住的期待。田曦薇见秦燕被自己逗笑，眼里高兴更甚，她低下头，掩去脸上的羞涩。那我回去了。秦燕点点头，去吧。弹幕，我觉得田曦薇和秦燕也很配耶。打住，我还是觉得白鹿配。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秦燕怎么这么淡定啊？定力真好，还让人走了。换成我，早扑上去了。所以你没女朋友，这叫循序渐进，懂吗？等田曦薇回屋，秦燕才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客厅内，花少因为刚刚的事情向田曦薇道歉。主持人，他需要搞清楚自己的情绪值获得多少了，一般需要多少情绪值他才能获得福利礼包。进屋时，秦燕正巧听到华少为今晚发生的事情向田曦薇道歉，也不知道是节目组提醒他，还是花少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妥。看到秦燕进来，花少下意识住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秦燕心里有些无语，华少这竞争意识真强，选秀出来的吧？他心里腹诽，不过这也不关他事，他还是好好琢磨一下自己的系统吧。他自顾自上楼，没想到在楼梯拐口时被白鹿迎面撞上。啊！白鹿下意识后退一步，却忘了这是楼梯。惊慌之中，他搂住秦燕的脖颈，鼻尖传来好闻的香气，颈间传来微凉细腻的触感。秦燕不禁恍神：你松手！秦燕看着白鹿脸颊通红的像煮熟的虾米，他忍不住调侃：拜托，你是搂着我好吗？白鹿一顿，发现是自己圈着秦燕的脖颈后，尴尬的收回手。看着秦燕似笑非笑的样子，白鹿辩解道：是你撞我，我才……我撞你，我正常上楼梯好吗？是你撞的我。白鹿不服，秦燕挑眉问：上下楼梯该走哪边啊？好吧，自己确实走错了。他脸颊羞得通红。秦燕微抬下巴，叹了口气：
可真难啊！被占便宜不说，还让人诬陷了。白露一脸诧异：谁占你便宜了？你……秦燕微微靠墙，嘴脸堆着坏笑的模样，让白露有些怔了。不得不说，秦燕是真的好看，亏她定力好，换成其他小姑娘，不得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怎么？无话可说了？秦燕抬高声音，吓得白露用伸出手指示意她静声。嘘，小声点，让人看到要误会了。此时的弹幕，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奇猛了！我竟然看到白露搂了秦燕的脖子。哈哈，白露紧张脸都红了，甚至还忘了这是在录节目。终于磕到糖了，该死，这是恋爱的气息。他敢发誓，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刚刚是他看到秦燕和熹微在花园里说话，有些好奇才走得急一些。只是这些话他不能说出来，免得秦燕误会自己。秦燕正想逗逗他，就听到楼下主持人的声音：请所有女嘉宾都跟我到房间来。白露眼睛一亮，仿佛听到什么好消息一样，朝着秦燕说了句先失陪了就逃也一般的跑去客厅，甚至还回头看了一眼，仿佛秦燕是什么洪水猛兽。秦燕无奈的笑了笑，转身回到房间，静下心来清点一下系统。秦燕发现自己只要能获得5万的情绪值，就能获得系统福利。现在她还有2个福利礼包，秦燕想也不想的拿出一个福利礼包兑换剩下的学识。本来她想全部兑换，但是想到福利礼包还可以换技能，她便留下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白露他们跟着女主持人去了地下室，主持人拿着卡片递给女嘉宾：后天就要选择伴侣了，为了让你们更快了解男嘉宾，你们各自可以男嘉宾一个问题写在题卡上。猪猪勾起红唇，媚眼如丝。每个男嘉宾都问吗？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是统一要给男嘉宾的，你们商量一下题目。另外可以单独提一个问题给你想要了解的男嘉宾。女嘉宾面面相觑，一下就来了兴趣。几人叽叽喳喳确定好一个问题后，就各自拿出题卡，写出自己另外想要了解的男嘉宾。你们想要了解谁啊？李一桐凑了上来，看向白露他们，并大方地向他们展示出自己的问题。他提问的是郭麒麟，田曦薇也大方地回他：我问的是秦燕。白露下意识地看向他，田曦望此时小脸微红，眼睛里的光却是亮晶晶的。此刻白露心里觉得惆怅起来，那人到底是不是他？白露犹豫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自己的问题：第18什么？我卡里就剩2亿。很快就有人敲响秦燕的门，打开一看，白露站在外面，笑得眉眼弯弯。导演让我来叫你下去。秦燕点点头，轻声说了句好。下楼时，白露蹦蹦跳跳，裙摆因为起伏，像扇动翅膀的蝴蝶，勾勒出西晴的长腿。待会主持人给你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哦。秦燕回头，好奇地问：为什么？白露故作神秘：因为里面有个问题是我问的。秦燕顺着他的话联想，看来主持人叫他们下去时是为了回答女嘉宾提出的问题。白露继续追问：你猜哪个问题是我的？秦燕笑道：我都还没看，怎么知道？白露停下脚步，想了想，好像是这么个理。他咧开嘴，哈哈大笑。秦燕莫名：你笑点到底在哪？白露捂着嘴，眉眼都笑弯了。秦燕不由被他的笑声感染，眼里也沾染笑意。在大家的注视下，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客厅。郭麒麟看着白露，说什么呢？给人家笑成这样。秦燕低笑一声：我也不知道。郭麒麟显然不信，他揽过秦燕的肩膀。小叶说有些提问回答的专访就到我们了。小叶就是相恋吧，那个主持人。很快他们就被叫了过去，采访间是在他的地下室，原本装修成娱乐厅，所以简单布置一下就可以用了。这次女嘉宾们给他们的问题是：如果一觉醒来，你发现你的银行卡里有2亿，你会做什么？张颂敏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嘴角都呲出花来了。2亿，那算成泡菜币很多了。光是想想，他嘴角都压不下来了。张颂敏暗爽后说道：先辞职，再买辆车，给父母买栋大房子，再给他们雇几个保姆，毕竟他们也辛苦了。然后我再投资个公司，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后，我就带我女朋友周游世界。弹幕：这小子许愿呢。哈哈，我要是有2亿，我也会这么做。宋敏哥哥说的没毛病啊，我要是有2亿，我分分钟都不想上班。有2亿的话，我会很开心，然后买下我公司，让我老板给我打工，受我的气。娜扎听完张颂敏的话，也是一脸惊喜。他这个愿望和我的一样也。如田，我的愿望也是这个。张颂敏这个愿望可以说十分接地气了，
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张吉的回答是开个运动俱乐部，培养国家人才。这话虽然官方，但是很符合退休老干部的形象。郭麒麟听到主持人问的问题后，一下就乐了。第一件事就是罢工，这班我是一点都不想上了。主持人，想炒你爸鱿鱼？郭麒麟慌了，没有，这是你说的，不是我呀。他幽默的话逗笑所有网友。弹幕，老郭，瞧瞧我的好蛋儿。郭麒麟调侃自己老爹是毫不嘴软啊。一身反骨，老郭就像郭麒麟的紧箍咒，一脱离他就不受控制了。我可喜欢他们父子俩了。华少这边，2亿对于他来说还算个可观的数目，但他自己在圈内混这么久，已经有这样的资产，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将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挑了一些出来说，比如做投资，成立一个工作室，似乎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他回答问题时十分有耐心，像一个金融专家在给一些投资新手做建议，一下就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弹幕，花少挺有商业头脑耶，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肯定有2把刷子。抛开别的的不说，他确实有些才华，有才华，人品不行也就那样。此时爱看热闹的网友都凑到秦燕这个直播间来，他们好奇富二代出身的秦燕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毕竟2亿也不是个小数目了，他不见得因为2亿欢天喜地，但是大家都好奇他会用2亿来做什么。华少给出来的答案让不少人对投资有了些思路，秦燕的回答更不会差到哪去，毕竟有钱人是最会用利滚利的，说不定他会有更高的见解。秦燕刚坐下来，主持人就说道，以下是女嘉宾给你们出的问题，还有一些网友好奇的问题。秦燕认真的点头，心里想的却是，按他估算的流程，做完这个采访就可以下班了。女嘉宾的问题是，假如你一觉醒来发现卡里有2亿，你会怎样？秦燕眉头一皱，什么？我卡里就剩2亿？这到底是谁在说恐怖故事？主持人说完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等待他的答案。写问题当然是认真的。秦燕代入一下后，悠悠回道，会活不下去。显然他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观察团的明星们也觉得十分意外。2亿还觉得活不下去？为什么？女主持人好奇地问道。如果是他有这么多钱，他能高兴到原地飞升，怎么他反而说活不下去？杨幂甚至坐正身子，想听听秦燕的理由。谁知道他竟然委屈起来。我最穷的时候，是家里人限制了我的卡，然后我全身就剩10亿，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现在你告诉我卡里就剩2亿，你让我怎么活？主持人，观众，女主持感觉心脏被人狠狠重击，让她说不出话来。什么叫最穷的时候，卡里就剩10亿？她的表情很复杂，被这么无情的话摧残后，她还能坚持拿着麦克风没有暴走，足以证明她的职业素养。而此刻的观众们已经疯了，卡里就剩10亿，查查他，立刻，马上，我话费10块钱都没有，他竟然说10个亿让他活不下去。37度的嘴，他怎么说出这么冰冷的话的？该死啊，我后槽牙都咬碎了，牙医告诉我补牙费用要1000，我破防了。一时间所有人都炸了，这句话他们造成巨大的冲击，大家都觉得秦燕是在炫富，可偏偏他的表情无比认真，语气还带着难受，似乎光是想想卡里剩2亿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比世界末日还可怕。可恶啊，卡里只有10亿，还真是委屈他了。2亿还让他怎么活？这问题出来，破防的是秦燕，难受的却是所有人。主持人腮帮子都要咬出来了，自己努力学习，勤勤恳恳才争取到这份工作，却采访到秦燕这个凡尔赛，想到自己要努力几百年才有10亿，他就委屈的想哭。第19，我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短暂沉默后，系统提示音忽而响起，恭喜宿主获得情绪值50000加。秦燕一下来了精神，太好了，福利到账，还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女主持又艰难地问出第2个问题，这是女嘉宾问的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秦燕挑眉，这2个问题跳动幅度太大了吧？不过比起刚刚那个没营养的，她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秦燕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自己还没想过呢。长得好看的，笑起来也好看的。秦燕的话说完，观察团里的卢田眼睛一亮，他是不是在暗示他喜欢哪位女嘉宾？那眨眼里带着八卦的兴奋，笑得好看有李一桐、田曦薇，还有白鹿。猪猪是典型的性感类型美女，而且秦燕跟她的互动比较少。杨幂饶有兴趣的加入话题，
好像秦燕和田曦薇还有白露聊得比较多，话题一下被带动起来。屏幕前的观众纷纷跟着猜测，秦燕喜欢的是田曦薇吧？我怎么觉得是白露？我也觉得。田曦薇都展开追求了，女追男隔层纱，笑起来很好看的，是李一桐还有田曦薇这两个甜妹。白露笑起来也好看，白露是笑起来是好笑。乱讲什么呢？我露姐最美。女主持就这样。秦燕想了想，又补充道：不错，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要合得来。女主持又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你小学时有在 S 市中路小学读过书吗？这话题是越来越偏了啊。秦燕拖着下巴思考。此时她还不知道，外面正在看屏幕的白露紧张得手都冒汗了。猪猪好奇问道：这是谁问的问题啊？大家都摇摇头，只有白露略略看了大家一眼，随后紧紧地盯着屏幕，意思不言而喻。大家都在猜测白露问这个问题的意思。难不成他们之前认识？这也太巧了吧。秦燕皱着眉思考一会，我小时候确实有在 S 市读书过，当时父母还在国内发展，后来才把他送出国外。女主持点点头，她只是照着女嘉宾的问题说出来，不知道其中意义。得到答案后，她又继续下一个问题：你介意姐弟恋吗？秦燕歪了歪头，这又是什么问题？那得看多大的姐弟恋了。大3.4岁是姐姐，大30也是姐姐。噗！秦燕的话让主持人猝不及防地笑出声。猪猪眼唇嗔笑，这个问题是他提的，但他不知道秦燕会这么回。郭麒麟，这小子有觉悟啊。张颂敏，哈哈哈，都是姐姐，没毛病。弹幕，秦燕太幽默了吧，真是有意思，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老 baby。秦燕这么有钱，哪里需要老姐姐啊？我们才需要好吗？主持人，接下来是网友的问题。秦燕摸不着头脑，网友还有问题？郭麒麟看着屏幕，怎么秦燕的问题比较多啊？张颂明比较在意的是，他还有网友提问，你们没有吗？没有，我也没有。华少咬咬唇没说话。郭麒麟不敢问他，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头说道：怎么我已经不火成这样了吗？都没有问题要问我的。弹幕，哈哈，郭宝生气了，没办法，秦燕真的太帅了。我也问了郭麒麟问题，但是被刷下来了。秦燕的粉丝太疯狂了。主持人拿着题卡，这位网友说：你家这么有钱，都是合法的吗？秦燕挺直腰板，那是当然，我可是良民。弹幕，哈哈，看来在国外没少陪爷爷看谍战片啊。良民，笑死了，谁提出来的问题啊？主持人忍俊不禁。还有网友问：你有这么多财富，会不会很快乐？秦燕听完眉头都皱紧了。你们以为有钱那么好吗？他突然严肃，这转变快的主持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不好吗？秦燕继续，你以为我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快乐吗？秦燕说完，主持人都沉默了。大家纷纷想到，他这样的富二代，将来是要继承家族财产，肩上的担子肯定比常人还要重。想到这里，女主持人都开始要与他共情压力了。谁知道秦燕接着说道：你们都错了，我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主持人，明星，观众，男人啊，把他给朕拖下去。请问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他要这么打击我，妈的，最烦装逼的了。可他说的是事实。该是，男子汉也有输不起的时候。哪个网友问的？让我这么难受？你们一伙的。所有人对秦燕这梦寐以求的生活咬牙切齿，几度想要封了他的嘴，可是又忍不住想要多了解一些。女主持人拳头都拽紧，才忍下这波打击。她直接换下一个问题。还有网友问：国家提倡生育2胎，你介意有大你10岁的弟弟吗？这下轮到秦燕震惊了。什么？弹幕一下转为任清风。哥哥，大哥，哥，我在外面受苦了。哥哥，看我，看我，我在这里，任清带上我呀。女主持强忍笑意，终于有让秦燕吃惊的了。她将问题重复一次后，秦燕哭笑不得。你们别太离谱。不得不说，这届网友是会提问的。这次专访以诙谐幽默的画风结束，大家伙对秦燕这个富二代又有了新的认识。恭喜宿主获得情绪值10000加，系统突然出现让秦燕十分惊喜。哟，意外收获。他先一步出门，就看到白露在门口等着，看自己时眼神难掩激动。怎么了？秦燕皱着眉问道。谁知道白露直接扑了上来，一把抱住他。我找了你很久，你知道吗？秦燕，所有人，卧槽，卧槽！观察团里的杨幂他们惊讶地站起身，就差没冲到小屋这边现场吃瓜了。
导演组他们也不是吃素的。白鹿这么一报，本来准备收拾下班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镜头重新对准秦燕和白鹿，搞不好这可是一个头条。温香软玉在怀，秦燕却是一点都不敢动。白鹿，你……白鹿却是激动地抹了下眼泪，松开手质问：“你忘了我吗？我是白蒙言。”秦燕皱着眉头，一副茫然的样子。白鹿沉下脸，不情不愿道：“我是小白猪。”秦燕第20出现了，恋综男嘉宾大满贯。记忆倒退到小时候，他还在 S 市读小学时，有个和他很玩得来的小女孩，他忘了对方的名字，只记得她皮肤很白，有一张圆圆的小脸，笑起来特别好看。那时候逗她玩，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白猪。后来父母进军国外市场，他也跟着出国，再回来他也不在 S 市了。秦燕定定地看着面前的白鹿，他是小白猪。白鹿眼里闪过欣喜，想起我了吗？许是靠得太近，秦燕看他眼里像有星星闪烁，这样细看确实和小时候的女孩有些像。见他迟迟没有反应，白鹿有些焦急，想起来没有？秦燕一顿，看着白鹿巧目盼兮的双眼，发出自己的疑问：你小时候不是挺胖的吗？他记得小时候这个玩伴身高比自己小一个头，胖乎乎的，十分可爱。白鹿没想到他想起自己后的反应竟然是这样，气鼓鼓推开秦燕后并翻出一个白眼，刚认出自己就算了，一开口还爆出自己的黑历史，太生气。白瞎这些年心心念念的找他，见他要走，秦燕又下意识地拉住他，这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郭麒麟，你们两个认识啊？这话在相恋小屋炸开锅。哪吒，这是怎么回事？嘉哥，秦燕和白鹿认识的？如田啊，这也太巧了吧。张昭刚一脸意外，不是说这个节目是没有剧本的吗？他下意识地边杨幂看去，此时的杨幂也是一头雾水，这根本不是他们安排的剧本啊。他甚至不知道秦燕和白鹿两人是认识的。所有嘉宾怔怔地看着两人，默默猜测两人的关系。女主持人好奇地问：你们之前认识吗？秦燕点点头，下意识看向白鹿，他好像是我小学同学。白鹿不满：什么好像？本来就是，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事，还记得你的外号呢。说到外号，秦燕打个机灵，岔开白鹿的话道：对对对，想起来了，他确实是我小学同学。看着秦燕紧张的样子，郭麒麟立马凑上前：外号？他的外号叫什么？他小时候外号是白。白鹿的话说一半，秦燕不知道从哪里拿出块糖来，塞进他嘴里。知道了，吃块糖吧。秦燕抢过他的话，把白鹿的话给堵了回去。白鹿，他还没说呢。郭麒麟，什么就知道了？他都没说。秦燕刚开始还没想起来，现在被白鹿一提醒，还真让他想起来不少。那是我的外号，我还用得他说？郭麒麟一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心里想着，越不想让我知道，我越给你套出来。旁边的李一桐双眼冒星星，话里都带着八卦的意味，那岂不是说你们是青梅竹马了？秦燕一顿，小时候的玩伴不算青梅竹马吧？白鹿不服，怎么不算？你小时候还说要娶，你是真不见外啊。真是的，这妹子怎么什么都往外说？秦燕也是服了，白鹿涨红着脸，扯下他的手，瞪了秦燕一眼。郭麒麟，他们这是在散狗粮？李一桐，不知道，但是我磕到了。弹幕，我们也磕到了。小时候的玩伴，长大后在恋综相遇了，这不就是小说照进现实吗？这也太巧了吧！果然艺术来源于生活。按这么说，秦燕很有可能和白鹿在一起了。卧槽，我老婆才出来1天就要被拐跑了。田曦薇看着秦燕两人的互动，眼里闪过一抹失落。小插曲结束，到了女嘉宾给心动男嘉宾写信的环节。秦燕被郭麒麟他们簇拥着上楼，关上门后，他们将秦燕团团围住。秦燕卷起袖子，做什么呢？我可是练过的。郭麒麟见到他手臂上紧实的肌肉线条，连忙圈住他，语气狗腿：燕哥，误会了，我们是想问你个问题。秦燕挑眉，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什么问题？郭麒麟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你是不是想选白鹿做你的心动嘉宾啊？郭麒麟的话说完，大家都齐齐看向他。秦燕一顿，怎么这么问？郭麒麟，我们寻思着，你要是选白鹿，我们就不和你抢了。张吉罕见的点头附和，就秦燕这个实力，他们抢也抢不过。他们怕的是女嘉宾都被秦燕抢去了，只有让秦燕先配对成功，那其他女嘉宾也能断了秦燕这个念想，他们才有机会。
秦燕听完都愣住，实在没想到他们找自己会是因为这个。选择白鹿吗？秦燕脑海里闪过她抱自己时身上那好闻的香味。最开始选择参加节目是为了系统的学识福利，她把这节目当成一次任务，随便哪个女嘉宾和她参加都行。现在如果是选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参加节目，会不会有趣一些？想到这里，她缓缓说道：行，如果白鹿的心动男嘉宾是我，那我就和他组成一队，如果不是，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郭麒麟听完松了一口气，那是，别的女嘉宾他不敢保障，但他100%确定白鹿一定会选择秦燕。秦燕确定下来，他们就能减轻很多压力，机会也就更大了。秦燕离开时，在主持人的提醒下去信箱里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竟然有4封情书，这是他没想到的。突然就明白为什么郭麒麟他们为什么会急着请他确定下心动女生的人选。秦燕勾起嘴角，连信都拿出来。嘉哥，秦燕一个人就拿到4封情书，那渣，秦燕魅力很大，别说女嘉宾了，她看了都觉得迷得不行。早知道节目组的素人是秦燕这样的，她就不来观察团，直接做女嘉宾好了。于朦胧一脸佩服，秦燕太厉害了吧。卢田点点头，刚开始他觉得张颂敏应该会成为最受欢迎的男生，没想到秦燕才是最有魅力的，人长得好看，还绅士，家世也好，简直就是男神的化身。观众们对这个结果都有点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感觉。弹幕出现了，恋综大满贯男嘉宾，让燕哥开个课吧，就是教教我们怎么弄。我也觉得秦燕不错呀，我盲猜他会和白鹿在一起，白鹿和他刚刚的互动很来电啊，我也喜欢白鹿和秦燕互动。秦燕回到房间才打开那几封信。第21，早餐不都是这么吃的吗？映入眼帘的是娟秀的字体。 Hello 秦燕，我是西薇。原来是田曦薇的信里，他字字句句都很认真，密密麻麻，还是对早前替他解围的感谢。这信看了不论是谁都会感动的吧。秦燕将它轻轻放在一边，其余2份是李一桐和猪猪的。猪猪比较直接，他问自己明天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出去活动，这就约上了。秦燕有些意外。李一桐问自己明天想不想吃早餐，也是很迂回了，难不成他还能不想？最后一封是白鹿的。我是白鹿，我想和你玩。秦燕笑出声，什么鬼？当自己是妲己呢？准备将信放一边，却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张小纸条，可以邀请你做我的心动男嘉宾吗？看到这里，秦燕才眉眼带笑。另一个房间内，白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也不知道那人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纸条，万一他看都没看就扔了怎么办？哎呀，早知道他就不写那个小纸条了，直接写到信里不就好了。白鹿有些懊恼，最后在叹息声中睡着。次日一早，秦燕起身下楼，郭麒麟恰好也一起出来。哟，这么早？平时也差不多这个时间。郭麒麟拿出手机，早上吃什么好？我和张吉打算出去外面买些早点，你看可以吗？昨晚让秦燕请了顿大餐，郭麒麟就想起的早点，看看秦燕想吃什么，弄点她爱吃的表示感谢。结果秦燕却说早餐随便对付点就好，我已经让人准备了。听到秦燕已经准备好了，郭麒麟有些不好意思，你动作也太快了吧，让我们来就行了，你看这多不好意思。秦燕不觉得有什么，食材那么多，她一个人吃不完也是浪费。3人下楼，就看到李一桐几人站在楼下，齐刷刷的看向秦燕，几乎是目送她走下来。怎么了？秦燕看他们的眼神感觉有些心慌，怎么都这么看着自己，发生什么事了？李一桐指了指厨房，我早上和白鹿他们约好下来煮早餐的，结果已经有人在煮了。田曦薇补充一句，他们说是秦燕叫过来的，还有一个管家。说到管家，一个穿着职业服管家孙宁从厨房快速走出来，女管家的出现瞬间吸引了郭麒麟几人的目光。她肌肤白皙，一头黑发在脑后松松扎起，一身职业装都遮盖不住那婀娜的身材。孙宁学的专业是营养师，主要工作是给大户人家做生活管家，照顾雇主的饮食起居。看到秦燕时，他明显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秦燕这么年轻，还这么帅气。秦先生早上好，我是白助理派过来这边照顾您的生活管家。卧槽，生活管家！郭麒麟他们此刻是狠狠羡慕了。弹幕：卧槽，这么年轻的管家，好家伙，这么早就要这样刺激我吗？有专门的厨师做饭就算了，竟然还有管家。管家不都是年纪很大的老头吗？那是电视上演的，这才是真实的，看看人家的生活才是生活。唉，昨晚就算了，现在他参加节目
还弄个管家过来，这不是妥妥炫富吗？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有人发现这个管家好好看吗？这么年轻的女管家。秦燕还有些惊讶，旁边的郭麒麟他们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孙宁很快泡了一杯咖啡递上来，秦燕随手接过。今天的早餐做好了吗？孙宁一顿，本来按白助理给的时间，15分钟前他们就该准备完早餐了，只是因为他们来时让工作人员拦住了，耽误了些时间。第一天上班就出现失误，孙宁有些惭愧，但还是如实说道：秦先生，很抱歉，早餐大概还需要15分钟。孙宁还以为自己会受到批评，毕竟这些有钱人一向最注重时间观念，浪费1分钟对他们来说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他都做好被训斥的准备了。没想到秦燕压根没去计较，只是问他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孙宁恭敬的回答：新西空运了一批新鲜的牛排和鲜奶，配菜是黄金鱼子酱和黄唇鱼，甜点是丹麦皇室的天鹅之梦，还有英国的黑胡椒烤肠。秦燕点点头，行，就这些吧。就这些吧。张吉愣愣地看着秦燕，这也太丰盛了吧。他想说豪华，又觉得这个词太过刻意了，只能改成丰盛。秦燕语气平静，丰盛一般吧，早餐不都这么吃的吗？秦燕风轻云淡的一句话，给了所有人清晨第一顿暴击。弹幕：谁说的？我们家不是这么吃的，我的早餐只有一个茶叶蛋，挤地铁的时候让人坐扁了。我说谁的早餐烫屁股呢？原来是楼上的茶叶蛋。管家说的那些我连听都没听过说，他的钱这么干净吗？为什么一点都不低调？有没有可能他已经低调了？这个凡尔赛又开始了我嫉妒的一天。大家都惊讶的张大嘴巴，就是观察团里的杨幂都狠狠羡慕了。他忙着赶通告，早上都是路边随便买个东西对付的。嘉哥，他嘴里的随便吃点和我们的好像不一样。张昭刚，你早餐吃什么？杨幂苦笑一声，我早餐都吃得很随便的，有时候都直接不吃。哪吒，我吃的是馕。于朦胧，现在我有点相信他昨晚说的家常便饭了。嘉哥苦笑一声，他这早餐吃的比我们家过节都吃的都好。小屋内，秦燕的早餐已经准备好，看着这满满的一桌，大家明显有些拘谨，毕竟昨晚也是秦燕给他们安排的豪华大餐，早餐还是他安排的，这感觉就像他们是来蹭饭的。快坐下呀，待会冷了不好吃了。他语气非常真诚，让大家都不好意思拒绝。在秦燕的催促下，大家缓缓坐下来。郭麒麟尝了几口后赞不绝口，这牛排也太嫩了吧，我之前也吃过新兰的，怎么这个这么嫩？孙宁在旁边回答，这些食材都是当天空运回来的，没有做过其他处理，味道自然比其他地方的要好一些，但是这样食材必须要在24小时内用完，多1个小时都不行。现运过来的啊。孙宁点点头，我算是长见识了。郭麒麟忍不住感叹道，之前他只听过有些航空公司专门为一些有钱人提供运送食材的服务，还有用私人飞机运送食材的，他当时觉得说的人夸张了，没想到是自己保守了。白鹿小心翼翼问，这样的早餐一顿下来不便宜吧？第22我被限制消费了。他觉得这些菜真的很好吃，有机会可以带自己的闺蜜和家人们试试。一顿早餐就是再贵也不会离谱到哪里去吧。原本他觉得自己有些心理准备了，但孙管家的话还是让他破防了。像这样的早餐大概费用在20万左右呢。嗨，张吉捂着嘴连续咳嗽好几声。多少？张颂敏声音都提高了。20万左右。郭麒麟咽了咽口水，好家伙，一顿早餐相当于他几个月的工资了。之前节目不景气的时候，他爸1年都没给他20万，秦燕这一顿早餐就花了这个价。你平时都这么吃的？白鹿惊讶地问道。秦燕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早上起来都是随便吃点，他早上起来都没什么胃口，吃的就没那么精致，能保证营养就行了。秦燕平静的语气却像一颗巨石扔进湖里，咕咚一声炸出一池水花。弹幕，他管这个叫随便吃点，那我们吃的是什么？猪糠吗？一顿早餐就吃了20万，这不是浪费钱吗？有什么浪费？他有这个钱，管他怎么花，不浪费粮食就行。就是，我要是有钱，我也想吃点好的，可是他吃的也太好了，真招人恨。早上和我妈吵架，心情不好，看到他的早餐后，我更吃不下。我妈以为我还在置气，把我又揍了一顿。同情，一大早看这个，确实刺激人。白鹿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道：“你管这叫随便吃点？
秦燕意外地看着他们，这才相处一天，就这么有默契了，连激动都是整整齐齐的，系统里面情绪值不断上涨。秦燕为此暗喜，她真不是故意要刺激大家的，但为了她能够收获更多情绪值，她也没办法。收回心事，秦燕一脸关切地看着大家。郭麒麟想要吐槽他是在炫富的话，硬是说不出口。若是他是在炫富，那他们还能有机会喷他，发泄自己心里的嫉妒。偏偏秦燕觉得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样无形的打击才最为致命。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秦燕的差别会这么大？是自己不够努力，还是自己没有好好工作？观察团里，大家都傻愣地看着眼前丰盛的早餐。没错，秦燕又把他们的早餐给包了。嘉哥，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真是好有人性啊！张昭刚他们整个人都骂了。此时的总导演眼眶含泪，激动地拿起手机对着早餐店的微信一顿输出。今天的早餐不用给我们送了。周围不停传来手机拍照的声音，闪光灯密集到以为是进了什么发布会。其中有个工作人员说道：昨晚我发了我们的晚餐后，网友认出了我们是相恋吧节目组的，我的微博一下涨了10万粉丝。对，我也是，他们也关注我了，还私聊我秦燕到底是真有钱还是人设，他们也这么问我了。网友就是这样，一旦有什么让他们好奇的，就会想方设法去挖掘他们所谓的真相，也不想想如果秦燕是人设，哪家导演组为了巩固人设，请全组工作人员吃米其林？人家拍电视剧的，那些大餐都是用道具代替的。杨幂看着桌前这些精美的食物，陷入沉思。原先她觉得秦燕做这些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直到早上看到突然出现的膳食管家，还有这一桌被空运过来的食材，她不由重新权衡起秦燕的身份来。她之前听某个大人物说过，上层社会那些顶流家族不仅有私厨，吃的都是全球最好弄食材，什么新西的牛排，东南亚的水果，常人难以品尝到的美食，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了保证这些食材新鲜，他们还有专门的私人飞机负责将这些食材空运过来，光是运食材这个费用，一年都得花好几十亿。这些他也只在别人口中听到，现在都在秦燕身前印证了。杨幂最近还有一个节目准备开拍，却因为拉不到投资停滞了。他看着屏幕前帅气的秦燕陷入沉思，他忙现在还没有正式和秦燕见过面，看来得找个机会和他好好认识一下。一顿早餐结束，女主持人上前向他们发布今天的任务。我上班养你啊！游戏规则是男嘉宾几人需要抽签选择一份职业，体验一天，用这一天工作挣来的钱给女嘉宾安排晚餐。注意，只能用今天挣来的这个钱给女嘉宾准备晚餐。女主持人再次强调，随后微红着脸看向秦燕。秦燕，什么意思啊？我被限制消费了？这才花多少钱啊？早知道他就来个100万早餐了。不行，得想个别的办法。弹幕，哈哈，我感觉这个游戏是针对秦燕来的，削弱秦燕是吗？秦燕今天的工作关乎到她晚上吃什么，按她吃饭这个排场，起码得去体验霸道总裁吧。说到这里，大家开始期待秦燕会抽出什么工作岗位了。主持人接着宣布，为了更好促进感情，游戏开始前，我们先确定今天要相处恋人阵容，已经有心动嘉宾人选的，可以选择自己的心动嘉宾。选择心动嘉宾后，心动恋情随之开始，除非特殊情况，双方愿意下，否则不可更换。没有心动嘉宾的，男女方则由抽签配对。女主持说道，大家的眼神都不由自主地看向秦燕。女嘉宾是因为昨晚的他们投出给秦燕的情书，男嘉宾是因为那个男人间的秘密。弹幕，节目组速度啊！这就开始配对了。救命！他们齐刷刷看向秦燕，真的好好笑啊！说明秦燕拥有优先择偶权。大家秦燕会选谁？白鹿吧，毕竟白鹿和她是青梅竹马。田曦薇、小田这样的甜美谁舍得放走？你们还是太年轻。要是我会选择猪猪。观察团嘉哥问卢田，你觉得秦燕会选谁？卢田，我觉得秦燕会选择田曦薇。嘉哥，为什么？第23，快把我的大刀拿来。卢田此时拿出自己的分析，小田在秦燕面前一直表现得很主动，而且今天小田和秦燕说了10句话，和白鹿说的只有5句。张昭刚一脸诧异，你连他们对话都数上了？卢田，那是。嘉哥，那蜜姐觉得呢？杨幂在想，如果她和秦燕该去哪里见面好。突然被点名，她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秦燕这个人挺有绅士风度的，她对所有人都挺好，光从对话分析都太片面了，最主要还是得看她对女嘉宾的态度。杨幂不愧是情感大师，一句话就点出关键。
哪吒，我看他和白鹿也有可能，毕竟有小时候的感情在。张昭刚，你都知道那是小时候，没准秦燕只是把白鹿当妹妹也说不定。秦燕选女嘉宾的话题就这样被大家一人一句带上高潮，而她也在女主持人的安排下，向自己的心动嘉宾走去。性感美艳的猪猪，温柔娴静的李一桐，甜美可爱的田曦薇，以及干净明媚的白鹿，四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里有各自的期待。片刻之后，秦燕她缓缓走向白鹿，嘉哥一脸诧异，她选择的是白鹿叶。那渣，哎呀，还是低估了青梅竹马的情谊。芦田和白鹿一起也是很配。那渣点点头，秦燕太好看了，她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这么快就被白鹿在一起。尽管这是节目效果，但她还是克制不住的失落。唉，早知道当初就报名做女嘉宾好了。那渣双手撑脸，再次陷入懊恼。弹幕撒花撒花，我的女神，我的男神，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夺夫之丑不共戴天。我的刀呢？快把我的大刀拿出来！我气啊！凭什么他又有钱又能拥有我的女神？弹幕一阵羡慕嫉妒恨。秦燕与白鹿配对成功后，其他嘉宾是以抽签的形式进行暂时性配对。很快，主持人拿出一个纸箱子来到秦燕几人面前。郭麒麟，燕哥，想抽个什么职位啊？白鹿第一时间看向他。说实话，他也好奇秦燕想做什么工作养活自己。秦燕看了纸箱笑道，还能有什么职位？既来之则安之，节目组总不可能给他的台长当，估计就是一些普通工作，要么白领，要么销售员这些。秦燕和郭麒麟、张颂明几人做起了互相谦让的把戏，明显谁也不想当着第一个出头鸟。燕哥，我们尊重你，你先。俺也一样。张吉双手抱拳。我也是。张颂敏学着张吉抱拳。秦燕轻哼一声，我先就我先。横竖就他想的那几个岗位，再差还能差到哪去？他有种预感，后面的几个感觉都不太好。秦燕快速从纸箱上抽出一张黄色的纸条，这是连华少都忍不住留意他纸条上的内容。外卖跑腿员。秦燕向大家展示时，也说出自己的疑惑，跑腿员是什么？张吉，这你都不知道？郭麒麟，少爷就是少爷，没体会过这些人间疾苦。白鹿在旁边帮他做出解释，就是别人点外卖，你帮人家把外卖给他送过去。秦燕点点头，表示明白。郭麒麟在旁边起哄，那不是得给他配辆电动摩托车，还有个外卖箱呢，这可是吃饭的家伙。几人一人一句，调侃起秦燕来。工作人员向秦燕介绍了一下外卖员的日常工作。郭麒麟安慰道，送外卖也不错，可以出去外面跑跑，体验一下底层劳动人民的辛苦。秦燕点点头，表示自己没什么意见。张吉又问，不是白领和总裁，你心里会不会有落差？所有人都看向秦燕，这个富二代连外卖员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却要让他体验一天跑腿的工作，也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了。秦燕也没有什么落差，我在国外读书也有体验过勤工俭学，放心吧，能接受。郭麒麟调侃，能接受就好，那你可要好好干，你女朋友的晚饭可靠你了。说到女朋友，白鹿的脸蹭一下就红了，他下意识看向秦燕，对方朝他淡淡一笑，目光又落在郭麒麟他们的抽签上。观察团，嘉哥，我想到秦燕等下会穿上那身黄马褂，我就觉得好期待。那扎笑红了脸，评价出一句少爷历险记。观察团瞬间乐成一片。郭麒麟刚伸出手，坐在旁边的花少开口说道，我先来吧。华少站起身，捋了捋笔挺的西装，看他要先抽，郭麒麟只好让开位置。华少快步到纸箱面前，信心满满的将手伸进纸箱，很快他就拿出一张红纸，这颜色好，这颜色喜庆。郭麒麟在旁边附和道，刚刚他也想先抽，感觉先抽到好的机会更大些，奈何让华少抢先一步。看到华少手里那张红纸，他眼里闪过懊恼。华少勾了勾唇角，有些势在必得。直到他看到纸上写的字时，嘴角先是一抽，接着整张脸都黑了。在主持人的催促下，他将上面的字展示在屏幕面前，养猪场饲养员。噗！秦燕忍不住笑出声来，还是低估了华夏节目的整蛊能力。一身西装的华少在养猪场里面喂猪，这个画面光是想想他就能乐一天。郭麒麟想笑又不敢笑，整张脸憋得涨红。弹幕，哈哈，节目组也太损了，华少竟然抽到养猪场饲养员，这运气也是没谁了。秦燕这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太可爱了，本来觉得秦燕这份活是最辛苦的，看来也不一定。花少铁青着脸没说话。郭麒麟和张吉他们先后抽到养鸡场饲养员，
鱼塘饲养员，牛场饲养员，漂亮。郭麒麟低哼一声，看着手上拿张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燕站在白鹿旁边，笑得弯下了腰。第一次觉得参加节目还挺好玩的。弹幕，哈哈，节目组太损了，周围的饲养场都让节目组搜罗过来了吧？相比之下，秦燕这个工作还不错。秦燕还是有些运气在身上的。秦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全靠同行衬托。我第一次这么期待一个节目。在节目组的安排下，秦燕换上他们给的外卖服，鲜亮的颜色穿在她身上，虽然有些违和，但还是难掩她的帅气，就连张颂敏他们都看呆了。弹幕，某团，请他代言吧。没开玩笑，某团老总请不起，真的请不起。外卖员要是长这样，就是不给我红包我都点。我男朋友要是长这样就好了，没钱也没关系。观察团里的杨幂他们都被狠狠惊艳到。嘉哥苦笑一声，我以为外卖服会封印他的颜值呢，哪吒根本毫无影响。但因为我们先入为主，觉得人靠衣装，穿这个不好看，所以他出来后，视觉反应更强烈了。张昭刚点点头，对，再次证明长得好看的人穿什么都好看。工作人员将他们准备的摩托车钥匙交到秦燕手上时，秦燕一脸茫然，我不会开这个。工作人员一脸错愕地看着他，那怎么办？秦燕笑道，没事，我已经订了一辆。第24买辆超跑就为了送外卖。一辆？什么一辆？一辆摩托车？不可能。秦燕才说他不会开的，总不可能是车吧？也有可能，毕竟秦燕上次的行李箱里面有一大把车钥匙。就在大家陷入各种猜测的时候，门铃响了，叮咚。张颂敏第一反应，是不是最后一位女嘉宾到了？相恋吧有5个男嘉宾，4个女嘉宾，最后一位女嘉宾听说因为档期原因得今天才到。现在所有男嘉宾都有伴侣，剩张颂敏一个。他确实有些急了，还没等大家反应，他就快步跑过去开门。结果门外站的是一个穿着标准职场西装1.8米的大汉。你好，我们是兰博 4S 店，鄙人姓王，是这家店的经理。兰博 4S 店的人怎么找来了？他记得这里没有兰博的车啊。张颂敏一脸好奇，你找谁啊？对方笑着说道，我找秦燕。话刚说完，大家齐刷刷的朝秦燕看去。我就是。销售员看到秦燕的时候明显呆住，这不是外卖员吗？是他打电话来订车的？开玩笑吧。看着周围的摄像头，王经理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整蛊了。您好，是您订的黄色兰博超跑吗？秦燕点点头，对。车到了吗？所有人，什么情况？秦燕订了辆超跑。郭麒麟震惊之余还不忘问，你这个时候买车干嘛？秦燕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电瓶车我不会开，就买了一辆来代步。就买了一辆来代步？郭麒麟语无伦次。等等，你是说你这一回功夫就买了辆车啊？对，你，郭麒麟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秦燕，他语气轻松的像喝了杯凉白开。弹幕，什么意思啊？他在吃饭的时候抽空买了辆车，就像我上班之前先购个物。开玩笑吧，他订的是兰博超跑，这种车不是要预定的吗？吹牛吧，吃个早饭的功夫就买辆车。而且昨天不是说秦燕的车很多吗？是不是金主爸爸的广告？就是广告，他比小孩玩具车都多，哪里需要买车？节目组插播广告的方式也太新颖了。观察团里，杨幂看到广告这几条弹幕，心里苦笑一下。兰博的广告，他也想啊，但是自己何德何能接得到他家的广告？嘉哥，他真的买了辆车？杨幂复杂的点了个头。哪吒，他不是有很多车了吗？就在大家疑惑时，秦燕已经和销售经理签订完合同，直到 4S 店的销售人员把车开到门口了，大家才相信。王经理销售员激动得手都抖了，直到走出别墅，整个人还是飘的。他接待的有钱人不少，像秦燕这么豪爽的，他还是第一次见。有钱人真的不差钱。王经理第一次这么直面的理解这句话。张颂明本来是想出去凑个热闹，但看到门口的车时，还是被震惊到了。这不是兰博最新款的大黄蜂超跑？什么？郭麒麟揉了揉眼睛，还真是，这车落地都要1000多万了吧？秦燕接过销售经理的钥匙，漫不经心地说道：“差不多。”华少听到这里，眼里也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艳羡。不可能吧？买车本人过去是车就算了，这么贵的车，不用预定的吗？这可是最新现款。秦燕语气平静：“不用，我爸是这家车行大股东。”郭麒麟捂住心口，小丑竟是我。旁边的白鹿惊讶秦燕出手这么阔绰，
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有人像秦燕这样花钱如流水的。你不是有很多车吗？这个问题都是大家想知道的。而且秦燕后面还停了辆劳斯幻影，哪里还需要再买？随便开一辆不就得了？可是没有黄色。白鹿。秦燕看他歪头疑惑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郭麒麟就在旁边问：什么黄色？秦燕语气淡淡：那些车的颜色都我这件衣服颜色不搭，只能说这件衣服的颜色太显眼了。你说什么？郭麒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衣服颜色不搭，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秦燕一句话把在场所有人的都干宕机了。弹幕：卧槽，卧槽，干，这是什么逆天理由？普通人只会换衣服，而我燕哥就不一样了，直接换车，因为衣服不搭，斥巨资买了辆超跑。某团一觉醒来，这令人恶心的商战。秦燕：衣服和车不搭，买辆超跑。我：衣服和单车不搭，退货退款。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嫉妒啊，我嫉妒疯了。白鹿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你买这个车是为了搭配这件衣服。秦燕点点头。郭麒麟，你费这个钱干嘛啊？不是给你准备一辆了吗？秦燕语气委屈：我不会开电瓶。郭麒麟：张昭刚，他还委屈上了。他不明白了，自己就是来录节目的，没有得罪任何人，为什么受这些刺激？弹幕：他在凡尔赛，我恨这个人。秦总，我刚毕业，您还招秘书吗？这人对钱没有丁点概念吗？你错了，他根本不在意这点钱，谁懂啊？我一个视频会员，我犹豫了1个月没舍得开，人家22岁拿下全款超跑，我25岁拿下全款炒面。切，这有什么？我在梦里也这样。看着系统蹭蹭上涨的情绪值，秦燕还有些吃惊，这么快就10000加了。她有些好奇，情绪值是包含的什么？该找个机会好好探索一下了。我可以出去送餐了吗？秦燕开口询问，大家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啊！女主持人正愣一下，美眸看着秦燕，才想起来秦燕今天的任务。出门前，秦燕看着现在屋内的白鹿，她眼眸如秋日湖水，和他对视几眼，足以让人心神荡漾。男女朋友该做些什么好？秦燕走上前，乖乖等我挣钱回力给你买好吃的。白鹿脸颊染上红晕，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就在秦燕准备离开时，白鹿突然拉住她的衣角。秦燕回过头，就看白鹿楚楚可怜地看着自己。我可以跟你去吗？秦燕十分意外，跟自己去？她想了想，也不是不行。弹幕：卧槽，各楼层请注意，少爷要出去体验生活了。送外卖开豪车就算了，豪车上还载个大美女，走到哪里回头率都100%。可恶啊！有钱，有颜值，还有桃花，上帝到底给他关了哪扇窗？关了哪扇窗不知道，门道给他开挺多。白鹿最终坐上秦燕的车，准备好了。秦燕回头看着一脸好奇的白鹿，对方小脸一红，强装镇定道：好了。秦燕勾唇一笑，解开自己的安全带，一点一点朝白鹿那边靠近。你想做什么？第25。什么外卖？需要少爷您亲自送。秦燕那张好看的脸越来越近，白鹿整颗心像是要跳出来了一样。他在做什么？该不会要亲我吧？弹幕：卧槽，卧槽，这进展也太快了吧！快什么快？小学认识到现在10几年有了吧？再往上去就亲上了。哇咔咔，好激动啊！看白鹿整个脸都红透了。我以为秦燕是小奶狗，没想到她也太会聊了吧。与弹幕的欢呼不同，白鹿只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滞了，整颗心在剧烈跳动。秦燕脸眸看着近在咫尺的白鹿，她脸颊攀上红晕，身上好闻的香味沁人心脾。因为距离太近，能清楚地看到她根根分明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她轻笑地伸出手，穿过她白皙细腻的藕臂。白鹿紧张地闭上眼，就听见清脆响亮的一声大。秦燕帮她安全带扣好，就默默回到已经座位上。白鹿睁开眼，一脸茫然地看着秦燕。观众弹幕：我都准备好了，你给我看这个，能不能对你尊敬的 VIP 放尊重点？我们差一点流量吗？我还以为他们要亲上了，给我一颗糖，再给我一巴掌是吧？观察团加哥，这孩子吓我一跳。芦田五紧嘴，我还以为他们……说完，他窃笑一声，他还以为秦燕要去擒白鹿呢。杨幂一早就猜到了结局，但还是说了句虚晃一枪。张昭刚还是年轻人会玩，于朦胧，秦燕也太会了吧！
弹幕清一色，蜜姐是懂虚晃一枪的。哈哈，我还小，实在不想秒懂，放我下去。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把门焊死了，谁也不准下去。看着系统里再次上涨的情绪值，秦燕算是明白，原来只要带动观众情绪值就可以，不论是震惊、期待还是高兴，只要是观众情绪反应，系统都会统计入数。这下他就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看向旁边发懵的白鹿，发什么呆呢？秦燕开口询问道：啊，就是你刚刚是想给我系安全带？秦燕挑眉，那不然呢？白鹿低下头，该死，自己应该早想到这个的，电视剧都白拍了。看他这副懊恼的样子，秦燕低笑，不然你以为我要做什么？啊？白鹿还没反应过来，秦燕就打趣道，你该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谁知道他的话说完，白鹿连忙否认，才不是，你乱说。秦燕嗤笑，不是就好，你这么激动做什么？白鹿一噎，看着笑得痞气的秦燕，心里涌上被看透心事的窘迫。秦燕越想越好笑，一个没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白鹿气急败坏，伸手打在他肩上，本来他就是想和他打闹一下，谁知道一声脆响，在车内响亮无比，还有秦燕的哀嚎声，哎呦，好疼啊！白鹿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凑上前去，你没事吧？他就想跟他闹着玩，没想到这一下力气会这么大，白鹿自己也吓到了。看到白鹿眼里浓烈的关心，秦燕轻笑出声，逗你的，我没事。白鹿看着秦燕得意洋洋的样子，白鹿生气的鼓起嘴，哼，不理你了。秦燕轻笑，按下启动键后轻声说道，坐好了，怪力少女。轰鸣声一响，拉回白鹿神智，他转头看向秦燕，她真的太好看了，就是穿着外卖员的工作服都抵挡不住她身上的贵气。秦燕油门一踩，在白鹿的惊叫声中快速的来到外卖员的站点交接后，开始派送他的第一单。市区外某个不知名炸鸡小店，轰鸣声响起，一辆鲜黄色超跑停在门口，引得店内客人纷纷侧目。我去，兰博最新款大黄蜂，不是说这款全华夏只有3辆，号称有钱也买不到的吗？看来车主非富即贵啊，有钱人也爱吃炸鸡，好接地气。说完，已经有人不知觉地往秦燕的车靠去，并拿出手机拍照。秦燕一身外卖小哥服装从车里走了出来，进店里取了餐，匆匆离开。周围群众直接看傻了眼，卧槽，这不是某团的小哥吗？现在某团都配豪车送外卖了，这气质一看就知道不是外卖小哥了。某团可真是个神秘组织，某团让自家少爷出来体验生活了。什么外卖啊，还需要少爷亲自送？少爷好厉害，下车知道跑2步。我立马拿手机点外卖，不为别的，就想体现一把少爷给我送餐的感觉。喂，你好，某团外卖的，这里有个餐，麻烦您下来取一下。秦燕的话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咄咄逼人的女声，我不是让你送上来吗？您好，您那里没有电梯，而且我这里不好停车，你那辆破车谁稀罕啊？赶紧送上来，不然我给你差评。秦燕，什么人啊，这么凶的？秦燕抬头看了看8楼，对方还在喋喋不休。秦燕叹了口气，看来只能使用超能力了。你这样，我给你1000块钱，你自己下来把餐取了。第26因为我包场了。对方轻哼一声，语气十分傲娇，我给你2000，你给我拿上来。秦燕轻笑，3000。对方听完不服，我给你4000、5000，你还来劲了是吧？我6000，给我送上来。1万，就你有钱？我告诉你，我就不差钱。2万！一下子，直播间涌出一堆看热闹的弹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比起来了？送个外卖3万！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小姐少爷都别争了，让老奴来，有意思。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这种热闹呢。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口嗨还是真给啊？那边秦燕2人还在继续。3万、5万、10万，你还来劲了？20万、30，我跟你拼了！50万！就在大家以为秦燕会跟着往上加时，他却勾了起嘴角，云淡风轻说了句：“可以。”电话那头沉默了。弹幕：哈哈哈哈！你不往上加，把人家整不会了。卧槽，真的给50万啊！赚翻了！送一个外卖50万，要是给我50万，别说送上去了，嚼碎了喂他嘴里都行。快上去看看，这怨种长什么样子！
就在秦燕准备下车时，那边传来一声等等。白鹿隔着一个位置都能听到对方气急败坏的声音。好好好，你这么玩是吧？你等着，别走。说完，对方气冲冲地挂掉电话。这就认输了，真没意思。白鹿一头雾水，什么情况？秦燕，没事，他答应下来拿了。白鹿歪着头，怎么我听的他好像不是这个意思？秦燕耸耸肩，反正人下来了就行。估摸着这是哪个被娇惯坏的大小姐。赵可儿一路下来，真的烦死了，被人忽悠到这个地方，爬了8层的楼梯，帅哥没看到，倒是把他累惨了。现在连外卖都跟我过不去。他咬着牙冲下楼，没有看到平时送外卖的电瓶车，只有辆兰博超跑，在空旷的大门外十分显眼。赵可儿一顿，这不是大黄蜂？不是说全华夏目前只有3辆，他申请了好久都没领到名额，现在却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车在自己面前，这车还是全新的，到底是谁这么有实力？赵可儿心里嘀咕。等走近一看，就看到秦燕穿着一身外卖服坐在车里，他呼吸一滞，这个人也太好看了，一身亮黄马甲都无法掩盖住他的锋芒。赵可儿敢发誓，这是他见过最好看的外卖员了。等等，外卖员？被赵可儿打量的同时，秦燕也在打量他。赵可儿看起来年纪不大，一身高定的粉色礼服穿在她身上像个公主，精致的小脸上还带着一股稚气，原来还是个孩子。秦燕突然就理解他刚刚说的话，虽然对方娇蛮，但自己没必要和小孩子计较。他大方地拿出外卖递了出去。你好，你的外卖。赵可儿看着秦燕递出来的外卖，也没心思欣赏什么盛世美颜，叉着腰说道：原来是你。秦燕挑眉，你认识我？秦燕心想，不可能啊，刚刚就是你在电话头和我叫嚣的。赵可儿微抬下巴，锁骨上好看的粉色宝石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见秦燕点头，赵可儿轻哼一声，你一个送外卖的，还敢和我比有钱？秦燕笑了，气笑的，遇到这种没头脑的，他也是没辙了。你怎么不说话？秦燕挑眉看他，我不和小孩玩。赵可儿被这句小孩气得不行，什么小孩？你才是小孩，我19岁了。秦燕很敷衍的点头，自己还有事要做，可没空和他玩。外卖再次递给他，赵可儿仍是不接。他打量秦燕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车，这车是你的？秦燕点头。赵可儿，我不信。秦燕语气淡淡，我要你信了。说完正准备走，却被赵可儿拦下来。等等。秦燕有些不耐。赵可儿继续，开着车的人非富即贵，你要真是有钱，我怎么没在我圈里见过你？秦燕不屑地笑了一声，说明你圈子太小。赵可儿一噎，掐着他的细腰，你要是真有钱，就和我比比。比有钱？秦燕怀疑起这人的脑回路来。白鹿也觉得无语，但节目正录着，他们总不能骂人。白鹿探出头来，朝着赵可儿笑道：小姐姐，我们还有事，你把外卖拿了，让我们走吧。赵可儿仍旧坚持，不行，他要么和我比比，要么和我道歉。这话说的，秦燕冷下眸子，淡淡说道：怎么比？赵儿高抬下巴，那自然是比谁有钱了。我们买东西，你要是消费能比我高，我就叫你一声大哥。秦燕听到消息顿时来了兴趣，还知情的赵可儿继续，你要是输了，你叫我一声大哥，然后不要跟他了，你跟我。赵可儿伸出白嫩嫩的秀手指向白鹿，白鹿一头雾水，这枪头怎么就对上自己了？只有秦燕知道，他这是把自己当成白鹿的小白脸了。秦燕冷笑一声，他没系统前都不怕有人和我比有钱，他有系统后更不怕了。说吧，去哪里？ S 市中心里，一辆粉色帕加尼跟在一辆黄色兰博车后面追逐时被网友拍下，霸道总裁和他的小娇妻上演一场插翅难飞。秦燕网友直播间在线辟谣，什么营销号？那是相恋吧，离我们的燕哥和路人比有钱呢。什么？好家伙，各种比赛我看得多了，比有钱我是第一次见。在哪里？我们看看去。我们相恋吧。节目再次以很新的方式出圈，总导演哭着转发了秦燕的直播间，并留言：不要忘了，我们是恋综节目。消息直接石沉大海，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朝着秦燕的直播间冲去。台长亲自吩咐人将直播间扩充到能容纳2倍的人数。弹幕：没看到车前，这女的凭什么无理取闹？看到车后，公主开心就好。比有钱，原来有钱人的比拼这么朴实无华，一个扔北极，一个扔南极，没开玩笑。卧槽，本 NPC 真的生气了，
你们有钱人能不能自己一个星球啊？真当我们没脾气啊？有时候自己上网真的挺无助的。别等我有钱。此时，观察团的明星们愣愣地对视了几眼。这爆金币的情节，真的不是在拍偶像剧？卢田弱弱地问道。张昭刚，你得问问蜜姐，她之前拍的《大时代》，号称是上流社会名媛圈的写照。杨幂苦笑，我们当时的节目可不敢这么拍，因为没有这个实力，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他们从没够着过。很快，秦燕将人带到 S 市最繁华的商场，此时偌大的广场上只停了一黄一粉2辆车。赵可儿下车时微不可促地皱下眉，这里人怎么这么少？这里可是 S 市最高端的商场了，他经常过来，就是淡季人也是非常多的。今天怎么这么反常？秦燕摘下墨镜，语气平常，因为我包场了。第27，想牵我手就直说。赵可儿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笑话一样。包场绯红，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弹幕纷纷发出质疑。绯红，这可是 S 市的荣光，我还没听过绯红被包场过呢。上次王思聪带妹子过来逛都没包场，估计就是豆豆那妹子。认真你就输了。这个商场我去过，平时很多人的，节假日夸张到需要限流那种。今日这么安静，难不成真的被包场了？白鹿也一脸震惊地看向秦燕。绯红商场在华夏商场的前5名，1年的销售额130多亿，在 S 市中心占地4万多平方，集中了世界知名时尚品牌的旗舰店。这样的商场，如果包场，那得花多少钱？白鹿觉得脑子燃爆了，都估不出来这个数目。秦燕真的就不心疼的吗？旁边的赵可儿也不相信秦燕有包下绯红商场的本事。你就吹牛吧。赵可儿拎着包包走在秦燕前头，面对着镜头，她十分笃定地说，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秦燕也跟着好奇，示意他往下说。因为我爸爸就认识这个商场里面的股东，他曾亲口说的，绯红商场没有包场的业务。赵可儿说完，骄傲地扬起下巴。你吹牛遇到熟人了。秦燕低头轻笑，没有选择解释，带着白鹿往里走去。赵可儿着实被秦燕这从容不迫的样子惊艳到了，这人心理素质确实好，加上这个长相和浑身散发出来的气质，确实能演个霸道总裁，迷惑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但演的还是演的，才骗不到他。想到这里，赵可儿决定好好打他脸。白鹿看秦燕没有反驳，好奇地凑在他耳边问，他说的是真的吗？鼻尖传来好闻的香气，两人靠得近了。秦燕感觉到他的呼吸轻如幽兰，他下意识低下头，就看到脖颈下一小处白皙的风光。秦燕别扭地转过头，轻咳一声，他说的没错。白鹿一顿，愣愣地抬头看他，哈，你在开玩笑啊？他对秦燕说的话没有怀疑，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样也好，省下一大笔钱呢。秦燕被白鹿这话逗笑了，他还需要省钱？他是怕没地花钱才对。虽然不知道白鹿怎么会冒出来这么可爱的想法，但他伸出手拍了拍白鹿的头，不许拍我头。秦燕一脸好奇，为什么？白鹿撅起小嘴，经常拍头长不了个。秦燕大笑出声，不拍头你也长不了了。白鹿跺了下脚，你再说一句。秦燕憋住笑，认真道，真的长不高。白鹿气得抓住他胳膊，本来想打他的，又想到他刚刚差点讹上自己。过一会，反应过来的他懊恼自己怎么抓着人家胳膊不放，女孩子应该矜持才对。秦燕看着抓在自己衣服上白净的玉手，低笑一声，想牵我手就直说，谁想牵你？白鹿的话没说完，秦燕就拉住他的手，圈在自己胳膊上，牵手我会害羞，但可以给你挽着。白鹿还没挣扎，就被秦燕带着眼前走。他身上还穿着送外卖那件薄外套，隔着轻薄的面料，虽然没有肢体接触，但白鹿能感觉到里面结实的手臂线条。白鹿的脸蹭一下红了，挽着秦燕胳膊的那只手僵着不敢动弹，但也没想过抽出来。观察团的娜扎隔着屏幕尖叫，秦燕好会啊，嘉哥，我这嘴角现在比 AK 还难压。卢田，哇，这样的男人谁抵抗得了？于朦胧，我学废了。杨幂，这谁看了不迷糊啊？弹幕，秦燕太会聊了吧，看得我恋爱瘾都犯了。曹贼，吃我一剑。带入一下摄影师的视角，熏甜，我一生行善积德，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白鹿是我最喜欢的女明星了，她凭什么？凭她有钱，长得又帅，还这么会聊。果然看别人谈恋爱比自己太有意思多了。我为陆燕 CP 举大旗，感受到系统缓缓上涨的数据，秦燕的心情渐渐愉悦起来。原来暧昧也可以提升观众情绪值，开始期待今天能收获多少了。
赵可儿回头，盯着白鹿的手轻挽着秦燕的胳膊，轻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三人才走到广场中心，白鹿对着秦燕说道：“这个商场好大啊。”秦燕低头看他：“你之前没来过？”白鹿摇摇头，之前一直在拍戏，根本没时间出来闲逛，整日整夜都是待在剧组里。回到酒店人已经累趴了，一点都不想动。秦燕轻叹一声：“干你们这行也是辛苦。”白鹿摇摇头：“有辛苦，也有回报。比起一些人，我已经好太多了。”秦晴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不过确实，明星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只要能火，之前付出的努力都能加倍回来。比起那些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却要拿命去拼的人好多了。秦燕轻笑：“你倒是容易知足。”白鹿笑盈盈地回道：“因为知足才能更接近幸福啊。”秦燕勾了勾嘴角：“行吧，今天是我们在节目确认关系的第一天，我陪你逛商场，你想买什么尽情去买，就当是我送你的。”秦燕的话又是直播间的里的人一阵羡慕。几人才靠近商场大楼，就看里面匆匆跑出来十几号人，为首一位中年男子指挥着另外一些人往大门两端排队站好，这阵仗像是在准备迎接什么人。他们在做什么？赵可儿疑惑地看着他们。白鹿看起来想在迎接什么人？难道商场这么安静，是因为要迎接什么大人物？就在大家都这么以为时，那边领头的经理看到秦燕，立马冲了上来，说出让赵可儿和所有观众都震惊的话：“秦先生您好，我是飞鸿商城的经理王志，很高兴您能光临飞鸿商场，这次将由我亲自为您导购。”经理说的话炸得赵可儿的头嗡嗡响，什么意思？他真的包场了？包场飞鸿广场？赵可儿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可是如果不是，商场经理为什么亲自出来邀请他们，还给他们做导购？这么大的商场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第29，我很可怜的。白鹿抬头看向秦燕，不说是在开玩笑吗？他真包场了？明星团里，杨幂见到这个场景都激动地站起来，他竟然真的包场了！天哪，这个秦燕到底是谁？杨幂第一次感受到秦燕的家境和自己的相差有多远。妈妈怎么会认识到他们家的？实力这么强，还这么神秘，难道他们是影视大家族的人？好像是有他们才这么有实力。不行，今天节目结束，他一定要好好问问妈妈。弹幕：卧槽，真的包场了？不是说飞鸿商场没有提供包场服务吗？惊呆了，秦燕的超能力到底多强啊？多强不知道，只知道王思聪做不到的，他做到了。这家伙恐怖如斯，没想到有人之年会有人带着我体验了包场的感觉。白鹿心情复杂，他刚刚还庆幸他没有铺张浪费，结果他是骗自己的。他看了看偌大的商场，所有销售员都在门口井然有序地站着，齐齐看向他们，周围整个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经理跟在他们身后，边带着他们，边向他们介绍商场的布局，期间还有服务员送来高档饮品。经理介绍的，他都没听进去。原来清场是这个样子的，商场里所有店铺都照常营业，电梯也在照常运行，可是整个商场除了走动的保镖和营业员，一个人都没有。此刻，这些人唯一的工作目标就是为自己服务。秦先生，3楼都是全球著名的奢侈品店，您看下，要去逛逛吗？秦燕点点头，准备离开时，身后的赵可儿连忙说道：“我也要去，不要忘了我们的赌约。”秦燕没想到这个时候了，他还不放弃，确定还要比。他给了赵可儿一个台阶下，免得有人说他欺负小孩。但他觉得赵可儿未免会领这个情，这种被娇惯养大的小孩他最清楚了，不可疼了，他是不知道错的。果然，赵可儿想也不想的拒绝了。不行，一定要比。虽然震惊他能包下飞鸿商场，但自己没有想过要认输。包场这种事，只要稍微有点实力和人脉就做得到，没什么稀奇的。他还是不相信秦燕能比自己有钱，那他在圈里怎么从来没看过这人？那要怎么比？秦燕佯装很为难。赵可儿抢先说道：“那就比我们在这家商场的消费额度。”秦燕叹了口气：“我就随便买。你要比，我也没办法。”赵可儿当即反驳：“哼，那不行，我跟你跑到这来了，要是不和你，那不是我言而无信？”赵可儿觉得秦燕这是害怕了。赵可儿眼睛转了一下，扬起下巴说道：“如果输了的人，以后做对方的小弟，马首是瞻。”秦燕轻笑一声：“你说的。”弹幕：这女的好狂妄啊！比有钱，这女的也是无聊的。秦燕不见得会输，就是我们燕哥的实力毋庸置疑。
毕竟谁家的家常便饭像她几十万100万的吃？这女的好像是 S 是首富前3的那个赵家千金。我去，那不是很有钱？秦燕也没想到网友那么快就把赵可儿的身份翻了出来。那边赵可儿伸出手，放在秦燕面前，她的手指纤小细长，指尖都透着健康的粉，上面的指甲上的美甲饰品，秦燕一眼看出是用真的钻石镶嵌的。做什么？击掌啊！赵可儿晃了晃手，再次示意。秦燕直接拒绝，才不玩这些幼稚的游戏。说罢，她带着白鹿往3楼走去。还没被人这么忽视过的赵可儿气得直跺脚，发誓一定要让她好看，等她做了自己的小弟，看我怎么收拾她。赵可儿拿出自己的一张卡，抢在秦燕面前进了一家奢侈品店。服务员，将你们店里最新款的都给我打包起来。她都不看价格，直接掏出卡让服务员刷。后面不论是秦燕带着白鹿去哪，她都能抢在她面前把店里的东西一扫而空。那几个女导购的嘴都要咧出花来了。白鹿先是感叹，但很快意识到问题，她疯了吧？秦燕耸耸肩，兴许吧。白鹿皱着眉，她这样，我们有必要和她比吗？秦燕轻笑一声，我又没想和她比。疯了吧？有钱也不会这么花的。白鹿一脸不明地看着她，那你为什么要带她来商场？秦燕低笑道，自然是因为我要买菜啊。白鹿震惊，买菜用得着包场？秦燕轻笑道，我一直以来逛商场都是包场的，习惯了。白鹿，那你？他张着一张嘴，呆呆看着秦燕，半晌他都憋不出来一句话。秦燕见他这样，故作委屈道，是不是很可怜？白鹿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可怜？秦燕叹了口气，我从小不管是商场也好，游乐园也好，只要我想去玩，家里人都会把整个商场包下来或者买下来，让我去玩。这么大的地方就我和佣人，难道不够可怜？白鹿咬牙切齿，你这是在炫富吗？秦燕皱着眉看着他，神色认真，这有什么好炫的？我这明明是在诉说我的烦恼。他语气跟往常无异，就像只是为了倾诉他小时候的不开心。白鹿深呼吸一口气，心好痛，太痛了。第一次听人诉说烦恼，自己比本人还要难过的。痛这个有钱人为什么不能是自己？恨这些痛苦为什么不能替他承担？弹幕，他在口出什么狂言啊？我也想要这种可怜。把凡尔赛插出去。烦恼？有钱还烦恼？这什么人啊？哈哈，笑死！今天砍了一天柴，忘了把他给砍了。我想和他交换一下人生，让我替他承担这些烦恼吧。白鹿本来提醒秦燕没必要刻意铺张浪费，可是人家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故意去做，他根本没理由劝他改变这种生活。秦燕带他从3楼逛到顶楼，因为商场逛着太大，经理还贴心地为他们送来电动平衡车。白鹿那白色的小电动朝自己开来时，心里单走一个溜，但很快他才发现这个只是小儿科。秦燕带着白鹿去一家店里选衣服，漂亮的售货员将杂志放在2人手上后，直接把门给关了，和帘子都卡上了。这操作可把白鹿和直播间的观众们吓一跳。弹幕，什么情况？买衣服他关门做什么？我们在直播呢，应该不敢乱来吧？白鹿也跟着紧张起来。秦燕，他们想做什么啊？秦燕低声道，试衣服呢。白鹿皱着眉，试衣服做什么要关店，还要拉帘子，这不会是家黑店吧？他这么想也这么说出来了，惹得秦燕笑出声。你这脑袋想什么呢？秦燕真是服了他这个脑回路了。白鹿还要反驳，美女销售员已经走到他们面前，轻声细语说了一句，秦先生，准备好了。秦燕点头示意，开始吧。第30，这商场就是我家的。话音刚落，门后进来10几个漂亮的销售小姐，一人拿着店里的当季新品，站在2人面前。秦燕靠在沙发上，懒洋洋的在平板上勾选着她想要的衣服。你也选几套吧，我看这有就几条裙子适合你。翻开平板，拿给白鹿看，上面的裙子确实好看，她一眼就心动了。没有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些漂亮的衣裳和首饰，白鹿也一样。但她很快冷静下来，这衣服贵不贵？得看看她买不买得起先。她已经下意识觉得秦燕买的东西会特别贵了。秦燕低笑一声，几件衣服，撑起不过100来万，能有多贵？但想到如果说明价格，她一定不会接受，干脆改口道，我是这里的会员，满10套送2套，你可以选4条裙子。旁边的销售员被秦燕的话震惊住了，他们这里是高奢定制，根本没有什么满多少送多少的活动。他看出来秦先生是哄眼前这位女孩子开心的，自己便没有戳破，毕竟秦燕买的多，
自己的提成才多。白露听完显然不相信，秦燕以为他可能是不相信送衣服这个幌子，谁知道他却惊讶地说：“你要买20套衣服啊？”秦燕真的都笑了，有些佩服白露这个脑回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这么出人意料。他嘴角勾起，语气自然：“我衣服不喜欢穿重复的。”这样的话，还是把白露狠狠震惊了。秦燕没给他时间多想，直接将他喜欢的那几件衣服选好，带着他出门。我们也该走了。这时，赵可儿带着销售员大包小包的过来：“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到我车上去。”随后对着秦燕笑嘻嘻的说道：“你们要走了？”秦燕点点头：“时间不早了。赵可儿，你先别溜啊，赌注还在呢。”秦燕嗤笑：“你还想玩？”赵可儿点点头：“那是当然了，他足足买了100多万的东西，卡都要刷爆了，怎么可以说放弃就放弃？”而秦燕看样子只是买了几套衣服，赵可儿觉得自己赢定了，更不想放过他，当即叫来服务员，晒出自己的购物清单。赵小姐本次消费一共168万，而秦先生一共消费216万。白露惊讶地张大嘴：“什么？200多万？他们不是只买了几套衣服，怎么需要花这么多钱？他是不是算错了？”商场经理解释道：“秦燕包场绯红，一共花费150万，剩下的才是今天消费的钱。他们作为 S 市第一商场，1小时收费100万，已经很良心了，绝对童叟无欺。”弹幕：我买件衣服100多块，我觉得贵了。秦燕衣服100多万，正常价格。观察团里的娜扎，他怎么花得下手的？100多万的衣服，他觉得还能接受，100多万的商场包场费，他觉得离谱。嘉哥深吸一口气：“你没听他从小就是这么过的吗？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值，但对秦燕来说，这只是他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都是应该花的，在合理范围内。”最后他还加了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句，我太羡慕了。”一向低调的于朦胧也忍不住来句：“岂止是羡慕，羡慕到极度了。包个场150万，天哪！就这会时间，这个钱，自己可以在剧组里鞠躬尽瘁整整1年，这钱扔海里都能听个响吧？”赵可儿看了一下他的账单，瘪了下嘴，朝着秦燕喊了一句：“大哥！”又朝着白露喊了一声：“大嫂！”秦燕、白露，该怎么说呢？这孩子还挺守信用。赵可儿又要叫，秦燕抬手阻止，她没兴趣在口头上占一个小姑娘的便宜。我根本没把赌注当回事，你不用叫我大哥。这点，赵可儿比他看得还开，丝毫都不觉得自己叫人大哥落面子。没事，你这么有钱，我叫你一声大哥不吃亏，以后我就是你妹子了。秦燕，弹幕：卧槽，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我宣布，从此以后秦燕就是我大哥。大哥，大哥，抢福利的时候抢不过你们，抢大哥还是抢不过你们。各位还没睡觉就别做梦了，要梦也是我先梦。秦燕在满屏的大哥的弹幕下，带着白露甩掉赵可儿离开了。路上，白露忍不住问他：“你就这样花掉了200多万，你不心疼吗？”秦燕：“有什么好心疼的？”白露语气可惜，但150万花在商场上，实在是浪费。本来他觉得秦燕的衣服贵，现在和这个比起来，他瞬间觉得划算多了，至少还有衣服和2块表。看白露一副肉疼不行的样子，秦燕觉得好笑，有什么可惜的？横竖那是我家的商场。白露：什么？明星？什么？观众？卧槽！绯红商场是他家的，感情他花的钱最后还是进他的口袋啊！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梦。可恶，我要嫉妒疯了。他这么云淡风轻的说出来，他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感情这羊毛出在赵可儿身上，惊了，真的惊了，简直比我还无耻啊！人长得帅，心也是真的黑，猛了！可恶，这就是资本的实力吗？看着系统蹦蹦上涨的数据，秦燕心里高兴不已。她不知道的是，自从秦燕在透露出自己的实力后，就有不少人向杨幂还有张昭刚等人打听秦燕，甚至有人直接想要秦燕的联系方式，很多都是娱乐圈内的一线明星。杨幂知道这些人大都是因为背后的金主不好出面，才让他们出面。这几天电话不停，全让杨幂找借口推脱出去了。不行，看来得加快机会和秦燕见一面了。送完外卖，秦燕第一次因为钱犯了难，因为节目组说今天的晚餐必须用外卖挣来的这个钱，就200块，能吃什么？秦燕看着手上这200元现金，这要是在平时，放在手里后4位的尾数，她是看都不会看的。第31揣着200块去吃高级餐厅，随便吃点呗，能吃饱就行了。白露笑盈盈地看着他，
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去吃。想到这会是自己和秦燕第一次单独晚餐，心里就有些小期待。秦燕瞥了他一眼，笑道：“这么懂事。”白鹿傲娇的仰起头：“那当然，我可是很好养活的。”秦燕嘴角噙着笑意，凑到他面前说道：“你这是在暗示我吗？”白鹿眉头微蹙：“暗示什么？”等他反应过来后，脸刷一下红了：“我没有，你可别乱说。”明星团里，嘉哥对着大家说道：“200块吃一顿饭，可真是为难秦燕了。”张昭刚调侃：“估计从来没这么穷困潦倒过。”如田，但是除了那些很高档的东西，200块还是能吃很多东西的。于朦胧，比如麻辣烫、烧烤啊、那渣，可能这些秦燕都没吃过，毕竟有钱人家是很注重饮食营养。杨幂就是因为没吃过才觉得新鲜。因为秦燕的晚餐问题，底下一堆建议的，可是说是为了这对情侣操碎心了。弹幕：路边摊200块可以撑到扶墙回去，再不济烤肉啊，火锅可能有点难，吃自助也行，吃点家常菜，麻辣烫，还有剩钱，我200都能花几天了。这不一样，带着妹子呢，总要吃点好的。就是白鹿我把她当老婆的，一定要让她吃好的。老婆？你老婆现在跟别的约会去了？扎心了。兄弟，我没惹你吧？秦燕收起手上的现金，朝着白鹿说道：“走吧，我想到带你去吃什么了。兄弟们，快去郭麒麟直播间，他让鸡追了。”一时间，真的假的？正经的鸡吗？走，快去看看。一时间，所有人都涌入郭麒麟的直播间，就看到他一手拿着扫把，一手拿着水龙头，被一群公鸡追得狼狈的四处逃窜。鸡大哥，我打扫的。自己人，良民。弹幕：哈哈，太君别追了，大大的良民，我是新来的，他这是怎么回事？进门就嫌弃人家臭，被撵了半个小时了，笑死了。画风清奇，最后郭麒麟在老板的帮助下才开始打扫。可嗨，这是我洗的第几个了？李一桐将口罩上的弹力绳再绕紧了一些，减少家禽的粪便气味钻进自己鼻腔，用手朝郭麒麟比划着：“20个了。”郭麒麟累得仰天长叹：“我太难。”可嗨，丫的，这味道，喘口气都不行。想到这里，他都忍不住吐槽：节目组也太损了，他这样把我们弄得臭烘烘的，等下怎么给出去约会？大家看到我们还以为摔粪坑里了呢。郭麒麟吐槽一般，导演的声音从后面悠悠传来：“可以回去洗澡。”弹幕：哈哈，导演，你看我机灵不？导演神补刀，真的太损了。是我的话，晚饭都不用吃了，肯定吃不下。身后的李一桐觉得自己光站着，挺不好意思。我帮你吧。郭麒麟抬头看了李一桐一眼，这要是兄弟，他立马将手里的工具扔给他。可这是个娇滴滴的女生，还是要保持点绅士风度的。郭麒麟辛辛苦苦忙到天黑，终于拿到自己那100块钱。郭麒麟泪流满面，不容易啊，这钱挣得太不容易了。张颂敏和田曦薇两人一起在鸭圈里收拾1个小时后，两个都坚持不下去了。张颂敏狼狈地蹲在门口，没有半点偶像练习生的样子。放弃表情管理的他，捏着鼻子问田曦薇：“你晚上吃的多吗？”弹幕：多冒昧啊！哈哈，没有一个女生会承认自己吃的多吧？田曦薇半夜醒来，不是，她有病吧？该不会说不多就不用吃了吧？田曦薇脸上僵了一会，张颂敏连忙找拨：“你不要误会，我是觉得让你在这里陪我太辛苦了，我怕你撑不住，不如我做完够你晚餐费用的工作量，我们就回家。”活不是他在干的，田曦薇也不好说什么。见他答应，张颂敏松了一口气，这活实在太累人了，他受不了。最重要的，他可是有几百万粉丝爱豆啊，他怕这一幕被国内的媒体拍到，他在华夏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清洗粪便，那不是影响他在粉丝面前的形象。他可是想到这里，他加快速度干完手中的活，拿了50元，逃一般的回去相恋小屋里，最后只得到50元。两人只能在路边随便找些东西填饱肚子。华少这边，出门前让猪猪在家里等着，一个女生能帮什么忙？你就在家里等着我赚钱回来就好。他信心满满来到猪圈，还没开始就让味道熏跑了。明星团看到这一幕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弹幕：本来觉得他可以，原来他不行。扫猪圈这工作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真是难为他们了。这样他们晚上要吃什么？谁知道呢？大家快去秦燕那边看看，这家伙又开始整活了。怎么回事？他带白鹿去 S 市最高级的餐厅里吃饭，
不是说他只有200块吗？怎么还敢去高级餐厅？节目组给他开外门了吧？从小过惯优越生活，怎么吃得了外面的粗茶淡饭？观众人纷纷好奇地往秦燕的直播间赶。果然，他带着白鹿出现在 S 市最顶级的白天鹅餐厅。节目组为了防止他打破游戏规则，提前把他的手机和身上的卡收走了。门口，2位服务员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去。餐厅内灯光昏暖，挑高的穹形吸顶容纳着浓浓复古温情。透过落地玻璃窗，可看到整个 S 市的夜景。弹幕：卧槽 ，S 市竟然有这个地方！这地方人均200，说是2000我都不信。这环境，这氛围，一看就得很贵。他们手机和钱包都被节目组收走了。秦燕想吃霸王餐吧？和节目组破罐破摔。明星团里，张昭刚十分意外，他带白鹿去天鹅餐厅了。那扎，他有这个钱吗？杨幂盯着屏幕前秦燕那张帅气的侧脸，平静地说出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天鹅餐厅人均消费最低5000起。第32洗碗抵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5000，大家都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个最低消费，可是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了。卢田被吓得张不开嘴。这个最低消费，可是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了。秦燕现在只有200块现金，怎么还敢把白鹿往这里带？手上只有2000块，却带人家来最低消费5000的地方吃饭，这是傻了还是疯了？不会让人家吃个什么冰淇淋就回去了吧？太不靠谱了。像郭麒麟，100块钱带李一桐去吃小摊，也能点个3菜1汤，就是平时也就算了，现在口袋只有200块，他也不知道低调点。看他待会要怎么收场，还不是节目组害？难道还能眼睁睁地看着秦燕吃霸王餐？所有人都好奇秦燕会怎么吃这顿晚餐，就连总导演也紧紧盯着屏幕不放。他现在比较慌的是，秦燕要在这里吃饭，他会花多少钱？他的钱包被他们收了，那他要怎么结账？是不是就要节目组给他们掏了？光想到秦燕昨晚的晚餐和今天的早餐费用，他们胆边都开始冒冷汗。在服务员的招呼下，白鹿面上笑盈盈，心里却虚得很。这餐厅一看就知道消费不低，他们这群人，只有秦燕依旧淡定，若无其事拉开凳子，邀请白鹿入座。服务员将菜单和餐具放在他们面前，白鹿赶紧翻了下菜单，在菜单上的价格后，他的笑容逐渐加载失败。那个，我们先看看，待会要吃什么再点。白鹿找了个借口把服务员支开。好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按这个铃呼叫我。等服务员离开后，他凑上前小声说道：秦燕，怎么了？还是别在这里吃了吧？为什么？太贵了。他搞不懂为什么这个时候秦燕还是选择带他来这里吃饭，明明身上这200块，点一份沙拉都不够。秦燕若无其事将服务员送来的温毛巾递给他擦手，毕竟是第一次约会，仪式感还是要有的。白鹿一顿，原来他这么重视这次的晚餐，小脸蹭一下红了，不仅因为害羞，还因为刚刚对秦燕的不理解而感到羞愧。看着面前清风霁月的秦燕，白鹿第一次在镜头面前这么温柔的说话。你心意在就好，但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吃吧，这太贵了。秦燕看他灿若红霞的脸，还是坚持道，只是一顿饭而已。没关系。白鹿嘟囔起小嘴，怎么没关系？我们现在才200块钱，我知道你想带我吃点好的，但不急在这个时候，等你有钱了再说。白鹿说完停顿了一下，这么安慰好像不对。秦燕什么时候没钱过了？想到这里，他又重新说，我们下次再吃这个吧。我知道附近有家烤鱼很好吃，我们去吃那个吧。我想吃烤鱼了。见秦燕有些意外，白鹿神色局促一会，不知道他怎么突然用这个眼神看自己。秦燕轻笑一声，你不会是在和我撒娇吧？什么撒娇啊？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他们现在没钱，吃不起这个饭。白鹿的脸越发通红，两人的互动让弹幕一阵欢腾。磕到了，磕到了，他们好甜啊，播着播着怎么成科幻片了？卧槽，看得我心动了。水泥呢？赶紧拿水泥给我封心，我已经下单了，到时候分给兄弟们。白鹿竟然对秦燕撒娇，太可爱了吧！我太羡慕了。白鹿好温柔，好体贴啊。明星团里，所有人都齐齐对着屏幕露出姨母笑。嘉哥，要不然我们把民政局搬来吧？张昭刚，你一个人搬不动，我们一起吧。娜扎虽然不理解秦燕，但是不得不说她真的对白鹿好。杨幂，我觉得秦燕敢带着白鹿来这里，肯定有她的应对办法。于朦胧，你的意思是她有办法还这个钱？杨幂坚定的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法结账，但是他坚信秦燕这样的人是不屑吃霸王餐的，就是演的也不可能。观众们纷纷被秦燕和白鹿撒的糖甜到，现在被杨幂这么说，都觉得有道理。一时间，所有观众都挤回来秦燕的直播间，感受到系统的情绪值在预期中上涨。秦燕觉得是时候向白鹿坦白了，不然她这顿饭是吃不下去了。看着面前担忧不已的白鹿，秦燕出声安慰道：“你放心吃吧，不用放心钱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好了。”白鹿听完一愣，解决好了？什么时候？他怎么解决的？白鹿半信半疑地看向秦燕，如小鹿一样清澈的眼神这样看着自己，就是秦燕也忍不住动容。他伸手拍了拍白鹿的头，又跟他卖了个关子：“你要是想知道，就把菜点了，点完我就告诉你。”白鹿还想用撒娇的方式过去，只是这次秦燕扭过头，不再看他。见状，他只好点了2样最便宜的菜，就是这样，价格也在500多。最后是秦燕伸手接过菜单，在白鹿的抗议下，只点了2份主食和甜品。白鹿接过账单一看，4000多。白鹿眼前一黑，这人，白鹿实在找不到话来说他好。不是说好不点这么贵的吗？秦燕无奈地笑了，你要信我，这绝对是我有史以来消费最低的一餐了。白鹿，他的无奈是真的，可为什么这话出来就是让人难受呢？这4000多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1个月的工资了。他手上仅仅只有200块，可是他依旧没有为此低头。观众们是想看他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但谁家普通人是这么过的？简直过分！弹幕，瞎说什么大实话呢？我让你说了吗？让你来体验生活的，不是听你炫富的。我倒是要看看你待会拿什么还这个钱。看着秦燕不似开玩笑的样子，白鹿叹了口气，嘟囔着红唇说道：“怎么办？我们的钱肯定不够。”秦燕跟着他叹气，那就只好去后厨洗碗了呗。洗碗？白鹿认真的看向他。秦燕洗碗抵债，不得不说很有画面感了。弹幕，哈哈，我已经有秦燕苦兮兮蹲在后厨洗碗的画面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抵债的好工作。屏幕上，大家都在自行脑补秦燕在后厨洗碗的样子。等菜也上的差不多了，秦燕看着白鹿轻声道：“这么好的气氛，没有音乐可惜了。”白鹿不明所以的看着他。秦燕缓缓站起身，佯装叹口气：“你好好吃饭吧，我该卖艺抵债去了，现在就写。”在白鹿和大家的错愕下，秦燕走到前台沟通一会，又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走先大堂正中心的钢琴前。什么情况？他要弹琴？应该是吧。刚刚说的要卖艺，他行吗？高端的餐厅对弹钢琴的水平要求应该不低吧。第33，生活不易，靠着卖艺震惊全网。灯光骤暗，有几个不知情的人惊呼出声。服务员井然有序地为每桌客人的点上蜡烛，烛火摇晃，整个餐厅笼罩上一层浪漫的氛围感。弹幕，卧槽，气氛上来了，有点东西啊。这餐厅环境真的不错，明星团的那扎双手相扣在胸口，太浪漫了吧。他都不知道 S 市还有一家这样的餐厅，这2天有空，他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白鹿睁大双眼，好奇地打量四周，寻找秦燕的影子。啪！大堂中心，聚光灯下，秦燕一身洁白衬衫，灯光在身上，整个人都散发光芒。现场哗然，周围窃窃私语：这谁啊？这边请来的钢琴手吗？这么帅，不会是明星吧？所有人都被秦燕这个出场方式惊艳到了。弹幕：卧槽，卧槽，牛逼，绝了！天哪！秦燕在聚光灯下，真的迷死人了。这长相，女娲得意之作吧？又有钱，又有颜，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杨幂在观察室里紧紧地盯着屏幕前的秦燕，这个长相，这个气质，若是在娱乐圈，可不得杀疯了。若是秦燕能进娱乐圈，她敢相信，只要她跨出一步，就是顶流。什么一线男星都要重新排号，若是他是自己名下的艺人就好了。杨幂光是想想就觉得浑身血液沸腾，感受到情绪值的反应。秦燕勾唇一笑，现在谈数据还为时尚早。刚刚他用自己的福利礼包项系统兑换了宗师级钢琴技艺，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秦燕伸手，修长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跃动。弹幕：卧槽，卧槽，他真会弹啊，牛逼！这饭起得真好，有音乐家的饭。仿佛看到什么世界巨星登台表演。这是什么曲？太好听了吧！谁都没想到秦燕的钢琴弹得这么好，所有人都在为之惊讶，只有他自己沉浸在自己演奏的音乐中，
秦燕知道，这是系统给的宗师级钢琴家礼包奏效了。此刻，他也拥有和大师一样对待音乐的心境。太牛，只能说系统太牛了。指腹在琴键上摩挲，整个大厅都被美妙的乐声环绕。聚光灯下，他的发梢随着旋律摇曳，琴键在起伏，黑与白如海浪般涌动，无法停止，诉说不尽，像雨夜前疯狂的风翻卷整个星空。他用钢琴让所有人晋升，让刚刚被他容貌惊艳的人再次被他的才华折服。这一刻，秦燕整个人都在发光。一曲结束，场内的人都响起掌声。秦燕不卑不亢谢礼。弹幕：太厉害了，你说他是世界级音乐家都不过分。我不懂钢琴，却被秦燕的音乐折服。他怎么做到这么有才华，还这么低调？有钱人的孩子能差到哪去？他们不差这个钱培养。这样的男生到底是谁在弹啊？跪求入圈，秦燕值得拥有。就在所有人震撼之时，屏幕中有一条朗朗的弹幕刚出现就被刷下去。刚开始，所有人还不在意，但很快，微博音乐家朗朗带着刚刚秦燕弹琴的那个截图喊话：“我们相恋吧，节目组！我觉得他弹得非常好，可以给我他的联系方式吗？”一时间，微博都炸开圈了。关于秦燕的超话再次被登上热搜，而他本人还不知情。一曲就罢，秦燕回到白鹿身边，刚刚的服务员又匆匆跑过来：“先生，那边有个先生出5000元，请您再弹奏一曲。”真有人把他当卖艺的了，出手5000，看来自己刚刚弹的还可以。不好意思，我只弹一曲。服务员一愣，但却没有再过多强求，只是带着遗憾离开了。秦燕看向白鹿，微黄的灯光下，映得她肤白如雪，一张脸绝美动人，黑发披在她身后，露出精致性感的锁骨，那双明亮清澈的眸子里，此刻满是崇拜。她安静的时候真的好美，就是阅人无数的秦燕都忍不住惊艳。见她还在出神，秦燕只好轻咳一声，拉回她的神智。白鹿惊顿，手上的水杯险些被碰倒，秦燕眼疾手快去扶，两人的手同时握在水杯上。秦燕甚至能感觉到被他覆盖住的手因为紧张瑟缩了下。秦燕收回手，尴尬地说了句：“小心些。”白鹿小脸从刚开始的桃红转为酡红。为了打破这场尴尬，秦燕主动开口：“你觉得我弹得怎样？”白鹿：“弹。”他抬头愣愣地看着他，见惯大风大浪他心脏扑通扑通。是说他和自己这场恋爱吗？秦燕真的很帅，比那些靠脸吃饭的男明星不知好了多少。秦燕点点头，虽然这么说有些等他表扬的意思，但这是最快打破尴尬的办法了。但白鹿显然误会他的意思，他嘴角轻轻上扬，小声嗫语：“我觉得你挺好的。”“是吗？哪里好？”白鹿一顿，但看着秦燕认真的样子，还是顺着他话题回答：“我觉得你人挺好的，长得好看，脾气也很好，待我也好。”秦燕的眉头随着他的话皱紧：“什么意思啊？一句也不提自己弹得如何是吧？难道是我的琴弹得不好？不可能啊！”秦燕就是不信系统，也不能不信自己。刚刚的状态明显对的。PS 此时系统一脸黑人问号脸，看着白鹿一脸状况外的样子，两人都意识出这其中有误会了。我说我弹琴弹得怎样？看白鹿错愕中透着尴尬，秦燕忍不住笑出声：“你以为我问的什么呀？谈恋爱的谈？”白鹿整个噎住，最后尴尬的将脸埋进手心里。弹幕：哈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白鹿被问懵的样子好可爱。你就说是不是谈吧，管他哪个谈呢？他们两个互动我太喜欢了。陆燕 CP 果然没让人失望。白鹿揶揄一会，尴尬的开口：“我觉得你弹得很好，这得练很久吧？”秦燕摇摇头：“没有，就是随手弹的。小时候父母让我练，还给我找来兴趣老师，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学，都是半吊子的。”他这话说的真的，他小时候确实有学过弹钢琴，但是都没有认真在学，连个基础都没有掌握好。秦燕这话更是让无数网友恨得牙痒痒。白鹿张嘴想说不信的，可是看秦燕这平静的样子，完全不想再说谎，真的就随便学的，反正自己是做不到的。白鹿为此更加佩服秦燕。弹幕：半吊子，吹牛吧？谁半吊子的水平是这样？就是随便一曲都能得到朗朗着世界级钢琴家的关注。我也想这么半吊子。最狠凡尔赛了，不喜欢学，却弹出大师级水平。传说中的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回去后，在准备进入心动小屋前，白鹿突然喊住秦燕：“
哎，我有个东西送给你。第34，你说要给我的东西，就是投怀送抱？秦燕回头，一脸诧异地看着他。白露小脸一热，为了感谢秦燕这么用心给他准备晚餐，刚刚趁着秦燕去开车时，他偷偷在旁边的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小蛋糕，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白露突然有些纠结，哎呀，刚刚应该提前问他喜欢什么口味的才好，万一他不喜欢草莓，喜欢提子、芒果怎么办？就在他懊恼的时候，秦燕适时开口，怎么了？白露咬咬牙，鼓住勇气上前，我准备了东西给你。秦燕满脸奇怪，这话他刚刚不是说过吗？但他还是没有开口，扫了白露的心。就在他朝自己靠近时，小心！白露被脚下的鹅卵石绊倒，朝着秦燕扑了过去，温香软玉如怀。秦燕下意识接住，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扑上来了。白露，该死的石头，明天就让人把它挖出来。观众爱看，气氛陷入焦灼，白露呼吸都停止了，清晰地感受到手下那劲瘦有力的腰肢。这腰不错。不对，我在想什么？他从秦燕的怀里挣脱出来，软香梨怀。秦燕有些莫名的小失落，他低笑一声调侃，你说要给我的东西就是这个投怀送抱。说到这里，秦燕忍不住笑出声，什么投怀送抱？我才没有呢！白露气急，秦燕放声大笑。他知道白露是被石头绊住的，之所以这么说，只是觉得场面太尴尬了，开个玩笑调侃一下。随着白露气急败坏地追着秦燕打，明星团里气氛也跟着热络起来。张昭刚，白露这一跤摔得好，嘉哥扑哧一声笑出来，门口的石头立功了。杨幂，这块石头回头让人取出来，放在项链小屋做幸运物。哪吒，好爷，去摸摸石头，是不是也能找到秦燕这样的男朋友？明星团没想到哪吒会这么说，要是被营销号发现了，可不得说他公开示爱秦燕，这得多喜欢啊！旁边的于朦胧替他圆场，那等节目结束后我就去摸摸，说不定能脱单。嘉哥，这个可以有。弹幕，哈哈，蜜姐是懂整活的，哈哈，好一个投怀送抱，秦燕太欠了，还得来提一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真的好巧啊！什么巧？这明明就是爱神丘比特降临，我有预感，这会是新的综艺名场面。凭什么？他可以抱到我的女神？曹贼，拿命来！凭什么？我的秦燕啊！有种好不容易做到心动对象，他却和兄弟谈恋爱的无力感。别墅内的门咔嚓一声来了，郭麒麟和张颂明几人齐齐站在门口看热闹。白露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郭麒麟，我们在屋内就听到你们打情骂俏的声音了。白露红着脸辩驳，我们没有。田曦薇看向白露，笑着问道，你们吃饭了吗？白露点点头，我们吃了的。李一桐，要是没吃饱，可以到里面吃点。张吉和我们晚上买了一些菜回来炒。说来好笑，李一桐也没想到，这次任务挣得最多的竟然是郭麒麟和张吉。华少和张颂敏两队灰溜溜的回来了。华少买了汉堡给猪猪姐吃，自己还没吃呢。曦薇也是吃了一桶泡面而已。晚上我们和张吉商量了一下，买了一些菜回来，大家一起吃。我还给你们留了一些。李一桐贴心道，秦燕这个工作虽然干净一些，但也是辛苦，何况像秦燕这样的富二代，怎么能放下身段做这个工作？他本来以为秦燕做不了多少钱，谁知道白露笑着说道，我们已经吃饱了，又让秦燕将旁边的袋子拎了出来。这是我和秦燕买的，但是觉得冰箱的东西不多，想着买一些零食，我们追剧的时候可以吃。这个钱都是秦燕那200块挣来的，因为他琴弹得好，老板竟然亲自出面给他们免单。郭麒麟看着这一大袋，一整个愣住，节目组给你开恩了。他以为节目组为秦燕破例了，毕竟秦燕为台房东身份摆在这里，为他破例也不是不可能。白露连忙否认，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秦燕挣来的。张颂敏颇为讶异，你们送外卖挣了多少？白露200块。什么？200块？那比麒麟他们多了1倍了。郭麒麟忍不住吐槽，太不公平了，我让鸡大哥追了1里地才挣了这100块，怎么你们就200块了？田曦薇，那你们没吃饭吗？这200块都用来买零食了。因为白露和秦燕买来东西不少，他以为他们两个把钱都花在这里了。白露摇摇头，我们吃了的。秦燕带我去天鹅餐厅吃了烛光晚餐，想到刚刚秦燕弹琴的样子，他的心跳还是有些快。郭麒麟他们反应却十分激动，什么？你们还去吃天鹅餐厅？还有烛光晚餐？还说节目组没有给你们开特权？骗谁呢？200块钱去天鹅餐厅这种高档场所，
怕是喝杯饮料都不够。别说烛光晚餐了，节目组总不可能让他们吃霸王餐。郭麒麟更加坚信秦燕一定是得到节目组的优待。白鹿赶紧替他解释，不是的，秦燕哥为了我给餐厅弹了半个小时钢琴，才换来我们这顿饭的。弹钢琴？郭麒麟几人半信半疑，直到工作人员给他们看了视频后，张颂敏才反应过来，我当时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郭麒麟拍着秦燕的肩膀，燕哥可以啊。燕哥，田曦薇双眼泛着光，秦燕这琴弹得也太好了吧。白鹿点点头，真的特别好。当时一首曲子弹完，所有人都鼓掌了，还有人拿着5000块追着秦燕再弹一首，但是他没答应。张吉当然不答应了，我燕哥又不差这个钱。郭麒麟就是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才不得不出手。李一桐，燕哥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王炸。说到这里，所有女生都对白鹿投去羡慕的眼神。说话间，主持人将他们叫了进去，宣布了一个消息，因为我们所有嘉宾已经到齐，所以相恋吧组队正式开始。下午我们已经对房间做了一些调整，接下来确认关系后的情侣将会同住一个房间。消息出来，就像一个惊雷在所有人脑海里炸了个响。第35玩这么刺激，不怕房间失控吗？什么？要同住一个房间？节目组玩这么大吗？有意思，有意思。玩这么刺激，不怕房间场面失控吗？要西，我就爱看这种。房间会有24小时摄像头吧？肯定有啊。白鹿慌了，现在确认关系的就他们这一对吧？他下意识朝秦燕看去，他只是略略皱眉，但神色还算平静。他觉得住一起只是节目组吸引流量的噱头，不可能真的让他们同床共枕。这可是直播，要是在独处时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画面，整个节目都会被切，导演不会傻到成这样。秦燕提议道，不是说改造了房间吗？那我们去房间看看吧。郭麒麟啊，对，我们去看看房间怎样。他也没想到节目组会突然整出这个花活，一群人跟着进去已经装扮好的新房间。秦燕进了屋才发现，张吉正和新来的女嘉宾李碧以及猪猪两人聊得火热。主持人说我们房间改了。郭麒麟赶忙开口说道。李碧点点头，我来的时候正巧碰到节目组在装修房间。李碧说话时眼睛打量起了秦燕，这应该就是刚刚郭麒麟他们说外出还没回来的嘉宾秦燕吧。他当时有抽空看的直播，正好是秦燕直播间，当时他才拎着行李在门口。当时第一眼他就觉得这人好帅啊，如果是和这个人录节目谈恋爱，期待感直接拉满。为此李碧赶完通告，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来了。见秦燕终于看向自己，李碧压制住心里的激动，朝着秦燕笑道，你好，我是李碧。秦燕反应过来这是新来的女嘉宾后，也笑着和她打招呼，我是秦燕。李碧是那种小家碧玉的美，像一朵茉莉花一样纯洁，简单的麻花辫，粉红色的格子裙，让她看起来十分乖巧。见自己心仪的女嘉宾迫不及待和秦燕打招呼，张吉有些着急，你和白鹿今晚去哪里约会了？说到约会，李碧明显愣了一下，什么约会？他已经选好心仪女嘉宾了。白鹿笑得有些害羞，没约会，我们只是去吃了晚餐。晚餐？什么晚餐？猪猪十分好奇，声音也略高了一些，猪猪姐，你不知道，他们太浪漫了。田曦薇说话时语气带着浓浓的羡慕。秦燕带白鹿去天鹅餐厅吃了烛光晚餐，李一桐嘟囔着，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下吓一跳，秦燕怎么这么聪明？越想越羡慕。猪猪也很崩溃啊，他晚上就吃了一个汉堡，根本吃不饱，为了顾及华上面子，他什么都没说。好在郭麒麟他们买菜回家煮饭，还顺带煮了他们的份，但这毕竟不是自己做的，他也不敢多吃。所有人都在羡慕，只有李碧心里淡淡失落，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心动女生了，看来还是自己来晚了。闲聊几句后，大家又去看新房间。说是新房间，其实就是一个房间里多了一张1.2的小床而已。看着那张小床，白鹿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一起睡。想到这里，他的脸又忍不住热了起来。郭麒麟开始讨论，那这个小床谁睡？华少，那自然是男生睡，大的留给女生。张吉有些无语，他有没有考虑过男生的身高就来这里显这个眼？张颂敏，给女生睡是没问题的，只是这个小床男生要怎么睡？华少眉头一皱，躺下去睡呀。他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向张颂敏，对方不好意思笑笑，睡不了吧？怎么睡不了？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是对的，华少二话不说脱下鞋子躺了上去，虽说不是很大，但也是刚刚好。几个男生几乎是同时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该怎么亲切又不失礼貌的让华少看清他们的身高呢？这是很急。秦燕在这时出声：“怎么睡？到时候让男嘉宾和自己的心动女嘉宾自己去商量好了。”华少一顿，看着秦燕还没说话，郭麒麟就附和：“说的也是，兴许就有女嘉宾喜欢睡小床呢。”说完，他招呼着大家下楼：“我们去楼下看电视去。”大家呼啦啦下楼。李一桐提议道：“最近不是有部新电影上映吗？”郭麒麟：“对，好像就是明天。你想看吗？”李一桐：“想看，但是票现在不好抢。新电影是华夏今天首部剧作，还没上架，票就先被人抢夺一空。明星团、杨幂他们已经开始在给自己制造约会机会了。嘉哥，看电影是吗？”于朦胧：“这个电影好难抢的。”卢田：“就是啊。”杨幂大方道：“没事，到时候你们想看，找我，我给你们安排。”卢田几人异口同声：“幂姐大气。”谢谢幂姐。弹幕：哇塞，杨幂也太好了吧，给我也弄2张吧，我女朋友想看，但是我没抢到。幂姐，我也要，我是加了50块钱在黄牛买的。想不明白了，这电影有什么好看的？在家里陪家人不好吗？陪家人的话，你们退票的时候告诉我，让我抢，都说不好，但是你们抢票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手软。最近的电影院又要迎来高峰了。这边郭麒麟也和李一桐说：“没事，只要你想看，我让圈里的朋友给我弄2张来。”李一桐：“真的吗？”虽然他也能弄到电影票，但是郭麒麟人脉比自己好，肯定会比自己容易些。郭麒麟点点头，拿起手机就开始给自己的老爹发微信：“江湖救急，老爹给力些，我未来的幸福可就靠您了。”旁边的李泌也在说电影票的事。这时华少傲慢的开口：“你们要是找不到就和我说，我和陈导熟，到时候给你们弄几张。”几个女生听完眼前一亮，纷纷拜托华少给自己1张。华少眼里带着得意，清点想要电影票的人数，并说道：“你们最好统计好友几人要，我这电影票可都是好位置。”郭麒麟看向秦燕，知道他和华少不太对付，想着问问秦燕，要是没有路子，他可以帮忙弄2张。你要票吗？秦燕摇摇头：“我不用。”郭麒麟不由问道：“有票了？哪个电影院的？没准他们还能一起去看。”秦燕摇摇头：“不是外面的电影院。”郭麒麟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好奇地问道：“那去哪看？”秦燕语气平静：“我家有个星空顶私人影院。”郭麒麟：“真贱啊！我问他这干嘛？”第36杨幂：“我们见个面吧。”弹幕：郭麒麟：“你说你犯这个贱干嘛？这下好了，不止你受伤害，我们也被波及了。”笑死！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星空顶。这就是有钱人和我们的区别吗？好想看看他家的星空顶长什么样。李一桐：“你家有个电影院啊？”秦燕点点头，几个女生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秦燕十分不解：“很奇怪吗？”郭麒麟：“难道不奇怪？这家伙，星空顶电影院业还是私人的，难道不足以让人震惊？”秦燕挠了挠头，一脸理解不了有什么好奇怪的。张颂敏：“你很喜欢看电影？”秦燕想了想：“也没有吧。”郭麒麟：“没有你家怎么弄个影院？上次回国的时候，因为无聊突然想看电影，我爸就让人建了一个。”接着他吐槽道：“等建好的时候，我人都回去了，那影院长什么样，我现在都没看过。众人、明星团、观众持续的暴击，让人心麻。”郭麒麟义愤填膺：“毫无人性，简直毫无人性。”秦燕哭笑不得：“怎么了？”李一桐委屈：“你家有星空顶，被你打击到了。”他都不好意思说，他连星空顶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可恶啊，人和人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偏偏秦燕还满脸无奈，这不就跟家里的电视一样，有什么好奇怪？你家没有吗？华少冷冷地问：“你知道一个星空顶多少钱吗？”秦燕不疾不徐：“100多万吧。”众人、明星团、观众，他不咸不淡的语气让所有人后槽牙都咬碎了。弹幕：100多万，还吧！我要刀了秦燕，我家装修加硬装，也就100万。他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他在炫耀，炫耀他家电影院，不，炫耀他有钱。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啊！因为想要看一个电影，花了100万打造和私人影院，最后还没看到。有钱人花钱怎么花的乱七八糟的，都没有个规划。这个钱对他们来说，都不用费心思规划，就跟买个路边摊一样。我路边买个饼都要考虑一下哪家比较有性价比。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我这么穷？张昭刚看向杨幂他们：“你们家有星空顶吗？”杨幂摇摇头：“
嘉哥，我喜欢，但是没这个实力。说到最后，他也破防了，100多万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不贵，贵的是房价。在家里建一个私人影院，那个房子得多大？现在的房价这么贵。郭麒麟咬牙切齿，电视我买得起，但是星空顶影院，我再努力3年都买不起。秦燕歪头疑惑，怎么会？郭麒麟怎么会？感情他以为自己说谎了，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郭麒麟像受到巨大冲击一样，倒向旁边的李一桐，快扶我，我感觉胸口堵得慌。白鹿，快收了这妖孽，他太过分了。家人们，谁懂啊？我要是像他一样有钱，我他妈还需要在这里录这个节目受他的刺激吗？这破班，谁爱上谁上。秦燕玩这么一下，再次收获了不少情绪，他觉得十分满意。看情况差不多了，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自己目的是为了收获情绪值，不是为了拉仇恨的。再进行下去就过了。他拿出零食和大家窝在客厅里吃了起来。不一会，大家才陆陆续续回到楼上。白鹿在客厅局促一会，问道：你要不要先去洗澡？秦燕抬头就看到白鹿小脸通红的看着他，含羞带怯的模样，让人垂涎欲滴。秦燕估摸他不好意思与他共处一室洗澡，当即说道：我想再坐一会，你先去吧。白鹿听完果然松了一口气，跟秦燕说了声谢谢后，他逃一样的跑上楼。客厅剩自己一人，秦燕百无聊赖的玩起手机，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的微信突然多了10几个好友添加的消息。我是魏台台长，我是朗朗，哪吒，导演陈思成，这是怎么了？秦燕刚准备同意，杨幂的微信突然发来消息，上次和他聊天的消息还停留在他刚来时那个定位上。秦燕，我是蜜姐，我这边刚忙完，现在才联系你，原谅姐姐好吗？说完，他还发了个委屈大哭的表情。秦燕笑了笑，回道：没事，现在有空吗？要不要出来见个面？现在？秦燕顿了顿，不是还在录节目呢？杨幂像是有感应一样，回道：我和节目组打过招呼了，而且就在别墅附近，不用走远。秦燕这才恍然，杨幂是这个节目的后台负责人，想要节目组不录自己的行踪，轻而易举。他想了想，回道：好。消息刚发出去，杨幂就发了一个位置共享过来。秦燕起身朝着屋外走去，大家还在好奇她这个时间回去哪，没想到镜头根本没有跟着她出去，距离位置越来越近。秦燕心里都有些小激动，并不是她对杨幂有什么非分之想，而是听别人说这位杨幂是位绝色美人，心里觉得有些好奇罢了。在距离不到10米远，秦燕果然看到上面凉亭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她穿着一脸银色亮片的吊带短裙，肌肤在路灯的照映下白得发光，隔着一小段距离都让人难以忽略她那玲珑丰满的身段。秦燕轻咳一声后往前走了几步，是蜜姐吗？杨幂回头，脸上挂着亲切的笑意，你过来了。秦燕的呼吸一滞，网上说的没错，她确实很美，不同于白鹿的那种青涩的少女美，杨幂是张扬又妖艳的那种，特别是她的身材，秦燕都不好意思低头看向那不该看的地方。这里谈也不方便，去我车里吧。车？她扭过头一看，果然停了一辆黑色的房车，都开着车来的，刚刚直接在车里等她不就好了？秦燕觉得奇怪，但还是跟着他往车上走去。房车的空间很大，杨幂上去后还贴心的向秦燕伸出手，她身体倾斜一分，秦燕的脸就热乎一分。蜜姐不用，我自己能上去。她1.8米的身高，难道还跨不上小小的车阶？秦燕一脚跨上去，坐到了杨幂的对面。车内的空气很香，是杨幂的香水味。还在出神时，杨幂主动开口，这2天录节目感觉怎样呀？第37，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秦燕点点头，还挺好的。杨幂听完放心不少，转身到身后的小酒架上取出一瓶红酒，身体随着她的动作转动，裙子往上缩了一下，白皙修长双腿再次暴露在自己面前。秦燕礼貌地别过头，看向旁边的杂志架，应该杨幂这2年拍的，上面的封面全是她。秦燕暗想，看来她对自己的容貌十分自信。来杯红酒吗？杨幂突然开口，声音十分柔软。秦燕连忙拒绝，不了不了，还要录节目呢。她是大明星，身边不知跟着多少准备偷拍她的狗仔，万一自己喝得一身酒气下车被拍到了，怕会给她造成麻烦。杨幂耸耸肩，语气失望。那好吧。说完，她双手架在桌板上，拖着脸盯着秦燕瞧。之前我妈把你推荐给我的时候，我是看过你照片的，当时觉得你长得还挺好看，
没想到你本人比照片还要帅。秦燕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哪里了，蜜姐你才漂亮。哦，哪里漂亮？杨幂挪着身子往前，眼睛灵动又俏皮，把她看得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杨幂捂嘴偷笑，伸手捏了捏秦燕的脸，完全把她当成小孩子那种。秦燕整个愣住，温暖的手感像触及一块暖玉。我这是被揩油了？秦燕还没来得及感受，杨幂已经收回手。真可爱。秦燕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的笑了。杨幂接着问道，你觉得录节目好玩吗？好玩吗？秦燕仔细想了一下，还行吧。那你想不想进娱乐圈玩玩？秦燕脑子一顿，不是说好就拍3个月吗？怎么现在又让他进娱乐圈了？再说了，娱乐圈有什么好玩的？杨幂多聪明啊，一眼就看出秦燕对娱乐圈没什么兴趣，当即话锋一转，没事，姐姐只是在询问你的意思。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体验一下做明星的感觉，你随时联系我，姐姐给你安排。怎样？虽然她的家底背景没有秦燕那么深厚，但是在娱乐圈里，她还是很吃得开的。杨幂想要带自己的意思十分明显，秦燕没有拒绝，毕竟以后的日子谁说得准？说不定哪一天她无聊了，真想进娱乐圈逛逛呢，或者成立一家公司也不错。见自己没有拒绝，杨幂十分高兴。期间又聊了其他话题，她问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偶尔再关心一下秦燕。这样的聊天让人感觉舒服。不知不觉竟然过了半个小时。末了，杨幂看了看时间，说道，你安心录着，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观察团嘉宾就在隔壁的别墅里，改天带你见见赵刚哥他们。这话倒是让秦燕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们离自己这么近。不过想想也是，录的都是同一个节目，肯定要离得近才好管理。谢谢蜜姐。不用谢，要谢也是赵刚哥谢我。杨幂捂嘴一笑，调皮的跟他眨了眨眼。秦燕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下车时，杨幂起身就要送他，身体倾斜弯腰，他又不小心看到一片南国风光。秦燕表情僵住，自己真不是故意的，怕被杨幂发现误会自己。他秦燕赶紧将眼睛看向别处，蜜姐，我自己回去就好，不用送了。说完，他果断下车回了别墅。到了自己的房间，秦燕准备进门，又想到刚刚白鹿害羞的样子，这么进去，他要是还没洗好，会不会更不好意思？想到这里，秦燕开门改为敲门，叩叩叩。过了一会，还没等到白鹿开门，这是还没洗好。秦燕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再去楼下等等吧。正准备转身时，身后的门咔嚓一声开了。秦燕回头一看，白鹿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睡衣出现在自己身前，长发湿哒哒地披在肩上，她微红着脸轻轻地擦拭着。洗好了？秦燕笑开口问道。白鹿轻轻低头，又小声问道，你要不要先去洗澡？说完他又后悔了，什么叫先去洗澡？这台词怎么听着不太正经？白鹿盯着秦燕一会，见他没有听出来这个意思，才松了一口气。弹幕 这台词像小剧本里的开头。哈哈，我真的不想做秒懂女孩。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本来他说了也就说了，一笔带过就好了，偏偏他最后还反应过来了。笑死！白鹿尴尬的脚趾都要离地了。明星团里，嘉哥看到控场的弹幕，先是扑哧一声笑出来，随后又赶紧圆场。白鹿果然是拍过偶像剧的人，说话都像在念台词。哪吒，两人这样真的像在拍偶像剧。杨幂，我倒是觉得这样很真实，毕竟认识没几天，就要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生活，这个尴尬和害羞都是正常的。卢田，对，换我的话，我肯定会很抓马的，尴尬的窝在被窝不好出来。于朦胧，这里秦燕就表现得很好，她没有急于跟女生相处，而是很有耐心的给女方独立空间，让两个人慢慢适应。秦燕回到屋内洗澡好，发现白鹿并没有在房间，就自顾自地躺在床上，静下心来查看了一下系统，发现自己已经今天收获了不少情绪值，另外还获得3个福利礼包。秦燕赶紧将它们兑换成自己想要的学识，都不知道系统有没有有效时间，能兑了先兑了，万一到期兑不了，可不是浪费了。秦燕忽略掉脑海里系统辩驳的声音，将福利包都兑换完，只留2个应付遇到的突发状况，像今晚这个宗师级钢琴礼包一样，紧要关头可不就用上了。随后他拿出手机，微信上添加的人又多了3个，是郭麒麟他们。秦燕将人一一点了同意，看到杨幂让自己注册个微博的消息，注册微博，秦燕考虑了一下，也行，说不定在微博里互动，
还能得到情绪值。想到这里，秦燕就觉得好笑，没想到自己没掉进钱眼里，反而掉进系统的情绪值里。秦燕正摸索怎么注册时，白鹿已经回到屋里。你来的正好，我想注册微博，你来帮我看看怎么弄好。第38白鹿的爱心早餐。白鹿听完，过去教了秦燕怎么申请官方认证，这就好了。白鹿点点头。秦燕操作了一下后，说道：那我关注你吧。你哪个账号？你搜索我名字就好。秦燕埋头摆弄了一下，又说道：他让我发条动态则，发什么好？白鹿抿唇想了想，要不然发张你的自拍，我们都是发自己的自拍，因为粉丝喜欢看。你说的对。秦燕停顿一会，朝着白鹿说道：我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认识我的，要不然发下我们2个的合照。白鹿一顿，我们哪有合照？秦燕晃了晃手机，乐呵呵的调侃：你要是不当心我蹭你热度，那现在可以拍一张。白鹿听完笑出声：我怕你蹭什么热度啊，咱俩说不定谁蹭谁呢。既然如此，那就拍一张吧。秦燕再次邀请，2人同框拍了张距离中规中矩的合照。白鹿俏皮的比起剪刀手，在镜头面前笑得十分灿烂，活力感十足。弹幕：陆燕 CP 撒糖了，我立马去看。哥哥终于有微博了，冲啊！我挺好奇这家伙会在自己的微博上晒什么。微博我现在都这么玩，要不然给我微信号好了。这算盘我在老广都听到了。白鹿好漂亮啊！秦燕没想到刚发了一条微博就迅速涨粉10多万粉丝，看着手机不断增加的消息，整个都被震惊住了。别说他了，就连杨幂他们没想到，秦燕没有明星效应，仅仅只是录了2天节目，涨粉速度比当红小生还厉害，着实是让人羡慕。等直播结束后，白鹿准备去卸妆，起身时，他回头对着秦燕说道：我要卸妆了。秦燕轻声说好。白鹿瘪嘴，自己还没在一个男人面前素颜过呢。想到这里，他鼓起勇气说道：我素颜要是不好看，你不许笑我。秦燕一顿，不得不说，他本来没什么感觉的，但白鹿这么一说，反而激起他的好奇心了。难不成他的素颜很吓人？秦燕信誓旦旦：放心吧，不会的。等白鹿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看向他的脸。白鹿下意识要用手挡住，但是看秦燕这副样子，不像被自己吓到。白鹿素颜的样子不难看，相反没有厚厚的化学物品附着在脸上，皮肤看起来十分透亮，水灵的像剥了壳的鸡蛋，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把。放心吧，很好看。秦燕由衷夸赞。真的？不骗你。听到他夸自己，白鹿心里雀跃了一下，怕被秦燕看出，他打了个哈欠说自己困了，迅速往床边走去。秦燕没有说什么，在他躺下后才把灯关掉。屋内光线骤暗，身体的感官更加敏感，整个房间清晰地听到秦燕躺回床上所发出的声音。白鹿突然觉得紧张起来，心里克制不住地去在意对方的动作。秦燕也发现气氛不对，多了一个人总感觉十分别扭，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房间沉默一会，你睡着了吗？白鹿的声音突然响起。还没，我也睡不着。秦燕以为他是饿了，那要出去吃点夜宵吗？白鹿摇摇头，我们聊会天吧。2人也不知道聊到什么时候，房间偶尔还会传来白鹿克制的笑声，直到2人都撑不住，沉沉睡去。次日一早，风轻云淡，秦燕睁开眼，习惯性的将身上的被子踢到一边，转过头去，发现白鹿正在边上看着自己。糟糕，忘了白鹿在自己房间。第一次他痛恨节目组这个馊主意。空气凝固一会，在白鹿的眼神渐渐往下移动时，秦燕眼疾手快地盖回被子。你别过来。白鹿顿住，疑惑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反应过来现在节目可能开始，他轻咳一声，有些尴尬地开口：没什么。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同住，被你吓到了。你怎么醒这么早？白鹿局促一会，说道：我起来给你做了早餐，你准备好了就下来吧，再有5分钟节目就开始了。早餐？你做的？秦燕有些意外。白鹿羞涩地点了点头，这2天一直都是秦燕给他安排吃的，他有些过意不去，决定也给秦燕准备早餐。但是秦燕那些私厨他真的请不起，想来想去，只有亲自给他准备早餐，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心意。听到他特地起个大早就是为了给自己做早餐，秦燕的心也跟着软了下来。收拾完下楼后，白鹿就将他做的早餐摆在桌前，一脸殷勤地看着自己，就差把求表扬2个字写在自己脸上了。秦燕觉得好笑，但还是随他的意思坐了下来。
才发现他还细心的用配菜在餐盘上摆了个笑脸，十分可爱。这时，张颂明几人各自围着颜色各异的围裙，齐刷刷站在厨房门口，咬牙切齿的看着他，感受到兄弟们凶狠的目光。秦燕哭笑不得的问道：“呵，你们怎么了？”张吉看着秦燕一脸无辜的样子，恨不得把身上的小熊围裙套到秦燕身上。他们为了讨好女嘉宾，强打着精神起来准备早餐，结果就看到白鹿在厨房给秦燕做早餐。人和人一旦对比，餐字就出来了。凭什么？凭什么这小子有女神准备的爱心早餐，甚至还有叫醒服务？这落差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弹幕哈哈，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爱心早餐什么样没看清楚，光看郭麒麟他们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了。白鹿给秦燕准备早餐了。等等，这不是我梦里的生活吗？可恶啊，有些人的命怎么就这么好？一大早的为什么要这么刺激我？我女朋友从来没给我做爱心早餐。兄弟，起猛了！你哪来的女朋友？楼上的，我们只是网友。你越界了，一大早就吃狗粮，我讨厌这么没有边界感的恋综。郭麒麟起哄，那还用说吗？那是我陆姐特地给秦燕准备的。李一桐，哇，爱心早餐！明星团里，嘉哥一脸意外，白鹿给秦燕准备早餐了。那扎，这手艺可真巧。于朦胧一脸羡慕，如果有女生给我做一份这样的早餐，我做梦都笑醒。如田，看得出来白鹿是用心的了，我好喜欢上面这个笑脸，看着心情就好了。第39，你要开这个车出去接客。秦燕在郭麒麟他们羡慕嫉妒恨的眼刀子下吃完白鹿做的早餐，主持人就带来了今天这次任务卡。在任务开始前，我们先宣布一个好消息，恭喜今天有2对情侣配对成功。女主持的话成功吸引住大家的好奇，是谁啊？郭麒麟和李一桐吗？你看郭麒麟早上不也在准备早餐？这么说的话，其他人也有啊。张颂敏和田曦薇吧，只要我家陆燕 CP 在一起就好，其他都行。主持人说完，秦燕就大概猜到了，郭麒麟和李一桐，张颂敏和田曦薇。郭麒麟这个很好猜，张颂敏这对是白鹿昨天晚上睡不着，拉着自己聊天是分享给他听的。他看向白鹿，对方正得意洋洋看着自己。等主持人公布完名单后，才宣布今天的任务。今天的任务是相恋加速中。本任务是由滴答平台联合赞助播出，嘉宾们将体验一下滴答师傅的工作日常。今日工作时长是8个小时，率先完成15单的人打卡的情绪可提前结束任务，进行到约会环节。华哥皱着眉头，如果没有提前完成任务呢？那就需要坚持8个小时哦。猪猪皱着眉，啊，如果不能提前完成，今天的电影不是看不了。郭麒麟怎么就不能完成？要对自己有信心。猪猪皱着眉头不说话，他们上次的任务可不就没完成吗？张吉，别担心，你要对华哥有点信心。梦姐，就是，大家加油。张颂敏又问道，那这车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他想知道节目组有没有提供出租车给他们？主持人可以用节目组的车，也可以用滴答公司的车。张颂敏想了想，那当然是用节目组提供的车好。花少，用自己的车吧。公司的车，我怕我不熟悉。张吉，花少说的对，上路还是谨慎些。张颂敏，可是我们开自己的车，别人未必敢坐呀。就在大家在因为开什么车去争论不休时，秦燕已经一个人出现在车库里了。镜头一转，所有人都被那辆劳斯幻影吸引住。弹幕，劳斯幻影最尊贵那款，传说中行走的殿堂。卧槽，卧槽，他要开这车出去？不可能吧，那不是暴殄天物吗？就是，谁舍得？该说不说，这幻影不愧是最贵的，气场真的强大。秦燕的品味绝了，大写的高贵，人家是劳斯幻影，我是幻想。秦燕是会开车的，这车出去绝对不会塞车。这车拼叨叨可以拼一辆吗？可以，叫上祖宗18代来砍上100年，有点希望。欢迎来到我的私人幻想时间。秦燕是我老公，我只能说牛逼。明星团大家都被秦燕的直播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嘉哥的眼睛直盯着秦燕的直播间里第一次结巴道，他不会要来这个车去吧？杨幂也被秦燕这操作惊讶住，这车在马路上形成的损耗一天都得好几千，怎么舍得把它当成出租车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再有钱的人也舍不得的。于朦胧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哈，他要开这个出去接客？嘉哥迅速接话，你这么说就有点难听了。于朦胧连忙摆手解释，我太激动了。张昭刚回头对杨幂说道，要不然我们先不录了，打秦燕的车出去外面转转好了。
主要他也没坐过这么高端的车，真的想体验一把。杨幂笑道，他应该不会开这辆的，因为后面的话还没说完，秦燕已经坐进驾驶室，启动车子了。所有人瞳孔地震，这家伙他是真舍得呀！还没等大家组织好语言，他已经开到别墅门前了。外面沉稳的汽车声一响，郭麒麟整个震惊了。卧槽，你开这车去？秦燕摇下车窗，有什么问题吗？郭麒麟，大问题。你这看着秦燕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他突然这不出来了。要心疼吧，这不是自己的车；要劝吧，这不是自己的车。郭麒麟羡慕秦燕的情绪达到顶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大呢？这车要是他的，路上跑他都亲自背着车跑。再次直面感觉到秦燕的好，郭麒麟真的羡慕不已。不只是他，这里所有人都一样，就连花少此刻对秦燕也是极度的发狂。看着白鹿上车时小心翼翼的样子，秦燕觉得好笑。你这是做什么？白鹿憋憋嘴，用十分真诚的眼神看着他，我怕把他蹭脏了。弹幕，这就不得说我老公了，买了辆新车，照顾的比我这个老婆还好，舍不得他脏一点。他这个不一样，脏了的话保养需要花很多钱的，能开得起这个还舍不得这个钱。新车肯定重视了，我买的新车，上次我老婆关门中了，也是心疼我好久。白鹿没说话，他拘束着看着车内的装饰，汽车界的艺术品，真不是浪费虚名。连背靠的花纹都是刺绣绣上去的，内饰的设计风格都极致奢华，车内连个按键都设计都十分精致，界面干净锃亮。见白鹿这个样子，秦燕无奈道，脏了就洗呗，有什么大不了的。接着他又说道，对于我来说，这些车都是代步工具，没什么差别。白鹿怔怔地看着他，半晌突然蹦出来一句，你是不是好有钱？秦燕都被白鹿这句话整笑了，忍不住伸手点了点他的脑袋，你这个脑回路，我真的跟不上。正常女生看到男朋友这样，不应该是暗写或者明目张胆的高兴，她反而小心翼翼的。嘉哥看着屏幕，白鹿真的太可爱了。那扎，真的，我以为他会说什么场面的。杨幂，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的感慨是吗？张昭刚，发自内心的感慨。弹幕，笑死了，白鹿太萌了吧，拥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每天都很开心吧？可不是，你看秦时笑的，大牙都呲出来了。小心秦燕出来打你。白鹿看着车顶，一脸好奇，这就是星空顶吗？第40，出来体验生活。那你说的星空顶电影院就是像这样？不，比这个还好看。白鹿一顿，你不是说没见过吗？秦燕笑道，有没有可能？我见过图纸。白鹿一致，好像有点道理。看着白鹿这副傻乎乎的模样，秦燕忍不住逗他，我发现好像一直在留意我。白鹿像被人戳中小心事，一下就紧张起来。我哪有？哦，是吗？我都不记得我自己说什么了，可你却记得清清楚楚。真的没在留意我？没有。秦燕听完，装作有些失望。那好吧。这下白鹿顿住了，他怎么听起来有些失望？是自己表现得太直白了吗？但是他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总不能承认自己真的在留意他吧。看白鹿一脸纠结，秦燕越发觉得他可爱，想不明白。白鹿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秦燕，想不明白没关系，要不要喝点饮料？早上忙活到现在，他确实有些渴。秦燕见状，按下了车上的扶手键。过一会，扶手台缓缓升起，里面还真放着各式饮料。白鹿，好神奇啊！他挑了一瓶喜欢的，开玩笑后递到秦燕嘴边，动作十分自然。见他想伸手接，白鹿出声喝止，别动，你开车呢，我来就好。白鹿一脸认真，娇嫩的小手将水瓶递到他嘴边，他独特的幽香和饮料的茶香混合在一起，让秦燕忍不住暗暗多闻几次。观众们还在沉浸在磕 CP 的激动中，秦燕这边已经收到他第一个订单，有单了。第一次体验做司机，秦燕竟然感觉十分新奇。不仅是他，就连网友们也好奇，到底会是哪个幸运儿叫到秦燕的车。是在学校附近，秦燕看了下手机，随后往目的地开去。秦燕，第一单来了，离我们的目的地又近一步。白鹿眼睛带着喜悦。路上，白鹿似乎明白秦燕为什么要开这辆车出门了，因为不管多拥挤的道，路上的车都下意识地避开秦燕的幻影，根本不敢靠近一点。白鹿苦笑，别说他们了，就是自己，路上看见秦燕这车，他也会主动拉开安全距离的。赔不起，根本赔不起。等到了目的地时，
迎面又来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白鹿，是这个人搭我们的车吗？秦燕，应该是。小伙看到秦燕的车，先是惊讶，掏出手机，偷偷拍了几张照后，转身去寻找什么东西。白鹿皱着眉，他怎么走了？秦燕以为是自己认错了，见人还没到，又再次拨通对方的手机。你好，我们已经到了，您现在哪？我就在学校门口，根本没看见你。不可能，你看到一辆黑色幻影了吗？有，那就是啊。卧槽！明星团里，大家被小伙的反应逗得不行。嘉哥一脸震惊，他直接挂断了。于朦胧，不会以为收到诈骗电话吧？哪吒，他刚刚还在偷拍呢。杨幂估计是吓到了吧？如果我打车打到一辆幻影，我也会觉得我没睡醒。弹幕，哈哈，起猛了！我打车打到辆幻影，综艺效果拉满了。男子，卧槽！贵圈少爷来挣窝囊费了。问题来了，对方这么对你，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才显得情商高呢？和他说句王子请上车。哈哈哈！救命！我有画面了，你们有毒吧？秦燕没想到对方会来了句国粹后直接挂断电话，而刚刚那个小伙子叫来几个伙伴，反复确认后才上来询问：你是滴答司机？这话把小伙都整不自信了。没想到秦燕爽快道：对，上车吧。小伙在同伴的推搡下缓缓上车。当看到镜头后，他才好奇地问道：你们在录节目？白鹿点点头，对的。小伙听完松了一口气，我说呢，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个情况？原来节目的博眼球手段。秦燕笑道：现实中没有吗？小伙腼腆道：我只有在小说中看到这场面，少爷跟家里人置气，然后开车家里的豪车出来打工。末了，他又补充一句：我出息了，坐上劳斯幻影了。噗！前面的白鹿没绷住，直接笑了出来。弹幕，他是懂出息的。哈哈，我之前打车也打到一辆大奔，当时我也是瑟瑟发抖，问为什么出来跑出租，他说大冒险输了。兄弟，你没说错，他也是来体验生活的。真的，把我气笑了。我不一样，我是穷笑了。最可怕的是戏是演的，秦燕有钱是真的，这一天的工资都不够邮费的。秦燕这边已经顺利送完第一单，好事的网友们又去串了其他直播间。华少好不容易接到第一单，却因为不熟悉路况，塞车导致订单超时被取消了。看着被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猪猪认命的叹了口气。见他这样，华少也有些着急。你别担心，我看还有15分钟就好了，等一段路过去，我们避开拥堵，重新再接。猪猪点点头，看来只能是这样。郭麒麟那边反而顺利多了，只是他接到的刚好是相声圈里的狂热粉，见到郭麒麟激动的不行，一顿签名和各种合照下来，耽误了不少时间。李一桐语气苦恼：我们这样不行啊，被人认出来了，耽误不少时间。郭麒麟转头问摄像小哥，他靠着自己的好人缘，把这些工作人员混成自己的卧底。其他人那边怎样？花少那边还没接到单子，张吉也是完成一单了。张颂敏不会看导航，田曦薇帮着他指了一路，回去那个客人给了他一个差评。什么？郭麒麟有些不敢相信，他不是知名偶像吗？华夏有一堆他的粉丝，谁这么铁面无私啊？郭麒麟有些搞不明白，他穿成这样都被认出来了，张颂敏还能不被认出来？工作人员，那位客人是位50多岁的阿姨。郭麒麟恍然大悟，那难怪，受众群不一样。弹幕，哈哈哈哈，笑死了，受众群不一样。郭麒麟说话太逗了，真的，我在张颂敏的直播间过来的，真的实惨。工作人员和他说给了个差评，两人都懵了。过一会，工作人员一脸震惊地说，秦燕他们已经完成10单了。怎么可能？第41可以拍照吗？郭麒麟和李一桐几乎是异口同声。弹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我们刚从他直播间过来。走走走，赶紧去看看。一时间，郭麒麟直播间的人都跑去秦燕的直播间看热闹。果然，就看秦燕载着几个学生在大学城里兜了一圈，忙得不亦乐乎。原先他将小伙子送到目的地后，他想校园群里吹嘘了自己打车打到豪车这个事。刚开始群里的人以为他是在吹牛逼，没想到是真的后，大家都在问他哪里打到的。秦燕灵机一动，让想要同样体验幻影的同学到他那里下单，可以带他们在学校附近转一圈。秦燕也没想到这个主意会能吸引到这么大学生，到现在已经快20单了，还好他阻止得快，不然他今天什么都不用干，光在学校绕圈就够他忙活了。张颂敏那边，
因为插错方向收到差评后就开始焦急起来，因为这软件的系统会自动识别，只要有差评，好的单子都会优先给别的车。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几乎有单就抢，结果因为没看清楚目的地，接到一个郊区外的单子，为了避免再次收到差评，两人根本不敢跟客户说取消订单，叫别的车，只能硬着头皮将客户送去目的地。一来二去，耽误了将近1小时的时间。弹幕搞不懂，他看不明白导航还要接那么远的单子干嘛，太可怜了。第一单就收到差评，最可怜还是田曦薇，明明已经指得很清楚了，张颂敏还开错方向。不是这么说我家哥哥，你们懂什么？他不是华夏人，肯定熟悉路啊。就是，你们懂什么就在这里说。张颂敏的直播间因为出现维护他的脑残粉，观众看得没劲，直接转到其他直播间去了。这边华少也已经成功接到第二单，上车的是刚买菜回来的妇女，带着一个孩子，车上孩子一直哼哼呀呀的说话。华少虽然不喜欢孩子，但是碍于车上有镜头在，他也不敢说什么，只是没有说话。倒是猪猪觉得可爱，一路都回过头和小孩搭话。你们这辆车很贵吧？女人小心翼翼问道。华少勾了勾唇，200多万吧。啊，这么贵？女人听完明显瑟缩了一下。大明星真有钱，开的车都这么好。因为羡慕，女人忍不住说道，希望我儿子长大后也能跟你们一样当大明星。猪猪笑着说，您孩子这么可爱，一定会的。华少勾起唇角，语气有些讥讽，当明星哪有那么容易的，还是先好好培养吧。意识到自己话说过了，他又开始找补，孩子还小，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读书。他觉得这2句话说的都没错，却忘了那只是个才会走路的孩子。这时车上孩子吵着要糖，女人就打开一个棒棒糖给他。华少当即皱起眉头，小孩吃糖的时候注意，别沾我车上啊。女人还没反应过来，华少继续，沾上了不好洗，这车清洗费可不便宜了。听完华少说的话，生怕要赔洗车钱的女人立马抢回孩子手中的棒棒糖，孩子哭闹不止，她也只能僵硬的哄着。车内的气氛变得尴尬不已，谁也没再开口说话。看到这一幕的网友纷纷吐槽，不就是个孩子，华少计较这么多做什么？我打车的时候司机都没这么管过，开个豪车了不起，秦燕开的是幻影都没像他这么大谱。就是明星了不起啊，看人家秦燕一点架子都没有。走，我们去看看。秦燕这边最后一个上车的人是一个身着朴素的少年，身上的衣服都洗得发白。少年上车时率先说道，我这个不用开远，就从门口开到旁边路口，在起步价内就好。弹幕，起步价不是才7块钱，要是平台有红包也可能还3块钱吧。好家伙，这是不是明晃晃来蹭车的？3块钱启动熄火都不够还。本以为秦燕会不答应，谁知道他没有说什么，直接让人上来。少年上来后拿出手上的外套出来垫在椅子上，却被秦燕阻止了。不用这样，按照往常那么做就行了。少年听完含蓄的点头，但还是将外套垫上去。他好奇地打量起车子里面的一切，过一会小心翼翼问道，可以拍照吗？秦燕想也不想地回道，可以。弹幕，真的是来蹭车的呀，还要拍照？不会是想着拍照片在网上冒充富二代骗妹子吧？秦燕怎么还接这种人单子？太掉价了，看这家伙老实巴交的，不像这种人。所有人对少年的行为十分不解，因此大家都驻足在秦燕的直播间观察少年接下来要做什么。只看男人对着车里的星空顶拍了好几张照，还有车里的内饰。考虑到秦燕他们，他只是拍拍自己身后位置的空间，并没有将镜头对准到前面驾驶室去。忙活好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自顾自地解释道，我在老家有个7岁的弟弟，特别喜欢车，我们那边位于大山，比较偏僻，少有车辆来往，所以我弟弟总是哀求我多拍城市里漂亮车子的照片，放假回家给他看。弹幕，卧槽，是因为这个？是我狭隘了，惭愧，惭愧啊！好在他遇到的是秦燕，要是花少，不知道会怎样呢。直播间里，大家因为刚才的失言而愧疚万分。白鹿听完深有感触，他也是普通家庭出来了，特别能体会到底层人民的不易。为了缓解气氛，他轻声说道，那你可以买些模型送你弟弟，相信他会很喜欢的。您说的对。男子低下头，神色十分惭愧，他不好意思说，家里供他上学已经花了全部积蓄，他自己也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平时50块钱他都得琢磨花1星期，根本没钱再给弟弟买玩具。这次是因为在群里看到同学发的，
又想到之前滴答送了新用户6元红包券没用，他只需要再添1元就够起步价，才会厚着脸皮下单来问问的。车子只走了不到3米的距离就停了下来，小伙子连着说了几声谢谢，正准备下车离开，秦燕却突然叫住了他：“这里怎么不拍？”小伙子一顿，无措地看了秦燕一眼，意识对方是想要帮自己实现弟弟的愿望。少年思绪复杂，久违寒霜，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让他眼里涌出异样的情绪。谢谢您，但不用了，这个就够了。他欲要转身，秦燕再次叫住他：“既然拍了，就得拍全，不然回去你弟弟认不全，不也没用。第42，我们可以开始约会了。”提起弟弟，小伙子的表情有些松动，可以看出他真的很疼爱那个弟弟，不然这么腼腆自卑的男孩子也不会鼓足勇气用起步价下单，只为了来拍几张照片了。白鹿知道秦燕的想法后，秦燕的形象从出手阔绰的富二代后直接伟岸起来，这天底下怎么还有这么细心善良的男孩啊？见男孩不好意思再拍，白鹿赶紧下车劝道：“没事，你拍几张吧，反而不差这点时间。”男孩本来就有些松动，在白鹿他们的鼓舞下终于松了口。秦燕见状直接下车，小伙子再次道谢：“谢谢你们了，我只拍车，不顾拍到你们的。”秦燕招手让白鹿过来，等他下车来到自己身边后，才对着小伙子说道：“你坐上去吧，我们帮你拍个照，你是我们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客人，需要拍照留念。”小伙子听完明显愣住：“我坐上去拍照？方便帮这个忙吗？”秦燕的举动不仅让小伙子意外，更让所有人都意外。明星团，嘉哥惊讶地看着镜头，他邀请这个小哥坐他车上拍照，杨幂，而且为了照顾到他的情绪，他还谎称这是他们的任务，所以才请求对方帮忙。哪吒好细心啊，如田他真的没有一点架子，还愿意帮助人家给弟弟实现梦想，是我想不到的。张昭刚感叹道：“秦燕教养真的非常好，他见过不少公子哥，从小他们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再怎么在外人面前假装亲和，也掩盖不住他们心里那股优越感。只有秦燕不同，他知道自己家境比别人好的太多，但却一直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处事，所以这2天网上很多指责他是利用节目来炫富的，张昭刚都嗤之以鼻，甚至还在好友面前维护秦燕。小伙子本来是想谢谢秦燕的好意再离开的，可是想到是秦燕请他帮这个忙，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推脱还好，最后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刚坐上去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敢动，是白鹿拿出自己包里面的拍立得出来拍照时，说他姿势太僵硬了，秦燕教他把手搭在方向盘上，才拍了几张稍微自然一点的。看着自己手握方向盘的照片，他心里泛起一起涟漪，几乎是克制不住的问了句：“这车真漂亮，肯定很贵吧？”在大家以为秦燕为了小伙子的自尊心会说不贵，或者谎报一个价格时，他却如实说道：“近1000万吧。”啊！小伙子拿照片的手明显抖了抖。学校所有人在稀罕这辆车时，他就知道这个车贵了。他心里的贵，100多万已经是他所能想象到的边界啊！1000多万，他得努力几百辈子才买得起。他握紧拳头，苦笑着说道：“这车我这辈子都买不起。”他很羡慕面前这个人，也清楚自己和他的差别。有些东西不够格去拥有，就不要有执念。但他却和少年说：“我买得起，你自然也能买得起。”秦燕语气平静，声音却带着肯定。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所有价格都是有限制，只有人的潜力无限。少年错愕，秦燕伸出手拍了拍他肩膀：“好好努力，等你实力提升后，这些身外之物都唾手可得。”将拍好的照片拿给他，秦燕又从车厢里面拿出一个模型：“之前车藏送我的，一直没什么用，拿去送给你弟弟吧。”“不用了，不用。”秦燕没理他，直接将东西塞进他手上：“收着吧，感谢你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他的语气十分官方，大家却都能感觉到，他只是不想给少年增加心理负担。东西给完，秦燕回到车上，朝着少年说了句：“好好加油”，就一踩油门离开。秦燕的举动受得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弹幕：他真的，我哭了，活该他有钱，有钱之人必有可贵之处，被他装到。我承认这一刻，我不嫉妒他了。花少，清洗费很贵的。秦燕：脏了就洗，费不了钱，这么会说，你不要命了？格局打开。路上，白鹿看秦燕的眼神都不一样了。秦燕被他这么赤裸裸的盯到发毛，干嘛这么看着我？白鹿眼里全是崇拜，我好像今天才些了解你。秦燕被他的话弄得哭笑不得，
什么叫今天才了解我？我们才认识几天，你就说了解我？被突然泼了一桶冷水。白露不满地瞪着他，你又忘了我们之前认识的？秦燕一噎，什么又忘了？他压根没记起来多少，但是他不敢说给白露听。这怪力少女力气大得很，少惹为妙。白露是不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了，他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不想白露再纠结小时候的事，秦燕直接转移话题。今天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可以开始约会了。白露一下没反应过来，约会？秦燕点点头，见他呆萌的样子，觉得可爱，伸手捏了捏他的脸，知道要跟我约会，高兴傻了。白露还没等反应过来，条件性就把他的手拍掉。车内清脆的响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手开不了车了。白露，秦燕义正言辞，我告诉你，我可金贵呢，你这得赔。白露看着他手上渐渐显现出来的红痕，心里不由暗怪自己又没控制好力道，语气也弱了几分，怎么赔？秦燕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上当了，这也太好骗了吧。看着白露懵懂的样子，秦燕轻咳一声道，那就赔，换件好看的新衣服，我们去约会吧。上次送你的衣服，你到现在还没穿过呢。白露知道他说的是商场那几件衣服，不说这个还好，一说他就想起秦燕当着镜头的面忽悠他，这是满减送的。后面他查了一下，这种品牌只做高端私定，哪里有什么满减，纯粹是他为了让自己接受而忽悠他的。他本来想让秦燕退回去，可是他说已经买了的退不了。后面他想还钱，发现那2套衣服竟然要30多万，还不起，真的还不起。白露还在出神，秦燕叹了口气道，哎，不要就算了，那我找郭麒麟去。白露一听心里着急了，脱口出，我没说不要。第43，你想我亲你？秦燕扑哧一声笑出来，白露羞红了脸，娇嗔道，你又整我？我什么时候整过你了？白露想了想，好像真的没有，想不出来，那就是没有，我没有整你，可是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冤枉我，你这是什么居心？白露一顿，我能有什么居心？秦燕转了弯，将车停在安全区域，随后慢慢朝着白露靠近，离得近了，他还能看到白露的睫毛颤动如羽翼。明星团里，看着秦燕的俊脸在镜头放大，卢田惊呼，好帅啊，我脸好热。娜扎，他们2个要亲密接触了。姐妹，我好快乐，他现在混成，我也是。杨幂看着镜头里的2人，突然浮现一抹羡慕，白露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能在这样的节目遇上秦燕。嘉哥，秦燕这是要亲上了吗？杨幂，我觉得是闹着玩，他说的笃定，但娜扎他们磕 CP 的快乐已经到达顶峰，压根听不进去了，甚至他们和其他观众一样，恨不得把手伸进屏幕里，把他们强行摁下去，只要动手能力强，他们就能磕到想要的糖。弹幕，哇，甜死我了。秦燕是找借口想一清方泽吧？进展太快了吧？快什么？要不是在录节目，我恨不得把床给他们搬来。MB， 秦燕太会了吧？我的女神要被攻陷了，这他妈比杀了我还难受。曹贼！白露直勾勾地盯着秦燕这样帅脸，视线交织，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最后竟然缓缓闭上眼。秦燕有些意外，趁着白露闭眼的空隙，贪婪地闻着她身上特有的幽香，感受到系统呢情绪值释放的差不多了，她伸出手摘掉白露头发上不知什么时候沾到的碎叶，感受到头发上的触觉，白露猛地睁开眼，就看到秦燕手上捏着的枯叶。白露，明星团，观众，弹幕，妈的，就这，我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看这个，什么纸？正经的纸吗？原浆还是包浆？这个弹幕不干净了。秦燕勾起嘴角，朝着白露笑道，我摘个叶子，你闭眼做什么？白露的脸瞬间涨红，我哪有？秦燕有朝他那边靠近，小声说道，你该不会想要我亲你吧？白露的脸瞬间涨红，挥舞着粉拳，再胡说我打你。秦燕利落承认，行，是我看错了。白露轻哼，就是看错了，我只是困了。秦燕，对，我大丈夫能屈能伸，随你说去。弹幕，能屈能伸，靠！弹幕今天怎么了？突然就不纯洁了？别忘了，我们可是新社会良好青年，注意一下形象。你们是？我是9年义务漏网之鱼，俗称9漏6啊！明星团里大家被他们这种打情骂俏的互动甜到。娜扎，我可太喜欢看秦燕斗嘴了。嘉哥，看似白露占了上风，其实是秦燕在主导。卢田，
秦燕能把每个玩笑和暧昧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杨幂不然觉得不舒服，又增加了两人的亲密度。于朦胧，对。张昭刚好笑地看着于朦胧，对什么你就对，学起来，早点脱单。于朦胧，弹幕：张老师太损了，只有于朦胧一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哈哈，于朦胧太可爱了，笑死！别说于朦胧了，各位脱单了吗？就在这笑，越界了，退。这边，秦燕回到别墅，想起要学会，总要收拾一下，她便去洗手间洗了个澡，换了身衣裳，只是简单的换了套休闲服，底下就一堆人喊着被帅到。白鹿回到房间，看着衣柜里挂着的新衣服，犹豫一会，决定换上去，又通知助理找来化妆师给她重新画了一个软萌一点的妆容。在楼下等候的秦燕知道白鹿穿上新裙子应该会很好看，但在她下来的时候还是被狠狠惊艳了一下。不得不说，能在娱乐圈崭露头角的小花，那颜值真不是盖的。白鹿看着秦燕盯着自己看，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鼓起勇气上前。好看吗？秦燕点头，好看。确实，白鹿皮肤白皙，这样的黑色礼服在她身上与肌肤形成强烈反差，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她长发半扎着，皮肤吹弹可破，修长的天鹅颈下带着一条简单又不失美感的锁骨链，顺着看下去是让人喉咙发紧的事业线，莹莹可握的细腰，还有白得发光的腿，整体下来美得让人离不开眼。弹幕：卧槽，白鹿太美了，羡慕秦燕10万点，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睡觉打呼我都扇自己巴掌。牛奶肌肤白萌颜真的不是盖的。此时所有人都在羡慕秦燕能在节目中跟白鹿谈恋爱，观察团里的女生却在羡慕白鹿的裙子，这裙子太好看了吧。娜扎更是惊叹，她这裙子是那家设计师出来的，她也想要去买。杨幂好像是 S 式的私定，芦田私定，那不是更贵？于朦胧比她之前穿的衣服都好看。白鹿看着工作人员移不开眼的态度，就知道这裙子有多衬自己了。她和助理也觉得特别美。不得不说，秦燕的眼光真的高。秦燕收回目光，轻咳一声道：走吧，我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弹幕：吃饭好，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今晚吃什么。兄弟，我看你受的刺激不够多，虽然大家嘴里说的不要再受刺激，但直播间的人数还是蹭蹭的往上涨，所有人都在好奇他今晚会带白鹿去吃什么，去哪里吃，消费多少，好像大家都在好奇秦燕能再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有钱人的生活到底能奢侈到什么地步？这次秦燕只是带着白鹿到 S 市海边附近的一家5星级饭店，他们吃的地方是位于沙滩边一座小别墅前的花园里。海边，海风夜景，别墅，花园，虽然别致，但与网友们想象中的高楼大厦、霓虹如海的壮观场面还是有很大区别。弹幕：不对啊，怎么来这里吃饭？这里除了有个海，看着普普通通吧。第44，我的烦恼是不知道怎么花钱。是我眼拙，这有什么好东西我看不出来。约会带女朋友来海边吃海鲜，这个地方看着不贵吧，就是个普通的5星级酒店，这看起来还不如昨天的早餐呢。难道秦燕的消费水平降低了？是该降低了，天天像她这么花，多厚的家底都要被掏空了。话是这么说，也太弱了吧，这都撑不过3天呢。秦燕这边才不管屏幕前的观众们怎么议论她，只是自顾自地点起了菜。海风拂面，清爽的凉意中带着海风特有的腥味。白鹿感受着大自然的清风，回头问道：你怎么突然想来海边吃饭？秦燕悠闲地靠坐在椅子上，双手枕头。你不觉得这么吹着海风很舒服吗？白鹿点了点头，确实很舒服。他都忘了他有多久没来海边了。平时因为自己能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他格外珍惜每天的时间，不是在剧组，就是在酒店研究剧本，真的太忙了。两人就这样面对着大海，听着海浪翻涌拍打沙滩上的声音，感受着生活中难得的一丝恬静。不一会，就有服务员端着菜穿过花廊，一一陈上桌前。虽然这里的环境没有在天鹅餐馆里那么奢华，但是这里的菜色却一定都不输于米其林，基本都是昂贵稀有的海鲜为主。尝一下，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打捞的，非常新鲜。白鹿看着这一桌的美食，不禁啧舌，这么多。秦燕：不多，就这些了。白鹿抿抿唇，小心翼翼问道：在这里吃饭贵吗？秦燕摆摆手：不贵。白鹿有些怀疑，虽然这地方之前那些餐厅那么高档，可到底是5星级饭店，他们还包下这栋小别墅，怎么着
也得10几万吧？像我们这一餐得多少钱啊？见白露实在好奇，秦燕便如实回道：10几万。白露听完，突然松了口气，10几万，那确实不贵。等等，白露想清楚这个数字后，欲哭无泪。这几天自己真的是跟着秦燕都飘了，10几万的晚餐，他竟然觉得便宜。他到底在想什么啊？家里有矿啊！换他以前还没红的时候，和助理2个人辛苦1年都没有10几万。弹幕：卧槽，就这多也要10几万啊！10几万还行吧，比起他前2天。不过冰山一角好吗？镶金的呀，10几万还行。确实，比起前几天，确实收敛了，只能说吃不起了那么贵的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他节省了，这一顿还是我们常人吃不起的。白露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设施，秦燕夹了一只巨大的蟹腿放在白露碗中，只是吃了一口，白露的眼睛一亮，像是发现新大陆，好好吃啊。秦燕挑眉，不错吧？白露疯狂点头，岂止不错，简直是超级美味。这蟹腿好紧实啊，虾滑好 Q 弹，鲍鱼好大个呀，还有他们怎么做到这么好吃的？还有这个海盐鲜蘑汤，白露每吃一道菜就狠狠夸上一番，把观众们都羡慕坏了。弹幕：真的有这么好吃？妈的，看个直播看饿了，恋综直接变成美食节目。有些地方虽然看着不是很高端，但是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对啊，看着味道好好。这里到底是哪里？有机会去试一下，别的地方吃不起，这里应该可以。等将饭吃完后，白露懒懒地靠在椅子上，秦燕笑问：吃饱了？白露心满意足的点头。过一会，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鼓足勇气说道：秦燕，今天这个费用让我来还吧。秦燕没有说话，只是皱着眉看他。白露以为是自己抢着还钱伤害到他的自尊心，毕竟像秦燕这种身份是最在乎面子的。白露赶紧解释：你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老是让你破费不好。有什么不好？秦燕突然变冷的声音将白露吓了一跳。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觉得天天这么吃他的，花他的，而他却没有为秦燕做些什么，觉得这样特别不公平。他这么想，也这么说了。弹幕：白露这么说也对，是个好女孩啊。她阻止不了秦燕这么高消费，只能想着让自己替她分担一些。这样好的女孩到底是谁在谈啊？秦燕听他焦急的解释，脸上也跟着缓和些。她轻声道：你不用有这么大压力，就是没有你，我一个人也是这么花的。她轻描淡写的这句话，让白露准备好说服她的话都噎在嘴边。就是没有自己，她一个人也是这么花的。白露觉得十分震惊。秦燕看出她的惊讶，松了松肩膀道：这就是我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你而特此撑场面。我这人一向不需要靠金钱撑场面。秦燕甚至告诉白露：这么说吧，我不愁没钱花，我唯一的苦恼是要怎么花钱。如果你真的想要为我分担，就多往这个方面想想。屏幕里，大家再次被秦燕的话气得咬牙切齿。观察团里，嘉哥咬牙切齿，他是怎么做到用最平静的语气说最气人的话？那渣，他说他不需要金钱来撑场面。卢田哭着说道：因为他的生活一向如此。呜，姐姐，我突然觉得我的生活比起秦燕来平淡无味。弹幕：他又在口出什么狂言？啊啊啊！我好气啊！我在加班，被他这话气笑了。唯一的苦恼是怎么花钱。听听，他这说的是人话吗？人言否？我每天在烦恼钱不够花，他每天在烦恼钱花不完。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公平？这些有钱人生活真的这么朴实无华吗？他是在生活，而我是在苟。我与有钱人不共戴天。见白露被他惊得说不出话了，秦燕看了看手机的时间，随后问道：你喜欢烟花吗？话题突然转开了，让白露有些反应不过来，但还是乖巧的点头。喜欢？他可太喜欢了。他的手机上那张烟花壁纸就是上次和助理瞒着公司去看烟花秀时拍的。秦燕听他这么说，嘴里染上一抹笑意。那你知道这里的特色是什么吗？白露茫然的歪头看他，样子可爱极了。秦燕见状，心情更加愉悦。这里最有特色的是海边烟花秀。第45，这是钱的事吗？白露惊讶的抬头，你是说这里能放烟花？秦燕点点头，没错。那白露想说他是不是给自己准备了烟花，但这么说他觉得好自恋啊。要不要去海边走走？我听服务员说晚上的沙滩上能看到一些海蟹什么的。
白露听完眼睛一亮，真的啊？秦燕点点头，那走，我们去看看。白露拉着秦燕朝前跑去，许是太高兴了，他丝毫没有察觉出来自己竟然拉着秦燕的手朝前跑。这样的一幕已经足够让那些磕 CP 的网友们脑补了。弹幕：哇，牵手了，牵手了！陆燕 CP 大旗扛起来。秦燕刚刚说这里有烟花，我还以为他要带白露看烟花呢，结果是去看螃蟹。烟花得节假日才有吧？怎么可能来一个客人就表演一次？秦燕不是有钱吗？来场烟花怎么了？现在华夏抓得严了，对烟花爆竹得燃放有要求的吧？就是，这是钱的事吗？我亲戚就是做烟花的，他说一场普通的烟花费用不便宜，要100多万呢，还得预约。他们安排专业的燃放师燃放。弹幕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都是关于秦燕和烟花的事，这让观察团里的明星都忍不住猜测秦燕有没有安排烟花秀。张昭刚他们说的烟花是大型烟花秀还是小型的？如果是大型的，那不论是费用和人力消耗肯定比较大，如果是小型的就不一样了。杨幂摇了摇头，有没有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秦燕找的这个地方真的很美，你们没有发现吗？杨幂不愧是情商非常高的女星，她这话一说，所有人的注意力才放在秦燕两人还有他们身后的风景来。虽说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但可能是因为酒楼出资布置的原因，海边灯火明亮，照的海沙白莹莹的，仔细看还能看到1、2只小螃蟹在沙子上穿梭。副导演看着镜头里的秦燕，忍不住问道：秦燕要在海边放烟花吗？总导演摇摇头，工作人员没有发消息来吗？副导演才想起什么，哇，小王给我发了的，刚刚一忙我就忘看了。听到这里，总导演眼里闪过一抹嫌弃。等他听完消息后，副导演惊讶地说道：秦燕真的安排了一场烟花秀，派头还不小。总导演听完直乐呵道：又让秦燕破费了。节目开播以来，他们靠着秦燕上了不少热搜，什么米其林员工餐、跑车送外卖，这些和豪气沾边的名场面，他们节目组这点资金根本不够看的，全靠秦燕出手。现在又要来一场烟花秀，谁家真人秀有这些手笔？总导演激动地交代：快，你让小王他们整理好家伙，一定要把这场烟花秀的盛大拍出来，拍出空前绝后的感觉，不能浪费秦燕的心意了。另外一边，华少完成最后一单时，天已经黑了，现在回去别墅吃饭，已经赶不上电影开始了。华少抿了抿唇，心里有些不高兴。他开了一天车了，特别疲惫，实在没有精力再应付接下来那2个多小时的电影，但他又不想女嘉宾失望。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猪猪点头答应，随后看了看周围，附近都是小吃摊，还有奶茶店多。他皱了皱眉，我们吃什么好呢？华少，不如我们去吃日料吧。猪猪脸色变了变，最后为难地说：可是我不敢吃生的。华少，这有什么？你就是没尝试过，所以才不知道日料的美味。说完，不等猪猪答应，华少就拖着猪猪往日料店里走。这家日料品牌是我经常吃的，你放心，用的都是岛国最昂贵的食材，保证你会喜欢上的。猪猪，可是华少不给猪猪拒绝的机会，半拉半推的将人拉进日料店。弹幕：猪猪都说不吃了，华少没听见吗？岛国的东西现在还有人吃，不怕辐射，还说昂贵食材，弹丸之地有什么食材昂贵的？人家不吃生的，还非带人家去吃，这情商也是服了。张颂敏那边刚开始接单不太顺利，到后面他学聪明了，抢单时特别去选了那些距离近的单子，这才敢在太阳下山前完成任务。到了饭点时间，张颂敏好奇华夏的麻辣火锅，非拉田曦薇去尝试。路上，田曦薇提醒，麻辣火锅很辣的。张颂敏是泡菜国的人，田曦薇怕他吃不惯重庆火锅，可他下决心非试不可。不怕，我们泡菜国的泡菜火锅是全球最辣的火锅了，还有火鸡泡面，我天天都吃。华夏麻辣火锅不值一提。田曦薇听完直皱眉，要说你泡菜国的菜好，是个人口味不一样，他能理解，但是拉踩他华夏，就算对方是自己喜欢的偶像，他也忍不了。弹幕：这人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泡菜国的泡菜和辣椒多少是从我们这边进过去的，还好意思拉踩我们，口气真大。能吃多辣，给他来点厉害的，明天能菊花红那种，还是楼上狠。半晌，张颂敏看着满锅滚烫的红油，开始还敢叫嚣，这就是华夏说最辣的火锅，看起来还没有我们那边的普通火锅辣。田曦微笑的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催着张颂敏坐下，我们赶紧吃吧，待会还要去看电影呢。张颂敏听完点点头，虽然他对华夏的电影不是很有兴趣，
但是现在他首次跟女嘉宾约会，自然要表现得好一点，早点将她拿下。服务员送来冰牛奶，张颂敏还有些不屑，这点小风小浪还得用冰牛奶来驱辣，太弱了。张颂敏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刚涮好的肉片后，脸色就变了，沉默着吧唧几下，立马将旁边的冰牛奶一饮而尽。田曦薇眼里闪过一抹得逞，辣就对了，她特地点的变态辣。不过她可是娱乐圈的辣妹子，这点辣对她来说跟吃饭一样。田曦薇装作若无其事的大口吃肉，看张颂敏脸色涨红，一脸无辜的问：怎么，太辣了吗？张颂敏嘴硬道：没有，一点都不辣，是太烫了。田曦薇听完笑了，确实有点烫，那你凉一会再吃。说完，涮了整整一碗肉放进张颂敏碗里，装作没看到他尴尬的样子，关心道：凉一会，不用急着吃。半个小时后，张颂敏在镜头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擦着，好听的声音变得沙哑无比。华夏麻辣火锅太辣了，根本不是人吃的。第46蓝色烟花，田曦薇塞了一口牛百叶到嘴里，一脸无辜的看着他：辣吗？为了照顾你，我特地点的普通辣的。张颂敏听到这是普通辣度后，整个人都呆住了，想到刚刚自己夸下的海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弹幕哈哈，笑死了，看把孩子辣的，脸跟猴屁股似的。刚开始不是还挺牛吗？说泡菜国的火锅全球最辣，现在点辣度就受不了。现在还是不是最辣的，最辣的在明天。我上次吃的野麻辣火锅，好家伙，辣哭了，哭得比失恋还惨。年少轻狂，我也曾经尝试过，后面直接被服了。哈哈，辣服了可还行？你们都是哪里的呀？这么不会吃辣？张吉那边完成任务后，恰好到了饭点，两人中规中矩的在电影院旁边选了一家餐厅，吃完后就去大厅等候电影开播了。张吉看了看大厅的时间，期间李碧为了考验张吉，不断给张吉下任务，买水、买爆米花、买纸巾等等，张吉都一一照做。弹幕：这是考验人吗？这不是把人当佣人使唤？不就买几个零食，哪里把人家当佣人？就是人家张吉愿意，要什么一次性说不好，非要人来回跑，完呢。都说是考验了，还听不懂人话。我觉得吧，张吉还是喜欢李碧的，就是李碧没什么反应，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会这样也是正常的。观察团里，张昭刚看着张吉这一对，你说他们相处的怎样？杨幂现在5对嘉宾，就他们2个相处时间不长，只能慢慢磨合了。娜扎，我觉得张吉很好，挺有耐心的。卢田，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李碧没有表现出对张吉哪里不满。白鹿这边，两人到了沙滩后，白鹿才想起来自己还穿着高跟鞋，怎么办？这高跟鞋一下去肯定会陷入沙子里，而且沙子进到鞋子里面会硌脚。白鹿先在沙滩前迟疑了一下，秦燕察觉到他的异样，脱下来吧，我让工作人员给我们送双拖鞋来。白鹿歪了歪头，可以吗？看秦燕点头，他才弯腰准备脱鞋，不弯还好，这一弯差点忘记他穿的可是低胸的礼服。春光乍现，秦燕立马走上一步，借着扶他的动作替他挡住镜头。看着白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秦燕心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这女人也太虎了吧。他不得已用眼神示意他。白鹿反应过来时，脸颊红如烧炭。滚蛋，看哪里呢？白鹿心里怒骂一声，下意识的捂住。糟糕，自己不会走光了吧？他下意识看向镜头，发现秦燕已经将镜头替自己挡住了，心里不由一暖，还好有他自己，不然他都不敢想象自己在直播中走光会带来什么后果。想到刚刚自己误会他，白鹿又不好意思起来，看向秦燕，眼里全是感激。两人在海边散步，蔚蓝色的海边，俊男美女并肩走着，画面美得像一幅画，引起屏幕一阵羡慕。弹幕：我就说他们很配吧，秦燕好浪漫啊。对啊，看到这里，我默默给旁边还在打呼的男友一巴掌。卧槽，吓得我赶紧躲厕所看，免得让我女朋友发现狗命不保。楼上的够狠。白鹿走了一会，站在路灯下朝着秦燕说道，你能在这里帮我拍张照吗？秦燕一顿，你要拍照？白鹿饮下心里的小秘密，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对，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海边，我想在这里拍个照。秦燕点点头，那我帮你拍。白鹿有些怀疑，你行不行啊？秦燕挑起眉，小看我，我在国外可是学过摄影的好吗？肯定比你专业。秦燕拿起手机，对着站在路灯旁的白鹿。白炽灯下，她美丽的像坠落人间的天使，
弹幕：我陆姐太美了，这美貌，我一个女的都流口水。可恶，这样美的女孩就便宜秦燕了。秦燕表现的确实很专业，期间还教了白鹿摆了好几个姿势。等到拍完后，白鹿一脸期待地上去看了一眼，张张都带残影。白鹿只觉眼前一阵漆黑。秦燕，她提着裙子朝秦燕追去。弹幕：哈哈，笑死！报警吧！没开玩笑，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姿势250。第一章夸父追日，第二章人猿进化史。HHHH 草，我也是这么拍的。女朋友吵着要和我分手，拍得很好，下次别拍了。他是怎么忍住不笑的呀？看到这2张照片，他在这里被打死，我也不意外了。看着他快追上了，结果秦燕突然挺住脚，白鹿猝不及防扑上去，好在秦燕眼疾手快将他揽住。秦燕反应快了，看着白鹿错愕的眼神，秦燕赶紧松开手。你小心些。白鹿尴尬的点点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觉得腰间被秦燕扶住的地方阵阵滚烫。秦燕手机突然响起，低头看了一眼后，他拉着白鹿到放鞋子的地方，抬头看，别眨眼。白鹿茫然地看着他，就听一声休响划破夜空，随着一声巨响，夜空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巨花，映亮出一望无际的蔚海。白鹿整个人都呆住了，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一朵朵烟花在海面盛开。弹幕：卧槽，卧槽，真的有烟花，惊呆了，好美啊！这是什么烟花？从来没看过，我头一次看到蓝色烟花，还这么大的，太震撼了。上次让我震撼的还是广岛那朵蓝色烟花，最难制作、最贵的烟花。我上次看到这个还是在世纪公园，我都不敢想这个烟花有多贵。今天生日，看到这个烟花真的很开心。呜，什么时候我也能给女朋友办一场？一瞬间，相恋吧秦燕直播间在燃放蓝色烟花的消息在网上炸开，无数人分享出秦燕的直播间，给家人的，给女朋友的，给老婆的，人数一下暴涨。技术人员扩载了2个服务器才稳住。导演激动地抱住副导演，太美了，还好我们提前准备了，这泼天的富贵终于到我们了。第47，秦燕父母。副导演嫌弃地推开总导演，你说就说吗？干嘛抱我？我老婆还在呢。总导演。烟花持续燃放了半个小时，吸引了无数粉丝观看，甚至惊动了华夏央网的官方账号进来。有线眼包竟然在底下留言起了愿望，直接带偏了一众网友。明年考上理想大学，暴富，家人身体健康，让我发财，升职加薪，比秦燕还有钱。卫台台长在大屏幕前看到这些留言也是哭笑不得。现在的网友太会整活了，哪里都可以许愿。烟花放完，绚丽褪至黑夜，只留几箩白烟退场。秦燕意犹未尽地看望着天空，而白鹿却在仰头看他侧脸。半晌他说：真的好美。秦燕这才回神，应了声你怎么会想要放烟花呢？白鹿心里隐隐有个答案，可是他想听秦燕亲口告诉他。秦燕回答的云淡风轻，这烟花我没看过，就想看下好看不？听到这个答案的白鹿脸上的笑意有一瞬间安静。就这，他还以为这是秦燕特地为他准备的浪漫呢。白鹿有些失望，嘟囔着小嘴没再说话。秦燕见状，皱着眉问：你不喜欢？啊，不，我挺喜欢的。秦燕点点头，那就好，我也觉得你会喜欢。观察团里，嘉哥看着镜头说道。白鹿还以为秦燕这场烟花不是为他放的，还有些失落。那扎，对，但是后面听到秦燕后面这句话，白鹿的眼睛都亮了。杨幂，这一刻，白鹿心动了。张昭刚，要是一个男人，一个这么帅的男人为我准备了这么漂亮的烟花，换我也会心动的。嘉哥扑哧一声笑出来，昭刚哥，你这发言挺危险。哈哈，嘉哥的话说完话，明星们都笑成一团。张昭刚嫌弃地对嘉哥说道，一边玩去。弹幕：嘉哥貌似禁言，不是危险，简直恐怖。要是我有一个秦燕这些的男朋友，吵架我都扇自己。足足半个小时，这得多少钱啊？100万打底吧？真的假的？这个钱都是秦燕出的，我肯定不信，肯定是节目组营销出来的噱头。笑死了，我第一次在恋综科 CP 这么起劲，自己一个恋爱不谈，光在节目看人谈恋爱。白鹿喜欢秦燕是真的，但是秦燕喜欢白鹿吗？都是作秀。上了节目甜蜜蜜，私下里个玩个的，真不知道有什么甜的，要你管。不喜欢人家选他，白鹿心里涌出些许甜蜜，还没等他说什么，
秦燕就道：“走吧。”去哪？不是说完看电影？话刚说完，秦燕的手机就响了，是郭麒麟打开的。这个时候找我干嘛？秦燕看了时间，朝着白鹿挑眉，忙猜他们赶不上看电影入场的时间。白鹿惊讶：“你怎么知道？”都说是猜的了。秦燕将电话接起，果然就听到郭麒麟一脸焦急地问：“你们看电影了吗？”准备过去了。电话前的郭麒麟激动地跳起来：“太好了，捎上我们呗！人家情侣约会，现在还要带上他们2个去当电灯泡。”郭麒麟光是想想都觉得不好意思，还想给他解释一下，谁知秦燕直接答应：“那我把地址给你。”行嘞，还是我燕哥靠谱。得知郭麒麟真的是要和他们一起看电影，白鹿还有些失望。原本他是想有很多的时间和秦燕独处的，这可是他们的约会啊。挂断电话，秦燕给了个地址后，就带着白鹿离开，穿过蓝道，灯光暗了很多，灯得树酒叶沙沙作响。秦燕怕白鹿摔了，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这时白鹿却上前一步拉住他的手，指尖相触，弹幕：哇哇哇！牵手了，还是白鹿主动牵的手。哇！我太激动了，还是白鹿主动牵的。又是羡慕秦燕的一天，给我往死里磕，这就牵上了，还说不是剧本，这发展也太快了。这都在节目上确认关系了，牵个手怎么了？就是什么封建残余。秦燕有一瞬间僵住，感受到手心的暖意，她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回头看向白鹿，她微红的脸，手却牵得更紧了。白鹿眼波流转，声音绵软，像在撒娇：“这里太黑了，我害怕。”秦燕看了看自己手机上的灯，方圆10米都照亮了，哪里黑了？但看他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到底还是没说什么，任由他牵去，一直到停车场，白鹿才松开秦燕的手。刚开始被牵着，秦燕还有些不习惯，现在一下松开，她反而觉得像空了什么。郭麒麟已经早早在外面门口等着了，看见秦燕的车后，他小跑着上来：“我们做完任务超时了，吃完饭后没来得及看电影，走吧。”进去。弹幕：好爷，去看星空顶影院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呢。我亲戚就是做这个的，他说居家的，也就20多万，那就不贵啊，我还以为多贵呢。不一样吧？具体得看材质，20万也不便宜了。让秦燕带着我们长长见识。4人来到一个别墅门口，别墅位于半山腰，门前有座巨大的白色石雕，周围用赤光灯围起来，可以看到别墅的大概面积。郭麒麟看着这别墅，眼睛都亮了，这么大。秦燕看了看周围，还行吧。他在国外有庄园和一个城堡，面积是这里的几倍。郭麒麟十分惊讶，什么叫还行？弹幕：卧槽，这么大的别墅是秦燕的？不能吧，这地方起码得过亿了。这里真是我梦想中的房子。看这里的装修有些复古，跟电视里的一样，不会是从哪里租来的场地吧？有可能。胡说什么？秦燕这实力还用得着租？就是，你们看见他租了，有你们这么维护，节目给秦燕立的人设就值了。很快，别墅里走出2个佣人，将秦燕他们迎接进去。弹幕：还有佣人，看着还不是在演电影。我们家也有保姆，但是都是穿日常衣服的，这佣人服确实出戏了。李一桐看着前面带路的2个佣人，好奇地问秦燕：这里是你们平时住的地方吗？白鹿一顿：他们住的地方？那不是说他可能会见到秦燕的爸妈？第48，你们要坐着看还是躺？想到这里，白鹿莫名紧张起来。郭麒麟，这环境好，要是我什么时候能和你一样住上这样的房子，我做梦都会笑醒。秦燕笑着说道：这个别墅我们很少来，除了偶尔度假散心才会过来。郭麒麟几人听完一愣：你家人没住这里？那这些佣人？郭麒麟想问这里怎么还有佣人？秦燕自顾自往里走：我妈他们回国还是会过来住的，所以这里平时都有留几个佣人在这里打扫。弹幕：卧槽，这么大的别墅给佣人住啊？请问你们家还缺佣人吗？看门的也行。我年轻力壮，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住在这里，我该会是个多活泼、可爱、善良、大方的女孩。感谢秦燕，不然我这辈子都不知道有钱人到底多快乐。房子多贵我不知道，但是他门口那些罗汉松可以买我老家好多套房子了。住这样的房子，保姆保安恋爱都算异地恋吧。不仅直播间的网友们，观察团的明星们都惊呆了。嘉哥，他家的房产也太多了吧？芦田，天呐，这地方比我家旁边的公园还大。那扎，我的天！
这就是五湖四海都有家吗？张昭刚，哈哈哈，这个说早了，没准他就是在 S 市多一点，毕竟这是他大本营嘛。秦燕在郭麒麟他们惊讶不已的神色下带他们去往地下室的影院。郭麒麟边走边问：“对了，你这个影院能看电影吗？”秦燕皱着眉看着他，想再问：“你在说什么傻话？”郭麒麟：“我是说可以看最新的这个电影吗？”秦燕点点头：“当然。”郭麒麟听完就放心了，回头对李一桐说道：“看吧，我就说燕哥肯定有办法。”李一桐一脸崇拜地看着秦燕，郭麒麟赶紧用手遮挡住视线：“哎，看我，是我想到办法找到燕哥的，也是我拜托他带我们来的。你要崇拜也是崇拜我，你说什么呢？”李一桐小脸一红，瞪了郭麒麟一眼，转身去找白鹿：“我才不跟你贫嘴，我找白鹿玩。”郭麒麟：“那你可真好意思，燕哥破例带我们来他家看电影，你把他女朋友霸占了，你可真恩将仇报。”郭麒麟说不过他的李一桐气得狠狠跺了下脚：“露露，嘤，他欺负我。”说到女朋友，白鹿下意识看向秦燕，见秦燕也在看他，白鹿连忙回头，装作在打量周围风景。李一桐嘟喃：“被忽略的就算了，还往我身上留了把狗粮。”郭麒麟哈哈大笑：“识相点，快点过来，别在哪里当电灯泡。”白鹿连我们都一起调侃。郭麒麟：“不，有燕哥在，我哪里敢？”秦燕嗤笑一声看他，随后走吧，看完电影早点回去。郭麒麟是在别人家见过星空顶的，所以并没有像两个女生那么好奇。秦燕推开门，眼前的景象却把郭麒麟狠狠惊呆住了。屋里周围没有一处灯光，只有圆弧顶上点点繁星亮如星辰。这个他之前看到的星空顶都不一样，他之前看到的顶上的灯都比较大，只有那个氛围，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灯光伪造的。可是秦燕这个不同，圆弧顶上的布置宛如极光上的星空。弹幕：卧槽，牛掰，这也太美了吧，这个真的不是特效吗？特效也出不了这个效果吧？这样的影院只要20多万，那我也来一个，躺在这里睡觉都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我家就有星空影院，但是不是这种。秦燕这个是在哪里做的呀？我想要。又来一个有钱人，可恶啊，有钱人这么多，偏偏少了我。明星团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嘉哥都忍不住感慨，这个星空顶也太美了吧。杨幂都被这个星空影院深深吸引住，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张昭刚，别看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如天，这真的不是真的星空吗？那渣用手机搜索了一张繁星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我怀疑秦燕把星空偷到他家去了。于朦胧神色呆滞：我能和秦燕做朋友吗？我想去他家看电影。走，我们组团和秦燕交朋友。郭麒麟盯着圆弧顶看了好久，最后问道：你上面这个是 3D 影像吗？秦燕：不是，那都是灯，不过为了让光射更加接近星星，达到逼真的效果，上面的灯芯都镶嵌了一个碎钻。钻？是钻石吗？对，钻石，这么多。三人和摄影师齐齐往头顶看去，摄影师还贴心的给了圆弧顶一个特写。郭麒麟在心里粗略估算一下，嘴里念叨着：数不完，根本数不完，试问谁能数清楚天上星星有几颗？弹幕：我去，这么多，真的钻石吗？我要去偷家了，最好别让我知道地址。都说了是碎钻，不值钱的。我的美甲也贴过真的碎钻，几十块钱一颗，美甲能贴几颗？人家这个多的都说数不清了。我截图了，有哪个网友没事想要数的？网友，我们是闲，不是傻，来个大学生估算一下不就行了？好主意啊，这个行大学生比较精神。一时间，好事的网友当即发起挑战。不到5分钟，关于秦燕的话题再次被冲上热搜第一。井号大学生数星星挑战井号，井号我们相恋吧井号，井号相恋吧秦燕井号，井号秦燕井号星空影院井号。秦燕的微博粉丝一下上涨了几百万，就连他们要看的这部电影都跟着蹭到不少流量，后面还惊动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亲自出来感谢。秦燕吩咐了几句佣人，很快就有佣人准备果盘点心摆放在正中间的桌子上。秦燕，都坐下来吧，准备好后我就开始播放电影了，还能照着自己心意的时间放，真是太爽了。早知道秦燕有这实力，他们就不用赶着时间去电影院，还赶不上。郭麒麟心里满满的羡慕。秦燕整理好后，回头看向三人：你们要坐在这里吃，还是躺着吃？众人：第49，继续哭吧，兄弟，你别太离谱。
李一桐看着周围空旷旷的，只有一排精致的皮椅立在中间和一张桌子，再无别的，躺着睡。这里有床吗？白露十分好奇，他相信秦燕，只要他提出来，那肯定是有的，不管多离谱。没错，这就是秦燕的超能力。秦燕点点头，没有我也不会问了。还真有。秦燕低头按了一下手机，中间空着的地方突然伸出一几张小床，秦燕甚至控制着将床调成半躺的状态，看着凭空出现的床，半晌，郭麒麟实在忍不住了，服了。不是，你怎么想到在这里弄几张床？秦燕一脸认真，看电影吗？有时候喜欢躺着看，所以当时他请了国外的设计师弄了这个。郭麒麟，你要这么说，怎么不弄个浴缸？秦燕皱了小眉，语气十分震惊。你要是想，也不是不行，但我怕影响不好。郭麒麟，噗，哈哈！白露大笑出声。李一桐憋了一会，最后实在忍不住，神他们影响不好，哈哈！弹幕：郭麒麟第一次在嘴巴上吃过亏。星空影院弄大床，虽然离谱，但在秦燕这里倒也正常。哪里离谱了？我们在家看电视追剧，谁不是躺着？就是躺着舒服。电影院是没这个条件，有这个条件，我也躺着。真羡慕有钱人为所欲为，都这么有钱了，享受不是正常的吗？最后，郭麒麟他们几人还是选择坐着，也不是不让躺，主要是还在录节目呢。秦燕说了，影响不好。电影播放到中期，男女主被迫分手，白露被情绪感染，忍不住跟着女主落泪。果然是大导演的剧，情绪把控太好了。他低头擦泪，面前突然伸出一方帕纸，白露怔怔抬头，就看秦燕帅气的脸庞真盯着自己。白露想起小时候，他也曾这么安慰过他，可是他却忘了，他一个绷不住，哭得更加伤心了。秦燕皱眉，不明白怎么哭得更重了。他抬头看向大屏幕正在抢救的男主，这不是没死吗？刚这么想，他就看到屏幕前的心电机滴的一声，那线平的不能再平了。看着电视里女主泣不成声，白露再也不住扑到秦燕怀里，呜呜，他怎么就死了？弹幕：呜呜，男主死了？不是吧，太狗血了吧！第一次在别的综艺里看电影，这感觉真的太酷了。这有什么？一看就是节目组帮陈导做的宣传。这是重点吗？重点是白露在秦燕怀里，卧槽，两人抱一起了，太过分了！刚刚才牵手，现在就敢抱抱，晚点就敢，楼上的细说就敢。此时，镜头前的杨幂看到这条弹幕，心里一紧。对啊，他们这不是变相用节目帮陈导拉一波宣传了？虽然只有短短几个镜头，但是以秦燕现在这个热度，比那些营销号强太多了。之前相恋吧节目开播前不被看好，陈导请了很多人在节目上帮忙宣传，却唯独没有请他们。现在秦燕误打误撞帮他们宣传了一波，不行，不能白给人家宣传。何况之前他还瞧不上自己。杨幂心里盘算着要怎么让陈导记住这份情，结果陈导的电话一下就打过来了。之前他为节目拉投资时，陈导几次都推辞自己的电话，现在倒是会主动打过来了。看着手机里不断跳动的彩铃，杨幂心里有些暗爽，但还是接了电话。那边很快传来陈导带着讨好的笑声：杨幂啊，在忙吧？是啊，陈导，我的综艺在录呢。我知道，我现在正在看着呢。你这个节目办得好啊，可惜了，当初拍戏的时候实在太忙，没时间关注到你这个节目，错过了你的投资，不好意思啊。杨幂心里翻了个大白眼，老狐狸就是老狐狸，嘴里才是笑嘻嘻的说道：陈导，没关系的，哈哈，你不计较就好了。直播我看了，谢谢你帮我新电影做宣传，这个人情我记着了，谢谢陈导。电话沉默1秒，陈导笑呵呵的声音继续将来：那个秦燕是你认识的人吧？杨幂听完，心中警铃大作，果然就听到陈导问自己：可以把他微信推给我一下吗？我要好好感谢他用自己的影院帮我宣传。感谢？陈导会感谢一个没名没分的素人嘉宾，不就是看中秦燕的实力，想要把他发展成自己的人脉？杨幂，你有在听吗？当然，不过秦燕她虽然是在我的节目上，但不是我的艺人，也不受我管辖，我只能带您转达。陈导那边沉默一会，又表示理解。卫台的房东，自然那些跟那些明星不一样，秦燕这个身份摆在这，没有他主动的来找事，只有他们上赶着巴结的秦燕的份。挂完电话后，杨幂又握紧手机，不行，秦燕是他妈妈费尽心力给他找来的贵人，绝对不能让别人抢了去，得找个机会
把秦燕约出来，请她吃个饭。影院中，白鹿的头还挨在秦燕肩膀上，轻轻抽泣。秦燕无意瞥向隔了2米的郭麒麟，李一桐虽然眼眶有泪，但克制的还好，并没有哭出来。此时，郭麒麟看向自己，眼睛满是佩服。两人眼神交流后，郭麒麟像收到什么鼓舞，朝着秦燕郑重点头。秦燕，他皱着眉，心里正疑惑，就看到郭麒麟嗷的一声哭出来，说了句太惨了，然后将头靠在李一桐肩膀上。李一桐红着眼眶，见郭麒麟哭得伤心，还用手拍了拍他的头表示宽慰。秦燕，他学了，又好像学错了。秦燕看着郭麒麟那个大脑袋枕在李一桐瘦小的肩膀上，总觉得画面十分滑稽，最后忍不住笑出来。吃。白鹿眉头微皱，抬起头来与他对视。秦燕，你笑什么？他可是听出来了。秦燕这个笑声带着一丝嘲笑的意味，难不成是笑话他主动靠上去？秦燕低下头看着他，白鹿眼眶还红着，声音带着浓音，软软糯糯，又无辜又可怜。完了，解释不了了。秦燕叹了口气，将他的头按回肩膀上，没你的事，继续哭吧。白鹿，不是，他没事吧？第50，白鹿想要告白。弹幕，哇，这次秦燕主动让白鹿靠上去了。看到了看到了。我的老公这么快就要动凡心了吗？放开白鹿，让我来。凭你也敢肖想我们陆姐？陆姐只能是秦燕的 CP 大旗呢，甩他脸上。我一次追星，虽然他不是明星，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这个人，还有他的钱，嗨嗨，不是，是他的人。楼上的你那点心思都让我们看透了。秦燕这一对怎么看都好看，郭麒麟那对怎么那么好笑？哈哈，郭麒麟拿错剧本了吧？他那个头一靠，李一桐的肩膀都看不到，整个屏幕都是对这2对情侣的支持声和欢乐声。2个小时后，秦燕都发困了，才终于等到结束。终于结束了，郭麒麟打了个伸了个懒腰，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后，他连忙在镜头面前找补。这电影太感人了，我这眼睛都哭肿了，丢人，实在丢人。秦燕和白鹿都被他这话逗笑了。白鹿直接道：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看电影靠在女孩肩膀上哭得稀里哗啦的。想到郭麒麟刚刚学到了的眼神，秦燕绷不住了，跟着笑出声。白鹿更是笑得丝毫不客气。郭麒麟气得直跺脚，那你还不是一样？白鹿笑声戛然而止，想到刚刚他看在秦燕肩膀上的样子，脸蹭一下红起来，幽怨地看向郭麒麟。弹幕，来啊，互相伤害啊。哭得娇羞的是郭麒麟，笑得嚣张的是白鹿。好朋友就是要互相伤害，这就是熟人局的快乐吗？哈哈，白鹿，我给大家表演个笑容消失术。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到我脸上。白鹿虽然没说，但我感觉骂得好脏。狗头保命。4人嬉笑着回到香恋吧别墅，进门后发现大家都回来了。田曦薇立马冲上去，我刚刚在路人视角里看了你们的直播间了。秦燕，我们，田曦薇，对，从看烟花到你那个电影院，我都看了，太美了，太漂亮了。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不让他们嘉宾在节目上观看自己的直播，没想到田曦薇竟然会跑去路人的手机上看。秦燕，你们没去看电影？他的话成功让华少和张颂敏变了脸色。田曦薇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我们出了点意外没看成。花少听到这话，脸色一下黑了。秦燕眉头微皱，却也没跟着往下问，说到底这事和他没关系。弹幕，我当时在华少的直播间看了，猪猪姐说了她不吃那个生鱼片，花少还非要她吃，后面她就不舒服了，太过分了。她以为她是谁啊？张颂敏就是纯纯的头铁，还非要吃辣的。花少这人真的挺下头的，我一个钢铁直男都看得直皱眉，最后2个都看不成电影。最难受的还是猪猪姐，她招谁惹谁了？相比之下，秦燕真的好温柔啊。华少岂能和秦燕比？秦燕可是我们心中的老公。什么你老公？那是我老公。田曦薇和张吉他们围着秦燕说起烟花的事。郭麒麟一脸意外，烟花？你们还去放烟花了？田曦薇语气激动，对，在海边放的，蓝色的烟花，而且整个放了半个小时。秦燕点点头。郭麒麟追问，这样的好事他竟然没蹭到，可恶啊，怎么突然想要放烟花了？秦燕语气平静，吃饭的地方有这个项目，刚好想看就放了。不愧是燕哥呀，你也太浪漫了吧。郭麒麟实在是佩服，还好他早早就和白鹿配对成功了，不然女嘉宾肯定都跑他那边去了。别说女嘉宾了，
他都心动。田曦薇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场盛大的烟花。秦燕，你知道吗？你这个烟花在微博热搜第一。哦不，今晚有关项链吧的头条都是你的。田曦薇的话让所有人狠狠羡慕住了。热搜啊，这是艺人做梦都渴望的。他们不仅要付出巨大的辛苦，还要靠着团队的运作才能得到一条热搜。秦燕轻而易举就霸占了好几日的热度。张吉忍不住问道：“你这个烟花花费了多少钱？几百万吧？”众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让他们惊讶的不是这几百万，而是秦燕这无比轻松的语气。在问秦燕之前，他们都知道放这场烟花不便宜，几百万他们的估价之内。真正让他们酸到发疯的是秦燕这随手一甩就轻轻松松说出几百万的态度。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而是他话语短短。虽然只是认识秦燕几天，但是他们羡慕嫉妒恨的那个怨气。阿飘来了都得跪下。观察团里，嘉哥张大嘴巴对着张昭刚说道：“他又花出去几百万，这短短几天他就花出去几千万了。天哪，这是什么概念？张昭刚他家是不是做石油的？放眼全球，就只有石油国的人有这个实力了。”于朦胧神色麻痹，羡慕这个词我已经说腻了。如田人长得帅，还有钱，人还好，人生烦恼他一点都不沾啊。如果秦燕听到这话，肯定要反驳：谁说的？他也很烦恼好吗？这钱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弹幕还得是秦燕啊，刀刀致命。他们有钱人能不能自己一个地球？我最讨厌富二代了。不过 V 我50，我能克制。我就知道有人在替我享受生活，这个钱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吗？秦燕又是朴实无华的一天，你怎么知道他没做有意义的事？秦燕带我们体会有钱人的快乐，我真的哭死。秦燕准备看看今天系统的收获，主持人却在这个时候让所有嘉宾都下楼，对着镜头宣布：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节目的喜爱，我们下周再见了。好耶！田曦薇和李一桐举起双手欢呼。怎么这么快啊？白鹿错愕地看向秦燕。相恋吧周末不用直播，他是知道的。之前他对这短暂的假期还有些期待，现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所有人都欢快地鼓掌，对各自的镜头里的粉丝说再见。白鹿心里却隐隐不舍，没有直播镜头，他还算是他女朋友吗？听着主持说道不用录节目这2天，大家可以去忙自己的事，不受节目管制。白鹿心里更慌了。秦燕太优秀了，他不敢去想会有多少比他还优秀的人喜欢他。他和秦燕还没培养好感情呢。白鹿突然心里生出一个念头，那如果自己跟他告白呢？他会答应吗？第51，想约会，去我家呀。白鹿回头看向秦燕，他被工作人员围在中间，人群中他眉目如画，带着一丝不羁和俊朗的气息，仅仅只是一眼就让人心跳加快。李一桐他们早早就去收拾行李，下楼时两人跑出刑满释放的感觉。张吉戴着黑色的墨镜，拖着行李箱，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张吉，怎样？帅吗？秦燕笑了，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看得清路吗？张吉，你别管，帅就行了。秦燕，郭麒麟在旁边乐道，帅炸了。张吉不满意，继续追问秦燕，怎样？帅不帅？秦燕头都被晃大了，这人突然跟开了屏的孔雀一样。说好的运动员的成熟稳重呢？他捏了捏眉心，最后逼得没办法，只能说帅。张吉，真的？秦燕，别问，问就是非常帅。张吉，好，你长得帅，我信你说的。秦燕，张吉整个人自信起来，站得笔直，眼睛盯着楼梯的方向。这2天跟他相处的不错，等他下来就和他加微信，私下又能继续培养感情了。张吉快把楼梯盯穿了，终于看到李碧从楼梯上缓缓下来，他朝着张吉这边看了一眼，之后拿出手机，朝着他缓缓走来。张吉再也克制不住心里的激动了，他拿手机向他走来了，是不是说明他也想加他微信？那自己是不是等他主动就好了？张吉撞了下身旁的秦燕，李碧过来了。秦燕皱眉，关我什么事？这又不是他的节目女伴。张吉，不关你事，我就是炫耀一下。秦燕，李碧不急不慢朝他们这边靠近，脸上挂着温柔如水的笑意。她是典型的古典美人，一颦一笑都小鸟依人，让人十分有保护欲。见她靠近，张吉立马掏出手机，李碧却朝他身旁看去。秦燕，我们能加个微信吗？张吉，秦燕，气氛有那么一丝尴尬。李碧像是察觉不到，自顾自拿出手机。张吉气得直跳脚，
过分了呀！我还在这呢，要加也是我先加。李碧以为他也要加秦燕，笑着点头，退后一步道：没事，那你先加吧。张吉，他恨恨地看向秦燕，秦燕哭笑不得：兄弟，你听我解释。秦燕的话还没说完，后面的田曦薇和李一桐他们都冲上来，我也要加秦燕微信。郭麒麟和张颂敏都齐齐向他这边看过来。秦燕，完了，解释不清了。两人的话说完，后面的工作人员不知是谁先开口，所有人蜂拥上来，我们也要加秦燕。猪猪，那我也加一下吧。华少看着被团团围住的秦燕，眼神因为嫉妒而晦暗不明。半个小时后，秦燕怅然地看着手机上突然多来的3页通讯录。郭麒麟凑上来，你不用离开了吧？这不就是你的房子？秦燕摇摇头，还是要回家，那边比较方便。这里的房子我很少住。郭麒麟听完点点头，真是让人羡慕啊，房子多到都挑着住了。郭麒麟拍了拍秦燕的肩膀，那我先回去了，那边还有事忙，有来帝都就来找我，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秦燕笑着答应，其他人都被自己的助理或者经纪人接走。秦燕回头才看到白鹿还在原地看着他，你还不回去？白鹿一顿，啊，我助理让我在外面等他。秦燕点点头，犹豫一会，那我送你出去，总归是自己的女伴，这么让他一个人出去，他也不放心。白鹿听完眼睛一亮，连忙跑去拉自己的行李箱，跟在秦燕身后。秦燕边走边问，他让你在大门等吗？白鹿顿住，他已经把位置发给助理了，是可以进来的。看着秦燕盯着自己，他默默的点头，最后掏出手机发给助理，计划有变。两人并排走在沥青路上，地上的黑影拉得好长。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秦燕突然开口，这话把白鹿都吓住了。你怎么知道？秦燕心里叹了口气，从晚上节目结束后，他就时不时盯着自己看，看得人发毛，想忽略都难，我感觉出来的。白鹿惊讶，好厉害，这都被看出来了。他低下头，心跳再次噗噗跳个不停。哎呀，第一次和男生表白，没经验怎么办？半晌，他才憋出一句：秦燕，我。秦燕皱眉看他，见白鹿低着头，小脸羞涩，让人忍不住好奇他想说什么。你有女朋友吗？秦燕真是乐住了，我有女朋友还来参加恋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些网友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了。白鹿这才反应过来，笑着说道：对哦。秦燕知道他没女朋友。白鹿鼓起勇气，决定大胆示爱。我想说 B。 秦燕下意识把人往他身后拉，就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两人面前，车内探出一个女孩。你怎么在这？计划有变是变什么？白鹿，变你个大头鬼！白鹿心里抓狂，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真是不怕神一样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不是秦燕吗？白鹿，你的荧幕男朋友。小助理激动地跳下车，你好帅啊，节目上帅多了。秦燕低笑一声，明明他才从节目上下来，衣服都没换，还能有什么差别？小助理继续叽叽喳喳，你们怎么一起出来了？要出去约会吗？说完，他一脸严肃地看着白鹿，你怎么可以随便和男生出去呢？万一被拍到怎么办？虽然你们在节目上是情侣，但狗仔才不管这些呢。你们刚下节目就在外面让狗仔拍到了，那些花边新闻不知道怎么编排你们。小助理说要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白鹿整个人僵住，秦燕看出他的害怕，不过也是，她是个女明星，还是公司准备捧的小花，如果让人拍到，确实对她影响不好。秦燕替他开口解释，我们没想出去，只是送他到门口。这话还没说完，小助理就伸手示意他打住。偷偷观察四周后，他回过头神神秘秘地说，你们要是想约会，我给你们找地方啊，保证没人知道，实在不行去我家呀。白鹿，秦燕，第52投资，你放心，我就在屋里猫着，绝对不出来。小助理的话说一半，直接被白鹿捂住嘴。他红着脸朝着秦燕说道，他喝酒了，胡说八道。说完，人就被塞回车里去。看他慌乱的样子，秦燕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被助理这么一闹，他想要说的话顿时说不出口了，只能呆愣道，那我回去了。去吧，路上小心。秦燕挥挥手跟他告别。小助理探出头，再见了，有空来找白鹿玩。再次被拽回车内，传来小助理的报名。随着汽车的远去，逐渐安静。回到家后，秦燕洗澡完躺在床上，这才开始翻开系统，看看自己收获了多少礼包。今天全部获得的情绪值有8万多，
获得2个礼包，花费400多万，银行卡消息提示收入900多万。秦燕勾了勾嘴角，这个系统真的不错，有了它，根本不担心花钱太多，只有担心钱花少了。恰好这时，母亲给他打开电话，往时他会这个时间打过来，就是自己那2天消费记录超标了。喂，妈，燕燕啊，妈妈刚刚看了你下播了，才打电话给你。怎么样，和那个白鹿的女生相处的还好吗？秦燕想到白鹿那想娇美的小脸，嘴角缓缓勾起。周丽没等到儿子的回应，知道他就是这个性子，就没再说下去，转了换题说道：对了，我查了你的银行卡，怎么你花了那么多钱，银行卡的存款反而更多了？秦燕连忙找了个借口忽悠过去：啊，这个是因为我投资了朋友几个项目，这几天有些收益。周丽听完立马激动起来：真的啊？什么项目？自己的儿子虽然不混，但他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对生意场上的事一点兴趣没有，从来不愿意插手，如今参加个节目还突然开窍了。秦燕知道老妈这是听进去了，只好继续扯谎，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小打小闹，这你就不要管了。周丽叮嘱他不可以做违法乱纪的时候，又问道：那你资金够不够？需不需要妈妈再转2亿过去？秦燕他父母就是这样，陪他的时间少，只能在金钱和物质上疯狂满足他，拒绝了好几次，周丽才歇下这个心思。不过他这个来电也提醒了秦燕一个事情。挂了电话后，他躺下床上想，不能光靠这样的消费来获得系统奖励，这样的消费花费不多，收获也是固定性的，如果他把消费花在投资上呢？系统，秦燕将系统叫了出来。宿主，消费返利这个钱可以用在投资上吗？这个只要是您真真实实花的钱，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后期我投资所获得的回报呢？应该还是宿主您的。秦燕听完略略嫌弃，你这个系统怎么连自己的业务都不熟的？话说完，就听到系统暴躁的声音：什么不熟？别人都是恭恭敬敬的供着我的，就你又是推拒又是嫌弃，几个意思？秦燕笑出声来：那你说什么叫应该？系统，这人类太狡猾了，他说不过人家，见人家不说话。秦燕又躺回床上，悠悠说道：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需要我自己去试，试错了，成本需要我自己承担是吗？系统，是。秦燕挑眉：行吧，我就找机会试试。现在又有个问题了，2天不用录节目，我要怎么收获情绪值啊？系统，你看吧，我就说你业务不熟，你该不会是出来实习的吧？系统，你才实习，我可是最新的系统 3.0， 最新啊？那你哪里出来的？系统，这人类在套我话，绝对的。后面系统直接装死。秦燕觉得没意思，才拿起手机玩。刚刚加了工作人员后，他们还拉了一个群，有个后勤人员截图出几张他在节目中看烟花的图，群里一群夸他帅的。秦燕，照片拍得不错。秦燕发完消息后，在群里发了20个红包，连下红包雨，整个群都沸腾起来。燕哥，点进群，我还以为过年了，感谢燕哥，燕哥天下第一帅，永远效劳燕哥。群里工作人员说要效劳秦燕时，忙着捡红包的导演急忙甩出几个问号，却直接被顶了下去。导演，妈的，捡几个红包，家被偷了。燕哥你看看，我这镜头做的怎样？不好我给你改，不改到你满意为止。我不睡觉，今晚的夜宵有着落了。燕哥万岁！看着屏幕击飞弹打的烟花和礼炮，太热情了。秦燕默默遁走。白鹿瞬间发来消息：你到家了？刚到。白鹿，那你都不找我印表情包？秦燕刚拿手机。白鹿，哎，突然下播，我还有点不舍得委屈表情包。秦燕，白鹿，我们还要2天后才见面呢，不知道为什么。秦燕感觉白鹿像在跟自己撒娇，估计是自己想错了吧。秦燕，可以来找我玩。白鹿，好耶！白鹿高兴地在床上翻了个身，修长白皙的小腿在空中晃了晃，宣示着现在的好心情。2天，他如果快点拍完戏，估计真有时间去找他玩。白鹿和秦燕聊了一会，在助理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和秦燕说了声晚安。叮，杨幂，燕燕，明天有空吗？幂姐找我。秦燕想不出来她要找自己干嘛。秦燕，明天要去国外看我爷爷奶奶。怎么了？杨幂，哦，这样啊。杨幂，没什么，本来想找你说个事，你忙就等你回来再说。秦燕，好，
我回来告诉你。杨幂 OK。 看到杨幂的消息，秦燕这才想起来，投资的事，她可以投资娱乐圈啊，一个项目可能也就几千万。这么想，那确实该找个时间和蜜姐好好谈谈。突然他就感受到系统里缓缓上涨的情绪值，奇怪，我不是没在节目上了吗？怎么还有情绪值？他想了半天，才想起自己微博上还有个账号，是以公众人物出现的。打开发现，原来是刚刚的群里的工作人员吧，自己发的红包与截屏到了网上，一下收获几千个点赞。秦燕好奇地点开评论区，点赞最多的评论都在最上面。哇，拥有秦燕的群也太幸福了吧！拉我进去，别逼我，求你，红不红包的无所谓，需要是想和你们成为同事，可以拉我进去吗？我们55分。帮我问下燕哥还需要群吗？我一天能24小时活跃。秦燕刷着刷着，竟然看到个黑自己的大 V。第53，杨幂的弟弟。主要是说他在上流社会从来没听过秦燕这个名号，怀疑他在节目上的消费行为都是节目组安排好的。这本来没什么，但这条视频却因为的华少点赞又立马取消而火了。这下网络上冒出质疑秦燕身份的消息出来，消息扩散的十分迅速，引来他的伪粉和黑粉在网上展开激烈的骂战。华少都点赞了，肯定是真的。我就说 S 是怎么突然出现秦燕这号人物，就是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微博都是刚注册的。如果是节目组安排的，拿那些花费呢？哪个节目组刚花这么多钱来，就为了给他人设，为了火呗？之前杨幂那部时代电影，不也是靠着砸钱模仿上流圈子火了？如果是人设就合理了，正好顺手给那些车子的品牌商打广告，也花不了多少钱。我是节目组工作人员，秦燕这个才不是人设，节目组说的谁信？因为加入话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系统的情绪值不落反增。秦燕在床上饶有兴致地翻着评论，突然想到，微博也能增加情绪值的话，该用它做些什么好呢？次日中午，秦燕打开微博，看见更多的大 V 都在质疑自己的身份，更有人对自己的人设做了分析视频，讲的那叫一个绘声绘色。如果不是他们讲的人，就是自己，他都要信了。之前发的那条微博都快被黑粉占领了，只有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帮自己坚持着。你们凭什么这么说我家秦燕？就是你们找不到他的身份，说明你们没本事，人肉他人是违法的。笑死，就你们这几个还在这里嘴硬呢，没看见你家正主都不吭声了，他只是个素人，算个什么主？看来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秦燕拿起手机拍了下自家猫猫在飞机上的背景，配文豆豆回国了。很快评论就有人留言，第一条的竟然是杨幂，你出国了？秦燕直接在评论区回复，去国外接回之前养的猫。啊，是蜜姐。蜜姐和秦燕认识吗？在同一个节目肯定认识，难怪大家说秦燕富二代是人设呢。很快评论区提出质疑，上面的点赞瞬间超过1000多。飞机上不是不允许携带宠物，而且你的宠物在飞机上跑跳，太假了吧。之前秦燕对于这些质疑一律不予回复，才导致网上质疑的人越来越多。这次秦燕破天荒的回复，这是我的私人飞机。老公，你终于回消息了，快打他们脸，竟然质疑你私人飞机，真是开玩笑。王思聪有私人飞机，你也有私人飞机，怎么这飞机便宜到都人手能一辆了？底下一堆人质疑的，甚至还有人直接艾特出王思聪的账号，也有为秦燕争辩的伪粉。我看你们就是典型的见不得人好，超过自己的认知就觉得这些都不可能，坐个飞机就说是私人的呗，谁不会？秦燕看着这些无聊评论叹了口气，按照往常他看都不会看一眼，别人相不相信关他什么事？现在他却不能这样，他需要观众的情绪值。看到系统缓缓上升的数据，秦燕掏出手机拍了一段豆豆在飞机上玩耍的视频。视频中豆豆身上挂着一个偌大的蓝色宝石，他身上洁白柔软的毛发与宝石相得益彰。视频追着豆豆的身影，所有人才看清这里面的布局：走廊、客厅、私人影院、餐厅，甚至还有一张1.8米的大床。这哪里是私人飞机啊，这简直就是豪宅。要不是镜头里清楚地看到餐厅后面的窗户，认出这是飞机专用的窗户，还有沙发上的安全带，谁敢相信秦燕这是在飞机里？一时间评论区炸成一团。我的天，这真是私人飞机吗？看着周围的设计是飞机没错，但是这个太好了，长知识了。我第一次这么详细的看到飞机里面的豪宅，
今晚做梦有素材了，就没有人注意到那只猫身上的项链吗？那是在英国展示过的海洋之眼，价值1000多万。卧槽！卧槽！戴在猫身上那条，活得不如猫系列，猫都比我值钱。燕哥家里还缺宠物吗？看看我怎样！这世界上多我一个有钱人会死吗？我一怒之下把风扇开到3档。秦燕这个视频震惊了不少看热闹的网友，那些质疑的声音一下就被新评论顶下去。感受到系统慢慢上涨的情绪值，秦燕满意的勾了勾唇角。这时手机铃声响起，秦燕看了一眼，发现是杨幂打来的。秦燕接起，就听到杨幂的亲切美艳的声音响起：燕燕，你今晚在家？秦燕想了想，自己回去后应该没什么事了，在的。杨幂，那方便我们过去你那里坐坐吗？幂姐要过来。秦燕想到，可能是这2天黑粉的视频给节目带来影响了，杨幂估计是想出什么解决方法要跟自己商量。当然方便，幂姐跟我还客气什么，来就是了。杨幂听完松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我正好有个跟拍要录，是要采访一个朋友的，就几个镜头，你方便吗？果然是自己想的这样，秦燕答应下来，就听到杨幂语气更加亲切。电话挂断后，就听到杨幂给自己发来消息：我到的时候发消息给你。黄昏将至，杨幂和她名下一位艺人热巴在保姆车上开启直播镜头。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幂，我是热巴。弹幕：幂姐，热巴，你们开直播了，太好了，终于看到你们同框了，2位大美女私底下感情真好，这是准备去哪里？参加节目吗？什么节目？我要去追。热巴乖巧的跟在幂姐身边打招呼，看到粉丝们都好奇，杨幂笑容灿烂的说道：今天我们不是去参加节目的，是要去采访我一个好朋友。弹幕：什么好朋友？也是美女吗？是不是最近在合作的人？还是幂姐又签约新人了？杨幂摇了摇头，今天这个朋友比较特殊，你们见过的，他可以算是我的弟弟，因为我妈妈和他的妈妈是好闺蜜。杨幂这么说，更是引起众多网友的猜测。谁啊？谁那么幸运能让幂姐公开认下这个弟弟？弟弟帅吗？有女朋友吗？这是谁准备进去娱乐圈了？所有人都在猜测杨幂去见的人会是谁，她却自顾自地向大家介绍起她这次带去的见面礼。很快，车子停下，眼前的镜头把大家都吓了一跳。第54给你做饭吃。偌大的庄园外面的铁门上是2只威严的石像，放眼望去是偌大的花园，旁边是游泳池。弹幕：卧槽，卧槽，这房子真大，不怕笑话。那个游泳池比我家还大。上次让我这么震惊的还是秦燕的别墅。杨幂这是来哪个大佬家采访了？能住这里的人肯定非富即贵吧？羡慕这个词我已经说腻了，我现在很好奇到底是谁命这么好住这个地方。好啊，我看看是哪个有背着我偷偷发财了。小车刚进门口，门就自动打开，保安领着他们将车停好。靠近别墅后，秦燕从屋里出来，热巴腼腆的跟在杨幂后面，直到秦燕走出来后，她整个人呆住了。天，竟然还有这么好看的人，比他们圈里的一线男星还好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这股从容不迫的气质，这是谁也学不来的。他最近在拍新剧，档期挺忙的。幂姐那个节目之前匆匆瞥了一眼，那时秦燕第一次参加节目，玩世不恭的坐在行李箱上，仅仅这一眼，他就被秦燕身前这种金贵的气质吸引。幂姐怎么不早和我说自己说是要来见他啊？热巴紧张的低下头，看了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潮牌私服，不算难看，但也不像在节目上那么耀眼。早知道我就穿条最好看的裙子出来了，头发也没弄，化的还是淡妆。热巴还在懊恼，秦燕已经走到他们面前了。幂姐，弹幕：我去，这不是秦燕吗？幂姐说的那个弟弟就是秦燕啊，他们原先认识，难怪啊！不要告诉我还是秦燕家的房子，他都从里面出来了，还能有错？该死啊！这家伙又整了套大的。杨幂捂嘴笑道：是不是挺意外我们会来？秦燕：没有，秦燕是会来事的人。杨知道幂想要营造出他们之前就认识的样子给网友看，他十分默契的配合着。杨幂对着镜头说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我妈妈闺蜜的儿子，我的弟弟秦燕。想来很多人都在相恋吧，节目认识了。秦燕对着镜头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秦燕。弹幕：哇，秦燕好帅，我老公，这是我老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秦燕也太帅了吧，
现在两位大美女面前一点都没被比下去。说真的，我很喜欢她身上的气质。可恶，帅和有钱都让她占了，我们算什么？算 NPC。女娲，我们谈谈。杨幂将身后的热巴拉了上来，对秦燕说道：“这是热巴，刚刚跟着我一起录节目，就被我带过来了。”热巴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腼腆的跟秦燕打招呼：“秦先生好，我是热巴。”我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紧张？丢脸，实在丢脸。秦燕不失礼貌地打量他眼后，收回视线，感叹道：“娱乐圈漂亮的女人真的多，杨幂和热巴、白鹿都是一等一的美人，难怪他们圈里有些人说到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娱乐圈。”杨幂将手上的见面礼拿给旁边的佣人，就跟着秦燕进屋。杨幂，阿姨在吗？秦燕摇摇头，我妈和我爸现在都在国外。杨幂一脸失望，我还以为阿姨在家呢。进门后，杨幂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钱人的装修。屋内大理石金碧辉煌，楼顶是硕大的水晶吊顶，漂亮的吊灯一直从楼顶垂落下来，像一条耀眼的水晶瀑布。热巴整个人都呆住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房子。弹幕，我终于看到什么叫富丽堂皇。这是房子吗？这是城堡吧？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给这里养电费的，月薪3000的我三番五次刷到秦燕，月薪5000能入手这样的房子吗？这房子唯一的缺点不是我的，人家的是豪宅，我家的是狗窝。谢谢秦燕了，她上次那套别墅我就没勇气看下去，她现在又给我整一套更大的出来，真的是给我穷笑了。此刻，网友们都被秦燕的房子狠狠羡慕住了，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么大的地方到底需要多少钱，一年多少物业费。秦燕带着杨幂到屋外的花园转转，看着中间最大的蔷薇拱门，你家这些花养的真好看，我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可惜我养不好。这个花园里的花草每个月都有请人来维护。弹幕，你们有没有发现热巴看秦燕的时候脸都红了？发现了，秦燕和热巴也好配。才不是，秦燕是我们家白鹿的，就是他们在节目上都是情侣了。简单的转了转，秦燕带着他们回到屋内，杨幂朝着镜头说道：“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热巴，拜拜。”关掉直播后，杨幂松了一口气，回头跟秦燕说道：“你微博上的评论怎样？”秦燕还没去看呢。杨幂接着说道：“这次的黑粉来得太诡异了，怕你和节目受到影响，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帮你澄清。”秦燕点点头，笑着说道：“没关系，谣言嘛，会不攻自破的。”秦燕想到自己投资的事，又继续问道：“幂姐，晚上赏脸，留下来吃个饭怎么样？”杨幂想到她家那个4开门的冰箱，今天自己是有事拜托她的，该表现好一点，打个感情牌，给秦燕留个好印象。于是她说：“你一直在节目上请客吃饭，我还没谢谢你呢。这样吧，我和热巴露一手，给你做饭吃怎么样？”第55，我可以全资吗？秦燕听完，皱着眉说道：“这不好吧，家里有私厨呢，怎么好意思让2位美女客人来家里给她做饭？”杨幂耸耸肩：“这有什么？我们私下聚会经常都是在家里做饭。”尽管她这么说，秦燕还是义正言辞的拒绝，让家里的厨师来就好，幂姐不用忙活。秦燕带着2人去客厅坐下，杨幂手机突然响起，看到来电显示，她先是意外，又跟秦燕说了声抱歉，就出去门口接电话。打电话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准备投资他电影的大老板。为了这部电影，他和团队没日没夜准备了半年时间，后面拉投资更是动用自己全部人脉，终于让得到王总的点头。这2天你好合同就可以签约了。杨幂放缓了声音接起电话：“王总，您好。这个杨幂啊，你现在方便吗？”“现在啊，我方便啊，是有什么事呢？”杨幂以为是合同方面有什么问题，谁知道王总直接来了句：“那个，我和你说下，你这个电影我不投资了。”一句话，杨幂如遭雷击。王总，这是为什么？王总当然不敢说自己看中了别的导演的新电影，只说：“你这个进度太慢了，接下来我也要忙，就不等了。”杨幂立马解释：“怎么会呢？我们演员都找好了，就准备定日子开拍了呀。”王总，算了，不想投了，以后再合作吧。他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一个机会都没给杨幂留。杨幂现在门口疲惫的叹了口气，看到不远处佣人传来探究目光，这才想起来自己在秦燕家，只好强打起精神进屋。大厅内剩热巴和秦燕2人，热巴时不时往秦燕身前瞟，而他只是低头翻动着手上的菜谱，
交代佣人今晚要准备的晚餐，偶尔问热巴两句他们有什么忌口的，其余并没有过多交流。秦燕客气疏离的样子，让热巴对她更加好奇。圈内的人都说她美的足以艳压群芳，任何人见到她都会被她的魅力吸引，想办法上来跟她搭话，还从来没有人像秦燕这样不把自己当回事的。热巴还在出神，杨幂就回来了，她一眼就看出对方脸色不怎么好。热巴关切地询问：幂姐，怎么了？杨幂摇摇头，随后叹了口气，像把秦燕当成自己人一样，直言不讳说道：我们之前答应我们投资的那个王老板，现在他突然打电话来说不投了。热巴听完也是脸色一变，怎么会这样？杨幂叹了口气，估计是觉得不合适吧，还没签约，反悔也是正常。热巴跟着愁起来，幂姐为部电影问的付出很多努力，现在好不容易要筹备完了，却突然出来这个事情，难怪幂姐难受。杨幂此刻心情也不好，原本就快成功了，现在又得重新找投资人，想到拉投资会遇到的困难，她就忍不住叹气。秦燕听到投资，一下就来了兴趣。什么投资？我想筹拍一部电影，最近在找投资人。杨幂看出秦燕十分感兴趣，原先她是想让秦燕担任电影里的男二号的，她长得好看，最近很有流量，杨幂想签下她。本来以秦燕这个身份和实力，让她来演自己的男二已经是委屈她了，现在她被撤资，连启动资金都不够，实在没脸再请秦燕拍。秦燕是没想到杨幂找她是为了让她出演电影的男二号，还以为她是来找自己投资的。在听到杨幂的解释后，她直接被吓到了，让我出演你的电影男二号。杨幂点点头，是啊，你觉得可以吗？秦燕，不可以。杨幂，她本来想如果秦燕有一点犹豫，她就有把握说服她，没想到秦燕会拒绝这么彻底。杨幂心里有些失落，但她没资格去勉强她。秦燕压根不差钱，只有她有兴趣进娱乐圈，才会答应自己。她既然没这个兴趣，她怎么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想通这点后，她换回笑容，一脸温柔道：没关系，我也只是觉得这个角色适合你，想要让你来试试，你不愿意的话那就不要了。秦燕点点头，她想要涉及娱乐圈，但仅限于投资，而不是做演员。娱乐圈的粉丝太疯狂了，一旦做了演员，她就需要被粉丝牵扯，光想想吃个饭都会被跟踪，她就觉得够够的了。秦燕直接说道：幂姐，我对做演员没什么兴趣，但我娱乐圈的投资项目有兴趣。投资？对，比如说幂姐你说的电影投资。杨幂和热巴听到这里眼睛都亮了，像看到什么救命稻草，但在对上秦燕清澈明亮的眼神后，她很快冷静下来。秦燕虽然有钱，但到底年岁还小，没什么社会经验，投资有风险，她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电影拍摄后能不能大卖。电影拍完，透过审核，在这环节中因为各种原因播不了的情况，娱乐圈里屡见不鲜。秦燕是妈妈闺蜜的孩子，万一电影播不了，那她岂不是坑了秦燕？秦燕见杨幂眼里闪过纠结，不由问道：不行吗？杨幂看向秦燕，一脸认真的说道：燕燕，我把你当弟弟，有些话幂姐不能骗你，投资是有风险的。秦燕点到头，这个我知道。杨幂，你知道就好，我不能保证你投资我的电影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杨幂很认真的给秦燕讲了很多娱乐圈内投资可能携带的风险，这让她十分感动。她这么解释，说明是真的有为她着想，怕她的钱打水漂，但她现在还不愁打水漂的事。幂姐，你不用劝了，我是真的想投资，比起投资别人，我觉得投在你这里更加靠谱。杨幂被她说的一愣，她没想到秦燕会这么相信她，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你就说投资需要多少钱就行。杨幂看她样子不想开玩笑，和热巴对视一眼后，她小心翼翼说：可能需要9000万。秦燕皱了皱眉，才9000万，这不算什么大制作吧？虽然这个钱不少，但她拿得出来就不算多。杨幂看她微微皱起的眉，心里咯噔一下，9000已经是她最保守的价格了，本来是需要1亿的，不过也理解，谁会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投资？杨幂，不用一下拿投资这么多的，我到时候分成几股，你想要投多少都行。秦燕听完，眉头皱得更深了，9000万还是全部开销啊？那这电影的阵容应该一般，不过想到有些素人电影反而比一些流量明星拍的还要好，秦燕也不过多纠结了，她又不是专业人员，纠结也没用，而且自己只是要测试系统，钱少点也没关系。9000万返利下来，她有1.8亿，这么算不少了。那幂姐，我可以全资吗？可嗨，第56王思聪，你有没有把我当兄弟？
被自己杨幂刚送进去的水呛到了，整个脸涨红无比。热巴看见，连忙给他送上纸巾。你说什么？唉，秦燕神色认真，我想要全资。杨幂皱着眉，燕燕，全资需要9000万的，这不是一笔小费用。秦燕，好家伙，自己这是被看清了？难道他这几天表现的还不够有实力？花少了，绝对是自己花少了。最后，秦燕终于把这事定下来。为了庆祝，他还特地让佣人开了一只康帝。热巴看着这一桌子珍馐佳肴，这么多菜，杨幂、燕燕就是这么热情的，你这让我不好意思了。杨幂这话说的是真的，秦燕二话不说就投资了他的电影，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应该让他请客才对。像那个王总，还没投资前就坑了他3顿饭，光是这笔花销他都花10几万了。最后他还放自己鸽子，杨幂越想越心疼，忍不住在心里骂那个不要脸的老狐狸。热巴刚开始还惊世一会，在吃到蓝记金枪鱼做的牛油果塔塔后，他眼里的光全都溢出来了。幂姐，这个太好吃了吧，你快尝尝。杨幂宠溺地看了一眼热巴，热巴是吃货看到好吃的，什么出息都没有了。秦燕抬头看了一样热巴，她两颊色的鼓鼓的像个仓鼠，看起来十分可爱。看来这今晚的菜色十分符合女孩子的胃口。秦燕忍不住想到作为吃货的白鹿，她吃饭这些菜会是什么样子。杨幂提议道，我们拍个照片怎样？好啊，庆祝我们第一次聚餐。秦燕想到自己微博，也跟着同意了。她特地拿起手机，杨幂和热巴在她左右，身后是一桌子美食。哎呀，燕哥你这角度会把我们拍胖的。热巴娇嗔。秦燕忍不住看了她一眼，热巴一点都不怕，身材丰腴有致，胖一分太胖，瘦一分太瘦，喂一下那双白皙的长腿，更是吸睛。哪里胖了？女明星真的是对自己太苛刻了。秦燕还在出神，热巴就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调整了下姿势，要这么拍，我们2个才显瘦。她调整完后立马收回手，丝毫让人感觉不出哪里故意。秦燕把照片拍到网上，配图和2位美女共进晚餐，又是朴实无华的一天。杨幂和热巴同时转发了她的微博，有了这个热度，她的评论区很快让人霸占。卧槽，你小子何德何能与我2位女神共进晚餐？秦燕，你又来气我，木了，告诉我，杨幂和热巴2个谁比较好看，谁比较香？热巴气质绝了，我又酸了。说实话，我想成为秦燕，下辈子要怎么投胎才能像她这样？谁注意到秦燕桌上的金枪鱼吗？这玩意听说10几万。卧槽，真的假的？先别看鱼了，就他那边的那只红酒，20万。你就是这么形容朴实无华的？秦燕又让我长见识了，感受到网友情绪。秦燕满意的放下手机，要喝杯红酒吗？秦燕礼貌询问。热巴看了看秦燕，又看了看杨幂，下意识的说道，不好吧，明天还有工作。杨幂，确定不尝尝？这可是珍藏版红酒，20多万一支呢，有钱都买不到。热巴，那给我倒一杯。杨幂，她朝着秦燕笑得一脸无害。最后，热巴回去时，人已经醉得不成样子，是杨幂和她的助理架她回去的。那我们就走了。杨幂朝着秦燕说道。好的，路上小心。杨幂刚走，秦燕就回房间查看系统的情绪值，翻看微博评论。原本和谐的评论区不知什么时候又被黑粉掺入，看着一堆发言都差不多的评论，秦燕真是看笑了，忍不住评论道，有些水军太儿戏了吧，请水军也不请贵一点的，不知道便宜没好货吗？好多评论都是复制的，底下回复哈哈，本尊亲自下场回怼，便宜没好货，这是秦燕给你们最真诚的忠告了，记起来要考。燕哥，哪里用得着你来，边上看着就好，我们战斗力可强了。秦燕看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就听到杨幂打电话过来，燕燕，评论区的留言你看了吗？我正看着呢。杨幂以为她被恶评伤害到了，连忙安慰道，你别急，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买水军来抹黑你的，我现在就回公司，让我的公关给你处理了。听到杨幂要处理这些水军，秦燕连忙道，幂姐先别。电话那头的杨幂明显一顿。秦燕回道，要处理直接就让公司的公关处理了，我只是想看看对方到底要干什么，而且这个事情会发酵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先别插手，他留着这些黑粉还能挑起网友的情绪值呢，管他什么情绪，只要系统数值能升就行了。杨幂听他有安排，就不再说什么了，
看着评论区的恶评发酵的越来越严重，秦燕满意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才发现白鹿竟然给自己打了20多个电话，可是他睡前把手机调静音了，一个电话都没接到。打开微信一看，好家伙，整整一页都是白鹿的语音。秦燕，你在做什么？怎么不接电话？你看到那些评论了吗？别怕，我让我的经纪人给你想办法，他们说的都是假的，是水军，你可不能把他们说的话放心上。说到最后几条语音，白鹿都带着哭腔了，看来这傻丫头真的急坏了。秦燕没有将后面的语音听完，就直接给白鹿打了电话，那边几乎秒接。喂，秦燕，你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接电话？听到白鹿话里话外的关心，秦燕心里有暖流涌过。昨晚喝了些酒，早早就睡了，手机调了静音。白鹿，秦燕不好意思的摸了摸鼻子，尴尬道：不好意思，网上的恶评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让公司的人处理就好了。白鹿听完一愣，你不是已经让人回应了吗？回应？秦燕皱了皱眉，难道是蜜姐？不是说不要出手了，最后她还是忍不住了吗？秦燕打开微博，才发现之前不停有账号为了证实她的身份是人设，一直在她底下@王思聪，不过对方一直没有回应，直到凌晨，她竟然在底下回复秦燕，你回国怎么不告诉我？有没有把我当兄弟？第57，白鹿的邻家妹妹装。卧槽！王思聪出来回复了，他和秦燕认识的。王思聪是华夏的富二代之一，由于他频繁出现在互联网上，所以网友对他很是熟悉。王思聪都和秦燕是兄弟了，那就说明秦燕的身份不是造假了吧？搞不懂，柜台台长都亲自承认过秦燕的身份，怎么还会有人说他是人设？有些人就是嫉妒，见不得人家好呗。没错，他和王思聪认识，因为父母的原因，小时候经常被他爸爸带来跟自己玩，后面出国和他联系就少了，但是逢年过节，王家还是会寄节礼到国外给爷爷和奶奶。秦燕翻了好几页评论区，看来他在华夏的人气很高，所以他的回复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情绪值。只不过在他的回复后，关于他人设这个话题也被终止了。打开私信，终于在底下翻了到王思聪的，上面是他的手机号。秦燕点了个添加，就没再去管。他突然想起前几天节目组说的那个孤儿院。这时白鹿发语音过来，问他什么时候去相恋小屋。我晚饭后过去。啊？哦，怎么那么久？正好有事。怎么了？没事。那你去忙。好。白鹿正在剧组里卸妆，提前放了半天假的他心情大好，想着怎么开口邀秦燕出来，谁知道他竟然有事，心情顿时低落起来。他低头看着手机上秦燕在微博上发的那张合照，上面他和杨幂3人笑容灿烂，小助理是白鹿的闺蜜，一眼就看出白鹿心情不好。怎么？他没空？白鹿委屈地点点头，他说他有事，他不敢说是不是又去找杨幂还是热巴了，可心里就是忍不住酸溜溜的。他抬头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忍不住问助理，你说我们3个谁好看？小助理一猜就知道他问的是谁，连忙安慰，哎呦，姐妹，你们3个有可比性吗？白鹿，她抬眼看向自己的亲闺蜜，一副她敢不给自己面子就和她拼了的表情。助理在她的注视下笑得谄媚，当然是你好看啊，白鹿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了。真的吗？当然。为什么？因为我有姐妹滤镜。傻了吧？都傻了。白鹿拽紧粉拳，在空中挥舞了2下，就被化妆师按回椅子上。助理咯咯笑了2声后，对着镜子里的白鹿说道，你问这个问题就是多余，你和蜜姐她们是不同类型的美，怎么比？你该问问那个人喜欢哪个才对。白鹿愣住，问他喜欢哪种吗？光想想他就觉得心跳加速，哪里还有问出口的胆子？那个秦燕长得好看，还那么有钱，人还好，围在他身边的莺莺燕燕肯定不少，就是他不要也有主动找他的。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就主动一点，大胆一点，光在这里伤感有什么用？白鹿抬头静静看着小助理，想着他说的话，你不是还和他参加恋综吗？你们可是荧幕情侣，有这么大的优势你还不珍惜？而且你们还有小时候的情分在呢。白鹿想起他和秦燕相处时的种种，半晌之后重重点头，你说的对。秦燕直到晚上才回到相恋小屋。弹幕，哇，可算有秦燕的镜头了，我们燕仔就是帅，全世界最帅。曹贼，为何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他不来了呢。怎么可能不来？白鹿都还在呢。陆燕 CP 站起来。
把刚刚塞我们嘴里的狗粮都给他们吐回去，让他们尝尝我们的狗粮。先别说狗粮了，先说说他们这队的脸吧。来得正好，郭麒麟见到他，激动的小跑了过来。秦燕看着他下巴贴着地纸条，忍俊不禁。你们在玩什么？大伙正在打牌。打牌你会吧？秦燕还没回答，郭麒麟就说，你不会也得会。怎么说？你去看看你的女人就知道了。我们在打牌，输的那队贴5张纸条，弹幕单方面压制，一个人倒霉我见过，没见过一队都倒霉的。还好输的只是贴纸条，要是赌钱，底裤都得输给人家。见过手气差，没见过手气这么差，又菜又爱玩。等着吧，秦燕会赢回来的。待会4人一起输，更丢脸。秦燕皱着眉，看着角落那个熟悉的背影，似乎是不愿意让自己见到。他一直背对着自己。李一桐强行将他身子掰了过来，就看到李一桐和白鹿2个脸上都被贴满纸条。输反圆了。噗！秦燕冷不丁一句话，都得大家哈哈大笑。白鹿把头直接埋在李一桐的肩膀。我就说不完的。他特地让化妆师给他画个甜美的邻家妹妹妆，想狠狠惊艳秦燕一把。谁知道进门就被拉着打牌了，还输得这么惨，丢人，太丢人了。李一桐以为他是因为输得太惨伤心了。放心吧，麒麟会为我们报仇的。花少兴奋的声音顿时响起。哎，王炸，你又输了。没关系，秦燕会帮我们赢回来的。李一桐下定决定，朝秦燕说了句，秦燕加油。弹幕哈哈，笑死了。李一桐这没用的东西。虽然但是他们这手气也太烂了吧。上厕所洗手没有。不得不说，华少打牌真的厉害，赌神附身。花少笑得一脸得意。怎样，还打吗？打。郭麒麟说完，把牌塞到秦燕手上，让他来和你打。秦燕一脸茫然地看着他，我不会啊。不会怎么不会？你都看我打1局了，打1局就会了是吧？有我在，你怕什么？弹幕有你在才可怕。乐了，打不过让秦燕上去刚。秦燕打都不会打。哈哈，秦燕放心，一定搞砸。我敢说输定了。华少双手环胸，笑得一脸得意。认输吗？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就是啊，你现在认输我们就不玩了。张颂敏输的也是惨，他是替张吉的位置，在角落那里，贴到眼睛都看不到了。他是不想输得太难看，但是碍于华少是魏台一哥，他实在不敢得罪，只能劝秦燕放弃。第58手不是这么签的，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别人用这种瞧不起人的眼神看他。打就打呗。秦燕坐了下来。系统出来。系统听到秦燕的呼唤，立马从脑海里蹦跶出来。他不会打牌，只能借助系统了。有没有关于赌神技能？有，宗师级赌神技能。有这个技能，是宿主能领悟到全世界最厉害的赌术，麻将、打牌、赌马、出签都不在话下。秦燕听完眼睛一亮，这个技能好，怎么兑换？需要4个福利礼包兑换。秦燕听到这里，眉头都皱紧了。你趁火打劫呢？系统被说的心虚，这可是世界顶级赌术，拥有了受益终身。贵一点，正常的。秦燕没其他办法，只好答应兑换。而以这个技能还算有些用处罢了，换了就换了。宿主宗师级赌神技能兑换成功。秦燕闭上眼，只觉得脑海里有无数张牌和手指晃动，令人目眩。片刻后，他又迅速恢复清明。华少从刚刚眼神就没离开秦燕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他竟然感觉到秦燕的气质变了，变得淡然自若，仿佛能洞悉万物。花少想想，怎么可能？估计是知道自己会输想开了。弹幕，我看秦燕这个样子不像不会打牌，他都说自己不会打了，难道还会骗人？笑死了！我有点期待他全身贴满纸条的样子。你放心，花少不会放过他的。这么敢说，你不要命了？秦燕和华少之间的暗流涌动，大家都看在眼里，只是节目组为了收视率，嘉宾畏惧华少一哥的位置，谁也不敢插手。加上秦燕根本没把华少放在眼里，这架到现在都没掐上。所有观众都在看着华少怎么去赢秦燕。华少，谁叫地主？张颂敏看着他们2个，不敢说话，笑死，斗谁他都赢不了，他们2个斗自己也赢不了，抢什么抢？有什么好抢的？秦燕看谁也不说话，我来吧。说完，2个人都脾气看着他。张颂敏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这可是你让我逗你的。弹幕，哈哈，我家哥哥太可爱了，知道谁也不敢得罪。牌没学会，牌上人情学的不少。秦燕不会打牌，还敢叫地主，胆子真大。初生牛犊不怕虎，看着吧，他待会儿一定会输得很惨。所有人都觉得秦燕会输。郭麒麟怕秦燕输得太难看，打了个哈欠说道：“打2局就不玩了，太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华少手气太好，所有人都觉得秦燕一定会输。半个小时后，华少抓起手里得牌，激动地站起来，4条2，王炸！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秦燕赢到现在第10局了。此时，张颂敏和田曦薇脸上都贴满纸条，怕他看不清。李一桐和白露还拿了个发夹给张颂敏夹起来。华少的脸也好不好哪里去？此时的他依旧西装革履，却没有一点儒雅模样，满头的纸条让他看起来十分滑稽。反观秦燕，淡然的脸上依旧帅气非常。张颂敏看着华少阴沉的脸，要不然我们不玩了吧？白露3人异口同声，不行。哈哈，白露，刚刚你们赢我时那个嚣张劲呢？弹幕，秦燕也太牛逼了吧！10局都是他赢，这是什么逆天运气？简直就是财神爷附体。这手气，要是去赌场，不是发财了？赌场是什么地方？哪里是靠手气就能赢的？要是我，下班我就去买彩票。秦燕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我就是被老天爷踢了盆的。华少再次被打倒。张颂敏拿紧手中的牌，弱弱地说了句：“你赢了他，就不能赢我喽。”顺手的事。弹幕，哈哈，笑死我了！听见没有？顺手的事。秦燕也太幽默了吧！秦燕太帅了，不愧是我们的偶像。我怀疑秦燕说不会玩是骗人的，他打得这么厉害，怎么可能纯靠运气？张颂敏放弃抵抗，输完后直接说道：“不玩了，这也不好玩。”白露和李一桐异口同声：“不行，刚刚他们也说不玩了。”华少他们可没同意。华少忍下手中的牌，看着秦燕阴阳怪气道：“你打得这么好，何必说自己不会打？”秦燕放下牌，本来不会打，摸索着赢了2局也赢会了。华少，不得不说，秦燕是懂气人的。郭麒麟看华少的脸色实在不好，也没劲再起哄了，算了，不玩了。几人收拾着回了各自房间。白露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等李一桐帮他摘掉脸上的纸条。你记得要轻点，别把我妆给弄花了。他待会还想要让秦燕看呢，也不知道自己的妆会不会花了。太讨厌了，都说贴我脖子上，他们非要贴我脸。白露又叮嘱了一句，都没人回应，只感觉到一只手将他脸上的纸条撕下来，动作十分轻柔。白露能清晰感觉到手上的体温洒在他的脸上，酥酥麻麻的，还有那股清淡冷冽的香味。这香味怎么那么熟？白露下意识抓住对方的手腕，清晰有劲的线条，这哪里是女孩的手？她睁开眼，就看到秦燕深邃明亮的桃花眼正盯着她的手，而自己正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腕。弹幕，哇哇哇！我就说还是真 CP 好磕，甜死我了！快去把刚刚那几个撒狗粮的抓回来，让他们尝尝什么叫高级狗粮。这个抓手腕真的深入我心。秦燕太会了吧！别说白露，我们都沦陷了。秦燕这样，我一个男的看了都心动。兄弟，大可不必。知道了，玩去吧。秦燕看着那只牢牢抓着自己的纤纤玉手，嘴角忍不住勾起。还不放手吗？白露愣愣的抬头，就看秦燕轻轻转动了一下手腕，牵手也不是这么牵的。看白露不放，他反手将她的手扣住，和她十指紧扣。他像是被电触到一样，蹭一下挣脱开了。他看了看周围，所有人都静静的看着自己，特别是李一桐正一脸得意的看着他，仿佛在说：“姐妹，不要太感谢我。”白露整张脸都红透了，蹭一下跑回房间。第59，秦燕，你禽兽啊，这就害羞了。秦燕摇了摇头，又菜又爱玩。镜头随着他回到房间，直播才戛然停止。卫生间内传来流水声，偶尔还能听到白露在里面哼着曲调，调子断断续续，落人心弦。秦燕克制住脑海里想入非非的画面，正准备离开，卫生间的门就咔嚓一声打开，顿时整个房间都充斥着她沐浴露的香味。白露穿着一套粉色的丝质睡衣，长发湿哒哒的披在她肩膀上，顺着看下去，还能看到白皙诱人的脖颈上挂着的水珠，让人有种想要咬一口的冲动。因为刚出浴，白露脸上还透着粉色，睁着水蒙蒙的眼睛，茫然地盯着秦燕。这丫头不知道这么盯着一个男人
很危险吗？他轻咳一声，我进来拿点东西。说完，他准备离开，却被白鹿叫住。你等等。秦燕回头，我白天拍戏抢到了手，你可以帮我吹我一下头发吗？他说完，秦燕忍不住眉头皱起，伤到手？伤到哪里？白鹿瘪嘴，将袖子往上卷起，就看到纤细娇嫩的藕臂上有一块红肿。秦燕眼里闪过一抹诧异，怎么回事？拍戏的时候撞到了。他伸手轻按了一下，想看看伤的严重不。白鹿却吓得立马伸回手，疼吗？疼。他嗡声嗡气的样子让秦燕心软。我让人给你送药来，我在剧组擦过药了。那你现在能帮我吹头发吗？拜托拜托。白鹿再次要求。见秦燕没应，他眼神无辜，可怜兮兮地盯着他。我又没说不可以。秦燕被他逗笑，这样子好像他是多难说话的人。我又没说不可以。他接过白鹿旁边的吹风机，仔细地帮他吹着头发。他的头发更软，手感摸起来特别好。秦燕，你怎么认识蜜姐他们的？问出困扰在心里的问题。白鹿紧张的呼吸都停止了。蜜姐的妈妈和我妈妈是好朋友，我们两个自然就认识了。真的？这还能有假？那热巴姐呢？秦燕一顿，不知道白鹿怎么会突然问起杨幂和热巴。难不成是因为微博上的照片？热巴我不熟，这话确实没骗人。在杨幂把她带过来之前，她根本不认识人家。不熟？白鹿明显不信。那你们怎么一起吃饭了？蜜姐带过来的。白鹿听他的说完，松了口气。秦燕这样说，那应该是不喜欢热巴的，至少是现在不喜欢。他回过头看向秦燕，那你说，蜜姐、热巴姐，我们三个，你比较喜欢谁？秦燕听到这里，眉头都皱紧了，看白鹿这紧张的小眼神，他像是发现什么，轻笑一声，你吃醋了？我才没有。哦，是吗？那你怎么结巴了？白鹿被秦燕盯得心虚，一步步往后退。我就是好奇，问一下怎么啊？他退太快了，身后被床沿撞了一下，惊吓到的他下意识抓着秦燕的衣服，两人齐刷刷往床上倒去，甚至明显感觉到彼此嘴唇碰了一下。白鹿、秦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尴尬的吗？秦燕在心里叹了口气，正准备起身，屋外的门咔嚓一下开了。秦燕，你们两个要？郭麒麟打开门，就看到秦燕压在白鹿身上。郭麒麟怕被人发现，立马把门反锁住。秦燕直接从白鹿身上起来，还没等他解释，郭麒麟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秦燕，你禽兽啊！秦燕头都大了，反倒是旁边的白鹿替他解释。大林哥，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不是我想的这样，那是怎？说完，他看了看白鹿，见他小脸羞红，却不像被迫的样子，顿时恍然，凑上前去小声说道：你们自愿的呀。郭麒麟恨铁不成钢，那也不能在这里啊，这是在录节目呢，影响不好。白鹿，胡说些什么呢？秦燕将事情的起因和郭麒麟解释完后，对方一副我这双眼睛看透太多了，但我还是会配合的表情。没事了，你玩去吧。他将郭麒麟推出屋外，对白鹿说道：先休息，我们出去走走。白鹿点点头。秦燕深深看了他一眼，随后将门关了。白鹿坐回床上，怔怔地摸了一下嘴唇。他们这算亲吻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没觉得反感，而是有些甜蜜。怎么回事？想到刚刚秦燕被他扯得倒在自己身上的样子，白鹿害羞地遁入被子。太臊人了，脸都丢没了。那边，郭麒麟将人拉出院子，看了看周围后，你和白鹿怎么回事？第60有钱就算了，运气还这么好，就是我说的那样。郭麒麟还是不相信，但是看秦燕的眼神不像骗人，他才轻声提醒道：虽然这是恋综，但你们还是要克制一点，对你们没坏处。秦燕知道郭麒麟的意思，他是为自己好。白鹿毕竟是明星，如果他们在节目上做出来出格的事情，如果节目结束后他们没在一起，就不好收场了。我知道的。见他听进去了，郭麒麟又问：那你杨幂热巴？我们只是朋友。郭麒麟听完点点头，随后拍了拍他：那你以后记得和圈内的女明星保持点距离。见秦燕皱着眉，郭麒麟又嘱咐道：我们作为公众人物也是一样，一言一行都会被观众无限放大，你要是不想惹麻烦，最好把我的话听进去，不管私底下怎么玩，都不要扯到明面上来。而且白鹿是个好姑娘，我希望你们。郭麒麟知道很多有钱人的爱好，但他将秦燕当成兄弟，
白露是个好姑娘，她希望秦燕不早辜负人家。秦燕明白郭麒麟的意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放心吧，我不是这种人。他虽然花钱大手大脚，爱和朋友玩闹，但是酒色这面，他并不是来者不拒的人。色令智昏，这个他是懂的。自他懂事后，他对这方面都很理智，知道自己想要么样的女孩子。郭麒麟相信秦燕的话，也相信他的为人，他只是想提醒他一定要坚持本心而已。毕竟这是在镜头前，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网友无限放大。秦燕回去时，白露已经睡了，她蹑手蹑脚去卫生间洗漱。躺床上时，对面床上鼓起的小背包，勾了勾嘴角，一夜好眠。第二天一早，白露来叫秦燕下楼，管家照常带着人来给他们准备早餐。秦燕下楼，就听见他们在讨论今天。我还没听说过牛排还可以这么做呢，难怪我说这个牛排怎么这么嫩。还有这个蘑菇汤，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了。自从秦燕来了后，我发现我之前吃的早餐实在寡淡。田曦薇喝了一口燕窝，摇头感叹道：“好想成为有钱啊，有钱人，真的太幸福了。”弹幕来了来了，又开始了。秦燕好帅啊，我很喜欢她身上这套衣服，我觉得我好贱，知道打开秦燕的直播间一定会被虐，可是我还想看，多好啊！看着秦燕的节目，我手里头的馒头突然就不香了。羡慕秦燕的一天开始了，求求了，让我体验一次秦燕的快乐吧。姻缘庙里我不屑一顾，财神殿上我长跪不三起。不知道今天他们会完成什么任务。赵管家在旁边和嘉宾们讲解今天这个食材来自哪里。见到秦燕下来，他立马向跟他打招呼：“秦少，早上好，您这个星期的所需要的服装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可以让人送到您房间了吗？”秦燕点点头，随后坐到白露旁边。郭麒麟好奇地问道：“买新衣服了？”秦燕淡淡点头：“正好，我问你下，这附近有哪家干洗店吗？专门给高定衣服清洗衣服的。他有件衣服是品牌商寄过来的，还没等在红毯穿上，就被他弄脏了，送去普通的干洗店怕被弄坏了。听说秦燕的衣服都是私订，这方面他应该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可能？”郭麒麟显然不信。不过想想，秦燕怎么可能会处理这些事情，都是交给他家里的佣人。那你帮我打听一下，你家里的佣人平时是怎么处理的？秦燕面色为难，该怎么和他说才好？弹幕：秦燕什么意思啊？我大林子不就是问个干洗店的地址吗？给他，别逼我求你。就是，他衣服那么多，总不可能全部手洗。堂堂大少爷，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不成？亏郭麒麟还把他当兄弟呢，这么小气，不要乱说。秦燕才不是这种人，小气的人会请他们吃一顿10几万的早餐。真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定义小气的。网络诽谤不用成本，所以张口就来。郭麒麟再三要求。秦燕挠了挠头道：“但是我都不用洗衣服，我的衣服穿一次我就不再穿了。”郭麒麟，秦燕的话成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看着大家震惊的眼神，他不好意思道：“真的，我不喜欢反复穿同一件衣服。”此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听到什么毫无人性的理由？猪猪，你的衣服不都是高定吗？他记得一件衣服最低也得几万起步。秦燕听完点点头。郭麒麟，这么贵？秦燕想了想，还行吧。还行？什么叫还行？所有人都被秦燕这句话吓到，这是什么豪气发言啊？什么家底？一天换一套衣服不重复？哦，原来是秦燕，那打扰了。观察团，张昭刚对着杨幂他们说道：“你们谁能做到这样？”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虽然都是明星，收入状况还算乐观，但是比起秦燕来，他们输得彻底。就连被称为圈内富婆的杨幂都自叹不如。秦燕是太有钱了，所以那些衣裳的价值她才不放在眼里。对她来说，就连杨幂都觉得自己做不到。不仅是明星们，就连屏幕前很多观众都刺激到了。可恶啊！他们省吃俭用，每天为了生活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秦燕这边却替他们岁月静好。所有人都羡慕秦燕，嫉妒秦燕，又想成为秦燕。大家知道秦燕并不是在炫富，而是平静地向大家讲述她的生活，他们从未接触过的生活。因此他们又不信，又有好奇，这是所有人对有钱人的向往。一时间，系统数值蹭蹭上涨。恭喜宿主收获情绪值1000加，恭喜宿主收获情绪值加2000加。感受到情绪值得不断上涨，秦燕心满意足地低头吃饭。我让赵管家帮你处理好了，你待会把衣服拿给赵管家。管家一听，表现的机会来了，他像一阵风一样出现在郭麒麟面前，
郭先生待会将衣裳交给我。放心吧，一定给您处理好。一顿饭完毕，主持人才宣布起这次任务。今天的任务，上午我们要去景区摆摊，挣到500块后，自行买礼物去福利院送给里面的小孩子。最先完成任务的情侣，可获得迪士尼公园的情侣票。迪士尼，女生们听完眼睛都亮了，就连白鹿眼睛也带着期待。主持人继续公布第2名、第3名，还有最后1名，分别是市里的公园、镇里的公园。离谱的是，竟然还有老年人活动中心。弹幕，哈哈，节目太损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怎么想出来的？也不过呀，一样子进入养老状态，少走几年弯路。哈哈，他们那么年轻，进去会遭受排挤的吧？会不会昂他们拉着去跳舞？听到这个，所有人都忍俊不禁。秦燕笑着凑到还在大笑着地白鹿跟前，你想体验哪个？当然是迪士尼呀！白鹿回答的毫不犹豫，他还没从有去过，情侣票更是见都没见过。秦燕点点头，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实现白鹿这个愿望。节目组安排5对嘉宾抽签，秦燕抽到的是奶茶摊子，其他人依次是书摊、糖人摊、冰糖葫芦、爆米花摊等等。张颂敏看着秦燕手上的竹片，完了，华夏人那么爱喝奶茶，秦燕不是赢定了？张吉，可恶啊，有钱就算了，运气还这么好，什么美食都让他占光了。张吉都开始羡慕秦燕了，这简直是上天宠。本来心情就不好，天知道。主持人还宣布到摆摊之前要培训。第61，你想喝，我给你做一杯。培训什么？主持人，摊位培训啊，不然摆摊。郭麒麟，那我一个卖书的就不用培训了吧？主持人看向导演组，得到他们明示后，主持人才说不用。太好了！郭麒麟激动的拍掌，一把拦过李一桐的肩膀。那我们先走了。两人准备离开时，却被女主持拦住，还有别的事情没说。行吧，那就看看其他哥哥们是怎么学艺的。郭麒麟说完，直接带着李一桐在旁边坐了下来。观察团，嘉哥看着镜头里面笑得合不拢嘴的郭麒麟，看他嘚瑟的。杨幂，郭麒麟卖书，生意应该很好，但是秦燕的奶茶也不错，毕竟年轻人都爱喝。卢田，他很有文化，嘴巴也很能叭叭，特别适合介绍书。于朦胧，我觉得郭麒麟和秦燕都能卖得很好。娜扎，我比较看好秦燕。嘉哥，为什么？娜扎害羞的捂住嘴，没什么，就是觉得他能做到。弹幕，相信秦燕得永生，就是我们秦燕很厉害的。有什么厉害？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接下来是摆摊了，他还能花钱让人来买不成？张颂敏的是卖艺，哥哥这次赢定了，这泼天的富贵，终于到我哥哥了。你们忘了花少了吗？他很有做生意头脑的。观众们对第1名的事争执不休，秦燕他们已经开始各自培训。说是培训，其实也就来个技术人员讲解下而已。白鹿凑到秦燕身边，这个看起来好像也不难。他点点头，确实不难。他看了视频，只要记住用量，其他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秦燕回头看向白鹿，见他正盯着屏幕上的奶茶，眼睛亮晶晶的，那渴望快都从他的眼睛溢出来了。想喝吗？听到有好吃的，白鹿眼睛整个亮起。你做？想喝我就给你做一杯。好耶！他高兴地揽住秦燕的胳膊。秦燕最好了，不像他的助理，为了让他控糖还有控体重，什么饮料奶茶都不让他碰了。天知道，他最喜欢喝奶茶了。双手突然被圈住，秦安有些僵住，但嘴角却比 AK 还难压。他拿出旁边摊位车子上的材料，准备露一手时，却发现这些基本都是些劣质材料和食品添加剂，这人吃了怎么好？秦燕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发了条信息后，看向满脸期待白鹿，伸手拍了拍他的头。等下，我让人送些东西过来。又拍我头，会变笨的。白鹿嘟囔一声。主持人看大家都学得差不多了，便走过来向大家宣布，今天这个材料需要自己准备哦。一句话挑起嘉宾们的情绪。白鹿，什么意思？秦燕，让我们自己准备摆摊的材料。张吉，说的容易，那要去哪里准备？他可是太需要爆米花机器的，这得去哪里弄？总不能让他们出去外面买一台吧？华少，节目组的意思是想要我们自己准备，还是让我们花钱和你租用？华少不愧是主持界老手了，一眼就识破了节目组的套路。花少说的对，这次摆摊所需要的材料是需要你们自己准备的，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租用。一天的费用是100RR。华少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100RR，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赚够600才算完成任务。嘉宾们齐抗议啊！
凭什么？这次任务胜利的一队可以去迪士尼公园，输了的话要去中老年人活动中心度过一天。他们谁也不愿意，更加卖力的和导演讨价还价起来。500，我都不知道要卖到什么时候，还要再加100。什么材料要120，还有摊位费也是120。我们还没摆摊呢，就开始剥削我们。钱没挣到，先负债200。你们自己说离不离谱？现在是出去摆摊，一天之内怎么可能挣到720？小摊的价格本来就低，720更加增大了他们的压力。我们不卖了。对，不卖了。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对，节目组似乎料到大家会强烈反对，直接将他们的话堵住。你们可以自己买材料，参加过节目的都知道，他敢这么说，肯定留有后手。外面材料要么很贵，那么很难找。片刻沉默后，华少站起身，好了，该工作的工作，不要耽误时间了。郭麒麟，花少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弹幕，哈哈，你们两个别怂啊！什么叫怂？这叫从心，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在节目上，那里斗得过节目组？华少不愧是所有人里最大的，沉稳多了。和节目组的博弈，我只服极限，还有蘑菇屋，所有人都领好自己的东西，只有秦燕还不为所动。白鹿歪着头，一脸奇怪地看着他。秦燕，我们还不去拿东西吗？不了。白鹿听完一惊，不了是什么意思？难不成秦燕？旁边的花少听完讥讽道：怎么着？想罢路啊？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就是这个通病，吃不了一点苦。听完郭麒麟连忙跑到秦燕身边，他还以为秦燕真的要罢工，心里还在吐槽这哥们脑袋空空啊。谁说我要罢路？是我要的东西还没来。什么东西？他抿着唇没说话。过一会，门外传来动静，赵管家带着另外2个人抬着一箱东西进来。秦少，你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郭麒麟一头雾水，神，什么东西？是新西兰最新的奶源，还有一些茶叶。呵，我说怎么不要节目组的材料？原来自己让人去买了。花少的声音冷冷传来。秦燕，不要怪我提醒你，节目组虽然在材料费上收了我们100块，但是他用的东西都是可信的，你可不能为了便宜，然后弄一些劣质的材料来，入口的东西搞不好会要人命的。弹幕，不会说话就闭嘴，把我们秦燕当成什么人了？人家秦燕差这个钱吗？花少说的也对，虽然这是在录节目，但是真的会有路人买的，要是吃了出问题算谁的？对啊，我听说一些奶茶为了节约成本，用的都是一些劣质材料。第62可以出去摆摊了吗？就是，如果他为了省个几十块，吃坏人怎么办？花少就是为了大局着想，才一提醒。秦燕就是有钱人，有钱人哪管穷人的死活。恭喜宿主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加1000。秦燕神色平静地观察系统的数据，不管哪里都有仇富的人出现。看着缓缓上升的情绪值，他可真是喜欢华少这张嘴，太会挑拨情绪了。会说话就多说几句。我们用的都是一些好茶。因为生气，他精致的妆容上都带着一些怒意。秦燕挑眉，这管家不错，过去加鸡腿。好茶。郭麒麟好奇地凑上去。华少看向郭麒麟，怎么，你懂茶？老郭喜欢茶，他家里全球各个地方的顶级茶叶不少，所以还略懂一些。赵管家将箱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都云毛尖，150克装，价格66万。明前茶的蓝山玉叶，1斤，价格144万。金瓜贡茶，1斤，价格355万。母树茶王大红袍，价格580万。这个奶源比较便宜，只需要15万，但是十分新鲜，便宜。只要在场所有人都被赵管家说的价格惊呆了，赵管家自己都惊住了。他竟然说15万一罐奶粉便宜，完了完了！自从在秦燕身边做事，他染上职业病，不把钱当钱了。弹幕，这是茶叶吗？这他妈是金子吧？喝了能长生不老吗？吹牛的吧？谁茶叶卖这么贵？看他有钱，被当院中了吧？卖茶的此时笑死在茶山，被骗是不可能的，吹牛就是真的。赵管家报了价后，更多网友出来质疑秦燕，不过也理解，谁会花大几百万买这些茶叶？但也有人相信的。我在网上查了，确实有这几种茶叶，要么这就是秦燕买的，要么就是被骗了。反而赵管家说的茶名都有。花少盯着被随意堆放在地上的茶叶，这小子占着自己的身份，牛皮都要吹上天了，这么贵的茶叶，谁家会这么随便就扔在地上不花吗？这次自己一定要拆穿他。大林啊，
你不是懂茶吗？郭麒麟没在华少的话里反应过来，就听他继续：快帮秦燕看看，别让人骗了。华少直接把人推到秦燕面前，他尴尬地看了一眼秦燕，没事，你看吧，我也想知道我这茶有没有问题。郭麒麟硬着头皮前去，心里却恨上华少，他和秦燕不对付，有本事自己上啊，推他出来算什么本事？郭麒麟心里骂骂咧咧，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了，不为别的，而是因为秦燕这里有2种茶叶，是他老郭心心念念想要，却一直没买到的。不只是他，就叫屏幕后面的总导演，还有台长，都忍不住激动起来。他们听到什么？母树茶王的大红袍，这可是华夏历代贡品，10年只产50斤，买都买不到的。秦燕是怎么做到这么短的时间收集出这么多好茶的？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郭麒麟身上，他们想要知道这个茶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郭麒麟仔细查看，发现这个茶叶都是真的，或者说都不用他看，上面的防伪资料和证明都清清楚楚的。我去，真的世界名茶！华少略微激动，不可能，明明刚刚赵管家说的茶叶中有一个10年前就让一个神秘的富豪以1亿的高价收购了，现在市面根本没有。郭麒麟十分肯定自己没看过，并且让华少看了一眼，对方惊讶地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什么来。郭麒麟用十分震惊的眼神看向秦燕，你是怎么做到的？他是真的想要知道，因为这最后2样他是怎么弄到的，他爸爸和京中好几个有实力的朋友都弄不到，秦燕是怎么做到的？突然他焕然大悟，他怎么做不到？是自己小瞧了秦燕的实力了。就连白鹿，他盯着秦燕淡定自若的样子，心里荡起涟漪，第一次发现自己和他的差距原来这么大。弹幕：卧槽，这些茶叶竟然是真的！我就说了，我刚刚特地出去查，这些茶叶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么贵的茶到底是谁在喝啊？秦燕啊，这嗦一口几千块，闷一口几万块就没了，我真是受够了，赶紧送他去摆摊吧，让他体验生活，每天日子过得这么优渥，我快酸死了。我就想知道这些好喝还是康帅傅好喝。观察团里，嘉哥惊讶道，我之前看电视上那些1斤茶拍出天价的，原来是真的呀。卢田委屈的瘪嘴，300多万我还没见过，300多万的茶叶我反而看到了。于朦胧，我好想拿到秦燕1天的体验卡呀。张昭刚拦住下于朦胧，别说你了，我也想要。弹幕：带上我也要，求求你们了，让我先来吧。我堂堂网络键盘侠，还没有在网上求人的一天，求你们了，给我1张体验卡吧，我太想成为有钱人了。哼，我才不要什么钱，我要白鹿，恋爱脑插出去，我要秦燕，好歹毒的计谋啊，诡计多端的9式，扣大分。此时微博上不知什么时候被冲上来的头条，井号天价茶叶，井号秦燕，井号带动了不少情绪值。秦燕趁热打铁，吩咐管家他们把地上的东西收拾起来后，就节目组说道，我材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摆摊？什么材料？郭麒麟显然没有反应过来，看着秦燕再淡定不过的眼神，他不敢置信地问道，你该不会是说这些茶叶吧？秦燕点头，我就是准备用这些茶叶做奶茶的原料。众人：什么？他们听到什么？不太确定，重新听一遍。他说要价值近1000万的茶叶拿去做奶茶，这家伙跟那个500万元茶叶煮个菜叶蛋的人是一家吧？弹幕：卧槽，卧槽，拿这些去做奶茶，在哪里买？立马告诉我，别卖了，炫我嘴里。马上！郭麒麟平静的脸上开始出现皲裂，可恶啊，明明已经做好准备了，却还是被他震惊到了。第63， 25万一杯的奶茶，我疯了吗？弹幕：卧槽，他要用这些玩意做奶茶，暴殄天物，是这个问题吗？难道不是买不买得起这奶茶的问题吗？对啊，这茶叶这么贵，他做出来的奶茶得多贵啊？要20几万，不过分吧？过分，20几块的奶茶我都没舍得喝，别说20几万了，一杯奶茶的价钱可以在我这小县城买一套房了。秦燕傻了吧？就这个价格，谁敢买？我就是没钱，有钱我也买一杯尝尝。所有网友都在讨论秦燕这杯奶茶会卖出什么天价，20多万，谁买得起？看到屏幕上的热评，导演也好奇秦燕会把她的奶茶定价多少钱。如果太高了，卖不卖得出去还难说，但是节目到后面肯定会让人痛批。总导演对着话反里的主持人说道，你去问问秦燕，她这个奶茶要卖多少钱？如果太高了，你就劝劝。女主持人皱着眉，导演，那多少才算高？
那头导演也陷入沉默。是啊，多少才算高？20万太贵了，2万也不便宜，2000，谁家好人花2000喝一杯奶茶？重点是2000块秦燕还亏了，这要怎么收场？哎呀，早知道他们就不要在材料上坑嘉宾一把了。导演突然有些点后悔。哎，不对，我是让你去问秦燕，你问我干嘛？差点被绕了进去。主持人一致，在导演的要求下去找了秦燕。他这边正忙着给白露做奶茶，主持人找到他时，他已经做好一杯了，奶香浓郁，醇厚茶香和奶香完美融合在一起，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好奇，这顶级茶叶做出来的饮料味道怎样，会不会好喝？但是现在不用看了，光看这个挂壁他就知道绝对好喝。郭麒麟，白露，你快尝尝，告诉我是什么味道。在大家的催促下，白露尝了一口，眼睛都亮了，这也太好喝了吧！口感纯滑，茶香浓郁。他看着秦燕，眼里满是佩服。秦燕，你太棒了，好喝，好喝，喝吧，不用担心，茶叶用的是最好的，奶源也是，而且我用听糖是低热量的，你不用怕会发胖。李一桐，秦燕，你也太贴心了吧，这简直就是女生的福音啊，特别是她们女明星，为了控制体型，这些奶茶可乐，经纪人一点都不让他们多喝。白露一顿，这话是他先前才跟秦燕说的，他这就记住了。所以你弄这些是因为我喜欢喝奶茶，但是怕发胖，不然。秦燕语气淡淡，他站在厨房，靠着门框旁挑眉看他，眸光灼灼，落入白露心里。郭麒麟，我说你怎么突然让赵管家拿来顶级茶叶，原来是为了白露啊？他给了秦燕一个我懂你的眼神。猪猪，你特别让人拿来这些茶叶，就是为了做一杯健康的奶茶给白露？光是问问他就觉得酸了，看看人家的伴侣，再看看自己的，想到上次因为华少坚持让自己吃鱼生，害他差点肠胃炎，猪猪心里更加委屈了，当初就应该多争取一下秦燕的。弹幕，卧槽，这小子突然搞这种招数，谁顶得住？哇哇哇，秦燕也太好了吧。白露说的话他都记着，还给他做了不会发胖的奶茶。这哪是什么奶茶，这是仙女谁好吗？这么好的秦燕怎么都让别人弹了？好男人只会出现在我的屏幕里，像秦燕这样的什么时候在市场流通？这两位不在一起收不了场了。我看得出来白露是真的动心了，陆燕 CP 果然好磕。别说秦燕，我要是有白露这样的女朋友，我心都给她。要是我有秦燕这男朋友，我也抱着不撒手。叮，系统升级提醒，恭喜宿主人气情绪值加5000，心动魅力值加500，多了一个心动魅力值。秦燕正奇怪，就听到系统发出解释，是从对宿主心动的观众中提取出来的情绪值。秦燕第一时间看向白露，这心动值里面也有他吗？系统没有回复，果然就是半道出家的，这都查不到。系统，算了算了，是自己选出来的宿主，就宠他吧。秦燕又给李一桐他们做了一杯，大家都赞不绝口。弹幕，妈的，被这么一说，我想喝了。钱包，不，你不想？真的有那么好喝吗？我看他们的样子不像骗人吧？有钱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连奶茶都是我们消费不起的。主持人走了过来，秦燕，你这个奶茶的成本太高了，观众们都好奇你会怎么定价。秦燕一顿，他买这个茶原先就是为了消费而已，如果用这个做出奶茶销售，成本价起码得大几万，大几万的奶茶一般人谁喝得起？不过他想要早点结束摆摊任务，还要获得第1名，用这个奶茶来做噱头确实不错，大家都很好奇。好奇？何止是好奇，所有人都在秦燕这杯奶茶要卖多少钱才能让观众们接受，只要低于2万，就一定是亏本的。华少在旁边一脸讥笑，这傻子怕不是有问题？谁会花几万块钱来喝一杯奶茶？不管它用料多贵，都改不了这只是杯奶茶的事实。要是有品牌影响就算了，现在的东西只要和奢侈品搭边，垃圾袋都有人高价买回去供着，但秦燕这个只不过是节目组准备的小摊而已。华少赌他只要敢说出价，就会受到全网友的吐槽和抨击。既然大家好奇，那我就报个价吧。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他，秦燕做出了个深思熟虑的样子。20万，想钱想疯了。什么想疯了？他这奶茶就值这个价，他用的茶叶一克都要几十万了，买不起，根本买不起。秦燕说完，主持人都为难住了。秦燕，你看
这东西就是用料再贵，它也是杯奶茶，20万，太贵了。这说出去，那些不知道情况的观众可不得把节目组骂死。女主持人想要劝，可是她这个成本在这里，她总不能劝人家亏本卖吧？实在不行，让导演把准备的材料给她吧。对，一切的源头就是材料，直接给她不就好了？女主持刚想请示下领导，就听到秦燕说是22。女主持看没明白她说的话，看大家惊讶的眼神，还有旁边看热闹的华少他们，秦燕嗤笑：你们该不会以为我想卖20万吧？主持人：难道不是吗？疯了吧？导演：是你疯了，还是我们疯了？20万，外面的群众消费得起吗？况且我这是要去摆摊耶，这价格出去，谁不来句我疯了？听完秦燕的话，导演他们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你还知道啊？秦燕这个消费观，他们都下意识觉得，他把价格定在几十万都会觉得正常。白鹿，你都知道，为什么还准备这么贵的茶叶？第64，为了省钱，我只能买辆车了。秦燕拍了拍他的头，你说呢？白鹿吐了吐舌头，想到小助理和他说的，没有一个男人不喜欢撒娇的女孩。白鹿眼珠子一转，直接把头靠在秦燕肩膀上，夹着声音说道：谢谢燕哥哥，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秦燕整个人僵住，直接将他的头摆正，好好说话。怎么回事？不是说男人喜欢女孩撒娇吗？特别是他喜欢的女孩，难道他不喜欢我？白鹿整个顿住，他不喜欢我，光是想想，白鹿就觉得难受。他看着向秦燕，他正和主持人聊天，准备这些，单纯是因为我对生活要求比较高，能用好的就用好的。女主持人愣住，看着屏幕翻滚的弹幕，总导演让他问出，你花这么多钱，有没有觉得浪费过？没有，我觉得我值。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说出了让所有人羡慕的生活态度。能用好的就用好的，因为他值这个价，多少人也想这么对自己好些，可最终还是为生活低下头。弹幕：我是货车司机，平时所有花销都省着来，留给家里人，现在生活还算富裕，可我已经习惯性觉得，一件衣服600块钱花媳妇和孩子身上是值得，穿我身上就太贵了。我觉得我只配穿10几块的，谁说不是呢？有些东西不是买不起，可我就是觉得不值。不说了，现在就买榴莲去，我想吃好久了。之前一直觉得贵不舍得吃，现在想想，我自己的钱吃一个怎么了？哎，我要是像他这么有钱，我也这么花。什么时候能像他这么有钱？难道我们一辈子做不到像他这样？我们就一辈子苦自己吗？秦燕突然一句话，让直播间的话题上升一个热度。随后，他又对着镜头说道：这次我们的奶茶卖价是20元，这个应该是大家能接受的价格了吧？弹幕一致都是接受。哇，2522体验顶级茶王做出来的奶茶，太值了！刚刚还在遗憾自己喝不起，没想到定价和普通奶茶没区别。节目的旅游景点在哪里？麻里给我地址，我们要去试一下。这波不亏，这便宜我一定要占，而且是秦燕亲手做的，就是白开水我都觉得值。就这还能遇到恋爱脑？恋爱脑插出去，扰乱市场。就是，万一秦燕真卖我们白水呢？好的，那我就按这个价格卖，欢迎大家过来购买和品尝。不过提前说好，我只卖25瓶，卖完截止。弹幕：秦燕说只有25个名额，只给我们25个机会，那我们要快点了，你们不要抢啊！机会给我，我是小学生，有些便宜我自己占就好了，你们别凑热闹好吗？争什么争？我们去把他们围住，我就不信他到时还不肯给我们做。微博上的关于秦燕的话题再次升上热搜。景浩，我们相恋吧。景浩，你能为自己花多少钱？景浩，一杯奶茶需要多少钱才觉得贵？景浩，有钱人的价值观。景浩，总导演知道节目又上了热搜，嘴角压都压不住。台长看着这几天的热搜后，忍不住问道：你们买热搜了？总导演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发誓，真没有，并不是不想，而是没钱。他们节目之前说完用直播的方式录制一档恋综时，业内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都觉得他们节目会翻车，压根没几个投资的，是杨幂掏出全部身家压上来，让他们搏一把的。没想到，他们这个节目直接被秦燕的流量盘活了，这手段，谁相信他是个素人啊？幂姐这看人的手段，真是不得了。台长看着屏幕前的秦燕，家世好，形象好，手段也高，真是混内娱的好料子。找个机会问问他想不想进入演艺圈。
台长的意思是，看样子台长想捧秦燕，这是多大的机会啊！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现在有颜值、有实力的一线男星不多了，如果我们台里能捧一个出来，不好吗？可是秦燕家里不是挺有钱的吗？哪里还需要进娱乐圈受这个苦？他是有钱，但比他家有钱的人多了。何况秦燕要是有真本事，家里那么大的产业，他不去打理，偏偏把他扔进娱乐圈。总导演恍然大悟，台长抽着雪茄，自顾自地说着：“娱乐圈也是一个争名逐利的商场，也能让人名利双收。我们卫台的背景，加上秦燕的家底，捧出一个顶流男星，应该不难吧？”对，总导演当即明白台长的意思，老狐狸就是老狐狸。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一本万利的好办法。秦燕那个颜值，出道是不成问题的。有卫台这个人脉，秦燕只要砸钱，就能给自己砸出一个星光大道来。两人才商量完，秦燕这边已经准备好出发了。郭麒麟，你不和节目组租摊位，你准备怎么摆摊？总不可能在这里做好拿过去卖吧？这样隔久了口感就变差了。租个摊位要100块，还得再卖5瓶，没必要。秦燕说的无辜又无奈，你看起来不像是为了省100块而不去租用摊位的人啊。所以我买了辆房车。郭麒麟，观众、弹幕、家人们，我没听错吧？他为了省100块，买了个车，这钱还有省的必要吗？省了100块，收入负500万，我怀疑他就是找个借口想卖车，合理怀疑。10块钱外卖红包还没喊够人帮我助力，人家已经买个车了。郭麒麟站在客厅前，脑海里开始搜索一辆房车大概需要多少钱。李一桐对着白鹿说道：“秦燕花起钱来真的丧心病狂。田曦薇，他是不是钱多到对他来说钱已经不是钱了，只是个数字而已？”猪猪站旁边没说话，他家是不错，身边遇到的有钱人家不少，但想秦燕豪的他就没遇过，太可怕了。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车已经到了门口。这就是秦燕的速度，他要什么似乎能立马得到。弹幕：卧槽，还真买啊，这车太酷了，等我中彩票肯定买一台。看来我要发财了。一早刷到秦燕的直播间，发不发财不知道，就挺提神醒脑的。这车比我出租房还要大，快告诉我，工资2800多久才能买到，好让我死心。也不久，下辈子碰碰运气吧，不行还有下辈子。XX 你们，田曦薇，这车好帅。李一桐，我老领导也有一辆。田曦薇凑上去，贵不贵啊？他真的太喜欢这辆车了，有了它，假期就能自驾游了。李一桐，我2年的工资。田曦薇惊讶地捂住嘴，这么贵的车，他说买就买了。在大家的震惊中，秦燕将东西都放进房车中，对着白鹿说道：“你要和我一起去吗？”第65叫声哥哥，给我听听。白鹿还沉浸在自己情绪里，听到秦燕的话后，他有些没反应过来。不想去？想。白鹿明明没反应过来，身体却迈着小碎步跟在秦燕身后，生怕被他落下。秦燕直接被他可爱的动作逗笑。白鹿围着新车转了2圈，哇，这车好酷啊，喜欢。她之前就和闺蜜商量过，等她有钱了，就买一辆这样的房车，以后在剧组拍戏累了，可以回车里睡觉，不用睡大棚了。秦燕手撑车门，回头看下，那你要坐到后面去吗？体验一下。我还是坐你前面好了。说完，她微红着脸站到副驾驶去。秦燕有些奇怪，不是说喜欢这车吗？她以为他会想到后面去坐，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女人心向来难猜，想不通，她也没再想。秦燕准备上车，郭麒麟追了上来：“燕哥，拜托你个事呗。”我家老头私下里没别的爱好，就爱喝茶。你这个母树茶王，他曾经拜托京内好多朋友都没买上，你这个能不能让我挤泡？人的爱好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东西一旦喜欢上了，行为疯狂到让人无法理解，但这也不是什么不雅的爱好。郭麒麟就想尽自己的能力献份孝心。秦燕没说话，郭麒麟立马接下去：“你放心，来个10克20克都行，需要多钱你算。”秦燕想了想，一些茶叶而已，不算什么，而且他想靠自己在娱乐圈里混，这圈子鱼龙混杂，光靠有钱是不行的。郭德纲在相声界很有影响力，本着多一个人脉，就是多一条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看你说这话，你都叫我燕哥了，还说什么钱不钱的事？他回头吩咐赵管家，将几样茶都包了一些，拿去吧。
这是我敬郭叔叔的。这怎么好意思？客气什么？见秦燕满脸真诚，郭麒麟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几天有空来京都，我好好招待你。好。秦燕回到车上，白露马上将手里的手机收起来，她动作太刻意，让人一下就注意到她了。聊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我没什么啊。秦燕笑了一声，没有再往下接。看他已经将安全带系好，就启动车子离开。路上，秦燕看他好几次都欲言又止，最后忍不住问道：怎么不说话？白露一顿，看着秦燕的侧脸出神，想到刚刚闺蜜和她说的话，你要是喜欢他，就主动一点，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就问啊。扭扭捏捏的，一点也不像你。秦燕见他眼里的挣扎，他的性格大大咧咧的，有话都藏不住，能藏住的大概是隐私，而他不是爱打听别人隐晦的人，所以他不再追问。半晌后，白露才开口：秦燕，我问你个问题。白露好想直接问出心里的话，可她实在不好意思，斟酌良久，才说：你喜欢女孩子撒娇吗？怎么问这个？还行吧。白露嘟囔着，话里带着委屈。什么叫还行吧？我刚刚撒娇的时候，你明显不喜欢。你撒娇了？秦燕停下车看着他，想到刚刚他抱着自己的手夸他厉害，他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白露小脸刷一下红了。你笑什么笑？哈哈。看他又羞又恼，小脸红扑扑的，让人心跟着软下来。好了，没笑你，但这也不能怪我。白露一脸疑惑，懵懂的样子可爱极了。秦燕神不住伸手捏了捏他气鼓鼓的小脸，笑着说道：男人都喜欢女孩子撒娇，不然怎么说撒娇的女孩最好命？我也喜欢，只是我喜欢那种自然点的撒娇。自然点？什么意思？待会问问助理。就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像任务一样的试探，明白吗？白露还没说什么，秦燕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好了，你现在可以试试，重新撒个娇。还不会？那你叫声哥哥给我听听好了。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丝蛊惑，见他没有反应过来，又忍不住伸手捏白露的脸，这手感太软萌了，让人爱不释手。白露看着面前这张帅脸浮现出来的狡黠，知道他又在坑自己了，直接拍掉他的手。哼，什么哥哥？你休想占我便宜！占你便宜？这他可要好好掰扯，到底是谁占谁便宜了？我占你便宜？你昨晚占我便宜的时候可……秦燕的话还没说完，白露就一把扑上去捂住他的嘴。什么占你便宜？你别乱讲！观众，弹幕，这是什么惊天大瓜？白露昨晚占秦燕便宜？昨晚谁在白露的直播间？我也在。细说占便宜？没有啊，昨晚直播间很正常。对啊，该不会是下播后发生的吧？不可能吧？鼻尖传来白露特有的幽香味，唇角传来微凉的触感，和昨晚的饱软完全不同。秦燕好看的桃花眼半眯着，朝着白露比了个3。这是第3次占我便宜，一个男人的定力是有限的，再不放手，他可要反击了。白露明显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秦燕的手猝不及防附上他的腰，等他缩回手已经来不及了。哈哈哈哈！秦燕你干嘛？还冤枉我不了，叫不叫哥哥？哈哈，别挠了，哈哈，我怕痒，叫不叫？叫哥哥！哈哈，秦燕没想到这个时候他还想着占自己便宜。好啊，今天就非他知道自己的厉害不可啊！哈哈，错了，我错了，哥哥。最后，白露紧紧抓住秦燕的手，生怕他再挠自己痒。哥哥，我真错了。秦燕轻笑一声，反手抓住他的手，将他拉到自己身旁，趴在他耳边轻声：你看，这次你又牵我手。白露愣住，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将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离，尴尬的别过脸。你他们都走了，等下追不上他们。要不是他通红的耳尖出卖他，秦燕还以为他生气了呢。他嘴角轻轻勾起，没事，小王和大李不还在车上？小王大李是他们2人的摄影师。秦燕的话说完，车后悠悠传来一声：你还当我们在啊？第66，本来上班就辛苦，还要被喂狗粮，真是服了。本来上班就辛苦，还要被喂狗粮。弹幕，哈哈，隔着屏幕都感受到摄影师怨气。别说摄影师了，我看他们玩到牙花都滋出来了。他俩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对了。结婚开个直播吧，我随彩礼。各位有对象吗？
就在这里笑，过分了，我们只是网友，你越界了。秦燕正准备出发，手机就响起来，原来是之前联系的福利院院长。他之前联系宋院长，准备以公司的名义资助福利院。秦先生，您要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您还打算过来吗？说这话时，院长心里也是虚的。这些年常有一些企业和节目组打着要援助的旗号，利用福利院宣传了一波后，就反悔援助的事，只给了点钱就将他们打发了。对方均是有钱有势，福利院被利用了，也是敢怒不敢言。会过去。秦燕说完，院长激动得手都在颤。真的啊？对，大概在下午。谢谢秦先生，谢谢。好。秦燕挂断电话后，直接往目的地赶着去。那边院长挂完电话，旁边几个中年男女就将他团团围住。院长，怎么样？秦先生还来吗？他说来。真的啊？太好了。什么时候？他说下午。可是下午，我们不是有节目组的人要过来吗？穗好福利院是在市郊一个偏远的小地方，这里收养着几十个孤儿和孤寡老人，因为位置偏僻，没几个人知道。一直以来光靠着政府的补助金艰难支撑，因为年代久远，福利院的设施落后，房子都是危楼，支撑不下去的福利院为了得到社会的关注，向媒体发出求助。前阵子他们直播的时候，有个节目组说要来拍摄，院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院长，节目组的人也说是下午来，这样不是撞一起了？没事，不会那么巧的。要真有那么巧呢？宋院长挠了挠头上为数不多的头发，真要这要巧，你们就陪着节目组拍摄，我陪着秦先生就好。几人听完点点头，其中一个人愁着脸问：院长，你说我们能凑到钱给大富做手术吗？还有几个孩子的助听器钱。院长头发都挠打结了。哎呀，你们不要问，我哪里知道呀？他怎么知道有没有用的吗？凡事总要试试才知道。粉丝不是说了，只要有节目组来拍摄，我们一定能找到好心人帮忙的。看着几人垂头丧气的样子，好了，别烦，你们去把院子打扫一下，把孩子和老人们带回屋子里收拾干净，给人留下个好印象要紧。这边秦燕几人来到景区指定的摆摊点，华少将摊子摆好，对着猪猪说：待会我做些糖人，你拿到那边门口吆喝，有人要你就让他们来咱的摊位买。猪猪看着不远处被烈阳晒得散发金光的大门，脸上闪过一丝为难。在这大太阳底下晒1-2个小时，不死也得脱层皮。她是靠脸吃饭的女星，这要是晒伤了，后面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保养回来。花少知道她的顾虑，却假装没看到。天气这么热，她不也得在这里卖糖人？既然想要拿第一名，就得同甘同苦，一起努力。猪猪见他不说话，咬咬牙，向摄影师借了把遮阳伞，头也不回的走了。弹幕：花少也太不贴心了吧，这大太阳让猪猪去帮他拉客人，就是他怎么不自己去？这是2个人分工合作，凭什么只让男的做？可能是觉得2个人能卖快点，就能早点回去。得了吧，华少之前逼着人家吃鱼生的嘴脸，你们忘了吗？他就不是好人。评论争执不休。画面来到张吉这边，李碧在旁边坐着，张吉不知道从哪里给他拿来支冰镇饮料，喝点解解暑。谢谢张大哥。不客气，你要是觉得热，你就去对面店里蹭下空调，我这边卖完就去找你，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去吧。在张吉的催促下，李碧蹦蹦跳跳的离开了。看着他欢快的背影，张吉宠溺的摇摇头。弹幕：不是吧，这李碧这就走了？人家张吉坚持让他走，还留下来干嘛？又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张吉这么辛苦，是还不是为了争第1名给他？他这么走了，怪没义气的。人家愿意，没想到冠军也会恋爱脑。轮佛系还是郭麒麟他们，2人在树荫处下摆好摊后，支了个主意，直接睡起午觉。摄影师最后1名是去老人活动中心过，你们不当心。李一桐一脸无所谓，最后1名就最后1名，老年活动中心有什么不好？大林子还能带着我在那里下棋。摄影师整个绷不住，他看向郭麒麟：你也这么想的？郭麒麟随手拿了本书挡住额头上的太阳，一脸得意地说：我听他的。大林子说的没错，听女朋友的能发财。大家认定他们是准备佛系到底了。突然一声，这西游记怎么卖？本来瘫睡在椅子上的2人像突然上了发条一样站起身子，异口同声喊了句25，把买书的人都吓了一跳。弹幕：救命！他们2个笑死我了。相恋吧，嘴硬选手出来了，一个被窝睡不出来2种人。
都是嘴巴硬。我还以为他们是看开了，原来是以为没生意，提早放弃了。郭麒麟他们好不容易有点信心，买书的人觉得25太贵了，放下书就走了。等等，你要是有心买，我给你算便宜点，22、15二也行啊。李一桐，哎，我们就该早点放弃，白费口舌了。弹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哈哈，笑死了，书没买出去一本，心态先崩了。张颂敏那边生意怎样？有个小孩在那里套圈，人家张颂敏抢小孩圈玩。卧槽，这是什么鬼操作？走走走，去看看。田曦薇和张颂敏他们摆的是套圈的小摊，比起华少他们，生意好了许多。小朋友，你不能这么套，爱我，这么套就不对。张颂敏在小孩哥扔出第3个圈就开始叨叨个不停。唉，我帮你吧，一定套中。弹幕：他到底是哪边的？我第一次看到套不中比客人还要急的老板，他竟然还要帮人家孩子套，好人啊！我当初要是有遇到这样的老板就好了，他一定会出现在我的作文上。在张颂敏扔出最后一个圈后，小孩哥再也绷不住了，捂住脸呜呜哭起来。呜，你骗人，你赔我圈。第67又上热搜了。弹幕：哈哈，我笑得好大声。野王弟弟的呐喊：熊孩子，你玩我 ！HHH 见不见啊？看他哭得受不了，张颂敏和田曦薇都上去哄：别哭了，我给赔你20个圈好不好？小孩哥停下单毫，向张颂敏伸出手：给我。弹幕：笑死了，竟然让孩子骗了。什么叫骗？张颂敏不抢他圈就没这事，多新鲜啊！卖10个圈倒贴20个，自己的摊位明明可以玩个够，他偏偏抢客人的圈玩。哥哥是喜欢孩子，和他闹着玩呢。这老板好，我也带我孩子去。田曦薇用手扇着风，看着几乎空荡的大街，奇怪了，这不是风景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让节目组拦住了？有些地方当地人会比较热情，为了不影响到拍摄，节目组确实会将一些观众挡在外面，但他们现在做的是摆摊任务，没有人怎么卖。你先看着点摊位，我去看看猪猪姐他们。好。田曦薇看到猪猪顶个大太阳在门口卖糖人，不由有点心疼。太热了，我们去买瓶水吧。算了，我们还差100块就完成任务了。这么快？田曦薇听完十分讶异。猪猪点点头，他现在就想快点把任务做完，直接回到车里休息，什么都不想做。看着猪猪这么卖力，就连原先只想摆烂的郭麒麟他们也开始在推销书籍。田曦薇心里的胜负欲被激发出来，不行，一定不能落后。那我也回去了。好，那你们做完任务，我们来这里集合。4队人整理好心情，在大太阳下努力招引客人，效果却微乎其微。田曦薇叹了口气说道：我这都半个小时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李一桐，我这里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大门口看看吧。热点就热点，你看猪猪姐都快完成任务了。看着金灿灿的大太阳，李一桐叹了口气，行吧。郭麒麟，我去吧，你帮我看着摊。李一桐没答应。郭麒麟继续，我抱捆书去看看，没准在哪里能直接把书推销出去。弹幕：这真的是4A 级景区吗？怎么人这么少？估计是天气太热了吧。我以为节目组会找几个拖来呢，没想到一个人都没有，全靠他们自己。直播节目就是真实。对，我最近别的综艺都没看了，光来这里盯直播。快去看看秦燕那边，人家已经卖完了。卧槽，真的假的？我才刚从他们直播间过来，不是刚到吗？摊都没支呢，快去看看。一时间4个直播间的观众都涌进秦燕这边。面对着突然暴起的人流量，后台的技术人员熟练地扩载服务器。秦燕也没想到自己的奶茶会卖得这么快，他知道会好卖一点，但他不知道观众的疯狂程度。摊还没支起来，奶茶都卖光了，周边的小贩羡慕到眼红。大多的观众是看到直播间纯纯来占便宜的，占价值几万的奶茶卖20块钱的大便宜。看着蜂拥而至的人群，秦燕连忙拉着白鹿弃车而逃。为什么要跑啊？不跑等下就跑不了。为什么啊？他们都说冲着我们的奶茶来的，待会你继续卖就累死，不继续卖就被骂死，你说该不该跑？弹幕：哈哈哈哈，他还有点自知之明。该死，我竟然因为没占到便宜而心痛。我已经看到抖音和微博有买到的人在晒奶茶了，我也看到了，大家都说好喝，每条发奶茶的视频下面都好几万赞呢。对，就是视频都火了，所以现在
大家都抢着要买。我就在这附近，早知道我就去买了。我等了那么久，都没买到。许多从直播间过来的游客买不到奶茶，直接把秦燕的房车当成这次旅游的打卡景点。秦燕走到半路，就感受到系统的情绪值发生变化，情绪值加30000，心动值加1000，获得福利礼包数量3，获得经济学史礼包数量2。这次数据上升这么快，秦燕赶紧拿手机查看怎么回事。白鹿看着车外排成长龙，整个被震惊住，这也太夸张了。更夸张的还有呢，秦燕拿出手机递给白鹿，我们的车和奶茶变成网红的打卡景点，现在已经冲上热搜了。真的吗？他接过手机就看到3条：井号秦燕，井号白鹿，井号天价奶茶打卡点，井号我们相恋吧，井号秦燕，井号一杯奶茶可以多贵，井号陆燕 CP 撒糖，井号真的上热搜了。这次连我也一起上了。这些热搜不是你买的吧？白鹿忍不住问道。说实话，他想问好久了。自从相恋吧开播以来，秦燕就频繁上热搜，那热度比他们还要好。不只是他，圈内很多人都说这是秦燕花钱给自己买热搜了。我买热搜能干吗？秦燕整个莫名其妙。等等，秦燕想到个事，系统，买热搜算不算我的情绪值？不算。还想说算的话，他能一整个把热搜冲爆了。宿主，请克制，作弊是不好的。系统的声音都带着些紧张。看秦燕一脸茫然的样子，白鹿就知道真不是他买的。不是你买的，你还能上这么多次热搜啊？简直太让人羡慕了吧。秦燕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脸懵懂的样子，把屏幕前好多明星都羡慕坏了，简直就是凡尔赛。他们为了个热搜争得头破血流的，秦燕什么都不用做就能频繁上热搜，人比人，真的气死人。白鹿激动地按了下截图，你把这图发给我，我要让我助理看看。之前他只要上个热搜，助理就能高兴好久，现在一下上了2个，他可能会高兴地跳起来。秦燕把图片分享给他后，白鹿抓着他的袖子摇了摇，我们去周围逛逛好不好？反正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去，闲着也是闲着。秦燕看着他可怜巴巴晃着自己手臂的样子，嘴角忍不住上扬。行，去逛逛。好爷，我就一个，你对我最好了。弹幕，可恶啊！白鹿这撒娇的样子，看得我都想谈恋爱了。救命！他们2个真的像在谈恋爱，这是恋综，他们谈恋爱正常的好不好？但这不是剧本吗？别人难说，但是这里的真的不像剧本。没心动的人是真不甜，还在磨合中。这2个心动的，像刚尝试相处的小情侣，甜死人了。对，我也觉得他们是真的。这要是剧本，我再也不谈恋爱了。我刚刚看到微博有星巴克的工作人员吐槽，不知道是谁，在他们店里点了500多杯冰摇，第68答应我一件事。我看到了，那个店长手都要摇废了。门口清一色10几辆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在门口进进出出，说是过年都没这么忙过。店长，我在做冰摇，我是傻 X。还有卖水果的，手都切破皮了，干完这单直接关门休息去了。我好佩服你们啊，又在这边看热搜，又能看别的，随机刷的都上热搜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损，这是和老板有仇吧？白鹿不知道直播间讨论的话题，但他看到大门外一下聚集了20几辆外卖电动车，怎么这么多外卖员来这里？而且每个人手上不是拎着星巴克就是水果拼盒。白鹿想不好奇都难。秦燕看了一眼，毫不经意地说道：天气太热了，我给剧组的工作人员们买了饮料和一些水果。白鹿惊讶地回头看他，是你买的？整个剧组。秦燕点头，旁边的小王和大李2个摄影师都僵住了。整个剧组，这次因为拍的是户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和临时请来的，那起码得好几百人了吧。不一会，2人的手机同时响起群消息。自从上次秦燕在群里发了红包后，他们这个群的消息一条都不敢错过。导演，燕哥请我们喝星巴克，还有水果，1人1份，来几个人帮忙发下去。哇，燕哥大气，谢谢燕哥。自从跟了燕哥后，我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啊。大李看着一眼群消息，轻声提醒小王，你疯了吧？怎么了？说这话不是公然背刺节目组之前待遇不好吗？啊，不是，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谢意。哪有你这么谢的？你看群都静下来了，赶紧撤回。小王手忙脚乱撤回后，看到总导演发出来自己的星巴克和水果拼盘，并配文：自从跟了燕哥后，我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啊。谢谢燕哥，燕哥万岁。总导演的话发完，底下全是其他工作人员复制粘贴的。小王，
大李，这消息撤了又好像没撤。大李十分同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明天早上进剧组的时候，考虑好先迈哪只脚。两人的对话把白鹿逗得哈哈大笑，连秦燕也忍不住。放心吧，导演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怪你，就找我给你顶着。毕竟买东西摸人是我。摄影师连忙道谢。走吧，不是说要去逛逛。白鹿首先带着秦燕去了旁边的小吃街。我在网上听说这里的小吃可好吃了，你看一下你想吃什么，我请你。贵得请不起，其他的他还是可以的。秦燕对小吃街的什么东西都很新鲜，看见什么他都会买一份尝尝。你知道吗？以前总有人跟我说外面小吃摊这些东西难吃，我吃不惯的。现在我发现还行啊。弹幕有些人从来没有吃过这些，觉得新鲜也是正常。他估计是第一次在这些地方吃饭吧。我看他那一脸震惊的样子，就像唉，羡慕不来。我们这些都吃腻了，可他吃的我们想吃都吃不到。大少爷也不会因为一颗牛肉丸感动得泪流满面吧？你说的这是哪个电视剧了？我小时候看过，我好像也看过，就是一个富家少爷第一次吃垃圾食品，哭着说太好吃了。也就女生才会看这种无聊的东西。评论区的人都以为秦燕会跟这个大少爷一样，就连白鹿也问道：怎样，好吃吧？秦燕听完直皱眉，不好吃，不好吃。但不是接受不了，秦燕语气十分实诚。白鹿，果然电视里那些霸总第一次吃到人间食物，震惊又上头的情节都是骗人的。他们想要什么好吃的没吃过，怎么可能被这些小吃惊艳到？白鹿不由想到自己。弹幕，秦燕一句话干到所有霸道总裁的玛丽苏情节。HHH， 白鹿被打破环境了。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些太假了，就是他们那么有钱，想要什么没吃过。被电视剧误导的童年。不过因为之前没吃过，我觉得蛮有新鲜感的。真的？还有什么还尝过？有，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了。好吃？好吃，那就去尝一下。3分钟后，秦燕僵持在臭豆腐摊位前10米，硬是不敢再动一步。哎呀，我和你说这个很好吃的，不，试一下。不行。弹幕，我就是知道一定是臭豆腐，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也是差点把我送走。我也不吃这个，但是我女朋友很爱吃，还行吧。第一次吃有些抗拒，后面就好了。白鹿拉着秦燕往里走，可她硬是不迈进去一步。真的不去？不去。那好，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白鹿看向秦燕，她好看的侧脸在被阳光镀上一层徐灰，让人小脸一红。我现在还没想到，你先答应，行吧？他挽着秦燕的胳膊，走吧。那我们去找李一桐他们。白鹿变得超快，仿佛刚刚拉着他，非吃不可的人不是他一样。路上，白鹿忍不住问：你刚刚怎么不问我是什么事情？你能问我的事，大概是因为我能办到的，所以有什么好问的？等你想要让我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知道。白鹿语塞，他想要问的那个事情，知道了有什么用？能办到才是真的，但就怕他办不到。见到李一桐，他就松开他的胳膊跑了前去。秦燕盯着他看了好一会。白鹿今天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穿着学院风的套装，阳光洒在她身上，短裙的裙摆随着她的步伐上下晃动，照亮了那完美无瑕的腿部线条，如一道动人的风景。秦燕晃了晃脑袋，甩掉心里以你的想法追了上去。你们这么快就卖完了？都没卖过。我和秦燕刚把车门打开，人就围了上来，桌上的奶茶都被哄抢而空。李一桐听完一脸的羡慕。你就好了，我们刚刚在大门那里差点被晒成黑干。两人正聊着天，就有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她穿着学生服，那张脸却怎么看都不像学生。第69，哥哥，你能帮我吗？身上挂着的是一块筹集200元回家路费的木板，下面密密麻麻是一段可悲可泣的小故事。见到秦燕他们身后的镜头，他没有一丝惧意，甚至直接站到秦燕面前，一副悲悲戚戚的可怜模样。哥哥，你能帮帮我吗？秦燕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周围开始窃窃私语，甚至能清晰听到几句这女孩是骗子等话。弹幕，卧槽，这人是初中生？我怎么感觉不像呢？自信点，把感觉去掉。我上次在景区也遇见他了，还没回家呀。没回就算了，上次才22，现在怎么涨价到220了？这是假的吗？可是他的写的好感人啊，不写感人一点怎么骗人？有手有脚的，做什么都比这个强。是个女孩，没准她是真的有困难呢。如果是假的，
节目组怎么会让他出来？秦燕没看到直播间的讨论，只觉得面前这个女孩应该是骗子。帮帮我吧，好人一生平安。对你来说，这钱微不足道，对我来说，这是救命钱了。2句话说完，他就掩面哭了起来，好似被人欺负了一样。秦燕拉着白鹿往后退一步，女孩看见，想要往前，却被摄影师阻止。小王看向大李，怎么回事？直播呢？怎么让这些人进来了？小王耸耸肩，表示他打电话问问导演是不是他们安排的。郭麒麟一看就知道这人是骗子，但还是客气道：“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说下，我们帮忙报警。”提到报警，女孩瑟缩了下，但很快镇定下来。她是在附近行骗的骗子，听人家说今天景区有节目组过来拍摄，其中有个从国外来的帅气小哥，特别有钱，随手一出就是几百万。朋友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来找这个人哄些钱。他们都是公众人物，而且节目在录着，当着镜头的面不会有人敢自己动手。这些人沽名钓誉，只要自己卖得足够惨，他们为了博名声也会主动掏钱出来给他。想到这里，他胆子更加大了些。我没有什么困难需要麻烦帽子叔叔帮忙，只要有好心人帮我凑下回家的路费就好了。这拙劣的演技，不是诈骗都像在诈骗。郭麒麟看了头疼。很快他们的摄影师收到消息，这女孩根本不是节目组安排的，而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跟他客气了。郭麒麟正要勒令他离开，女孩把矛头对向秦燕：“哥哥，你们家有钱，2200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对我却是救命钱，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秦燕直接乐了，骗子行内还有坐地起价的，你刚刚不说200，怎么现在变2000了？女孩一顿，显然没想到秦燕会说的这么直白，眼珠子转溜下后，委屈巴巴的说道：“我看哥哥不差钱，就问的多一点，但这个钱我是为了学习的学费。”他看准了这是直播，大家不能拿他如何，直接对着镜头开始哭诉他一系列惨状：父亲车祸，母亲改嫁，爷爷奶奶去世，就差乡下有个卖茶叶的外公了。弹幕：这故事编的，我都要开始信了。什么编的？人家都哭成这样了，还说编的？非要把人逼死才甘心吗？这些迷惑发言队的网友一脸懵逼。歪日，真有人信？是当我们傻子了，还是你入股了？这一看就是骗子，不就是看秦燕家里有钱想讹人家，都哭得这么伤心了，给2000怎么了？秦燕又不差钱，就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秦燕那么有钱，一定会帮他的，而且就2200就是假的，损失也不大。卧槽，哪家的圣母被摆出来了？不差钱就该被骗，什么鬼迷发言？弹幕争论的水深火热，基本骂声一片，甚至有人说就是他是骗子，也是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应该以德报怨，给这个女人钱，安排个工作和住处，她就不会再出来骗人。总导演看到都忍不住啐一口的程度，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怕被网暴，叫下附近的保安来处理吧。记得要文明交流，这是在直播，别给我们节目抹黑。导演的话才吩咐下去，那边花少就带着猪猪过来了，他是在秦燕之后完成任务，得了第2名。发生什么事了？女孩看着秦燕两人油盐不进的样子，都准备放弃了，没想到又来了一个。看样子这个人比那2个好说话多了，他连忙上去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这位帅哥哥，你行情好，我在火车站被人偷了钱包，现在急需要220回家。”弹幕：哈哈，我相信这个没有剧本了，因为就是湖州的。干，我差点被骗了。不是我说，如果是我遇到，他能把我底裤都骗没？兄弟，细说底裤怎么没的？想要人相信，也得有个好剧本啊！怎么张口就来？刚刚2000，现在200，合着他以为秦燕情冤种哦？估计是看他和郭麒麟2个冤种兄弟比较好骗。所有人从刚刚的争论状态改成看热闹，他们想知道这女人到底能不能骗到钱。观察团里面的嘉哥笑得眼角都出褶子了，这是不是节目组派过来的群演？杨幂都被迷惑住了，应该是吧？这要是真的，那也太离谱了。卢田，他这演技，把秦燕都这个外星人都看冷了。张昭刚，真的，这谁上当谁傻子？他的话逗得观察团里的哈哈大笑。白鹿捂着嘴，偷偷趴在秦燕耳边说了声：“他又降价了。”相逢袭人，秦燕忍不住勾起嘴角，和郭麒麟几人面面相觑，又齐齐看向华少。这么拙劣演技，连他们都骗不了，别说华少了，他们就没准备提醒他。结果就这么一会看不住，华少竟然拿出220给了人家。秦燕，观众，明星吗？
女孩拿了钱，高兴地说了句谢谢哥哥，好人一生平安。随后背起书包，头也不回地跑了。唉，他跑了，赶紧追啊！华少，追什么？人都有个不容易的时候，理解下吧。做了这么久的节目了，要是看不出来这是节目组的考验，他就是傻子。他意味深长地瞥了秦燕一眼。有时候人还是要善良一点，吃亏才是福。这人怕不是傻子吧？秦燕愣愣地看着华少，见阴阳怪气对着自己，冷不防来了句：那祝你福如东海。噗，嗨嗨。白鹿和李一桐把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情都想了一遍，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倒是旁边的摄影师破防了。华少不明所以，但还是义正言辞地用前辈的口吻训斥道：我们是公众人物，应该给我们的粉丝带个好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特别是有些家境优渥的，更应该多行善积德才对。说完，他直接看向秦燕：第70为什么帮我？弹幕：花少这话说的没错，做好事也得看是什么好事吧。像刚刚那种算什么好事？我觉得那个女的应该不是骗子，毕竟她只拿了220就走了。要是骗子，怎么可能舍得走？那是因为她骗不下去了。抛开事情不谈，你们不觉得秦燕太冷漠了吗？一点助人为乐的意思都没有。我觉得做不做好事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直播间又因为刚刚的事争论起来。秦燕淡淡的看着眉眼得意的华少，他说：我这人帮助别人不会图回报，他是真的需要帮助也好，假的也好，我尽自己的心意就好。作为公众人物，而且面对弱小群体，我们不应该用有色眼光如评价他们做人如何，尽我们所能就好。秦燕，你说对吗？华少自以为是热血的话把在场的人说沉默了，想说他脑子不好又不敢。郭麒麟甚至都想看看弹幕上面有没有嘴替。外场鸦雀无声。白鹿看到华少眼里的挑衅，还有郭麒麟欲言又止的迟疑，因为华少的关系，没有人想先出言得罪他，大家都不敢。他敢。白鹿觉得华少凭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情况，在这里乱摆什么阴阳阵。他顾不得什么得罪前辈的后果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谁也不能欺负秦燕，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白鹿站出来：华哥，你讲点。秦燕却在旁边鼓起了掌，他漫不经心的动作吧，白鹿说的话都读回去。华少说的没错，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不过，我觉得做好事之前，最好先知道对方是不是需要帮助。华少沉着一张脸，什么意思？秦燕语气平静，不带一丝情绪。一个人快饿死了，你给他一碗饭吃，这叫做好事。一个人假装很饿，你给他一碗饭吃，这叫被骗。弹幕：哈哈哈哈，我快笑噎了。被骗可还行？华少汗流浃背了吧？秦燕说的没错，华少可不就是被骗了？会云多云，我太爱他这句话了。被骗了不自知，还津津乐道的，我有些佩服华少了。我们都看出来了，他难道没看出来？自信点，把难道去掉。见华少没有反应过来，郭麒麟出来打圆场。这事情就是误会，我们没说不帮他，但他是个骗子。李一桐的话让华少愣住，骗子？还没等他们解释，几个景区保安就跑来讲述了下事情经过。火车站离这里远着呢，现在年轻人都聪明，不会上当，也就一些老人才会被他骗到。本来已经报警让他被拘留了10天，没想到他还敢来，还混成游客溜进来。那你怎么不早说？我们没想到会有人相信啊。弹幕：扎心了，老年人也跟扎心啊。哈哈，最好笑的还是华少，当着全华夏人民的面被骗，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连华少这样的人都被骗了，一看就是反诈 IP 看少了。明星团，嘉哥满脸吃惊，我都没想到这个真的。杨幂紧紧盯着屏幕，显然他也没反应过来。张昭刚对着屏幕说道：不过正好也提醒观众，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那渣，我刚出道之前就被差点被这样的骗局骗过，没想到现在还有。于朦胧，那时候才毕业不久，正是天真善良，遇到这种事哪还有脑子分辨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觉得他可怜就对了。事情说完，主持人带着大家宣布任务结果。华少的脸从阴沉转化为铁青。弹幕：他把钱给刚刚的骗子了。哈哈，这都是命啊！什么命？这是华少见义勇为的奖励，又可怜又想笑，猪猪才可怜。你们忘了，他可是在太阳底下晒了2个小时，好不容易要赢了，真是倒霉遇到这个搭档。在主持人的安排下，秦燕拿出自己的520，
他没有用节目组的任何东西，所以500可以算是完成任务。其他人的金额都必须是700。郭麒麟是500，张吉350，张颂敏200。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华少，他抿了抿唇说道：“我刚刚给人家的钱能不能用我的私账填上？”主持人摇了摇头，因为你是用作任务的这个钱，所以不能填上。华少痛失200。最后，猪猪都懒得看了，直接找个地方休息。今天他顶着大太阳拉客人已经不容易了，结果辛辛苦苦赚的钱让华少给人骗了，差点控制不住脾气，只能说累了，拒绝拍摄，回车子里休息。郭麒麟也没想到自己能捡到大漏，高兴的和李一桐一起欢呼。弹幕：只有华少2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这都能让郭麒麟捡漏，运气也是没谁了。有时候运气就是一种实力。任务完成，大家收拾完前往福利院。路上，秦燕回头看着还在欣赏风景的白鹿：“你刚刚是想替我说话？”白鹿一顿，看着秦燕那双漂亮的桃花眼，反应了一会才知道她说什么。啊，我确实是想和华哥讲点道理。听到讲道理，秦燕忍不住笑出声来，随后问道：“为什么？我记得你和我说过，你公司交代过你，不要和华少这些前辈起冲突。这话说的没错，他是新人，不论实力还是人脉都差人家华少一大截，万一得罪了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白鹿想了一会，才鼓起勇气说道：“我不能得罪华少，但是我看不得他这么针对你，或者说，我不许谁这么欺负你。”欺负我？秦燕像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半晌，她伸手摸了摸白鹿的脸：“我谢谢你哦。第71还有一个重要客人没到，怎么听起来没什么诚意？你对别人也这么仗义？”仗义？白鹿有些奇怪，秦燕怎么会突然这么问？也帮别的男生出头过？后这个字他尾音拖得有点长，性感的低音像一根羽毛抚过人心间，跟着颤了颤。我没有过。呵，秦燕似乎被他取悦到了，心情大好的拍了拍他的头，样子十分宠溺。干嘛老是拍我的头？这样显得我们关系亲近一些。他想说他和家里的猫也是这么玩的，不过这话说出来，白鹿肯定炸毛。秦燕心情大好，今天有想吃什么，或者去哪里玩吗？不是要去福利院？是，我说从福利院回来后。他眼角笑意不减，让白鹿心生欢喜。你是在约我？呵，笑什么？白鹿的脸蓦然一红，是他自作多情了？可他真的希望秦燕发自内心想要和自己约会，而不是因为节目的安排才和自己约会。我待会福利院出来，节目组应该是让我们自己出去玩，你看向你想去哪里，我陪你，去哪里都可以。秦燕的话说完，白鹿高兴地抓住他的手臂：“你也太好了吧！”秦燕看着搭在手臂上细腕，轻笑一声：“好了吗？摸完了，我就要开车出发了。”白鹿的笑容僵在脸上，搭在他身上的手尴尬地收回来。秦燕见他当真失落，又跟哄孩子似的，捏了捏他滑若凝脂的脸颊，语气无奈，带着沉重的尾音：“乖，等办完正事，我就带你去玩。”弹幕：这声音也太好听了吧，听着好酥啊，跟在开车似的，长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声音还这么好听。白鹿竟然想豁出去护秦燕，看来他是真的喜欢上了。别说白鹿顶不住，我们也顶不住啊！秦燕，我要给你生猴子，千万别让我女朋友看到这个男人。来不及了，你女朋友正看着呢。明星团里嘉哥一脸姨母笑，看得出来白鹿很喜欢秦燕了。哪吒，他对白鹿说的那个问题，是因为吃醋了吗？杨幂点点头，静静地看着屏幕前那张好看的侧脸不说话。想到热巴对她的说话：“幂姐，我真的好喜欢他，让我去抓住他的心吧，他一定会喜欢我的。”他当时的回复是：秦燕正在节目上和白鹿组 CP， 现在半个华夏的观众都在看他们谈恋爱，把他们当成一对，你现在贸然插一脚，不仅讨不到好，还会毁了你。看着热巴隐忍的委屈，到底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人，他也不舍得让他这么难受。等节目结束后吧，如果他们两个没有走到一起，到时候我再找机会让你们相处。热巴破涕而笑，抱着杨幂一顿撒娇：“谢谢幂姐，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我会好好拍戏，认真工作。”杨幂叹了口气，看来热巴没机会了。郭麒麟几人的车子缓缓来到福利院，破旧的3层小平楼，周围墙面布满青苔，门口的大铁门锈迹斑驳，楼下门口贴着褪了色的春联，随处可见的破败。若不是院子里的杂草有修剪过的痕迹，空气中还弥漫一股青草味，他们还以为这里没人住了。
弹幕：我去，这房子吓死我了，看房子都这样，这里收拾得很干净了。节目组从哪里找来的地方？我真的服了，这真的是福利院，不是阿飘的屋子。福利院不是有政府资助的吗？这看起来这么破败。几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华少在一旁不停地跟猪猪道歉。郭麒麟和李一桐这两个简陋的站在旁边不敢说话。很快，小楼的大门打开，里面走出几个中年人，为首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欢迎各位前来视察参观我们福利院。郭麒麟几人礼貌地和宋院长握手，花少淡淡地瞥了他的手一眼，才缓缓伸出手。虽然他在笑，可宋院长却清晰地感觉出华少眼里的轻蔑。这些年为了宋院长福利院受尽冷眼，早已经习以为常。他面色如常，笑着向大家自我介绍：我是这里的院长，鄙人姓宋。他边说边把人领进去。田曦微忙道：我们后面还有人没到。宋院长一顿，随后笑道：那我让人在这里等着。郭麒麟：那多不好意思。没事的，待会他们来再给他们开门也不迟。没事，就这么开着，车子就可以直接进来。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还没到。这时花少回头，倨傲地朝着宋院长说道：我是代表我们节目组给福利院送爱心来的。说完，他指了指车上的东西，这是我们买的一些米油凉面和食物，谢谢，多谢节目组了。华少将车门打开，示意宋院长让人搬东西，连出来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郭麒麟和张吉他们连忙上去帮忙，就连李一桐几个女生也拿着东西进去。早知道这里还有孩子，我们就应该买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来。对，买些零食和水果什么的。李碧边说边提着油进去。张吉看见，连忙上来接。华少站在一边，摆出一副长辈气势：大林啊，这些就交给你了，我和宋院长好好聊聊。弹幕：这话说的怎么有种赈灾的既视感？而且华少这态度，这确定不是在偷懒？全部去搬东西了，谁和宋院长唠嗑？这福利院人好像不少，但是看起来怪怪的，都是老人多，不过收拾的挺干净。宋院长带着华少他们往屋内走，主厅墙上是福利院建立以来的照片。我们这里建了60多年了，这里收容住的都是一些孤儿，以及在大街上无家可归的人，周边村落里没人照顾的痴傻，还有我们以前的抗战英雄。哟，老兵也有，旁边还有好几位呢，他们为我们和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应该给他们养老。那挺好的，先生大义。镜头移动到屋内第一个房间，里面确实住着几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笑容和蔼的和镜头打招呼。楼房和设施虽然老旧，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他们脸上的笑容来看，他们对这里真的很满意。弹幕：几位老爷子，眼神都能杀死敌人。他们虽然在笑，但一脸肃杀之气，是我们的英雄。虽然老了，但风骨还在，全体都有。敬礼。第72，那不是秦先生吗？宋院长好样的，这些老兵华夏国家有补贴才对，本来就有补贴，但是宋院长不是说了吗？他们都没人照顾，说不定他们的家人都死战争中了。还好有宋院长。宋院长在镜头前说明了福利院的情况，当初这个福利院是家父用祖屋私建的，没有去政府那里办理相关的手续，靠着政府的接济还有我之前的工作支撑到现在。如今这里被定为危房，还有2个生病需要手术的孩子。弹幕：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他们养着的。卧槽，这功德阎王来了都得给他递根烟。宋院长是好人，是什么让他倾尽所有养活这么多人的？难怪他对象跟人跑了，所有积蓄都花在这些外人身上不跑才怪。楼上说什么呢？自己做不到就不要说别人。就是没有宋院长，我们的英雄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呢。在宋院长心里，这些人早就是他的亲人了，不然他也不会因为没有手术费求到节目组来。就是我看过他们的直播，那时候宋院长连麦都不会，虽然跟不上时代了，却为了跟上每个人的回复，他用老花镜在镜头前翻着一条条弹幕逐一回复。别说了，我刀死，挂个众筹吧。虽然我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但还是想尽一份力。还有我。说到手术费，宋院长的脸上泛起愁容。手术的日期就在眼前，原先约好时间过来的秦先生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了还没来，估计是不会来了。郭麒麟在私下里和李一桐他们商量要不要凑一些钱出来，毕竟人已经到这里了，什么都不做，心里过意不去。华少在旁边说道：宋院长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介绍个贵人。所有人眼里都带着疑惑，宋先生和福利院几位义工眼里闪着希望。
华先生说的贵人。花少轻咳一声说道：“宋院长，我们也是真心想要帮你的，奈何我们能力有限。不过我们这群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家境殷实，心地善良，还是个热心肠的，你可以去求求他，他愿意帮我们。你放心，这人出手阔绰，根本就不差钱，肯定愿意帮你的。”话落，所有人都变了颜色。郭麒麟笑着过去，挡在宋院长和华少中间。这事得让秦燕自己来决定，我们贸然开口，不好吧？华少一副刚想起来秦燕没在的样子，拍了几下头。对，他等下就过来了。宋院长，你待会再和他说说。弹幕：花少这是什么意思啊？捧杀啊？他该不会是记恨刚刚那200块的事，故意在宋院长面前提秦燕吧？还让人去求他，这不是逼着让秦燕答应吗？太过分了吧？他是秦燕的谁？凭什么替他做决定？不过花少说的也没错，秦燕一顿饭都吃了100多万，他要是出手帮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可说不定。刚刚那妹子要2000都没给，别说这个要几十万的。有钱人只顾自己享受，哪管别人的死活。人家有钱，有不是有罪，凭什么一定要他帮？就是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没道理因为有钱就逼人家。明星团里，嘉哥看着华少的屏幕直皱眉，花哥这个处理方式。说完，他淡淡的摇头。张昭刚也有些尴尬，他实在搞不懂华少这么八面玲珑的人，怎么秦燕身上钻牛角尖？得罪秦燕对他有什么好处？卢田眼里带着一抹担心，秦燕他会答应吗？花少这招真的是太毒了。秦燕之前在节目上出手阔绰，现在被华少下了这个套子，一旦他处理不好，那直播间的观众一定会群起而攻之。那些看不惯秦燕的观众，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带动大家网暴秦燕。想到早前秦燕对待那个女孩的态度，他真怕秦燕上华少的套。杨幂暗暗咬牙，心里把花少都唾骂上了。他偷偷给秦燕和总导演发消息，甚至让导演现在联系宋院长，他们节目愿意帮福利院度过这个难关。虽然这样意味着他们要多出几百万的开销，但只要他们接下这锅，他们就为难不了秦燕了。福利院这事，他们可以利用起来营销一波，不一定会亏。最重要的是能在秦燕和周阿姨面前卖个好。杨幂暗暗叹了口气，心里把华少骂了个1000万遍，以为他会是个稳住节目的老油条，没想到就是个小肚鸡肠的惹事精。主持人收到消息的时候，心里十分讶异，节目组竟然要替秦燕接下这锅。宋院长一脸惊讶，你们说节目组愿意帮福利院这个忙？不只是宋院长，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讶到，谁也没想到秦燕人都没到呢，节目组就已经出面帮他解决了这个烫手山芋。华少怎么想都不甘心，得罪人的事他做了，箭还没射出去，功就先亡。凭什么他秦燕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呵呵，节目组很有爱心，不过这事还是等秦燕来了再说吧，没准人家愿意呢。愿意你个头愿意，秦燕打电话跟你说的。郭麒麟和张吉避开镜头，暗暗翻了个白眼。张颂敏在旁边一脸事不关己，本来公司计划是让他在华少这边俘获少女粉的，结果秦燕上节目后硬是抢了他的风头，不仅没有收获到多少粉丝，还掉了些粉，现在能看他吃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秦燕和白鹿刚到，就感受到系统情绪值的变化。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情绪值波动这么快？秦燕刚将车停在门口，白鹿看着寂静无人的四周。秦燕，你好厉害，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认识路。秦燕笑笑没说话，她抬手示意白鹿过来，走吧，这里门口的台阶裂开了，你穿着高跟鞋小心些。屋内，花少第一个听到动静，是秦燕他们过来了吧？真是奇怪，我们位置不是一早就发过去了，他怎么到现在才到？花少自顾自地说着。屋内所有人知道他的打算，没有一个去理他的。郭麒麟给李一桐使了个眼色，让他拖住他们，他去跟秦燕说一声，免得上了华少的套。郭麒麟快步冲了出去，不顾自己行为有多刻意，直接就揽住秦燕的肩膀。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华少指向秦燕，说曹操。曹操道：宋院长，那位就是我和你说的秦燕了。宋院长顺着方向看过去，整个愣住。那不是秦先生吗？第73，我是钱多，不是人傻钱多。花少还没细想宋院长话里的意思，人家已经跑到秦燕面前。秦先生，您来了。秦燕点点头。郭麒麟一点震惊，你们认识？前天来过这个地方。秦先生，您之前说的。宋院长不知道在节目上说比较这件事合适不，只能隐晦提一嘴，等秦燕的指示。可以，已经让仁和医院取得联系。你那边需要什么？
到时候和他们说一声就好了。秦燕推了一个微信给宋院长，这就好了。宋院长一脸不确定，压在心里的大石，就这么加个微信就解决了？对，宋院长心里还是不安，这事情解决的也太快了吧？但他并不知道，对于秦燕来说，钱能解决的事都不算事。看着他们打了好几句哑谜，郭麒麟再也忍不住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怎么我们都听不懂？恰好宋院长的电话响起，他向大家说句不好意思后就跑到一旁。白露盯着秦燕看了一会，你和宋院长之前就认识吧？因为认识，所以这么偏僻的路他不用靠导航都能找到。秦燕点点头，我家里的公司有项公益扶持的项目，那天我们节目提到福利院，我就留意了下。然后呢？然后解决了。解决了？是解决什么？是手术费还是助听器？秦燕回答的云淡风轻，所有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与其说一头雾水，不如说是不相信他这事情就这么解决好了。过了一会，宋院长一脸激动地跑过来，秦先生，可以了，可以了。他握住秦燕的手，激动地说，医院打电话来说，手术这2天就可以安排了。孩子的助听器，刚刚有人联系我，这2天去做适配，单位把福利院的相关手续批了。秦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啊。宋院长的话说完，后面几个义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郭麒麟，都是你做的？张吉一脸震惊，这又花了多少钱啊？不多，200来万。所有人听完都倒吸一口凉气，200多万叫不多。弹幕，卧槽，真的假的？是秦燕做的？宋院长都亲自说了，总不可能是做戏吧？如果是别人，他怎么可能只感谢秦燕一个？秦燕牛逼，没有炒作，没有大肆宣扬，直接就把福利院的困顿解决了，这才是真正做实事的人，超能力代表者。秦燕配享太妙啊，这种人活该他有钱，活该他家财万贯啊。秦燕笑着说道，相关手续下来了，那你们的福气还在后头。这里的楼房太陈旧，住着确实危险，推了重盖吧。我让人这2天联系你协商后续事宜。宋院长整个人被这个消息惊得呆如木鸡，身后一个志愿者激动地掐住旁边2个人的手，你掐我干嘛？太激动了，我想看看这是不是梦，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好事？那你不会掐自己啊？我怕疼。弹幕，这2个人也太逗了吧，太可爱了，看得出来他真的怕疼。秦燕解释完后，宋院长握着他的手怎么都不肯松开。宋院长，宋院长，宋院长一脸激动地看着秦燕，那眼里的敬意完全把他当成再生父母，可再生父母却一脸无奈地看着他，你先把我的手放开。弹幕，哈哈哈，笑死。宋院长激动了，激动了，困扰已久的事情解决了，换我也激动啊。秦燕太可爱，一句话让宋院长冷静下来，爱上秦燕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张颂敏愣愣地看着秦燕，华夏的人都这么有钱的吗？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说花就花，不是说他们的实力远不如自己国家吗？可他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的，做公益也做得这么纯粹，没有任何炒作和资本内幕，说帮就帮，这和他们那边的财阀形象一点都不符合。良久，张颂敏问出心里的疑惑，你愿意花这么多钱帮助这些人，可为什么刚刚那个小女孩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却不愿意呢？提起刚刚的事，花少脸更黑了，你是故意的？秦燕被问得一脸无辜，他是骗子，我为什么要给他？我是钱多，不是人傻钱多。秦燕的话说完，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华少，郭麒麟差点把自己憋出内伤了。秦燕这句话说的真是米奇进了妙妙屋，妙到家了。弹幕，他瞎说什么大实话呢？秦燕这个表情，噗哈哈哈哈，赤裸裸的嫌弃，这声吐槽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自信点，把可能去掉。但他说的没错，明知道是骗子还上赶着被骗，这不是傻子吗？HHH 华少刚刚道德绑架人，有没有想到这点？救救郭麒麟那几个孩子吧，憋笑都快憋过去了。嘉哥眼角都笑出花来了，秦燕真的好敢说啊。张昭刚，而且他还说得很真诚。杨幂不是真诚，他是不理解，不理解华少怎么会上赶着让人骗。别说秦燕不理解了，就连他都不理解。华少平时看着不像这种人啊，只能说嫉妒真的会让人发狂，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任务完成。回去的路上，宋院长去屋里拿出他们珍藏许久的鸡蛋分给了嘉宾们，不论他们怎么推脱都没用。秦燕捧着鸡蛋一脸慌乱地看着白露，眼里甚至带着求助。怎么了？
白露还是第一次在秦燕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我第一次拿鸡蛋，还是生的，他们不会在自己手上孵小鸡吧？秦燕甚至都不敢用力，生怕把它们捏坏了。空气有一瞬间安静下来，随后福利院外响起白露放肆的笑声，哈哈哈哈！你竟然害怕鸡蛋？我不是怕，我是怕把它们捏坏了。哈哈哈！你别笑了，快把它们拿走。弹幕，不是吧？不是吧？秦燕没碰过鸡蛋啊！秦少爷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怎么可能碰过这些？哈哈，我老公太可爱了。第一次在秦燕眼里看到慌张，竟然是因为鸡蛋。白露将鸡蛋接过去，秦燕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她才注意到系统里的数值变化，但她现在还没心思整理，还有事情没做呢。任务结束，你想好要去哪里什么了吗？白露一顿。秦燕刚刚是说过等任务结束，只要她想去哪里，秦燕就带着去。可是对她查了下这附近的，没什么旅游景点，唯一的特色就是温泉。这里有一个天然的温泉，附近村民从山里接下来的水能四季常温，连燃气费都省了。难不成要和秦燕去泡温泉？第74温泉浴，你要不要试试？白露光是想想，脸就烧红的不行。夕阳的余晖照在她的身上，她的脸上、裙子上都添上了橘红色的光影，美得像油画里的天使。秦燕盯着她看了一会，白露面带羞意。难道她知道这里的特色就是温泉浴吗？所以她是想和自己。想到这个，可能白露的心思荡漾起来，满脑子想着秦燕这个人太坏，就听到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在想什么？脸怎么红成这样？突然的声音把白露吓得一激灵。你干什么？吓死我了！她伸手捂住胸口，轻轻拍了拍。秦燕低笑一声：是你突然站在这里发呆不理人，我叫你，你还说我吓你？看白露好看的眼睛带着疑惑，她叹了口气，接着说：唉，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不讲道理。好心提醒她，不但不领情，还埋怨人。白露听到这里，嘴角微微上扬。她说的对，确实是自己走神了，管她走不走神，反正自己就是漂亮女人。她笑嘻嘻的上前拉住秦燕的衣角：哎呀，我错了还不行？是你问我想去哪里，我就很认真的想了一圈。想出来了吗？没有，这不是白搭吗？明星团。卢田捂住嘴轻笑：白露太可爱了，我最喜欢看他们的互动了。热渣，对，他们暧昧也好，斗嘴也好，我都喜欢看。我甚至回去的时候还刷他们的剪辑视频。于朦胧，我也是，看他们互动，我觉得笑得比自己谈恋爱还甜。杨幂，恋爱就是要看别人谈才甜。她的话说完，身边两个女生十分赞同。对对对，自己谈有什么意思？嘉哥摇了摇头，所以说，女人心海底针。张昭刚，别说他们了，我这把年纪看这些小年轻打情骂俏的，都找到我初恋时的感觉。嘉哥，细说初恋，周围的人都跟着起哄。张昭刚瞪了他们一眼，去，捣什么乱？弹幕，嘉哥反应好快，张老师直接把自己绕进去了。说真的，节目开播这么久，我也喜欢看秦燕这对的互动，他们像是来公费谈恋爱的。哈哈，就是，其他几对我觉得太生硬了，只有郭麒麟还好点，张吉那对也还行，这两天感情有点升温了。反正我觉得秦燕这对最好。秦燕看白露想了好久，都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干脆自己替她做这个决定。我刚刚找了一圈，发现这里也没什么特色，唯一一个是什么？白露脱口而出。秦燕顿住，白露被看得有些心虚。怎么了？没怎么啊？那我怎么从你眼里看到期待？去你丫的期待！白露这下更加肯定，秦燕事先就知道这里的特色是温泉，所以才给她挖坑，让她去查的。秦燕太坏了，坏到骨子里了。见白露不说话，一双雾蒙蒙的眼睛幽怨地看着自己，秦燕就觉得心里痒痒的，忍不住伸手去捏了捏她的脸颊。好了，想不出来就别想了，我知道这里有什么好玩的。距离这里15公里有家温泉山庄，那里的美食很有特色，而且他们在半山腰挖了一个温泉，环境十分优美，可以泡到最天然的温泉浴。你想不想去试试？明星团里，卢田激动地抓着那扎的手，他们要去泡温泉也，孤男寡女，身着清凉，泡温泉浴，这不是妥妥的感情升温机会吗？张昭刚，你们觉得白露会答应吗？杨幂，这有什么不好答应的？只是泡个温泉而已，又没有什么。于朦胧，秦燕过得好幸福啊，我到现在都没泡过温泉呢。嘉哥，你不是没泡过温泉，你是找不到跟你泡温泉的人。张昭刚，就是，
泡温泉还不容易，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和你泡。杨幂笑眯眯的在于朦胧的心口再扎了一刀，还得看是谁和你泡。于朦胧应声倒地，发出尖锐的爆鸣声。太毒了，这也太毒了！只是参加个节目而已，有必要把他伤成这样吗？单身狗怎么了？单身狗就不配有人权吗？弹幕不配，不配加1。于朦胧看到，不得怒骂我们这群黑粉。我就想看白鹿到底答应了没有，我想看白鹿穿比基尼，我想看秦燕穿比基尼。楼上的，我劝你正经点。秦燕有黑粉。最后，秦燕带着白鹿去往他说的温泉山庄。可是我没有泳衣爷，白鹿突然想到这点，而且他还没有换洗衣服。你想换泳衣？秦燕说的一脸意外的，把白鹿问得一愣。泡温泉可不得穿泳衣。他弱弱的问出声后，才反应过来自己又被秦燕给带沟里去了，气得直跺脚。路上郭麒麟收到秦燕他们要去泡温泉的消息后，心里直呼内行。上次知道秦燕她带白鹿去海边放烟花后，郭麒麟和张吉果断和秦燕拉了一个3人小群，让秦燕教他们怎么增进和女嘉宾们的感情。郭麒麟飞快按动着手机键盘，我就知道跟着燕哥混一定会出息的。张吉，燕哥牛逼，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郭麒麟，燕哥能不能透露下你们去哪里约会啊？秦燕看到这条消息时轻笑一声后直接选择无视。上次看电影被他们横插一脚，生生把约会变成兄弟聚会。这次他说什么都不会再给郭麒麟开后门了，反正他话都说到这了，后面的事情只能靠他们自己。你选2套衣服吧，我待会让人送来。说完，秦燕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他。白鹿接过一看，发现上面是最近新出的衣服，基本都是裙子。白鹿想起来上次秦燕给自己挑的也都是裙子，往后面翻是各种款式的泳衣。第75，你选我就穿。白鹿看着上面各式风格的泳衣，或可爱的，或性感的，或颜色娇媚的，或与日常风格无异的，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要不还是你帮我挑吧。他低下头，精致的小脸已经红得不像样子。秦燕满脸意外，你让我选？这些都很好看，我不知道要怎么选，你帮我选好了。说完，白鹿将自己的头埋到胸口，像只傻狍子。秦燕整个心都软下来了，伸手勾起他的下巴，害羞了。白鹿用手捂住脸，哎呀，你别说了。秦燕低笑，他没有从白鹿手里拿回手机，而是探过身子和他靠近，下巴靠在他肩膀上，眼神没有看向白鹿，而是直直地盯着屏幕，长睫微垂，呈现出他好看的侧脸，手上的动作自然地滑动上面的图片。娜扎在屏幕前看得小鹿乱撞，这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此时热巴在屏幕前都看呆了，白鹿这丫头也太好命了吧，竟然找到秦燕这样的男人。卢田，我酸了，好羡慕白鹿啊。于朦胧，这真的不是在拍偶像剧吗？杨幂，这2个人也太会了，要不是有其他2人衬托，还以为他们有剧本呢。张昭刚，年轻就是好啊。弹幕，我不行了，秦燕太会了吧，让秦燕选泳衣，我家白鹿是彻底沦陷了。白鹿能撑到现在已经很好了，换成是我，节目开始我就喊着要跟他走。秦燕这曹贼实在诡计多端。我纯颜控，看他们录节目，我竟然觉得比什么偶像剧都好看，现偶剧都学起来好吗？我们要看的是这样的帅哥，不是油田。每天一问，朝哪个方向拜才有秦燕这样的男朋友？白鹿也好看啊，我觉得他和秦燕简直不要太配。自秦燕靠在他肩膀上后，白鹿整个呼吸都停止了，从肩膀往下，整个身体都僵住了。你在紧张？秦燕滑动图片的手突然停止，冷不防冒出这么一句话，把白鹿给吓到了。怎么说？你身体绷得太直了，要是不舒服，我可以起来。他其实是可以直接起来的，只不过他想试探白鹿对自己态度如何，自己突然亲近，会不会让他反感？现在看来，他不但不反感与自己亲近，反而还有些小紧张。听到他说身体绷得太紧张，他甚至能感受到白鹿尝试放松的肩膀。真让我选，还是你有没有想要穿的？我给你选个参考。白鹿一顿，低着头盯着图片一会，嗫语道：你选好了？我实在是选不好，你选我穿什么就选什么好了。最后秦燕还是选择了一套白色的纱裙质的泳衣，不是很暴露，但是设计仙气飘飘那种。太阳落下，天空还泛着蓝，飞鸟归巢，林中叽叽喳喳，这样的喧嚣又和外界不同。嘉哥，这里的环境好好啊。娜扎，
你们有没有发现秦燕总是能找到很漂亮的约会地方？于朦胧，对，她找的地方都不是那种什么很繁华的地方，可是却十分适合约会。杨幂，没什么人打扰。如天，我好需要像秦燕这样的男朋友啊。张昭刚，而且约会都是他在主导，可是他就是能准确无误的让女嘉宾喜欢上他的节奏。弹幕，我好期待他们两个泡温泉啊，会不会有新的进展？最好是有，我民政局都扛来了，赶紧催他们，别差我一点流量。郭麒麟这边听完秦燕他们的建议和能力，就在旅游攻略上查找了附近温泉度假村的信息。半晌，他看着手机吞吞吐吐的说道：一彤，这个燕哥他们没有回别墅里。郭麒麟心里默念，对不起燕哥，我只能让你帮我打这个先锋了，回去请你吃大餐。果然，李一彤立马好奇，没去。那他们去哪里？看他上钩了。郭麒麟心里有些小窃喜，他一本正经地说泡温泉去了。这话说完，车内直接安静了下来，静到能听车头发动机的声音。这怎么和燕哥他们的流程不一样呢？郭麒麟心里很急，但他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李一彤误会，因而对自己反感。弹幕，说啊，接着往下说啊，大林子不行啊。哈哈，看李一彤的表情，我真的会笑死。如果彼此之间不太熟，泡温泉真的会很尴尬。不能吧？我看他们进展不是挺好的，能不能像秦燕一样，胆子大一点，直接就说了。就是，急死人了。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时候效果更好。这样说个开头，就闭嘴了。女方不一定觉得是你在约她。过了许久，李一彤终于忍不住开口：你是想问我去不去泡温泉？看郭麒麟有些不好意思，李一彤轻笑一声：你做梦，流氓！哈哈哈哈，逗你的。郭麒麟这会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两句答案让他心情跟坐山车似的。最后，他们选了附近的一个度假村，郭麒麟办理好一个2室1厅的房间。别问为什么是2室1厅，问就是这样宽敞。另外一边，张吉纠结许久，才敢和旁边的李碧开口：你知道这里有个温泉度假村吗？李碧瞪大眼睛看着他：你想说什么？张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没什么，就问你想不想去，想要的话我陪你去。李碧沉默着没说话。张吉立马说道：你放心，是分开的，我们不在一起泡。那好，我只是先客气一下。你怎么就当真了？谁想和你分开泡？张吉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弹幕，哈哈哈哈，看见了吗？男生们，没有2把刷子，不要学秦燕。张吉约个会，约出一种心怀不轨的感觉。2个都是照着秦燕的作业抄，这都能抄错，秦燕救不了一点。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快去看看啊！秦燕的身材也太好了，白鹿好白啊，全身白的像在发光，快，赶紧去看看！哈斯哈斯，第76只街 VIP。弹幕，张吉那边的网友，你们怎么可以骗人呢？说，你们是不是秦燕派来的？就是，我裤子都脱了，你们给我看这个，楼上的竟然脱了，就别穿了；竟然来了，就别走了。干，本来心情就烦，看个直播还要被骗。这边，秦燕带着白鹿刚进山庄，路口就挂了谢绝进客的招牌。白鹿微微一顿，是今天没有开放吗？秦燕眉也不抬，直接把车开进了山庄，吓得白鹿脸色都变了。观察团里的人都被他的行为震惊住。嘉哥，他是在强闯吗？那渣，估计是想进去看看，还能不能入住吧。如田，加钱是吗？说完，他用开玩笑的方式比了一个刷卡的动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张昭刚看着秦燕眉头紧锁，这个行为不好。嘉哥，对，应该打个电话过去的。他们还在录节目，如果被一些无良的营销号乱剪，对秦燕不好。杨幂为秦燕辩解，兴许山庄的主人他认识也不一定。弹幕，不是才找的店，怎么可能认识？他以为花几个钱，老板就会同意他进去了吧？这家山庄我们认识，这里1夜的房价要10几万，而且只接待贵宾。上次有个100万网红也是这么闯进去，让里面负责人赶出来了。不是吧？有钱还不赚？兴许人家老板就不差钱。那这次秦燕不是踢到铁板了啊？秦燕也会被赶出来吗？直播间讨论的热烈，更有人开始深挖温泉山庄背后老板。这老板是舟山龙头装饰企业旗下的产业，哪个？是上过华夏富豪排行榜前10的装饰，而且这家山庄只接待装饰的 VIP 客户，而且还得提前半个月预约才可以。这么屌，那秦燕没预约啊？总导演看到屏幕前的讨论后，默默搜了一下这家山庄的资料，
发现网友们说的是真的后，开始坐不住了。你发给小王和大李，让他们提醒一下秦燕，免得他在镜头面前落了脸。小王在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秦燕，结果他却不当一回事，直接把车开到了山庄门口，门前石狮威严地站在两侧，大门幽闭，灰暗的视线下，只有周边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萧条的样子像在警示主人的谢绝。白鹿看着空旷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眉头微蹙，这门关了，是不是今天不接待客户吗？大李，白老师，我看网上说来这家山庄消费必须提前半个月预约的，燕哥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大李提前给了秦燕一个台阶下，镜头移到山庄上的牌匾上，观察团里杨幂的脸色微变。这个山庄他来过，那时的他还在陈岛那边争取角色，当时他们喝多了，他被陈岛要求送他们来这个山庄，当时有陈岛还有港圈2个天王级别的影帝在场，都没能让山庄开魄力接待。这次秦燕是踢到硬板了，他不顾镜头还在，就给秦燕发了条消息，让他以开错路为由下山来。节目组这边在附近给他们重新找家温泉会所。弹幕，看吧看吧，就说这家山庄不会接待的，他们就不缺钱，所以秦燕这点砸钱的小伎俩对他们来说没用。秦燕的第一次超能力失效，有没有可能这里看的不是超能力，而是实力？要是我现在赶紧开车下山，不然等人来赶，这脸就丢大了。直播间议论纷纷，白鹿也跟着急起来，他抓着秦燕的手，语气十分体贴，这家要是没开，我们就换一家吧，再等等。此刻秦燕已经感受到系统里面的情绪变化。弹幕，等什么等？白鹿都给他台阶了，他还不下来，那不下来也没有办法呀。笑死，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打脸时刻了？这家门卫不行也，都这么久了还没出来赶人，再等等吧，毕竟山庄这么大，走出来也要时间的。真不懂你们在酸什么，没准秦燕就是有这个实力呢。有什么实力？真要是 VIP 人家会让人等这么久？就是啊，你懂不懂 VIP 啊？网友还没争论出个所以然，忽而大门壁灯啪一下亮起，紧跟着周围的壁灯都亮了起来，带动着地上的灯带，一直蔓延到山下，照亮了半座山。弹幕，我靠，牛逼！我感觉我工资都不够他这次的电费，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哪怕让我来豪车我也愿意。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什么是亮如白昼。鸟，今天的天亮的格外快。不是啊，怎么突然开灯了？有没有人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杨幂惊讶的手都抓紧了，她记得很清楚，那晚尽管陈导打了几个电话，山庄没有出来一个人，更没有像现在一样点亮山庄的灯光。这么看来，倒是像在迎接哪个人。所有人还在猜测，山庄的大门已经缓缓打开，一个穿着祥云纹大褂的中年男子匆匆跑了出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保安，这紧张的样子像是出来迎接哪个重要的客人。果然，他们第一时间朝秦燕这里走来。中年男子微微喘息，可见他跑得有多急。秦少，今天是本山庄怠慢了，还请您见谅。没事，是我没有提前通知你们。秦燕的话说完，男子立马出声，您说的什么话？秦少您来哪里还用得着预约？只要你想，我们随时恭候。一个在车窗外笑得满脸讨好，一个在车上神色平静，两个反差把所有人都狠狠惊讶住了。弹幕，卧槽，真让他进去了？还是人家亲自来接的？不是说只接 VIP 还得提前半个月预约吗？看着老板的样子，秦燕好像特别牛逼啊。秦燕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妖牛逼的人都要对他客客气气的。明星团里，嘉哥与张昭刚面面相觑，这个山庄他们刚私下查了，来头不小。本来他们也觉得秦燕会吃闭门羹，没想到人家亲自出来，把人请了进去。这样的场面，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啊！只能说这秦燕的背景太厉害了。秦燕率先下了车，走吧，进去里面看看。白鹿点点头，看出他脚步有些混乱，像是在怯场，微微勾起嘴角后，伸手示意他挽住自己，接着在他耳边低声道：怎么，想到和我一起泡温泉，紧张了？第77，肚子影响财运。听他这么不正经的调侃，白鹿气得用手轻捶他肩膀。山庄内响起他清朗的笑声，两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去了。山庄环林，园中月朗云舒，豪庭耸立，壁灯照亮了庄上每处角落，被灯光照得金黄的影壁上枝影交错，仿佛穿越到王权贵院中夜游园林。庄内各处灯火辉煌，宛若一个小不夜城。看到庄内风景后，直播间的观众瞬间不淡定了，就连明星团里的人都呆住。
卧槽，这地方也太美了吧！奈何小弟没文化，一句挖槽走天下。少爷又带我们长见识了，还得是华夏文化最震撼人心。我查过了，这里真的不是。原来有钱人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难怪这里住一晚要10几万。白鹿整个人都傻眼了，站在廊下看着秦燕，这里就像是他们拍古装的那种不夜城，不，比他们拍戏那种还要精致，还要豪华，还要真实。这真的不是皇宫别院吗？秦燕显然被他这句话逗笑了。我看你是职业病犯了，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庄。秦燕语气十分平静，像在阐述一个事实，却引得网友为之轰动。普普通通，情绪值加1000，小山庄，情绪值加1000，他是不是对普通和小有什么误解？情绪值加1200。白鹿看着这山庄咽了咽口水，这哪里小，这简直就像皇宫好吗？白鹿的话成功让旁边的负责人缓了脸色，还是这位小姐说话好听，他就爱看这被他们山庄震惊到的客人。负责人亲自把他们往领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厢房。请问秦少，是现在准备吃的吗？秦燕点点头，吩咐了一些忌口的东西后，就让人回去了。不一会，两人的衣服就有人送了过来。白鹿站在屋檐下，拍着庄园内的照片，嘴里不停念叨：好看，太好看了！你看看上面那个亭子，灯光衬托的跟仙境一样。我要拍照，发微博，发朋友圈。白鹿一边咔咔拍个不停，最后他回头看向秦燕，试探性的问道：我们来张合照怎样？秦燕倒茶的手一顿，再看向白鹿带着祈求的双眼，最后还是答应下来。要怎么拍？他还没和几个女人拍过合照呢，这里确实没什么经验。你站着别动。秦燕按照他说的，站着没动。白鹿缓缓站到他身边，摄像头对过来，他靠在秦燕肩上，笑容灿烂，身后灯光灿如星火。弹幕：他们两个好配啊，情绪值1000。拜托节目结束一定要一起好吗？废话这些做什么？原地搬张床来好。情绪值加200。果然 CP 真的快乐。亲一个，亲一个。情绪值加500。别这样啊，我快看不下去了，我还是单身狗，我酸了。白鹿将照片发上微博后，底下很快就有人来评论的。陆燕 CP 太配了，你们终于有合照了。女鹅，秦燕这个男嫂子我很满意，一定要拿下。身后这个地方太美了。没一会，秦燕和白鹿合照就被冲上热搜，连同一起上去的还有这个天悦山庄。我去，华夏第一庄，节目组这是下了血本啊，多大的面子啊，还能让他们允许相恋吧进去拍摄。我可是记得之前陈凯歌的新电影想要在这个山庄拍，当时谈了2次都没谈拢的，这事都是秦燕做的。哪个秦燕？很快就是连著名导演陈导都注意到这条热搜。陈导看着手机陷入沉思，怎么才在片场待了不到几天，这网上世界变化这么快？难道真是自己网速慢了？还有，这家山庄的主人不是才信誓旦旦的跟他说绝不让任何节目到里面拍摄吗？陈导顿时有种被骗还被人打了一耳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节目这么有实力？陈凯歌打开直播间，看到节目后眉头皱得更紧了，最后才发现原来重头戏是这个年轻人，只是这个面孔看着不熟啊。陈凯歌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山庄把晚餐送了上来。白鹿盯着桌上一道道珍馐佳肴，暗暗咽了好几次口水。吃啊，看着我干什么？秦燕笑了笑，把筷子递过去给他。白鹿苦着一张脸，可是经纪人才交代我不能吃太多，会胖的。你现在又不胖，这话是真的。白鹿比起杨幂和热巴2个瘦了很多，再瘦下去，秦燕觉得风一吹她都能跟着跑了。白鹿瘪嘴，现在看着是不胖，但是上镜就胖了。秦燕皱着眉盯着白鹿看了几眼，但我觉得你们没必要以为追求骨感美，有时候适当的丰腴看起来健康一些。说的容易，但事实是，别说胖了，只要他们拍照的角度稍微不一样，就会有无数网友上赶着来质疑吐槽，根本放松不了一点。吃得饱，想得少，所以你就是吃太少了才会想这么多。白鹿撅撅嘴不说话。秦燕叹了口气，声音悠悠，但是我听人说肚子会财运。卧槽，真的假的？你要这么说，我可就要点外卖了。我是不信的，可是他是秦燕叶，他这么有钱，怎么可能骗我们？别说了，刚刚吃剩扔点的饭我已经重新捡起来吃了，减不了肥的无所谓，但千万不能影响我财运。秦燕叶没想到自己随后的一句话，系统的情绪值反应会这么好，还在奇怪。白鹿的筷子
毫不犹豫地动了起来，准确无误地夹起一块大猪蹄子。白鹿眼神坚定地像要入党，影响财运都给我滚！弹幕，哈哈，一句话就可以让白鹿放弃纠结，一下就释怀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财路。本来因为工作忙得不想吃饭了，秦燕一句话成功让我释怀了。秦燕已经掌握了当代年轻人的有效沟通。半晌后，白鹿将旁边水晶杯拿起来一饮而尽，咂巴了一下嘴，满脸陶醉地问道：“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喝啊？”秦燕这才想起什么，连忙起身阻止：“别喝，那是酒。第78我包场了。”秦燕的话说完，白鹿已经将最后一口咽进去了。啊，这是酒啊？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酒？凉凉的，甜丝丝的，就像饮料一样。他有些意犹未尽，可怜巴巴地看着秦燕：“怎么办？我喝完了，都喝完了，他还能怎么办？”秦燕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白鹿，半晌才问出最重要的问题：“你酒品怎样？”“酒量不重要，重要的是酒品。酒量不好，顶多待会睡着了，无伤大雅。要是酒品不好……”白鹿被他的话问懵了，什么意思？怎么突然问起酒品？他转了转眼珠子，仔细想了想，好像自己喝醉了没怎样吧？不，他压根就没在外面喝酒过。我酒品当然好啦，酒品如人品，他人品端正的很。这点，白鹿自信的不行。秦燕听完放心不少，那没事了，你多吃点东西吧。你刚刚喝的是山庄特有的酒，是用这山上的橘子酿的，虽然喝起来口感像饮料，可还是有度数的。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橙汁呢。白鹿说完吧唧了下嘴，还有些没喝够的意思。但是秦燕说了，这是酒，不能多喝，他得听话。忽而想到什么，他笑了一声：“你刚刚问我酒品，是担心我打你吗？”说完，他好像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做出恶狠狠的表情。“你别说，我现在精力充沛，没准真可能会打人。”秦燕轻笑：“打我倒是不怕，我怕你非礼我。”说完，他那双好看的桃花眼在白鹿身上来回审视一圈，意思再明显不过。白鹿气急：“你什么眼神啊？好像他喝醉后会对他怎样似的。”秦燕嘴角带笑：“没什么意思。”“哼，你再点我是吧？”白鹿双手叉腰，站到秦燕面前，这副凶巴巴的样子让他更想逗他。他双手抱胸，一副害怕被非礼的样子：“没点你，但我妈说了，男孩子孤身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神他妈！孤身在外，神他妈好好保护自己！”白鹿咬牙切齿：“你放100个心，我就是喝醉了，非礼谁也不会非礼你的。”这样啊？他看向旁边正在吃饭的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冷不防来句：“那你们小心些啊。”摄影师们，他们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但听秦燕这句话，刚开始听还好，后面细品就有一种威胁的意味。白鹿，秦燕啊，错了错了。秦燕握住白鹿挥过来的粉拳，笑得一脸无辜：“我就是试探一下，你醉了没有？你怎么急了？我相信你了，没醉，没醉，行了吧？”白鹿算是明白了，不管秦燕平时看着性格怎么好，品起来的时候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气人，就这模样，他化成灰自己都能认出来。想到小时候，他又开始怅然，被圈在童年回忆的那个人只有自己。他好像中了秦燕的圈套，被他圈在他编织在儿时的童话里。他什么都忘了，唯独他还记着。想到这里，白鹿都替自己不值得。他半眯着要看着秦燕，突然想吓吓他：“我酒品确实一般，但是我不非礼人，我喜欢打人，而且我打人只打脸。”秦燕挑眉：“那你挺狠啊。”弹幕：白鹿这么说，我突然有画面感了。哈哈，喝醉酒的白鹿对着秦燕穷追猛打。哈哈，明天估计会上头条。别说白鹿了，我就是酒品不好，真的会打人。我男朋友就是在旁边桌吃饭，被我打了一拳后讹上我的。哈哈，你要这么说，我可开始期待了。懂了，今晚就去喝酒。喝酒前，我是华夏的；喝酒后，华夏是我的。观察团，嘉哥对着杨幂说道。秦燕看他一杯下肚，明显慌了。张昭刚，一般女生喝完酒，行为都会比较可爱的。杨幂，也不一定所有女生喝酒都会这样，有些女生酒量都很好的。张昭刚，娜扎，你们喝酒后会怎样？被点名的娜扎一顿，捂着嘴笑得眼睛都弯了。我还行啊，就是喜欢拉着人说话。嘉哥，都说什么？娜扎说什么我忘了，就是开始走心。杨幂，甜甜你呢？如甜，我也是喜欢拉着人说话，
但是我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忘了。于朦胧一脸新奇，喝断片啊？那渣，于朦胧你呢？喝酒后会怎样？于朦胧，我还好，我喝酒后能保持清醒，所以我都是后勤那个，负责把人都送回家去。嘉哥，那不就是付钱的吗？哈哈。于朦胧无奈地看着嘉哥，满脸你知道就好，干嘛还要说出来？这不就实锤他是个大怨种？弹幕，哈哈，嘉哥太损了，我有被嘉哥冒犯到，因为我也是那个怨种。于朦胧太可爱了，还要负责把他们都安全送回家。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安全感满满。就是晚饭过后，服务员收拾完桌子，秦燕沉默一会，才摸了摸鼻子，房间后面有个温泉池，你要不要看看？白露呼吸一滞，想到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跑温泉的，他点点头，心跳越发快了，快到像是心脏要蹦出来。离家出走，他收去刚刚张牙舞爪的样子，像个小娘子一样，跟在秦燕后面，穿过屋子的正厅，绕过小池，他们来到另外一个小花园，周围假山环绕，抬眼能看到白蒙蒙的圆月，青烟暖暖，连眉眼都沾染上扑面而来的热气。白露张大嘴巴，我们要在这里吗？他以为这是北方那种大澡堂，和很多人一起那种，看了看周围，此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秦燕笑着捏了捏他因为喝酒而粉嘟嘟的小脸，你看什么呢？看人啊，别人。秦燕被话逗笑了，笨蛋，这是私人包间，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他还没来得及惊讶，秦燕又接着往下说，而且就是在外面也不可能有别人。白露皱了皱眉，一脸奇怪地问，为什么？秦燕浓密的眉毛向上扬起，缓缓朝白露靠近，那双明亮的桃花眼噙着笑意，如一湾温泉，用最平常不过的口吻说着，因为我包场了呀。第79亿半股权。白露张了张嘴，想说的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最后喃喃出声，这得花多少钱啊？秦燕一脸无畏，不贵，几百万而已。呵，确实不贵，才几百。多少？他几乎在原地炸起，就这个温泉，就一晚，几百万，这花的是钱吗？这是他的命。弹幕，来人啊，他又开始了，情绪值加500，我这直播是点都看不下去了，几百万而已，不出意外，我这辈子都挣不到这个钱。情绪值加1000，兄弟，你别这么说，你出意外也可能赔不了这么多钱。网友，你扎心了，几百万而已，财神爷啊，我们马洛的命也是命啊，你怎么能厚此薄彼？偏心啊，偏心。情绪值1500加，好，我记住了，这直播你们看吧，我有点不舒服，全身发酸，这该死的世界，多我一个富婆怎么了？嘉哥，他又包场了，没有看到像秦燕这么个花钱法的，看来还是自己见识少了。于朦胧，我好奇为什么又要包场啊？他第一反应就是心疼，这起码得几百万吧？天，泡个温泉又花几百万，他出道到现在好些年，省吃俭用，什么活都接，存到现在都没有几百万，人家随手一挥，可能就是他这辈子挣的全部了。卢田，有钱人出门都是包场的，他们不喜欢太复杂的地方。情绪值1000加。弹幕，对，我看好多有钱人都是包场的，涉及到他们的人身安全。你看哪个有钱人？马云他们去哪里能大大咧咧去？背后还不是一群保镖？只是说这在录节目，他们不能表现得太过。秦燕看白露这副样子，心下觉得好笑，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又不是花你的，不是花我的也不行啊，这是钱。他忍了秦燕好久了，今天早上到现在起码1000多万了吧，下午是为了公司做公益，这就算了，现在泡个温泉都花这么多，不行，作为朋友他忍不下去了，一定要劝劝他。秦燕，你能不能省着点花啊？秦燕一脸奇怪地看着他，要是别人他肯定嗤之以鼻，可是对上白露眼里的关心，那清澈的眼眸里还带着一丝爱意。呵，看来这酒真的醉人。秦燕耐住性子听他往下说，你看你一天花这么多钱，很多开销其实是没必要的，存着不好吗？这能存很多的。这丫头想断哥财路啊。但看着白露纯真的眼睛，他的心就软了，总不可能和他说他有系统，花钱可以得到双倍返利吧。秦燕想了想，摸着他的头，语气十分认真，你要相信，哥真的低调很多了。说到最后，他甚至无奈地叹了口气。
弹幕一顿轰炸，情绪值加500，情绪值加100。他说什么？什么叫已经低调了？这是低调？他是不是对低调2个字有什么误解？情绪值1000加。白鹿张了张嘴，茫然可爱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去亲近他。秦燕克制住心里的冲动，用无比认真的表情：真的，我本来想直接买下来的，但是他们不愿意。他语气遗憾，甚至还带着委屈：直接买下来？白鹿整个人都亚麻住了，不光是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都愣住了。大李咽了咽口水，打量起这周围，买下来？这数目得多大啊？白鹿扯了扯嘴角：你在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不像。白鹿语气都弱了几分，忍不住好奇问道：你开了多少钱？他们不肯卖。他实在是好奇这个山庄价值多少，好奇秦燕会怎么出价收购。他没这个实力，但总可以听听长长见识吧。秦燕语气随意：啊，我出10亿，他就觉得这个价格差不多了吧？10亿！卧槽！秦燕的成功震惊住所有人，观察团里的明星们嘴巴张得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了。这可是10亿啊，整整10亿！他说的云淡风轻，跟开玩笑似的。若是别人说的话，他们可能听听就算了，但是秦燕说出来，他们却觉得十分有说服力。系统提示：情绪值10000加。弹幕：牛逼！10亿！我做梦都不敢蒙这个数。他吹牛的吧？情绪值500加。他这是在节目上说的，真要是吹牛，一下就让人拆穿了。别人的话，我100%觉得对方在吹牛，但是他是秦燕，我就信了。情绪值1000加，真的出10亿，老板还能不卖？就是换我屁颠卖了。说什么蠢话呢？10亿是这个山庄明面上的价值，但这可是对外开放的山庄，最便宜的房都要10多万1万，像秦燕这种包场的，一次都有100多万了。也是，长久生意才正经。这是重点吗？重点是秦燕想买个山庄，开口就是10亿，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知道了，一边玩去吧。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白鹿呆呆傻傻地盯着秦燕，把他吓了一跳。怎么了？该不会酒精上来了吧？我在数10亿有几个零？哈！秦燕无奈地拍了拍他的头。行了，数不清楚就别数了。他带着白鹿往前。你和老板说了，老板怎么拒绝你的？他相信秦燕说的，所以会好奇为什么老板会放弃。秦燕耸耸肩，语气相当无奈，因为老板说这个山庄我们秦氏有1半的股权。第80。难道喝醉了？什么？情绪值500加，情绪值300，这也太扯了吧！要真是他家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难道是觉得被老板拒绝了？秦燕觉得没面子。有什么好没面子的？他有必要在节目上瞎掰吗？就是啊，但是这要说是他家产业，我怎就不相信？是不敢相信。秦燕是在开玩笑吧？你看他那样子像在开玩笑吗？这么离谱的吗？秦燕就是这么厉害，不然他问敢那么大手大脚。是他家的，怎么他来住还需要花钱？不是说了1半股权吗？秦燕的话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有些觉得他是开玩笑，也有些不相信他说的。就是白鹿心里也充满不可置信，不是说他觉得秦燕是在吹牛，而是这太离谱了。这个山庄是你家的？他语气依旧平淡，完全没有将这个话放在心上。是你的？你怎么不知道啊？家里产业太多了，我记不住。秦燕帅气的脸上染上一些无奈，好像真的在懊恼家里的产业为什么这么多。懊恼？他有什么好懊恼的？白鹿心里的羡慕嫉妒恨直冲天灵盖，睁着大眼睛直盯着秦燕看。一般人来说，这么大的山庄是他自己的，他说出来肯定会得意，或者觉得骄傲。可是白鹿在秦燕脸上根本看不到这2种情绪，最终忍不住问：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淡定啊？秦燕皱着眉，一脸奇怪地看着白鹿，似乎在想他怎么会闻出这个啥问题。白鹿被他看得心虚，我是觉得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山庄，我肯定高兴疯了，有他在，这辈子都不用干活了。秦燕低笑一声，好看的眉眼染上一抹柔和，目光流转，让人为之倾倒。除去他嘴上这句气人的话，一个庄子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产业。见白鹿没反应，他接着说道：他这1年也就10几亿，光靠这个我会饿死的。这话出口，白鹿手上的酒突然就不香了。不仅是他，明星团和网友们都坐不住了。凡尔赛，他在凡尔赛，1年营业额10几亿，光是1年
就可以让几代人衣食无忧了。这泼天的富贵，他们做梦都想要。秦燕却说光这10几亿，他会饿死，太气人了，这实在太气人了。嘉哥，他说就说，干嘛还这副懊恼的表情啊？情绪值1000加。张昭刚笑得比哭还难看。我家要是有这么多产业，我不知道多高兴。他反而愁上了。那渣10几亿啊，我红到发紫，这辈子都挣不到10几亿。杨幂整个人被镇住了，像被人点了穴一样，呆呆地看着屏幕。她第一次在镜头前放弃表情管理。华夏第一庄是国家唯一认证过的私人山庄，圈内也十分出名。前不久，陈凯歌亲自去和山庄负责人商谈，新电影要在这个山庄拍，却遭到对方无情拒绝，甚至提出按电影的收入分出30%利都没能动摇。陈凯歌甚至还直言说这是他的遗憾。结果，这竟然是秦燕家的产业。天哪，他到底还有什么是大家不知道的？这个消息实在太震撼了。杨幂的脑子嗡嗡的，倒是秦燕淡定多了。她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获得系统的情绪值，感觉数据差不多了，再说下去就显得刻意了，效果适得其反。秦燕见好就收，在边上指挥人给水池放水。话落，水池上的竹影开始动起来，温泉水从池边那叫好鲤鱼嘴里吐出来，一下屋内漫出白烟，仙气逼人。弹幕：卧槽，还得是秦燕啊，这温泉池也太给力了吧！我连温泉池都被秦燕刷新了认知。哇，这环境，你说泡起来能成仙我都信。泉池很大，规模像个小泳池，中间有块不合尺寸的丝质屏风隔出半边，是秦燕为了照顾白鹿让人加上去的，还不如换衣服。又在那里偷喝酒。秦燕清润听的声音传来，像是春日里的太阳，听得整个人都暖暖的。白鹿朝秦燕吐了吐舌头后，才依依不舍将手里的橘子酒放下。这酒实在太好喝了，不知道能不能买些回去。弹幕：哇，秦燕的声音好好听，这小子不凡尔赛，还是有几分姿色的，情绪值500加。万人血书让秦燕出道吧，拯救一下内娱审美。我举双手赞成，我老公太厉害了，这是我老公。楼上的，冷静点，那是我老公。情绪值300加。白鹿回到房间，看着床上摆放好的泳衣，脸上涌上一股热意。他拍了拍脸，安慰自己，怕什么？酒壮怂人胆。再说了，秦燕还比自己少穿一件呢，就是要害羞，也得是他害羞。他突然想到秦燕不穿上衣的样子，也不知他有没有腹肌的，看他也不壮，应该没有吧。等等，想差了，想差了。白鹿拍了拍自己的脸，难不成是醉了？他拿出手指在自己面前晃了晃，是手指头，没错，没醉。将衣服换上，他站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长发被他简单挽起，因为喝酒的缘故，脸上染着一抹桃红，看起来又纯又玉。白色纱质感的泳衣将她衬托得像天仙一样，身前的每寸肌肤都彩得发光。荷叶边的泳裙下，一双腿匀称修长，白鹿自己都看呆了。他在门内局促了好久，最后一鼓作气把门打开。本以为会在水池那边看见秦燕的，谁知道空荡荡的水池一个人都没有，竟然比自己还磨蹭。难不成他也害羞了？白鹿挠不到这里就忍不住窃喜。弹幕：美女，嘶哈嘶哈。白鹿这套泳衣好好看啊，清纯又不失性感，我以为是仙女姐姐呢。这是秦燕选的吧？她的眼光好好哦，我的女儿就是美。妖兮，花姑娘，把岛国那个踢出去。嘉哥看着镜头，眼里带着欣赏，白鹿的底子真的好。杨幂感叹一声，她好白啊，也很瘦，那渣也移不开眼，真的很好看。弹幕：那渣和卢田的眼睛都移不开了。美女欣赏美女都是最纯粹的，几位姐姐都漂亮，我开始期待秦燕了。秦燕还没出来，白鹿坐在石桌上，盯着水池发呆。过一会，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心里忍不住紧张起来。不行，再喝一口壮壮胆。他毫不犹豫将桌上剩下的半杯橘子酒一饮而尽，丝毫没有留意到自己脸上早已出现的淡淡嫣红。第81，你喜欢我吗？又偷喝。秦燕缓缓走了过来，白色毛巾松松垮垮的耷拉在肩上，隐约露出结实的纹理，整个人微湿的碎发垂了下来，五官轮廓深邃分明。那帅气的不羁的气质下，却有一双看谁都深情的眼睛。弹幕：老公情绪值10086加，老公情绪值1000加。我靠，没想到秦燕的身材这么好，情绪值200加。有钱人肯定会保养，这是我想要的身材了。那些健美身材，我反而觉得
少了些美好，有钱，长得帅，身材才好。可恶啊！女娲，你出来，我有事和你谈谈。女娲，看看这些泥点子们，又开始闹腾了。可恶啊！我到底来人间做什么的？秦燕走过去的时候，白鹿整个人都看傻了。这也太帅了吧！他暗暗咽了下口水。秦燕看到他时，也明显愣了一下。确实很美，特别是他现在一身白纱在他身上，仿佛一朵在水中盛开的冰莲花，脸上晕染开的红晕，恰似花瓣上那抹俏红，看一眼都让人沉沦。他眼里带着笑意，走到白鹿前面坐下，伸手弹了下他额间，擦擦口水吧，都流下来了。白鹿猛然回过神，下意识伸手擦了擦嘴角。秦燕，你又骗我，太过分了！这当着今天的面地，他这么说，不是公然处刑他是花痴吗？花痴的对象还是他，是可忍，孰不可忍？白鹿起身追着秦燕跑，嘉哥一脸姨母笑。秦燕这么说，没想到白鹿竟然信了。张昭刚跟着笑出来，他还擦了擦嘴。如田，别说白鹿了，我看着都迷糊。天哪，隔着镜头都这么好看，现场不得把人帅死。娜扎看着屏幕上的秦燕，一脸认真地看向杨幂。幂姐，你还有这样的弟弟吗？因为在杨幂路的周边上，她曾经说过秦燕是她妈妈闺蜜的孩子，四舍五入也是她的弟弟了。如田再伸手举起手，还有我。幂姐，我也要。杨幂哭笑不得，有的话我给安排安排呗。如田整上。杨幂的话说完，满屏弹幕都是叫姐的。姐，你看看我。幂姐，我也要。嘶哈，怒吼，你们选吧，我就要秦燕。那边白鹿追秦燕正追得意着，不知道一脚踩空到什么，整个身子都往池子里再去，尖叫声响起就被巨大的扑通声掩盖。摄像师的镜头晃了一下，都准备跳水救援，秦燕就先一步跳下水里，把白鹿整个人都提上来。突然的变故把他吓得花容失色，还好有秦燕在，不然他肯定会出事。还有些后怕的白鹿双手紧紧抱着秦燕的脖子，不敢放开。秦燕顾不得保持距离，带着他靠在岸边，让他整个身体都靠在自己身上，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安抚着。好了，别怕别怕，这水才1米深，没有危险。小王大李看白鹿真的被吓到了，连忙想过去帮忙。秦燕挥了挥手，示意不用。他纤细的手紧紧地圈住他的脖子，温热的气息扑洒在他脖颈上。秦燕整个身子都僵住了，得亏是他自控能力好啊。安慰了一会，见白鹿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秦燕声音循循善诱：现在可以放开我吗？镜头还在呢，你当着全华夏人民的面这么抱我，是准备要对我负责吗？话落，秦燕明显感到白鹿的手松开一些，嘴角的笑意越发大了。弹幕，快来人啊，把哀家那张2米的大圆床给他们搬来，情绪值1000加，顺手把民政局也搬来好了，让他们原地结婚。杀了我，给他们助兴，大可不必。姐妹，你收回这个想法。陆燕 CP 雄起了，情绪值3000。今天这狗粮我吃得尽兴，英雄救美。秦燕的反应快到让人很难不怀疑是剧本，我管他是不是剧本，填就完事了。情绪值500加。过了一会，白鹿调整好情绪，才缓缓松开手，从秦燕怀里退出来。他微微抬头，一脸委屈地看着秦燕，楚楚可怜的样子，十分惹人怜惜。秦燕，我刚刚好害怕。没事，我在。他轻轻软软一句话，像有魔力一般，让白鹿的心都安静下来。直播间的迷妹都不停在弹幕上嘶吼尖叫。等白鹿的心情平复下后，秦燕才低声问：还想泡吗？想。软软糯糯的声音，听得人心软。秦燕本来想把他送回屏风的另一边，白鹿却说什么都不肯。看他越发红得厉害的小脸，秦燕也担心他酒劲上来等下照看不到。那我们就在这里泡一会就回去吧。好。怕他趁自己不注意滑进水里，秦燕将他安置在自己身边。水声潺潺，青烟迷眼，白鹿的发间沾上水，细小的水线像一条银链子顺着脖颈一直往下，有些在锁骨上汇成水珠后往山渠没入。秦燕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平缓，刚沉下气，白鹿松软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秦燕，你喜欢我吗？弹幕，告白了，告白了，哇，要修成正果了吗？快，往下说。天哪，第一次在直播里见证这个场面话，我好兴奋。秦燕深深地看了白鹿一眼，并没有回答。她这脸红得越发深了，连眼睛都染上红。
配着这白净的脸，倒像是小兔子一样，明显是酒劲上头了。就说他不能喝多吧。没等到回答，白露眼里露出失望，但似乎是鼓足勇气。他接着往下说：可是我喜欢你啊，喜欢小时候的秦燕，也喜欢现在的秦燕。第82，我的初吻。弹幕：卧槽，白露表白了，我都没想到先表白的人会是白露。喝醉了吧？你看他的脸红成那样，泡温泉的人都这么红，被白露这样的美女表白，秦燕怎么还木着脸，情绪值200？白露这话明显就是喝醉了呀，喝醉的话不能当真，所以这是酒后吐真言。秦燕看着面色潮红的白露，她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无奈，她这个样子明显喝多了，喝多的人说的话能信？他默默叹了口气，伸手稳住她。你醉了，我扶你回去。我没醉。白露在水里踉跄了一下，吓出秦燕一身冷汗。她娇嫩的唇嘟喃一声，若是不说还好，说完大家都能发现她现在说话都开始不清晰了，让秦燕更加确信她是在胡言乱语。嘉哥愣愣的屏幕，他这是在表白吗？张昭刚借着醉酒表白。如田，我觉得他就是纯粹喝醉了。那渣，现实生活中是有很多人会在喝醉后表白的，因为清醒的时候不好意思说出来，没这个胆子。张昭刚点头赞成，这就叫酒醉怂人胆。于朦胧，但毕竟是喝了酒，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说的话，有些说喜欢，可能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喜欢。他说的话不无道理，但这里是恋综，在这个节目上表白，总不可能是因为什么兄弟朋友那种喜欢。那问题来了，喝醉酒的表白算不算表白？杨幂留下这个问题，节目组立马反应过来，在微博上用白露趴在秦燕肩膀上表白的画面发布新话题：井号我们相恋吧，井号今日份话题，井号喝醉酒的表白算不算表白？井号。很快就引起网友们的重大讨论，一时间更多网友直挤进秦燕的直播间来看白露告白的。哟，这个男嫂子不错，还是我家女儿有眼光，还是个富二代，赶紧拿下。就因为我不看恋综，就让我错过这样的惊天大帅哥吗？黄助理，2分钟内我要这个男的所有信息。新来的吧？秦燕的信息可不是那么好查的，就是喜欢也得拿上号，后面排队，我们这都等着呢。之前我看直播的时候，不是那个泡菜国的人跟白露献殷勤吗？多久的事了？现在是白露跟秦燕是官配，只要不是泡菜国那个小白脸我就看。白露这是喝醉了吧？工作人员怎么还不给他送回去？这要是出事了，谁负责？白露趴在秦燕的肩膀上，哼哼唧唧地说着他们小时候的事，好些他都忘记了，白露却还记得一清二楚。秦燕思绪复杂，白露揽过她的肩膀，明明是个女孩子，动作粗鲁的像兄弟一样。你要不然就从了我，你小时候答应过的，你长大后会和我在一起的。秦燕真的是醉了，她是想要泡温泉，不是想要泡酒鬼。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了？说好的她酒量0K 的，怎么就 K0了？你在听吗？白露嘟囔着小脸，甚至另一只手不忘在秦燕腹肌上下游走。秦燕整个身子都绷住了，她直接将她的手抓住，与她紧紧相扣，不给她胡作非为的机会。白露不满嘟囔，那双好看的桃花眼眼角都染上一层醉红，双眼迷离，看起来魅惑极了。就这酒力，若是出去和别人喝，那还得了。秦燕想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心口胀胀的，有些不舒服。喂，你有听我说吗？在听。那你怎么不说话？秦燕深深叹了一口气，她不是乘人之危的人。在水里站起身子，走吧，我送你回去。说这话时，她明显感觉到旁边小王和大李松了一口气。确实，现在直播间一些白露的死忠粉开始在为她那行为找补，并且控诉节目组坐视不管的态度。另外，女嘉宾醉酒，男嘉宾趁机占便宜，这样的画面要是出现在直播上，节目可能会出事。何况白露还是内娱的新生小花，自身流量和粉丝都不少，到时候闹起来，整个节目都不用播了。秦燕也并非是惧怕这些，只是她不是那等蹭着女孩子喝醉就趁机占便宜的人。你看下，让他的助理过来一趟吧，他醉成这样，我们也照顾不了。秦燕向摄影师和工作人员说道。嘉哥看着直播间，低声说道：秦燕这个人不错呀。张昭刚，对，他很绅士，有些人品就是需要透过细节展示出来的。那渣，而且他很细心，知道得找个人来照顾他，没有谁比他的助理更能贴心了。卢田，为什么秦燕这样的男人我就遇不上？那渣，就是
好男人本来就少了。弹幕，连嘉哥都夸了，他很少夸人的，说明秦燕这个人不错。如田直接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世界好男人本来就少，你们都谈了，我谈什么？看着别人谈，家人们谁懂啊？刚心动我就失恋了，国家现在不是鼓励年轻人结婚吗？我决定了，我要跟秦燕结婚。很快，工作人员就把在场的小助理请了进来。秦燕松了一口气，可算是解救了，差点在镜头面前丢脸。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没事。小助理正准备要把白鹿扶回去，谁知他硬是不肯。谁也没想到，他会趁着秦燕放松戒备的时候，直接将他一把拽过。秦燕下意识举手做出投降状，反应快点看了就心疼。弹幕，哈哈，看得出秦燕这是怕被讹了。秦燕，我服了你这老六，我投降。还没等人嘲笑完，白鹿雾蒙蒙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秦燕。我说喜欢你，是真的。说完，还没等秦燕反应过来，他就亲了上去。妈的，这是我初吻！秦燕此时心里乱得像有数万只羊驼碾过，整个脑子是懵逼的，任由白鹿在他唇间作妖。第83系统升级。弹幕，真的亲了！白鹿强吻了秦燕，兄弟好有福气，拿我刀来，我杀了这曹贼！放开秦燕，让我来！观察团里，卢田和那扎激动的抱成团。他们亲了，亲上了。张昭刚脸上都要笑出花来了，还是年轻人会玩啊！嘉哥，没想到白鹿喝醉，要防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杨幂愣愣地看着直播间，最后出声道：怎么回事？有些心疼秦燕。弹幕，万万没想到，白鹿喝醉了，要防的人的不是秦燕，而是白鹿。关键，秦燕都投降了，还被卡油，情绪值500加。他可能以为白鹿要打人，没想到白鹿做的比打人猛多了，情绪值500加。秦燕的修身养性半辈子栽在他手里。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开始脑补了。秦燕反应过来后，真是无奈极了。看小王正要把镜头拉近对向他们，他第一反应拿出旁边的毛巾扔过去，白色毛巾准确无误地盖住镜头，一整个把小王惊住。镜头一暗，网友们像瓜地里的茶上蹿下跳，从秦燕的直播间挤到白鹿这边。弹幕，卧槽，这动作太帅了，有被秦燕装到。扔毛巾这个动作男友力爆表了，果然是禁欲系帅哥。白鹿太猛了，霸王硬上弓。这姐明天要是醒来了，要怎么面对秦燕啊？直接换个星球生活吧。情绪值300加。看着已经醉倒在秦燕身边的白鹿，小助理整个脑袋都懵了，短短10几秒，脑子已经闪过数十种公关方案。秦燕无奈的起身，将白鹿从水里抱起，用自己的毛巾给他裹严实了，送回房间。他整个身体都被水打湿，轻薄的毛料紧紧贴在他身上，勾勒出他玲珑曲线。那张红润的小嘴还微张着，唇间那柔软的触感还在叫嚣。秦燕深呼吸，硬是下压心里的冲动，听着白鹿偶尔几声控诉：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微微叹了口气，将他缓缓放回床上。白鹿的手还紧紧地圈着他脖颈。秦燕拍了拍他的手，放缓的声音低低沉沉，好听的不行，等明早你清醒些后我们再聊。听到外面助理不让镜头跟进来的声音，秦燕伸手抓起被子，将白鹿的身子裹得紧紧的。就这样，还被他抓到机会，醉成这样，你都不忘占我便宜。秦燕微微叹息，伸手扣住白鹿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是你先占我便宜的，我这样也不算成人之危。半晌，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后，秦燕才将人放下。见白鹿的唇变得嫣红，他有些心虚的替他捻住被子。咔嚓，对方刚想起什么，没有立即闯进来，而是敲了几下门。进来。秦燕站起身，小助理半开了下门缝，切了下身子，缓缓走进来。小助理一整个不敢看秦燕，猫着身子来到白鹿床边。惹事的正主睡得倒是熟，他尴尬的脚趾都要给秦燕扣出个山庄赔罪了。看着秦燕高大的背景，小助理心虚到气都不敢喘。唉，家人们，谁懂啊？要是她家闺蜜被占便宜，她现在肯定挺着腰杆和人干起来。可现在是闺蜜占了好人家男孩的便宜，丢脸，太丢脸了。她盯着床上睡得正香的白鹿，突然眉头皱了一下，对着秦燕问：她嘴怎么了？秦燕轻咳一声，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趁我不注意，又占我一次便宜，她就不该多这个嘴。现在更尴尬了。小助理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白鹿一眼。秦燕低笑一声：
你照顾他吧，我就在隔壁房间，有什么需要，你喊我一声。好，谢谢。秦燕迈开长腿，在门口的时候有顿了一下，她身上的衣服还没换，你待会也给她换下吧。哦，好，谢谢，谢谢你哦。秦燕点点头，转身回到自己屋子。小王的摄像机跟着秦燕进了屋子。今晚出了这个事，我们就先不回去了吧。说完，他们点点头。秦燕通知山庄负责人给其他工作人员准备房间后，镜头一关，进去卫生间冲了个冷水澡。窗外圆月高悬，银灰色的光亮照得进屋内，落在她好看的脸上，添上一抹清冷感。秦燕坐在沙发上，盯着夜空出神。她原先只是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才来参加这个节目，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惊喜等着自己。看着手机上老妈那10多个未接电话，不用想都知道她这是看了自己的直播了。看着微信那几串60秒语音上夹杂着的表情包，她都能猜出老妈有激动，只是她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和她说清楚，这是节目意外，或者是不是意外，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秦燕烦躁地捏了捏眉心，尽管知道白鹿是喝醉了，但她亲上来那一刻，秦燕承认她那一刻，她对白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秦燕叹息一声，就听到脑海里响起一阵掺杂的声音：铃铃叮，恭喜宿主系统升级成功。系统升级了？怎么回事？秦燕静下心来，就听到系统雀跃的声音：系统升级 2.0， 消费返利保持不变，兑换礼包调整，每1万情绪值可兑换学识包1个，每5000情绪值可兑换体能值5点，每5000情绪值可兑换技能礼包1个，每5000情绪值可兑换魅力值10点。现在开始清点宿主情绪值，每3万情绪值可兑换窥位岩体验卡1张。今日情绪值26800，累计情绪值8000，共34800，好像更全面一些了。原来你真是实习系统啊！感情他之前就是给这个实习系统刷学分的。可，请宿主注意言辞，我现在已经转正了。秦燕双手环胸，你能成功转正，也有我的功劳，就没有什么礼包、福利等等赠送。听不到系统回答，秦燕悠悠开口：哎，我看别人的系统都大方得很，要什么给什么。果然，就听到脑海里暴躁的电音：你不要太过分，我升级的时候不是给你多了2个吊炸天的技能了？第84，我帮你回忆，什么吊炸天的技能？魅力值兑换，你什么意思啊？秦燕翘起2郎腿，身子朝后靠去，这慵懒随性的模样，比起娱乐圈那些顶流男星，都还要俊俏万分。你看我需要吗？半晌，系统才出声道：宿主，你好自恋，我这叫自信。秦燕斗得差不多了，才缓缓提起：你说另外一个技能是什么？说到另一个技能，系统那小破锣，小电音嗓子都扬起了一个调，这可是我努力争取到的，有什么作用？听到这里，系统的声音都神秘起来：窥位眼是可以窥未来。果然，秦燕听完顿时来了兴趣。不过它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用在投资上，又是实习技能，才不是，这可是十分有用的技能。这个体验卡能让你在投资某个项目的时候，预知哪个项目是亏钱还是挣钱。这技能牛逼啊！系统得意的扬起声音：那是，以后有了这个，想要投资什么就使用一个技能，还担心什么亏钱？主打就是一个稳赢好吗？简直就是投资人的福音。秦燕没什么野心，就想靠着各个投资躺着就有钱挣，然后逍遥过一生，不像父母一辈子被公司束缚着。高兴一会，他才想起来问：话说你是怎么升级的？系统顿了一会，想了想说道：就在白鹿和你表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的能量突飞猛进。什么原因？问到这里，系统却没有出声了，意思很明显，就是不知道。秦燕都有些无语，但也没再说出什么话打击他。他的手有一下没一下敲动桌子，清脆的声音让人忍不住跟着他的节奏思考：你是为了让我参加恋综才出现的，所以关键就在这个节目上。上次我和白鹿发生暧昧后，情绪值几乎给我涨了1半，这次他向我告白。还有，话说到这里，在温泉池那柔软的触感又清晰起来。他将画面甩出去后，才继续道：那关键在于我和白鹿的互动，不，应该是白鹿对我的情绪，其他人因为我产生的情绪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有白鹿的对我的情绪不一样。系统没有回答，但秦燕知道这次他应该是猜中了。既然这样，他也没有再为难他。秦燕清算银行卡里的到账的返利后，就回去床上躺着，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正无聊的时候，突然感受到系统的缓缓上升的情绪值，这个点了，怎么还有？网友们都不睡觉的。秦燕下意识地看向头顶上的摄像头，双腿默默收回被子。不会吧？节目组应该不会这么变态吧？秦燕抿了抿唇，拿出手机搜索了下节目的直播渠道，点击自己的直播间，一片黑暗，只有几个开播时间提示的数字。秦燕松了一口气，但这情绪值哪里来的？秦燕想了想，又去微博和其他 app 下刷起小视频，果然，微博热搜全是他们。井号我们相恋吧，井号白鹿醉酒强吻秦燕，井号白鹿借嘴表白，井号。看到这里，秦燕忍不住嗤笑出声。这届网友是懂标题的。再看到另一个节目组的热搜，井号我们相恋吧，井号喝酒后的告白可以当真吗？秦燕下意识地点了进去，看到众多网友的讨论，当然算啊，酒后吐真言嘛。他没有这个想法，怎么可能会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借醉表白。秦燕饶有兴趣地往下拉，就看到其他有不同观点的留言。怎么可以算？喝醉的意识根本就不清醒，而且万一他认错人呢？没有意识做出来的事，根本不能当真。刷了一半，觉得没什么意思，又去短视频翻了翻，不知道是哪些营销号，把自己刚来节目组的镜头和其他镜头剪在一起，标题是井号豪门少爷勇闯娱乐圈，井号有他吃饭的，豪掷千金的，和白鹿互动的，在节目上做任务的，最重要的是晚上被强吻的镜头。每个视频的点赞都将近100万，甚至连转发的都有几万的点赞，甚至还莫名多了一些视频，是营销他和白鹿的。什么豪门少爷留学归来后，发现心心念念的小青梅，成为娱乐圈新生小花后，参加恋综与他强势相遇。那视频剪的，要不是他是本人，自己都要信了。看了剪辑视频，秦燕都忍不住说句人才。他好奇地看了下评论区，开头那一下子，我天，救命，太帅了！他就是像家族里不听话的少爷，离家出走来闯娱乐圈的，不是，像是禁欲系富少，家里人为了解决他单身问题，托关系把他扔进恋综谈恋爱，然后清冷少爷在节目上遇见青梅竹马的女明星。姐妹，笔给你，求你写完。他确实有种玩世不恭的感觉，电视上都是演的，秦燕却是真的，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好有钱的样子。哈哈，少爷今晚怕了吧？他要是进娱乐圈，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冲这个颜值，我能磕一辈子。看来这些情绪值就是通过这些营销号来的。搞明白怎么回事后，秦燕听完老妈的语音，简单回了几句，就躺下睡着了。次日一早，太阳初升，山林围绕，空气带着沁鼻的凉意。白鹿刚从床上起来，头姿欲裂，床边是小助理，一脸幽怨地看着他。你可算是醒了。白鹿揉了揉惺忪的双眼，茫然地问道，怎么了吗？他怎么睡在这里？下意识朝打量起周围，秦燕没在，这不是他们别墅的房间，怎么回事？昨晚他不是和秦燕泡温泉了吗？我怎么回来的？白鹿拍了拍他的头，硬是想不起来一点。看着小助理那吃屎一样的表情，他就知道要完。果然，下一秒他就开始破口大骂，白鹿，我让你勇敢迈出一步，但你也不能迈这么大啊！你看你捅的篓子，昨晚公关熬了一个通宵才给你控制住舆论，怎么了？怎么了？你忘得干干净净是吧？行，我帮你回忆回忆。要说喝醉后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第二天早上。有人帮你回忆了。小助理把手机递给他，视频点开后，是昨晚他和秦燕泡温泉的视频。越往下看，白鹿的脸越发涨红。第85进来坐坐。后面，他更是没有勇气往下看，直接扔了手机躲回被子里。我不活了，你们谁也别劝我。小助理也不明白，为什么丢脸的是白鹿，他却跟着臊得慌。两人在房间待了好久，谁也想不出来要怎么去面对秦燕。半晌，白鹿的手机响起，欢快的铃声把两人吓了一跳。小助理看了一眼，是于哥。看到这个，白鹿忍不住心虚，他找我干什么？小助理悠悠地看了他一眼，找你干什么？你怎么好意思问出口的？昨晚整个团队都没睡好觉，顶头上司这会估计正汗流浃背呢。白鹿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在铃声将断的时候接起电话，隔着手机，他笑得一脸讨好，完全没有昨晚喝醉酒那强势的样子。于哥，您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说完，他熟练地将手机拿远了一些，那边传来尖锐的报鸣声。早，我压根就没睡。白鹿，你看看你的好事。白鹿捂着耳朵。于哥出完这口气后，深深叹了口气，
对方一看就是势力通天的少爷，你这么对他，回头不知道会不会找你算账。白露听不出他话里的试探，把手机放回耳边，用可怜兮兮的口吻认错：于哥，对不起，我错了，我真错了。您放心，待会我就跟秦燕道歉，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一定让她原谅我。这次于哥没有像往常一样消气，反而着急起来。道歉？谁让你道歉？白露一头雾水，不是让他道歉吗？他茫然地看向旁边的小助理，他示意继续听下去，就听到于哥的语气有些急。事已至此，你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事继续下去。于哥一句话，把白露 CPU 都干烧了。啥意思啊？继续？你不是喜欢秦燕吗？白露默不作声。之前签约的时候，公司明令禁止他们谈恋爱的，明面上谈更不行，他怕违反公司规定，又不想说自己不喜欢秦燕，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反驳的话就这么卡在喉咙里，艰难地听着于哥往下说，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应对之策。结果于哥和他想的完全不同。你不是喜欢秦燕吗？这样你就大胆去追，这是和恋综节目，你和秦燕亲密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注意尺度。说到尺度，白露的脸烫了一下。什么尺度？你应该知道吧？白露还没说话，于哥略带警告的声音接着响起：不准再喝酒。噗！小助理在旁边捂嘴偷笑。白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可以喜欢秦燕，你可以追，能追到最好，追不到也不能让人家对你反感，明白吗？白露挠了挠头，每个字他都听明白了，怎么连起来就这么难理解呢？公司这是什么意思啊？想要自己去追秦燕？你不明白没关系，你现在的人设是秦燕的小青梅，你要在节目上努力营造好你们青梅竹马的人设，记住这点，明白吗？于哥说到自己舌头都要废了，看白露还是没能理解自己的意思，最后直接放弃。算了，你就像之前一样对秦燕，不要道歉，不要撇清关系，不然这个节目就录不下去了，维持你们之前的样子就好，其他的交给我和团队。 OK。 见他终于听进去了，于哥明显松了一口气。挂断电话后，小助理皱着眉他：你明白什么意思了？没有。小助理被他这理不直气也撞得态度气笑了。没有你说什么 OK？ 太啰嗦了，我头好晕，听不进去一点。他坐在床上叹了一口气，想到刚刚那个视频，他尴尬地钻回被子。这是什么人间疾苦，真的没脸见人了。只是小助理没给他龟缩太久，直接叫了化妆师来给他化妆。化这么浓的妆干嘛？盛装出席啊？盛装出席？他干嘛要盛装出席？小助理在床边选着秦燕让人送过来的衣裳，燕哥的眼光可真好，每条裙子都很衬你。白露抿着唇没说话，秦燕的眼光自然不会差的，看他平时的吃穿用度就知道，他虽然奢侈，可是并不是像那些暴发户一样一味追求贵，反而审美非常好。他选的每一样东西都能让人清晰感受到它的价值。这个妆太浓了，不太好，换个自然一点的吧。秦燕不喜欢矫揉造作的女孩子，这是和她相处这么久感受出来的。白露选了一条黑色的连衣裙，她皮肤白，黑色能更好的衬托出她的优势。昨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她再怎么逃避都没用，最重要的是看秦燕的态度，她需要去找她，该解释的解释，若是她生气就道歉。于哥刚刚打电话说的，他听明白了，公司想要利用秦燕给自己增加一波热度，但他不想这么做。喜欢秦燕是真的，但他不想用这份情感去利用她。白露深吸一口气，壮着胆子出了门，旁边就秦燕的房间，棕褐色的房门擦得一丝不苟，白露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倒影。屋内静悄悄的，也不知道是隔音效果好，还是秦燕还在睡着，心脏砰砰直跳，快比他敲门声还要大了。白露努力调整呼吸，生怕再在秦燕面前出丑。叩叩叩！秦燕刚收拾好，门再就响起断断续续的敲门声。他知道是白露过来了，原因无他，他们彼此的房间就靠得这么近，2个阳台的距离，抬脚就能跨过去了。只能说白露和助理2人都是人才，说悄悄话，阳台门也不关。秦燕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敞开天窗说亮话的，她那会阳台上发呆，想不听都难。从他们起床后说的，包括打电话，秦燕都听得一清二楚。她忍住嘴角的笑意，在敲门声断了的3秒后打开门，就看到白露。2人相对无言，都在彼此脸上看到尴尬。她今天的打扮非常美，黑色的连衣裙衬得她身材高挑，一张明媚动人的小脸，淡扫蛾眉，眼眉含春。秦燕瞥一眼白露的红唇，眸色闪过一些异样。
好在他压根不敢抬头看他，所以并没有发现。要进来坐坐吗？第86。昨晚是我错了。啊？这话说的好像有些不太正经。秦燕挠了挠头，算了，意思到了就行。好。听到回答，秦燕让了个位置出来。秦燕的房间和虽然在她隔壁，但是装修却不同。白鹿抬眼就能看到2个十分显眼的摄像头。她这房间是双人套房，有客厅还有厨房，屋内是中式布置，复古中带着一些温馨。昨天的毛巾还随意搭在床边的沙发上。阳台上的小木桌，秦燕竟然在上面煮着茶，茶壶咕咚咕咚响。她走过去拿出2个杯子摆放起来，喝口茶吗？好。秦燕倒了一杯，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拉了一张椅子给白鹿，自己随意坐在床上。白鹿刚想说什么，手机就弹出窗口。忘了和你说了，昨晚是燕哥抱你回来的。我当时特别留意了，他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害羞。丫的，早不说晚不说，偏偏等他进房间了就来搞他心态。消息又接着过来，他不见得不喜欢你，好好加油。加你个头，你还不如不说。白鹿准备好的说辞在这一刻全被打乱了。看着突然红了脸的白鹿，秦燕嗤笑一声，决定逗一逗他，让他知道自己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脸这么红，是酒还没醒？该来的还是来了。醒了，是吗？那就好。秦燕假装不去看白鹿尴尬到如坐针毡的样子，笑着继续道：我没想到你喝酒后这小嘴还会强吻人，可怕的很。看着秦燕似笑非笑的眼睛，白鹿差点逃出门去。死吧，让他死了算了。呵呵。秦燕再也憋不住，趴在床上大笑起来。随后屋内都是他的笑声。白鹿小脸憋得通红。你笑够了吗？秦燕挑眉，喝醉的时候占我便宜，醒的时候还不让我笑，你这女人好霸道哦。白鹿被他阴阳怪气的样子羞得小脸通红。谁占你便宜啊？你不知道啊？那我给你看看，现在整个微博都是我昨晚的惨状。秦燕掏出手机朝他面前凑去，白鹿慌忙推开，对上他似笑非笑的俊颜后，他认命的叹了口气，对不起嘛，我也不知道我喝醉了会这样子。白鹿低着头不敢看他。秦燕轻笑一声，他可是陪上自己清玉的，对不起就完事了。白鹿愣愣地看着他，桃花眼含着水光，灿如春花。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红唇微起，隐约能看到贝齿。秦燕突然想到昨晚他将他摁在床上，喉咙下意识一紧，看来他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他本想这么算了，就听白鹿诺诺问道：那你想怎样吗？听听，这可是他自己说的。秦燕轻咳一声，缓缓凑了上去，记得近了，他能清晰闻到白鹿身上好闻的香味，也不知是什么香水，他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身上闻到这么特别的香味，香气清淡如空谷幽兰，只有靠近了才能沁取到。秦燕伸手摩挲着他的下巴，白鹿怯怯往后缩着，半晌他才缓缓问道：为什么和我道歉？他和那个于哥的通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对方让白鹿一定不要跟自己道歉，而是让他好好抓住自己，营销出青梅竹马的 CP 感。其实他挺理解的，明星嘛，最重要的就是热度和话题，就是白鹿这么做了，他也不会生气，自己又没有利用过他，若不然系统怎么能升级？可是他并没有照着于哥要求的做，这让秦燕很意外，就像第一次遇见他，他想要出钱替自己解围一样，这感觉让他很奇怪。你想说亲我不是你的本意，而是你喝醉后就会逮到人就亲？秦燕问完，自己都感觉到他语气有些变化。当然不是。白鹿整个惊住，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什么叫喝醉了就会逮到人就亲？他看起来像这种人，那是因为什么？白鹿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秦燕等不到回答，便不想再强迫他，只要不是自己不想听的那个答案就行了。要求那么高做什么？喝茶吧。冷了不好。我喜欢你。这下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憋在心里的话说出口后，白鹿像开了口一样，把心里话全道了出来。小时候的事情我一点没忘，我来 S 市参加这个恋综，就是为了来这个城市找你。我找了你很久了，最开始我只是想找回你这个朋友，我没想到能在节目上遇到你，可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参加节目的人是你后，我对你的感情就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白鹿的声音越来越弱，秦燕感觉到脑海里的系统蹭蹭的往上暴涨，系统的激动的电音刮噪的让他头疼。
宿主，你快看，2万情绪值，我从来没有看过情绪值涨得这么快的，把它留住，我要好好研究。闭嘴！白鹿眼角含泪，秦燕皱了皱眉，抬手擦到他眼角的泪水，痞里痞气地说道：哭什么？喜欢我是什么丢脸的事吗？没哭，我是感动的。秦燕歪着头，一脸错愕地看着他，他还没遇到表个白把自己感动哭了的。最后他忍不住再次笑出声，一点面子都不给白鹿留。白鹿心口胀胀的，意料之中，秦燕并没有回应他。也是，像他这么优秀的人，从青春期开始听到的表白估计多到他都免疫了。不过他并没有拒绝自己，这让白鹿觉得有些安慰。你有没有礼貌啊？女孩子表白你没有回应就算了，你怎么还笑？秦燕眉眼一挑，你想我回应什么？好吧，被问住了，现在怎么办？脑子一冲动，把话题说开了，后面不是更尴尬了？两人对视一会，最后是白鹿败下阵来。总之我想要说的话就是这个，但你不用担心，我不要求你对我怎样，说开了就好。不过昨晚是我的错，对不起。第87，那你努力追到我。良久之后，秦燕伸手点点他额间，我又没生气，你慌什么？我这人不爱吃亏，有什么揶揄我当场就爆了。白鹿听不出他话中意思，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桃花眼看着他，那双眼睛如秋水一般漂亮的不行，也不知他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被困在童年回忆里。秦燕又伸手戳了戳他的脸，白鹿一脸不满却不敢发怒的样子，可爱极。小王大李进来征得同意后，秦燕屋内的直播间才开起来。趁着这会时间，白鹿偷偷靠向秦燕，你不生我气了？秦燕嘴角噙着一抹自己都不知道的笑意，我又没说自己生气了。白鹿俏皮地笑了笑，想起小助理说的话，他看了秦燕一眼，犹豫许久，他在他耳边问，那我们有可能吗？秦燕真的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问自己，看着白鹿认真又小心翼翼的样子，他轻笑一声，那你努力。秦燕笑得一脸桀骜，轻嗤一声，你总不能光占我便宜，不追我吧？看着白鹿一脸语塞的样子，秦燕心情大好，我去看看早饭做了没有。秦燕跟直播间的观众们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昨晚到现在，他们节目组的官号一直被粉丝们催播，好不容易撑到早上，弹幕来了终于开播了，我昨晚激动的一晚没睡。哇，白鹿今天好美，秦燕帅啊，我好喜欢他的穿衣风格呀。我也喜欢，这两个人配我一脸了，昨晚简直就是高糖时刻，谁懂啊？我昨晚躲在被窝里刷了这两人一晚上的周边，甜死我了。秦燕回头看了一眼白鹿，有系统的干预，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对白鹿的情感是怎样的，或是喜欢的，或者是刚有感觉，只是目前她无法给他回应，就先往下走吧。兴许到后面他就明白了呢。山庄自己给他们准备好早饭，这里的私厨做的江南小菜是拿手绝活。秦燕刚到外堂就闻到饭菜的香味，庄明见到他立马迎了上来，秦少您过来了。来看看，这是我特此让人准备的菜色，松鼠桂鱼、酱排骨、红烧河豚、蟹粉狮子头、水晶肴肉、霸王别姬、狮子头、碧螺虾仁，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菜，食材也是我们这里特色养殖的。弹幕手里的馒头突然就不香了，情绪值500加，吃这么一桌的多少钱啊？这个总没有之前的贵吧？反正是我们吃不起的就对了，情绪值600。他真的是来人间享福的。看了秦燕的生活，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们在替他负重前行。情绪值300，我的早餐豆浆油条 vs 秦燕的早餐，有钱人真好，接秦燕财运，想拥有。嘉哥看着大屏幕就快流口水了，他一大早就吃这么好哦。张昭刚，大家的早餐一般都是吃什么？杨幂，我都是看家里有什么就吃一点，如果在剧组我就吃剧组的早餐。哪吒，我都是随便吃一点。于朦胧，直接不吃。于朦胧小声说道，我不习惯吃早餐的，平时只要不拍戏，他都是一觉睡到下午，渐渐的就没有吃早餐这个习惯。杨幂，但早餐还是要吃的。嘉哥，对，不然也不会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了。张昭刚，这么说，我们这些人的早餐加起来都没有秦燕一半丰盛。如田，秦燕真的是那种特别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嘉哥，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秦燕作息规律还很健康？其他人听完纷纷附和，在直播间里一阵阵蛙声下，庄明的人才把菜上齐。看
看着满桌可口的菜肴，秦燕轻声问：“有另外再准备一桌一样的吗？”“有。秦少您的交代，我们自然要做好来。另外一桌饭菜就在隔壁。”“好，辛苦了。您这说的哪里话？这是我们的荣幸，他是庄氏派过来的负责人。虽然秦家和庄氏一样有这个山庄的一半股份，可当初要不是秦家的投资，这个山庄也办不起来。对秦家人，他们必须得敬着。大家辛苦了，把摄像头调整好后，大家都坐下来吃饭吧。”秦燕的话说完，身后的一片欢呼声，不知是谁喊出一声秦燕万岁，都得大家哈哈大笑。弹幕：连工作人员都有啊，哪里应聘？告诉我哪里应聘？情绪值800，做不了秦燕的老婆，就让做秦燕的工作人员也行啊。最幸福的就是跟着秦燕的工作人员了，生活条件直线上升，这哪里是上班啊，这简直在度假好吗？情绪值500，我有红眼病，别给我看这个。情绪值200，求导演，让我进去吧，吃不吃的无所谓，我就喜欢秦燕这边的工作氛围。此刻，导演熟练地掏出手机，把弹窗上还没发出的订饭文字点了删除。真好，靠着秦燕又蹭到一顿。现在，秦燕在他们眼里就是妥妥的衣食父母。这时，秦燕手机响起，看一眼，是郭麒麟发来的视频语音。嗨，早上好，你们吃早饭了吗？还没有，白鹿他们还没好，怎么搞的？这个时间还没吃上饭？这要是换成往常，秦燕那些私人陪厨早起来给他做饭了。哟，真可怜啊，可怜。镜头前的郭麒麟晃了晃手机，故意露出身后一桌子家常菜。唉，你怎么知道我们早上4菜1汤了？我就让一彤不要做太多，吃不完，他就不信。唉，早上还是得吃点家常菜，暖胃。秦燕没说话，郭麒麟当他是羡慕到说不出来了。晒完自己，他还特地晒了下其他组的早餐，看其他队昨天都有回别墅，唯独他们秦燕这队没有。这样，你们要实在没得吃就回来，我们给你们留一些。郭麒麟说的一脸慷慨，秦燕想也不想的拒绝：“不用，不好意思什么？我拿你当兄弟，回来吧。”身后张吉他们也跟着劝着，但嘴里的笑意全是幸灾乐祸。真不用。说完，秦燕将手机镜头移到身后的桌子，就指一下，就清楚听到手机另一头筷子落地的声音。第88，打不过就加入。郭麒麟，不好意思，打扰了。张吉在身后发出咆哮：“你说你惹他干嘛？你要惹他干嘛？”郭麒麟：“我没想到会自取其辱。”弹幕：张吉半夜醒来，不是，他有病吧？秦燕：没想到吧？我预判了你们的预判，在秦燕面前炫早餐，怎么想的？郭麒麟太可爱了，没饭吃，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张吉这个被连带的受害者，笑死了。张颂敏凑上来看了一眼，忍不住发出心里的疑问：不是说他们住的酒店吗？酒店的早餐这么好的哦？在泡菜国，他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那些，最丰富的就是烤肉和火锅了。从来没想到华夏吃的这么丰富的，这都是华夏国的菜。郭麒麟语气得意，这只是家常便饭。说完，张颂敏露出一个不可置信的表情：家常便饭，可是这比他们国宴吃的还好哦。但这话他不敢说出来。张吉用手戳出来个手势：你这个给的到位，你想吃什么都行。弹幕：郭麒麟，有钱能使鬼推磨。哈哈，我都不敢想张颂敏在泡菜国吃的都是什么清汤寡水，这么点菜给他震惊的。泡菜国真的没什么好吃的，我在这边留学快饿死了。很快，白鹿出来，秦燕笑意盈盈的对着屏幕说：我们可以开动了，要一起吃吗？郭麒麟白了他一眼，再见，后就直接把通话挂了。弹幕：哈哈，不带一点犹豫的，这两个欢喜冤家就爱看他们斗嘴，有没有觉得他们也好好磕呀？ CP 可以冷门，但不能离谱，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们。白鹿起初还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有些放不开，但美食当头，他吃了2口后，面子什么的都彻底放下了，直接大快朵颐起来。小助理忍不住在幕后提醒：少吃一点。白鹿置若罔闻。秦燕觉得好笑，他为什么不让你吃？白鹿：嘘，别管，吃了再说。小助理总不可能直接冲上来抢他饭碗，蹭这个机会，他一定要吃个够。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让秦燕哭笑不得。慢点，又没人和你抢。弹幕：白鹿，谁也不能阻止我干饭。女儿，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他已经很瘦了好吗？再减下去就没肉了。没办法，导演要求，
事实上，那些女星就没几个胖的，是媒体一直给她们制造容貌焦虑。秦燕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公司看你挺黏啊，我有部剧要开机了，瘦一点才上镜，不过还有1个月，我到时候再多运动就行了。白鹿在小助理恨铁不成钢的眼神下炫完早饭，工作人员才把游乐园的票交给他们。迪士尼公园在 H 省，秦燕和白鹿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发。那边张吉是第3名，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去了市里一个野生动物公园。李碧在车上高兴地哼着歌，待会去了遇到老虎什么袭击，你可要保护我。张吉宠溺地笑了一声，这是公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要是出现呢，那我保护你。他语气坚定，给了李碧很大的安全感。弹幕，这对终于有 CP 感了，不容易啊。公园也遇过动物袭击人类的。对的，新闻都报道过好几次了。郭麒麟他们已经到了机场，这次他们去的是有薰衣草花海的地标公园，考虑到行程比较远，为了不耽误拍摄，他们是坐飞机去的。郭麒麟大手一挥，直接给他和工作人员们升级了一个头等舱。弹幕，大林子大气，大林真好啊，头等舱业我都没有体验过。为了李一桐下血本了，并不是为了谁，而是觉得这样不会有人打扰吧。哪个明星不是坐头等舱的？这样一对对出行还挺甜蜜的。各位先去看看华少。哈哈，什么情况？在直播间观众的带领下，大家纷纷去看了华少那边的直播间。花少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气喘吁吁说道，就算是小公园也要把仪式感做足了。有眼尖的观众发现，准备的都是野餐要用的东西，烤肉的炉子，还有很多昂贵的水果的零食。猪猪看他态度积极，原先心里的不满这时候也都抛之脑后了，甚至主动帮华少拎东西。他自信满满的对着镜头说，生活环境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态，只要动脑子，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路上他喋喋不休地向猪猪和大家展示自己的计划。我们先找个有风的凉快点的地方，支小桌，席地而坐，烤着东西吃，多好啊。弹幕，这是要去野餐，心态不错。花少这样情绪稳定的男人真的很少了，如果不是他被骗了200块钱，现在也不用去老年文化公园。计划不错，但我觉得太过理想化了。他没去过老年公园吧？啧啧，大爷大妈的地盘可不是那么好抢的。华少刚把车开出来，打开定位才发现，这个位置离别墅根本不远。他还有些高兴，没想到这么近啊，来回不是很方便。猪猪还没说什么，手机上就显示他们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还没下车，就听分周围嘈杂的声音。放眼看过，周围是一班接一班的老年团，跳广场舞的，打太极的，舞扇的，甚至还有人摆摊卖菜。本就不大的公园，全被活动团占据，根本没有一处多余的地方。花少整个脸变得十分难看，就连猪猪的眼里也不再期待。弹幕，哈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用野餐了，看大爷大妈跳广场舞好了。真服了，白天跳，晚上跳，节目组没给他们圈出一个地方来吗？信不信，在这个地方站大爷大妈的地方，他们能给你皮都扒了。打不过就加入，跳跳广场舞也不错。第89，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秦燕带着白鹿他们往机场那边去。我们是几点的票啊？9点，现在都8点40分了，真的不会太晚吗？不会。白鹿抿了抿唇，按他往常的经验，一定会迟到的。他以为秦燕会因为赶路开得很快，但他还是保持着正常车速。你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哦？秦燕低笑，毫不在意道，有什么好急的？白鹿努了努嘴，要是赶不上飞机，我怕下一个航班没那么快的。白鹿的话说完，后面的小王他们也跟着急了起来，但又不能让秦燕开快点，只能祈祷他们赶得上。放心吧，一定赶得上的。秦燕语气十分笃定。弹幕，秦燕不是说有私人飞机吗？怎么还需要去机场？情绪值100。他什么时候说自己有私人飞机了？在微博上自己去查，他有私人飞机还需要赶什么飞机啊？吹牛的吧？情绪值120，有些是租的，不可能。我相信秦燕的实力，情绪值300，人事而已。你就笃定，有点脑子好不好？等秦燕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时间整整好9点。白鹿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肯定赶不上了。秦燕温声安抚，放心吧，时间还来得及。白鹿都快哭了，大少爷啊，怎么可能来得及？弹幕，都9点了，人家早就停止检票了，根本就来不及。这么简单的常识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不会没坐过飞机吧？说不准，可能之前出行都用私人的，根本不知道在外面坐飞机的规矩。
真的讨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的人。旁边的人都急死了，只有他还慢吞吞的，情绪值200。他不会以为整个机场都是他们的吧？想要什么时候登机就什么时候，情绪值500。救命！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每次和他出门我就生气。最后9点的航班准时起飞了，小王大理整个人都呆住了。秦老师，飞机起飞了，现在怎么办？白鹿叹了口气，提出重新订票，却被秦燕拒绝了。弹幕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嘴硬，看得我急死了。都起飞了，不用重新订票，要怎么去？是不是不想去了？他不会觉得还能把人家飞机拦下来吧？笑死！他要是能拦下来，我当场吃屎。他以为他是谁啊？有几个钱就能只手遮天呢？观察团里，张昭刚看着直播间，眉头紧锁。这种情况一定得重新买票了吧？嘉哥，必须得改签了。如田、秦燕这么自信，是不是飞机延误了？哪吒，飞机延误的话，他们会提醒的。于朦胧，问题现在他们连登记都不行吧？所有人都眼里都透着担心，谁也不知道秦燕到底在卖什么关子。但是眼下这次航班一定赶不上的。直播间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总导演都忍不住着急起来。现在秦燕就是他们的流量密码，这个时候他的人设可不能塌。实在不行，他找个理由，让节目组把延误时间的责任承担下来。网友骂他们，总比骂秦燕好。就在白鹿继续询问用不用重新订票的时候，机场那边的 VIP 道突然跑出几个容貌身材绝佳的空姐。机场的保安用警戒线将周围都围了起来，不然别人靠近。乘务长和机场亲自出来，站在前面候着，似乎在迎接什么大人物。这种情况白鹿之前也碰到过，他拉着秦燕往旁边的位置挪去，免得待会被保安过来提醒。怎么了？白鹿将他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说，那边应该是在迎接什么大人物，我们让开点，免得冲撞了。弹幕，什么大人物啊？阵仗这么大，不会是华影帝吧？他最近不是要来 S 市巡回演出吗？可能是棒子国的10000年美少女，好像他也要来华夏这边参加节目。不要什么都跟娱乐圈扯上关系，他们哪有这么大面子？商业大佬或者大正源吧？估计是。直播间的人瞬间八卦起来，大家都在好奇是什么人会惊动 S 市机场，出动这么多人出来迎接。然后大家就看到秦燕往乘务长那边走去。秦燕，这个时候不要乱跑！白鹿连忙出声阻止，而他却没有回应，自顾自地朝那边走去。弹幕，他在做什么哦？像是要去问路的。这个时候他还想去凑热闹，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吧？妈的，看得我厌蠢症犯了。等着吧，不出3秒就会让人赶回来了。秦燕才走到一半，那边的人全部向他看过来。乘务长和机长交头接耳一会，带着2个保安走了过来。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来驱赶秦燕离开，正准备看笑话的时候，就听到机长态度十分殷勤。请问您是秦先生吗？对。机长听完激动地和他握手。我是负责您本次航班的机长，鄙人姓赵，这是孙乘务长。什么情况？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就连直播间的观众和观察团的明星都同样震惊。赵机长在周围人诧异的眼神下，热情地自我介绍航班行程。秦燕神色平静，语气不疾不徐，现在可以出发吗？赵机长点点头，当然可以，我安排孙乘务长为您办理登机。您请稍等。秦燕将自己和白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资料交给他们后，乘务长立马迈着高跟鞋匆匆离开。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面的白鹿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们还能登机吗？秦燕点点头。喂，为什么啊？白鹿愣愣地开口。真的不怪他，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旁边的赵机长立马给出答复，因为秦先生包机了本次航班。弹幕，卧槽，家里有矿吧？他说什么？想不到吧？秦燕包机了，所以他才不用担心时间延误的问题。牛逼，我们根本体会不到。我上次赶飞机忘了1分钟，人家都不让我进去了。秦燕整整晚了10多分钟，机长都亲自来接。妈的，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今天的直播间价值依旧在几百万。很快乘务长就把资料拿了回来。秦先生，现在可以直接登机了。乘务长的话说完，后面的容貌绝佳的空姐都围了上来，替秦燕他们拿着为数不多的行李。要不是小李和大王反应快，估计连手上的摄影机都能被空姐抗走。第90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女朋友。所有人都在空姐热情的接待下请上飞机。到了上面，白鹿整个人都是懵的，他从来没有一次坐飞机像现在这么丝滑的，全程不过2分钟就可以到自己的座位上。飞机刚起飞，空姐们问都不用问，直接将各种蛋糕、三明治、
蔬菜、水果、甜点都送上来，摆满了面前的桌子，而且是每个人都有。此时的白鹿已经被震惊得说不出话了，身后全是工作人员的惊讶声。屏幕前的嘉哥激动地站起来了，这服务也太好了吧！哪吒，就连飞机餐都比我们平时用的豪华。卢田，我从来不知道坐飞机还有这种待遇。杨幂也整个震惊住了，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过就是半个小时，整这么大动静，真的可以吗？张昭刚瞠目结舌，拍着嘉哥的肩膀激动说道：“我从来没有这么羡慕过一个人。”弹幕：卧槽，狠狠羡慕住了。秦燕的工作人员走了什么狗屎运啊？这些都可以吃的吗？跟着秦燕也太幸福了吧！我头一次对上班产生这么强烈的欲望。还是那句话，这有钱人的快乐我想象不到。羡慕这句话，本宫真的说腻了。很快，乘务长又带着空姐过来，询问他们的状况。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请一定要告诉我们。秦燕点点头，乘务长这才带着空姐们离开。不一会又让空姐们送来各式饮品。弹幕：哇，这里连空姐都比别家的漂亮，情绪值500加。卧槽，我喜欢第一个。聪明人才不做选择，我每个都要情绪值100加。得了，还每个都要，做得起吗？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跟秦燕一样有钱，下辈子吧。凌霄，你情绪值100，哈哈，也不是没这个机会。做梦，只要我们够努力，就一定能梦上。只要我们够努力，老板就能过上秦燕这样的生活。懂了，现在就摆烂，绝对不能让我老板占到我一丝便宜。白鹿看着浩浩荡荡的一行人，这是他们从没有过的体验。之前觉得头等舱的服务已经很厉害的，没想到包机服务更是顶级。看着白鹿呆愣的样子，秦燕还以为他是看那群空姐看呆了，好笑的捏了捏他的脸，有这么美吗？至于看呆了，白鹿傻傻的点头，秦燕更是笑得不行。随后他脱口而出问道：包机很贵吧？秦燕一顿，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问出这个话，但还是如实说道：不贵。白鹿显然不信，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秦燕说的不贵，不代表就是他们认为的便宜。弹幕：不贵是多少？就是啊，说出来好让我死心。月入3000的给我。天天看着秦燕的直播间，都觉得自己也买得起了。我也是，越看越上头。所以，到底是多少钱啊？估计也得几百万吧。哪里用这么贵？这些都是按照行程算的。人总是这样，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就越好奇。看着弹幕前呼声一片以及突飞猛进的流量，总导演高兴得合不拢嘴，自然有求必应。他用耳返让工作人员问下网友们都好奇的问题。秦老师，网友们都很好奇，这次包机的费用总共花了多了。不仅是网友，就连白鹿也好奇。他水盈盈的眼睛看向秦燕，开始猜测他说出的答案。秦燕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好奇的，但还是如实回答。像我们这架飞机属于比较小型的，一趟来回大概价格200万左右。白鹿听完松了一口气，200万确实比较便宜了，他还以为起码得500-600万呢。等等，什么东西啊？他竟然觉得200万便宜。不仅是白鹿，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也险些让秦燕带偏。我就说吧，不用几百万，比想象中还要低一点，这个价格确实能接受。醒醒吧，各位，这是200万RB，不是泡菜币，好上头啊！我兜里打开都没220，竟然觉得200万便宜，情绪值1000，有毒，绝对有毒，差点就让秦燕带沟里去了。妈的，我今天都没挣到220，人家就已经花了200万了，情绪值500，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情绪值1000。相比于所有人惊讶的态度，秦燕反而觉得淡定多了。便宜是真的便宜，他是一点都没撒谎。看着他满脸真挚的样子，网友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还有什么比别人的成功更让人扎心的呢？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偏偏秦燕却觉得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白鹿的话说，神他妈普通人，他是普通人，他们算什么？天选打工人。对于秦燕的生活，羡慕的还有猪猪他们。因为任务原因，他们需要在公园待够6小时才能回去。他们在湖边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东西刚摆上去，就有不少大爷大妈围上来，因为他们是卖保健品的，正搞活动赠送。华少在旁边和几个大爷下棋，容貌绝丽，身材性感的猪猪和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实在是没什么事，就跟节目组拿了手机刷起直播间。当看到秦燕她包机去迪士尼后，他心里的羡慕都要控制不住了，心里无比懊恼，当初自己怎么不再坚持一下？要是当时坚持，现在就不用吃这个苦了。
他翻了翻群，看着第一排那个显眼的聊天图，犹豫一会，点了下添加。秦燕这边很快就到了 H 市，下了飞机后，机场甚至派了专车送他们去拍摄地。路上，白鹿的心情忍不住雀跃起来。这2天刚好有节目吗？秦燕终于提起一点兴趣。什么节目？情侣派对。白鹿拿起手机，刷了一些视频给他看。其实用情侣营销出一些噱头，以迪士尼纪念版对戒为诱饵，吸引一些年轻情侣们去游玩，做游戏而已。秦燕觉得没什么，但是白鹿一脸期待，拿出节目组给的入场券，笑得高兴。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女朋友。第91，我们升个房吧。刚落地到 H 市，因为任务明天才开始，所以秦燕他们可以先回酒店那边休息。路上，工作人员通知他们，华少他们也过来了。秦燕一顿，这么快？之前那个任务就是一个惩罚式整蛊，任务完成后，导演就安排他们过来了。秦燕点点头，既然是节目组的安排，他身为嘉宾就没有再去多问。白鹿查了一下酒店信息，一脸兴奋地和秦燕分享，节目组这次算是大手笔了，给我们订的是5星级酒店的房间。秦燕眉眼微不可及地挑了一下，哪个酒店？半岛公馆。白鹿见他表情有些僵硬，忙问怎么了？秦燕很快恢复如常，没有，我是觉得节目组怪好的嘞。白鹿点点头，是吧？我也觉得节目组这次真的大手笔了。话虽这么说，但他估摸着是这家酒店买了节目组的宣传，不然节目组怎么可能这么大方？不过既然有这个机会，他们开开心心入住就好了。有没有广告和他们也没什么大关系。弹幕，什么酒店？很有名吗？ H 是第一家5星级酒店，贵不贵啊？不贵，我问之前住过，一个普通的到人间3000多，3000多还不贵？住不起，就这么一晚，比我工资还贵。嘉哥，这次我们没有过去，真的是一大损失。张颂敏要有点出息，明明是节目组的失策。杨幂捂嘴偷笑，等节目结束，我请您的去整一晚。相恋吧这个节目是杨幂策划的事，圈内人都知道。他说这话时，大家都十分捧场的欢呼起来。弹幕，幂姐万岁，还得是幂姐啊！羡慕完秦燕的工作人员，现在又要来羡慕杨幂的同事吗？我们 NPC 也是尊严的。你说的对 ，V 我50，这事就这么算了。50？你想要我命就直说。很快，节目组将他们带到一个欧式风格的酒店。偌大的酒店前，大理石砖铺成的广场上，华夏的红旗高高竖立在正中间。茶棕色玻璃门两旁分别站着几个门童，华少正在旁边跟张颂敏介绍酒店的发家历史还有规模。这酒店占地4000多平方米，华夏5星级酒店的其中之一。身后可以看到 H 市的整个海景，这里好多房间都是限量预定的，有最佳观景条件的酒店基本早早就被预定完了。哇，那很厉害啊！张颂敏十分吃惊地附和着。郭麒麟在旁边一脸无聊又不敢不耐烦，见秦燕过来了，连忙朝他走过来。你们可算过来了，怎么这么久？出发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白鹿在旁边双手环胸，哼，哪里久了？你不要睁着眼睛话说，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时间好不好？我们赶路已经很难了，有时候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话说太快了？是不是太无聊了？有没有认真录节目？说完，他还翻了个白眼，我真是要疯掉了。郭麒麟被他一连串的话吓得说不出声来，一脸你超勇的表情，把旁边的秦燕都逗笑了。弹幕，哈哈哈哈，笑死我了！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白鹿不愧是5G 冲浪小达人，突然发现这样说话确实很气人，他居然把词都背到了，看来还是细节少了，不然这么有时间吃瓜。白鹿，这盛世如你所愿，这么会模仿，不要命啦！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性格，又美又放得开，没什么心眼。秦燕拍了拍郭麒麟的肩膀，随后走到华少那边去。李一桐和白鹿陪在他们身边，走进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厅是全球限量款式坦威金与翡翠钢琴，给偌大的酒店增加不少艺术气息。酒店前台旁边站着很多穿着酒店职业服的年轻男女，妆发收拾的一丝不苟，看起来十分利落。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的白鹿忍不住问，那些人是做什么的？秦燕懒懒地回了一声，每个房间对应的负责管家。白鹿暗暗吃惊，在秦燕身旁小声说，你怎么知道？秦燕好看的眉微微皱起，疑惑的开口，酒店不都这样？他平淡的语气像一颗地雷炸响周边的人。白鹿深吸一口气，要不是知道秦燕的为人，他真的怀疑他是在炫富。观察团里，加个意外，
他以为酒店都有这样的服务哦。杨幂，可能他长这么大住的都是这样的5星级酒店。该死，真是让人羡慕啊。如田用开玩笑又羡慕的语气说道，秦燕从小到大吃过最大的苦就是美式咖啡了吧？张昭刚哈哈大笑，有可能。弹幕，笑死了，如田是懂形容的。哈哈，美式咖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恶心的商战，美式风评被害，我也想要这种不用吃苦的人生，真的羡慕不来的。经过华少的介绍和怂恿下，张颂明跑到郭麒麟他们面前提议道，不如我们升房间吧。升房间？怎么突然想要升房间了？张颂敏一脸期待，听说贵宾房可以看到整个海景，可能还能遇到华夏最大的私人游轮。张吉有些迟疑，他不明白，节目组明明已经给他们准备房间了，为什么还要费这个钱升房？他可听说贵宾房要10万元一天，如果自己要求升房的话，那得他们自己出钱吧。10万一晚，2天就是20万，他不比这些明星，之前的存款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打比赛赢来的。张吉还在犹豫，旁边的华少继续说，难得来一次，就体验一下呗，人生嘛，就是要及时行乐。郭麒麟抿唇没说完，华少却不停在怂恿，你们要是担心钱的问题，我先帮你们出了。张颂明甩了下自己的碎盖刘海，露出好看的眉眼，笑着说，那不用，我有的。弹幕，他想升房自己升吗？拉着别人干嘛？就是想让别人下不来台，体现他的优越感。真烦这种人，一天天的哪来这么多骚操作，显着他呗。说真的，我之前是他粉丝的，现在对他无感了，真搞不懂。华少就是问下大家要不要一起体验而已，你们在激动什么？我家敏哥哥甩刘海那下真的好帅。说完，他直接过去前台帮我升个房。你们这里有什么房间？前台美女听到这话，热情地向华少介绍几个等级不同的房间。不对啊，你们这里没有总统套房的吗？第92，你过来，也让我捏捏呗。花少陡然提高声音，引起大家的注意，所有人都朝他那边看去。前台小姐态度客气，您好，是有总统套房的。总统套房多少钱？一晚是120万，包含3餐费用的。花少表情骤然顿住，120万啊？是的。华少表情变幻莫测，要不是他有10几年的职业素养，早就绷不住开始吐槽了。这消费等级跳跃幅度也太大了吧，100多万一个房间，怎么不去抢？前台小姐在这里工作多年，一眼就是看出华少脸上的变化，她依旧保持着那个笑容，用无法挑剔的语气说道，不过很抱歉先生，我们酒店的总统套房现在不开放。华少眉尾一挑，不开放？是的，非常抱歉。有了台阶，花少见好就收，他语气里略带遗憾地说，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用贵宾房了。说完，他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卡递给前台。好的，请稍等，立马为您办理。您好，已经办理好了。前台小姐刚说完，旁边那排管家中走出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您分配管家，有什么事你可以床头的电话呼叫他。花少满意地点点头，服务真好。张颂敏见状，二话不说也跟着办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公司让他想办法挽回华夏粉丝。张颂敏觉得，这几次脱粉的最大原因是秦燕用炫富的方式博眼球，吸引了自己那些眼皮子浅的粉丝。既然这样，自己也可以做一次富二代，一个十分富有的顶流爱豆。张颂敏十分满意公司给他的这个新人设，前台给他分配的工作人员是他的粉丝，对方肉眼可见的激动让张颂敏更加觉得自己这次转型十分成功。华少还在催促其他人办理。郭麒麟犹豫一会，问旁边的李一桐，你想要体验一下吗？李一桐想也不想的摇头，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费这个干嘛？那我们就不办了吧。听完两人的对话，张吉松了一口气，说真的，如果他们真的升了房，就升自己的话，他实在没有勇气坚持，只能硬着头皮跟风下去。有了郭麒麟，张吉更加坚持自己的决定了。他看向李碧，询问他的意见，看他们两个都不要。花少有些不悦地蹙着眉，最后他把目标对向秦燕，你不升房吗？突然被点名的秦燕有些惊讶，随后语气茫然地说道，我应该不用吧，毕竟他订的是总统套房。郭麒麟听完，一脸感动地看着他，他就说秦燕这个人值得交，这个情况他愿意放下身段陪着自己，真是好兄弟。他挪到秦燕身边，只用他们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好兄弟，回头请你吃饭。看着郭麒麟挤眉弄眼的样子，秦燕觉得他好像误会了什么，
张吉没想到秦燕竟然没有选择升房，这完全不像秦燕的风格呀。这下他不得不相信郭麒麟说的，他是为了陪他们的。有了秦燕的支持，张吉更加自信了。刚刚没升房的自卑和尴尬仿佛被人抽走，让他轻松无比。花少嘴角的笑意更加明显了，用不敢置信的语气说：“你不升房？这可不像你哦，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突然这么低调。”说完，他看着郭麒麟他们，用训斥的口吻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不懂事，自己不想升房就不想呗，这是个人自由，我们又不会怪你们，用得着拖别人一起。”张颂明也在旁边附和：“你之前都住好地方惯了，突然换成普通的，不会不习惯吧？”张颂敏的话说完，田曦薇的眉毛皱了一下，这么说话真的太绿茶了。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粉了多年，竟然粉了这么个玩意。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里，也纷纷不满起来，弹幕：不就升个房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花少，要不然回去做他的主持吧，这样看着好烦。就是，不错，秦燕这次竟然会没升房，这个真的让人意外。情绪值100，有什么好意外的？10万块就为了看个风景，他又不是傻子。情绪值500加，秦燕今天怎么了？哑巴了吗？情绪值500，他是为了陪郭麒麟他们，你们看不出来？情绪值100，看他阴阳怪气的样子，让白鹿忍不住说道：“有什么不习惯的？你们刚才没听那位小姐姐说了吗？宾客房和贵宾房差别只是风景的问题。我不喜欢看海景，不选海景房有什么问题？”看着白鹿护短的发言，秦燕心里有一处地方软得不成样子。她真的不论什么情况，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自己。情绪值2000加，来了，又来了。听着系统的提示，秦燕神色复杂的看着白鹿，在他耳边小声说道：“你不怕得罪华少？”他记得不久前白鹿才和自己说过，公司让他不要随便得罪华少的，毕竟他只是个新生小花，而人家确实在娱乐圈混迹10多年的主持一哥。白鹿听完秦燕的话后顿了一下，糟糕，我又把这事忘了。算了算了，反而已经得罪一次了，不怕再一次，只要他好好拍戏，公司一定会保下他的。情绪值1000加，秦燕被他这迷糊的样子逗笑了，不顾旁边还有人在，伸手捏捏他的脸。旁边的郭麒麟他们直接被秀一脸。一彤，你过来，也让我捏捏呗。李一彤小脸一红，瞪了他一眼，笑骂一声滚。郭麒麟尴尬的摸了摸鼻子。张吉下意识看向李碧，对方秀眼一番，回了一个打咩的动作。张吉不好意思的笑笑，看来还是得燕哥传授我们几招啊。郭麒麟也跟着凑上去，燕哥也教教我呗。秦燕眉眼一挑，有事燕哥，无视秦燕是吧？说这么直白干嘛？伤感情？弹幕：心里知道就好，说不来不是伤感情了吗？哈哈哈，笑死我了。郭麒麟好可怜，谁也没露艳 ，CP 好磕。白鹿真的好爱，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为秦燕说话。白鹿就是真性情，就说甜不甜，甜的扣1，不甜扣眼珠子。甜，白鹿真 CP 就是甜。华少见他们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自从他当一哥后，都不知道多久没人敢这么忽视他的。他心里不服，但又不能闹得太难看，只能说第93支对秦少开放，突然降低条件，你不怕住不惯吗？华少不咸不淡的开口。旁边的张吉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他这不是想打秦燕的脸，却先把他们的脸给删了。华少的种种行为让屏幕前的嘉哥都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要走黑红路线。黑红也是红，都是团队的营销手段而已。就是他不明白华少为什么会这么做，明明他的地位已经不低了，没必要这么给自己招黑。一旦黑红的力度掌握不好，很容易翻车，到时候再想洗白就难了。张昭刚，花少这是不服小年轻啊。杨幂尴尬地看着镜头，不咸不淡地替他说了句话。他可能觉得自己融入不了年轻人的世界，所以着急了。娜扎和卢田两人抱在一起不敢说话，毕竟他们两个人微言轻，万一说出哪句得罪人的，到时候华少看到回放找他们秋后算账就完了。只是这次秦燕没有再惯着他，他一脸无辜地顺着华少的话说下去。华少说的对。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郭麒麟几人更是互相对视一眼。不是吧，这就被策反了？好兄弟，这点委屈都受不得。秦燕没看他们，缓缓走向前台，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张什么卡递了过去。前台的小姐姐看到这张卡后，原本职业性的笑容脸上难得的有了变化。您请稍等。随后她低头拨通了电话。经理，前台出现了一位黑卡客户，需要您来确认一下。前台小姐姐的话说完，
旁边那2排面无表情的管家们，此刻脸上也出现不可置信的表情，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投向他们。怎么回事？什么黑卡客户？郭麒麟几人面面相觑，白鹿在旁边看得头皮发麻。怎么了？大家干嘛突然用这个眼神看他们？白鹿小声问道：“是出现什么问题吗？”什么黑卡？华少在旁边用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语气说道：“黑卡，这听起来可不像什么好词啊。秦燕，你不会因为消费欠了什么忘了还吧？”华少这话有种变相说秦燕是老赖的嫌疑了。白鹿听完顿时急了：“胡说什么呢？秦燕才不是这种人。”花少面色平静：“急什么？我只是好心提醒他，秦燕平时花销有多大，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就是真忘记了拿笔没来得及还，不也是正常的？”弹幕：什么意思？他说秦燕是老赖，情绪值200。华少是不是在暗示大家，秦燕之前花的钱都是信用卡套出来的？情绪值200加，卧槽，那不得欠了一屁股债。情绪值300加，难怪呢，我说他花这么多钱，眼睛都不眨一下。情绪值100，感情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我只能说牛逼。情绪值50加，舆论就是这样，之前你站在顶峰的时候，所有不好的声音都会绕着你走，一旦发现裂缝，这些人就会迫不及待跳出来把人拉下神坛。还好直播间清醒的观众还是比较多的，清醒点，你们也不看看他花了多少，哪个银行敢给他这么贷？情绪值100。就是啊，听风就是雨的情绪值500加，我相信秦燕情绪值100。都冷静点吧，秦燕都没说什么呢，我们反而急起来了。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情绪值是200加。谁是太监？我是太上皇，情绪值100加。总导演看着弹幕，额间的冷汗都冒出来了，连忙吩咐公司的公关做好准备工作，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让水军出来给秦燕的直播间控评。秦燕没有理会旁边看笑话的华少，而是暗暗算着慢慢上涨的情绪值。他不做解释的样子落在别人的眼里，又是另一个故事。刚刚在直播间鼓动的人像是抓到秦燕什么把柄，又开始叫嚣出来，看着情绪值越积越高，到了一个点又卡在那里不再变化。秦燕有些无语，直到白鹿因为担心他，趴在秦燕耳边小声说：“别管他在放屁，我相信你。”情绪值500加，这就升了。秦燕有些无奈，总觉得系统升级后，计算情绪值的方式也改变了。很快，酒店经理将车子停在门口，匆匆赶了进来。大堂里，酒店所有工作人员都好奇地看向这位经理。在他们印象中，这位领导一直都是能力出众，性子沉稳的，还从没见过他在这么慌张的样子，纷纷有些好奇。吴经理进门时，看到秦燕先是一顿，只是稍稍打量一眼后，连忙跑到秦燕面前，态度毕恭毕敬：“您过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交代人接您。录节目正好过来的。”秦燕拍了拍吴经理的肩膀的动作，像极了上级对待下属，看得酒店内的员工都一愣一愣的，所有人满脸奇怪的看着他们。怎么回事？这两人相处模式怎么看都不像对待客户该有的样子。秦燕不管周围人的眼光怎么看，而是平静地问吴经理：“我的房间还在吗？”吴经理微弓着腰，态度恭敬地回道：“在。这个房间到现在就没对外开放过。”说完，他挺直腰板，回头看向身后的前台小姐：“快带秦少去总统套房。”吴经理的话像是夏日晴空的一声巨雷，震得所有人呆愣在原地。怎么回事？不是说总统套房没了吗？不是没有，是不对华少开放。华少此刻有种被人耍了的不甘，回头看着前台小姐说道：“怎么回事？不是说总统套房没有吗？”前台小姐被他突然的呵斥惊住，完全忘了刚刚华少听到价格的时候都没想升级总统套房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酒店的总统套房不对外开放的。花少听完脸上瞬间阴沉，把他当傻子吗？都开给秦燕了，还说不对外开放。见气氛有些不对，吴经理第一时间出来解释，本酒店的总统套房目前只对秦少开放。他不说还好，他一说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卧槽，什么意思？只对秦燕开放？第94，这是我爷爷的产业。华少皱着眉，什么意思？吴经理语气恭敬，实在是不好意思。情绪值1000加。花少整个脸都变得漆黑无比，执拗的脸上还带着疑惑不解。这可是 H 市第一酒店，华夏第一个获评的5星级酒店，从创立到现在，接待过的名人附身不计其数。英国女王也曾经入住过这个酒店。明明背景实力这么庞大，他们却说出总统套房只对秦燕开房这样的话。秦燕何德何能？
情绪值100加。不仅是他，弹幕里也有人这么想，这也太夸张了吧，只对他开放，这个酒店是不想挣钱了吗？这世界上比秦燕有钱的多得去了，人设演过头了呗。华夏第一个5星级酒店，说出对自己的总统套房只对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放，不怕让人诟病吗？这个酒店可听说不少名人、科学家、奥运冠军，这些为国争光的人都住过，怎么他们都不配住总统套房？秦燕有什么资格？演的吧，表演痕迹过重了。张颂敏一脸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对秦燕开放？虽然他很有钱，但这也太夸张了，是财阀吗？花少在旁边冷嗤一声，我们华夏没有财阀这个词。张颂敏依旧不解，不是说这个酒店接过很多政治领袖吗？他们不住这里最好的房间？花少，这我就不知道了，兴许秦燕本事比他们厉害吧。两人一唱一和，句句都在添油加醋，直播间很多观众的情绪都被带动了。就是啊，秦燕凭什么？再有钱难道还能比国家有钱？这个酒店怎么回事？一点规制度都没有。你们说的什么话？现在又没哪个科学家来，秦燕有钱住得起，还不能让他住了？酒店不用挣钱啊，情绪值100，人家经理还没说什么呢，张嘴就是喷。情绪值200，别在这里带节奏了，情绪值100。观察团里杨幂迅速为秦燕找补，吴经理说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他回头看向张昭刚，我们之前也住过酒店，总统套房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对外开放的。那渣，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总统套房被秦燕提前预定了，所以没办法对其他人开放了。卢田听完点头，确实有这个可能，毕竟现在很多酒店都有提前预定的功能。于朦胧看着镜头，木讷出声，我们都能想出来，怎么花少他们还？话说一半，他立马收回，完了，得罪人了。旁边杨幂笑着睨了他一眼，跟着嘉哥他们把话题带了过去。那边吴经理也做出解释，这位先生，您说的对，我们酒店确实有单独设置总统套房出来接待一些身份特殊的贵客，平时这些房间我们也是不对外开放的。华少皱了皱眉，竟然还有规矩这么特殊的酒店。旁边的张颂敏出声，那秦燕怎么可以？说完他像反应过来一样，用极其不相信的口吻问道，该不会这是你的酒店吧？秦燕挠了挠头，那还不是，还不是，那他们就放心了。这下华少挑眉指向秦燕，他总不可能是那些身份特殊的贵客吧？被华少这么一指，秦燕一脸懵逼的看着他，我，对。秦燕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我自然不是贵客了。那你？我只是这家酒店老板的孙子。弹幕，他在说什么啊？孙子可还行？我还没听过有人这么自黑的。情绪值500加，在国外待久了，有时候说话确实会语句不通，虽然但是从他嘴里一本正经的说出来，感觉就是好好笑。看着华少他们哑然的样子时，秦燕还没发现自己说的有什么问题，直到白鹿跺了下脚，牵着秦燕的手说道，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反应过来后，秦燕哭笑不得，啊，不对，我的意思是这家酒店是我爷爷的。所有人，啊，真孙子啊。弹幕，卧槽，我雕，真孙子啊，这孙子比我们想的身份高多了。等下，信息变化太快了，我有些没反应过来，意思是这家酒店的老板是秦燕的爷爷？我看就是这个意思。华少一脸诧异的看着秦燕，你说什么？秦燕挠了挠头，这家酒店是我爷爷的产业。我靠，这是什么天方夜谭？郭麒麟不可置信的拽住秦燕，你说这酒店是你爷爷的？亲爷爷？真的假的？郭麒麟实在是不敢相信，这特么也太夸张了，难不成还能是假的？秦燕很无语的看着他，那眼神是人都看出来骂的挺脏的。弹幕，哈哈哈，笑死了。郭麒麟，你礼貌吗？秦燕，你不要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扇你。秦燕半夜醒来，不是，他有病吧？郭麒麟好皮啊，笑死我了，这兄弟能处，有话他真问。哈哈，我太喜欢秦燕的情绪管理了。郭麒麟这么整他，他还不骂人？郭麒麟连忙解释，兄弟，我不是质疑你，我是不敢相信，这太离谱了。花少整个脸都阴沉下来。张颂敏仍然不死心，你刚刚不是说这酒店不是你的吗？秦燕语气理所当然，确实不是我的呀，那是我爷爷的，他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可是看到秦燕那一脸无辜的表情，花少又不能发火，一口气差点把自己憋出内伤了。
张颂明小声对了一句：“你爷爷的，还不是你的。”秦燕突然冷下脸，严肃地看着他。张颂敏一头雾水：“怎么？是我说的不对吗？”秦燕神色认真：“你怎么骂街啊？”张颂敏，第95，想去你房间看看。噗！张颂敏整个人都慌了，一直解释说他没有。谁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突然来个大拐弯。白露直接捧腹大笑，弹幕：哈哈，看把张颂敏慌的，直接给他整不会了，从来没见过话题被转移的这么快的。我看秦燕像是生气了，就这2个问题就生气了。秦燕也太小气了吧，都说了是人家爷爷的，还一直追问人家是不是他的，这是没脑子还是低情商啊？纯妒忌呗。听着张颂敏的解释，秦燕一副相信他的模样，拍了他的肩膀说道：“那就好。”他就是因为不爽张颂敏装不谙世事的模样给他下套，打乱他的阵脚，戳一戳他的锐气的。看他不再开口，秦燕也没再把他放心上。在场的人就有郭麒麟最懂他了，长辈还在，他在外面大大咧咧地说，他们的产业将来都是自己的，很容易被罪名，就是无心之失也会被有心人曲解。秦燕看向其他人，没有问题了吧？除了华少和张颂敏默不作声，其他人都表示没有问题。秦燕看向旁边的吴经理：“你帮我这2个朋友也升个房吧，算我这里。”错愕3秒，郭麒麟反应过来后就是拒绝：“不用这么麻烦，我节目组的房间住着就好。对，我和大林子这么住着就行。”秦燕却没给他们拒绝的机会，直接就让前台办理好了。前台将房卡递上时，郭麒麟连忙掏出自己的卡：“那算我卡上。姑娘，你把账单给我来结。”张吉也跟着掏出来。原先舍不得是舍不得，但秦燕都这么仗义了，他们还没有一点表示，就太说不过去。郭麒麟卷起袖子，都准备好要弘扬一下华夏过年走亲戚的非遗文化，奈何秦燕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前台一个眼神后，吓得对方根本不敢去接郭麒麟他们的卡。这太不好意思了。郭麒麟和张吉说着，秦燕一脸无所谓，等我去了京都，你们请我吃饭就好。弹幕：秦燕这样的朋友也太好了吧，羡慕疯了。怎么办？我把我的兄弟打了一顿，他到现在都不说出他是富二代这个秘密，可能是打少了。您再往死里打试试呢。好主意。哈哈，楼上的，你们不要太离谱。秦燕提了提行李箱，看了一眼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白露，示意吴经理：“好了，你带我们回房间吧。”吴经理在旁边恭敬的点头。各个房间负责的管家们齐齐走上来帮他们提行李。郭麒麟好奇地问道：“那你的房间在哪里？”吴经理说道：“秦少的房间需要走另一条私人电梯，直达顶楼。”哇，听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弹幕：卧槽，好想看看只对大人物开放的总统套房长什么样。我也想。喊话秦燕：想看总统套房，情绪值1000加。直播间里呼声一片，甚至把其他直播间的粉丝都吸引过来。这数据，导演看到都心惊的程度。总导演立马用耳返对主持人说道：“你问问秦燕，节目组能不能跟他们上去拍摄？”导演：秦燕她能同意？说实话，她也是好奇，但就怕酒店不愿意让人拍摄。总导演一顿，看向旁边的副导：“你找的这个怎么回事？这么能当的？”主持人知道自己惹事了，连忙答应：“导演别生气，我这就去问。”总导演没有因此消气，而是直接下达命令：“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让秦燕答应让我们跟去拍摄。”主持人瘪了瘪嘴，这不是为难人吗？但是为了工作，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秦燕。秦燕这个人脾气挺好的，不像别的富二代对谁都是不可一世的嘴脸。听到他这么无理的要求，他只是微微皱着眉：“你们想去拍摄房间？”女主持人硬着头皮点头：“是，网友这么说的。”没错，就是网友。他以为秦燕会拒绝的，但他只想了想就答应了：“可以，但你们只能去我那个房间看。”秦燕抬头看向直播间，笑得一脸和煦：“粉丝们想要去看吗？”他声音本来就很好听，特地放缓了后，更像春日的溪涧敲打在心间，配上他这张无可挑剔的脸，直播间粉丝们直接沦陷。弹幕：啊，看看看，秦燕，啊，他是在对我放电吗？现场有律师吗？我女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后把我打了一顿，我能告秦燕让她赔偿我100万损失费吗？情绪值500加。好家伙，楼上是懂讹人的，路边老太太见到你都要收起狐狸尾巴，生怕你讹她。律师顺便看看我，秦燕偷了我的心，我能告她偷窃罪，赔我10万吗？情绪值500加。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
秦燕看着女主持人手机上的直播间弹幕，低笑一声，那就带你们看一看，大家都想看看不对外开放的总统套房是什么样的。秦燕松口后，直播间涌入10万粉丝。总导演看到的时间，大牙都咧到耳朵根了。这个秦燕真的就是我们的福星，她就是我们节目的流量密码呀！得知能去拍摄总统套房后，郭麒麟他们也纷纷表示想要去参观。秦燕没说什么，走吧，不是要看我房间？秦燕的话说完，大家纷纷跟在她身后。花少犹豫一会，也跟着了上去。张颂明也站到她身边。路上，吴经理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当年女皇2世就是在这个小花园喝的下午茶。吴经理说完，满脸与有容焉，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小花园，只有秦燕神色如常。女主持人问道：总统套房都在一起吗？并不是，每个房间的电梯都是分开的，这样能更好地保护客人的安全。众人随着观光电梯上去，吴经理继续向大家介绍，秦少这个房间是在他5岁的时候，我们董事长特地按着秦燕的喜好装扮的。哇！所有人看向秦燕，眼里全是羡慕。只有张颂明反驳道：但是人的喜好不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改变吗？难道你的喜好从小到大都没变过？秦燕点头赞成，当然变过，所以我每变一次，爷爷就会让人重新给房间装修一遍。后来我都不敢再随意说我的喜好了。说到这里，他十分无奈地叹了口气，谁懂啊，我人都没来住过几天，这个房间却前后已经装修了10几次了。第96，2000万的话懂什么？他们懂不了，有这么好的爷爷，他还困扰上了是吧？郭麒麟几人被他噎得肝疼。弹幕：他在凡尔赛什么？困扰是吧？把秦燕爷爷给我，我愿意替他承担这份困扰。给我，我也愿意。爷爷，我是您流浪在外的23岁大孙子啊！我是您21岁的孙女，我是你60岁的宝贝孙子，60岁就太离谱了吧？哈哈，爷爷，什么你爷爷？那是我爷爷。主持人看到满屏认爷爷的弹幕，实在绷不住笑出声，惹得大家侧目。秦燕挑起好看的眉尾，笑什么？主持人抿唇克制住自己想要呲出来的牙。这么精彩的弹幕，本人怎么能错过？他把手机递过去，看到满屏认爷爷的弹幕，秦燕轻笑一声：我还没娶老婆呢，现在做爷爷还太早。噗，这是什么脑回路？弹幕：你小子占我便宜是吧？兄弟，我的便宜是你能占了吗？ V 我50看看实力。都开口了，50太少了吧？至少加3个0，加4个0，都张嘴要了，不如直接要多点，加8个0吧，8个0。兄弟，你可真敢想！爷爷，快给你孙子打钱！谁要你这爷爷？我要你爷爷！这绕口令，外国人看了又要疯。很好，华语课题又加了一条，早让他们统一说华语不就好了？他们少一个科目，我们也少一个科目。哈哈，人才啊！秦燕低头凑过去，想要再看看网友们说什么，就撞到一个略微坚硬的东西。抬起头，白鹿捂着额头，泪光连连地看着自己。秦燕伸出手，往他捂额头的手心弹了一下。下次还敢好奇不？白鹿的脸刷一下红了，又羞又恼，不是说了不打我头？身后，郭麒麟带头起哄，一脸再现磕糖的表情。弹幕：啊！尖叫！嘶吼！秦燕也会撩了吧？人和人之间就是不能对比。上次我这么撞到我男朋友，他说我曹铁头功啊！哈哈，楼上姐妹，你也太惨了，请那些男演员来看看，我们要的是这种自然又撩的感觉。这片段加入艺考里面吧，我们真的不想再看游王了。加什么艺考？直接让秦燕出道吧。随后，整个弹幕都是众筹给秦燕出道的消息。秦燕看完，低声笑笑，不再说什么。叮，电梯门打开，大家先被墙上一幅画震惊到。郭麒麟，这是今年京都画展上镇展之宝，星辰是吗？秦燕回头，一脸意外，你知道？郭麒麟点点头，站在画前仔细看了一眼，没错，就是这幅画。当时这个画展，我和朋友就在现场，还参与了那次拍卖。当时这画的价格一度被竞价到1500万，最后时刻被一个不知名海外富商以1800万的价格买走了。其他人听完十分吃惊，这幅画近2000多万，情绪值500。郭麒麟，对。后来，这个画家在京都艺画得名，多少艺术家想要采访，却苦于找不到这个作者。怎么会找不到？据说这画是作者托人运回来参展的。
运回来那个人也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杰尔逊。后面得奖之后，主办方曾经尝试过联系那个作者，可惜联系不上。华少跟着附和：“你说的这个我有听过，这幅画拍卖的时候也是杰尔逊出面的，真正的作者并没有露面。”对的，这么神秘。郭麒麟说完，大家对这幅画的作者身份更加好奇。弹幕：听价格前，这幅好看画；听价格后，这简直就是艺术品。买辆车花个1000多万，我还能理解，但是这画1000多万，真的，有钱人的世界我理解不了。情绪值200，你懂什么？这是艺术，艺术是无价的。等我们像秦燕这样有钱，几千万这些数目，自然不会放在眼里。我觉得这画挺好看的呀，情绪值200，画想表达的意思清晰明了，比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好多了。难道只有我对这幅画的作者感兴趣吗？情绪值100，怎么会有得奖了还不愿意露面的画家？他们坚持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要是我画的画能得奖，还以1000多万的高价卖出去，我巴不得让全华夏的人都知道。就是啊，有些真正的艺术家，只是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画出画。几人怔怔地看着面前这幅炫彩斑斓的画出神。刚刚只是觉得这画好看，知道这画的价格后，感觉立马与艺术沾边了，好像就突然能领悟到画里想表达的意思。华少在身后滔滔不绝，这画的天空黑暗中还带着一点炫彩，说明作者心里觉得夜晚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现在抬头看到的天空都被灯火代替，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夜空真正的景色不应该是灯火阑珊，我们童年记忆里的夜空已经被一点点取代了。张颂明几人听完十分赞成的点头，呼吁我们要爱护环境。对，没想到华少对现代化也有这么高深的理解。华少博学多才，自然和我们不一样的，厉害厉害。就连郭麒麟也向他投入赞许的眼神。华少眉眼闪过得意之色，用谦逊的口吻说道：哪里哪里，我也是理解到画的表面，不能领悟到其中深意。秦燕对画的理解应该比我更深才是，不然也不会斥巨资将画买来了。这都能扯到我，真是服了。秦燕一脸无奈看着华少。秦燕，你觉得这话想表达的是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看向他。过一会，秦燕尴尬地笑了笑，用无比认真的语气说道：我觉得作者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可能没想这么多。第97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答案实在出乎大家的意料。华少扯起嘴角：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秦燕挠了挠头：就是字面意思啊。你说的这个很好，但只是你的个人理解，我们又不是作者本人，哪里知道他的思想？这就跟阅读理解做题一样，有时候出题老师想的根本就不是作者写出这篇文时想的一样。画也是一样，他可能当时就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这画面好看，他就画下来了。弹幕：哈哈哈哈，情绪值100，笑死了。情绪值100，秦燕太实在了吧？说的对，太真实了，我早就这样想了。这情况像极了我做学术题时，出题老师的答案永远比我们想的还要刁钻。情绪值500加，笑死。谢啊，情绪值200，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哈哈，这哥们太勇了，情绪值500加。观察团里，张昭刚都忍不住为秦燕鼓起掌。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好，嘉哥，他真的太敢了。杨幂，这就跟我们买东西一样，我们买的时候就是觉得好看，因为它好看才买的，没有别的其他想法。娜扎，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如田，娜扎说的对。张昭刚，朦胧你觉得呢？于朦胧盯着屏幕上的画看了一会，语气小心翼翼：我也是觉得这画好看。弹幕：于朦胧快被吓死了。哈哈，他还是新人，不敢得罪人是正常的。蜜姐说的对，这就跟我们女生买口红一样，我们只是觉得好看就买了，如果说买它的时候还要说明一下自己为什么买，它的颜色背后有什么特殊含义，谁还买口红？就是啊。秦燕的话说完，走廊一片寂静，白鹿向秦燕投去佩服的眼神。没有人比他更理解这种被过度理解的困扰了。有时候他在外面一个表情，一个动作，营销号都能解读半天，他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做了这么个动作是因为什么，那些媒体和营销号就知道了。华少看着秦燕半晌不说话，主要是被气的。自从秦燕上节目后，自己就被他各种拆台，都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他两八字犯冲。你这么说会让人觉得你这海外留学生的身份有些虚啊，因为学历高的人一般不会这么说话。秦燕皱着眉，好看的脸上满是不理解。
就因为我说句实话就说我学历低，气氛焦灼起来。张吉看着画，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出声。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的。我看这幅画第一反应也是好看，真的没想那么细致。郭麒麟，画吗？每个人思想不一样，见解自然不一样。华少并不理会郭麒麟的话，转而继续问秦燕：“你又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作者所想的呢？”秦燕真的想不通，放着那么大的台阶，华少不下，偏偏来磕他这块铁板。面对华少的追问，秦燕慵懒的挑眉，语气淡淡：“因为我就是画这幅画的人啊。虽然，但是，这也太扯了。”所有人都不相信，都觉得秦燕是在开玩笑。弹幕：卧槽，情绪值200，真的假的？肯定是假的呀！这画要真是他的，他干嘛费这劲把它卖出去又买回来？情绪值300加，就是，我也不相信，谁敢信啊？有钱就算了，还这么有才华，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活？情绪值500，假的，肯定是假的。直播间的网友也不相信秦燕说的话，主要是他说的太随意了，让人觉得他就是在开玩笑。华少更是直接嘲讽：“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秦燕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他都这么说了，你还不信，我就没办法了。不仅是华少，就连郭麒麟也当秦燕是在开玩笑。只有白鹿睁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说道：“秦燕，你也太厉害了。”他毫不忌讳的捧场，是秦燕觉得意外的。他好看的眉眼敛住情绪，垂下眸想看他说这话是带几分真假，却只见到那双清澈明亮眼睛倒映出自己的影子。秦燕喉头一紧，下意识看向他的唇，想到那温软的触感，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华少凉凉的声音传来：“他这话明显骗人的，你这也信？长这么漂亮，怎么是个恋爱脑？”白鹿被他说的脸热，气鼓鼓的反驳道：“秦燕有什么理由骗人？”秦燕宠溺的捏了捏白鹿的脸：“还是你懂我。”他尾音上扬，让人忍不住觉得这话还带着别的深意。偏偏他只这么说后，直接牵起白鹿的手道：“好了，不纠结画的事了，看房间吧。”郭麒麟：“对对对，怎么把这正事都忘了？”吴经理笑着点点头，走在最前面替大家领路。本来以为墙上那幅价值千万的画已经很高端了，没想到这并不是秦燕的极限。拐进走廊，众人还以为自己来到了博物馆。走廊两边每1米就是一个玻璃展台，上面陈放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令人瞠目结舌，其中昂贵可想而知。直到路过其中一件镂空玉雕瓶，张吉瞪大眼睛，神色激动：“这不是文物吗？”“什么？”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张吉仔细的看了一下，确定自己看的没错，就连里面这个介绍的牌子都一模一样。他拿出自己口袋里的手机，翻了出上次去博物馆拍的照片，果然里面有一张和现在这个玉雕瓶一样。弹幕：卧槽，情绪值1000加，什么情况？情绪值500，国家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秦燕家里？总不可能是买的吧？卧槽，这违法了吧？情绪值500，牛逼，他还敢摆出来让人拍，背后有人吧？有人也不敢这么狂，这是找死，人才啊！自己挖坑自己跳，直播间的人能不能冷静一点？兴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呢。情绪值500，导演激动地站了起来，短短几秒，他就想到无数个结果。就连观察团里的张昭刚、嘉哥和杨幂这3位见过大场面的人，此刻眼里都带着惊慌。秦燕感受到系统的情绪值蹭蹭往上跳，气氛混乱又陷入诡异的安静。白鹿下的声音都变了：“秦燕，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会在你这里？”第98，合法收藏。大家怪异的眼神让秦燕有些奇怪，什么意思啊？该不会以为自己是个偷盗文物的吧？秦燕皱着眉看向华少，从眼神里再次确定，他们真以为自己的东西是不当手段获取的，简直离谱。感受到系统情绪值剧烈跳动，秦燕也在考虑自己要不要现在解释，难得这个时候情绪起伏这么快，还是先拖时间吊着观众的情绪值。照理说应该不会出事吧？就秦燕考虑的这会，直播间一下涌入好几个官号 @S 市公安局 华夏文物局 华夏京都公安局。秦燕没看到，但拿着手机盯直播间动态的主持人脸色已经比哭还难看。弹幕：卧槽，这是真的官方吗？靠，是真的。卧槽，官方真的出手了，秦燕要凉了呀！妈的，我头冷汗冒出来了。帽子叔叔，不关我们事，我们就是看个热闹。哈哈，你们到底在虚什么啊？官方在线简易等公了。
主持人看到弹幕上几个官方账号后，拿手机的手都在抖。秦燕，你的直播间，帽子叔叔来了啊！真的吗？郭麒麟拿过手机看了一眼，还真是。此刻他也慌了，怎么会引来这么多官方号？难道秦燕的文物真是用非法手段来的？他看向秦燕，眼里带着震撼和复杂。该说他是胆子大还没脑子，这种东西都敢放出来见光。花少义正言辞地喝道：秦燕，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此时秦燕一脸奇怪地看着华少，我有什么好说的？文物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你不用解释解释。华少满脸大义凛然，但是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里有多激动。只要非法买卖文物这个罪名成立，他就能把秦燕踢出节目。华少光想想，嘴角的笑意快压不住了。弹幕现场只有华少敢站出来说话。华哥好刚，得了吧，他不过是在幸灾乐祸而已。反正我相信秦燕情绪值500。让人奇怪的是，这几个官方只在直播间待着，没有发言，这让观众情绪更加激动了。直播间充满各种猜想，在场的人神色各异，有看热闹的，有幸灾乐祸的，有震惊的，也有惋惜和不幸的。最担心自己的莫过于白鹿了。这个时候他的手还是紧紧地牵着自己。秦燕清楚地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紧张，因为他的手心都在冒汗，可是他却没发现湿润黏腻的感觉让他有些不舒服，但也没有因此挣脱开。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在场的女嘉宾都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猪猪还没搞清楚事情真相，先听听秦燕的解释也不迟。田曦薇，就是啊，我相信秦燕不是这种人。李一桐，对，听听秦燕怎么说。就连显少在集体面前说话的李泌也出来为秦燕发声，他相信秦燕不是这么蠢的人，真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他和吴经理敢这么大大咧咧带他们参观，秦燕也有些无语。这要是非法交易来的，他敢拿出来让节目这么拍，这不是找死吗？系统里情绪值蹭蹭上涨，秦燕有些舍不得，但知道他必须要说出真相，再拖下去就得去局子里解释了。秦燕用你们不要太离谱的眼神看着郭麒麟他们。华少还在步步紧逼，那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文物你是从哪里来的吗？张颂敏，不是吧，你们这里文物可以买回家摆放的吗？当然不行，那这个怎么在这里？这就是要问问我们的秦少了。说实话我也很好奇呢。弹幕，这事情闹大了，我刚刚问了学历史的，他说这个就是文物没错了。别说了，我刚刚看到有人把这段录下来，在微博艾特华博馆还有京都帽子叔叔的官博了，所以现在直播间才出现这么多官方账号。不是吧，闹这么大，吓死人了。我们还在这里，不会被殃及吧？别吓我，我这号刚充的会员。别说，我会员还有10天没用完呢。各位冷静点好不好，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等下把直播间搞砸了。就是啊，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看的节目，要是被砍了，我们看什么去？直播间不是有审核员吗？如果有问题，早下场疯了。莫名被 Q 到的审核员此时和办公室的领导们正站在大屏前吃瓜，观看视频发展后续。他们办公室的宗旨就是有瓜一定要看，看完该砍的时候再砍。情绪值2000加，他语气无奈，你们不会以为这是我盗来的吧？花少冷哼，也不是偷，还可以买，这个买字他咬得格外重。秦燕错愕，你怎么知道？你承认了？华少声音都带着一点激动。对啊，秦燕回应的干脆。随着他这声，直播间的人都炸开了。弹幕，他承认了。卧槽，牛逼，这是在挑战华夏的权威。帽子叔叔，赶紧上，我们快走吧，我看这个直播间撑不了多久。怕什么？怕我的会员还没过期就被封号？我就说直播节目容易翻车吧。阴沟里翻船，内娱第1回，情绪值3000加。叮，脑子里传来系统疯狂的电音。宿主，您轻点造，别把自己做没了。要是您因此被退出节目，我的毕业论文就没了。我说，你是实习的吧？现在还不承认？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赶紧解释啊！相比大家的激动，秦燕显得淡定多了。她无视华少2人的阴阳怪气，扭头看向吴经理，语气慵懒：“你向他们介绍一下吧。”吴经理点点头，上前一步介绍道：“这件玉雕瓶的确是文物没错，也在华夏博物馆参展过。”吴经理的话说完，直播间整个炸开。我说吧，情绪值500，我同学真的说对了啊！他们还敢说出来，这不是直接招供吗？牛逼，情绪值300，他还敢这么大张旗鼓的
服了，情绪值200，这回真要把自己做进去了。所有人都觉得秦燕会玩，结果吴经理又说出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但这件文物是我们董事长的合法收藏。他说什么？博物馆的文物是他的合法收藏？离谱！谁信啊？第99借展文书，周围人沉默了。秦燕皱了皱眉，这还不信？防诈意识还挺好。既然这样，只能拿出唯一的证据自证清白了。吴经理，之前华博物馆来借展的时候，不是给了我一个借展文书？秦燕的话说完，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什么？情绪值200，竟然还有文书？情绪值300，华博给的吗？真的假的？第一次听说，让他拿出来看看，不就好了？观察团里，杨幂听到这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张昭刚一脸吃惊，他还有借物文书啊？那这个应该假不了。第一次听到被华博借出去的东西还能还回来的。张昭刚更加觉得秦燕是个人物了。娜扎和于朦胧几人面面相觑，什么是借展文书啊？不知道，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不知道，但听起来秦燕超厉害的样子。放松下来的杨幂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问题，秦燕竟然能这么做，说明她实力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厉害，能和华夏文物局搭上边的，在京都的人脉应该不差。她十分肯定自己抱上大腿了，而且是一只强有力的大腿。此刻她心里满是激动，晚上一定要问问妈妈，她到底是怎么认识周阿姨的。吴经理把秦燕说的展示文书拿出来后，在场的人和直播间的观众无不震惊。这就是华夏博物馆的借展文书，上面有具体日期和归还日期。这是博物馆赠予我的勋。秦燕拿出一个锦盒，打开是一枚金色勋，正是华博物馆的建筑形状。张吉，这真的是华博的勋，但是我在馆里看过。弹幕：牛逼！卧槽，这是真的啊！赢妈了！所以这真的是秦燕的收藏的。我长这么大没看过这么离谱的转场。不确定，我再想想。你别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还借展文书这东西。当然没听过了，我们就到不了人家这个坎。我以前邻居祖坟也有出土过文物，不过直接被专家接走了，没说借这个事啊。只能说秦燕家的实力牛逼，华博不敢昧下他的。如果他们是通过正经渠道收藏，华博也不能强占他们的。祖坟的东西还不是正经渠道啊。郭麒麟愧疚地拍了拍秦燕的肩膀，哥们，真的不能怪我，我实在不知道还有私人借展这种事。张吉也是一脸歉意，都怪我嘴快，我应该私下先找你问清楚的。看两人内疚的样子，秦燕笑道，我没放在心上，况且这也没什么，你直接说出来，我解释了，不就没有误会了吗？他薄唇微起，眉梢稍扬，眸底深处全是漫不经心，任谁看到他这样都会知道他是真的不在意。观察团，张昭刚看着屏幕，秦燕心理素质真的不错，嘉哥脾气好，度量也好。张昭刚看向杨幂，他一直以来性格都是这么好吗？张昭刚以为杨幂应该很早的时候就认识秦燕，毕竟两人是用姐弟相称的。杨幂很快反应过来，笑着对镜头说道，是的，秦燕很优秀的，性子好，人也好，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才会推荐她来上节目。那扎在旁边捂着嘴笑道，幂姐，以后像秦燕这样的能不能提前介绍给我们？卢田也跟着说道，我也想。弹幕，幂姐，我也想，幂姐给我找个像秦燕这样的女朋友，还是楼上路子野。想什么呢？要女的。女的，秦燕这么好看，女装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的。兄弟，你这个想法就很危险。哈哈，你们真是一点都不拿网友当外人啊。看华少脸上鲜少露出吃惊，秦燕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管他，他的目的是为了情绪值，不是为了打压谁给自己提升优越感。见大家看得差不多了，秦燕让吴经理收回证书，走吧，进了前面这个大门就是了。随着门第一声打开后，众人再次被这个房间震惊住。这个房间500多平方，阳台外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房卡放进去，玄幻的鞋柜处出来一台白色圆柱形的机器人，转动的时候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随后有条不紊的在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双鞋子。张吉瞪大眼睛，他是怎么做到的？秦燕觉得奇怪，但还是解释，他能通过红外感应有几个人就放几双鞋子，有些不敢相信，但又觉得好好玩。几人像小孩一样排成一排，等着机器人给他们发拖鞋，丝毫不觉得自己这行为有些幼稚。接着屋内灯光全部亮起，就连窗帘自动拉开合适的位置。滴声响起，恒温器自动播报 H 是室外温度22，已经为您调整好室内温度，当前温度26，
就连水壶都自动灌水，开启运作。郭麒麟看到机器人把他们脱下的鞋整齐地摆放回鞋柜时，嘴巴张得足以塞整个鸡蛋。这么高科技的吗？还行吧。秦燕语气奇怪，鞋收纳机器人而已，你们没有吗？除了华少外，其他人都齐齐摇头。没有。秦燕有些不敢相信的样子，把所有人都打击了一遍。很奇怪吗？这很奇怪吗？李一桐蹲下来打量了机器人一眼，他收纳完鞋子还会自动回去哦。对，里面有给他充电的电源，他收拾好了就会回去，保证电源充足。好厉害！李碧，这机器人也太方便了吧。弹幕，这是什么福利好物啊？安利给我，我需要。每天回家鞋子都是直接扔门的，我要是有这个，该是多么勇敢快乐的女孩子啊。我觉得我们宿舍需要一个。兄弟几个鞋子乱丢，不是被臭死，就下床误才扭到脚崴死，想要学校给我们配这个？做梦吧！所有人围着观察一会后问道：这个收纳鞋子的多少钱？贵不贵的？郭麒麟觉得这要是便宜，早在市场普及了。秦燕回头，语气轻松：这个便宜，第100。你对便宜有什么误解？几十万而已 ，TMD 你管这叫便宜？你是不是对便宜有什么误解？李一桐无奈扶额，突然觉得自己收拾也不是很难了。白鹿被这话逗得哈哈大笑，秦燕这话在网上也引起不少的轰动。什么？几十万还便宜？这小子又在口出什么狂言？我的眼中的便宜几十，秦燕眼中的便宜几十万，妈的，这差别不要太明显。我飘了，我真的飘了。刚刚还说这个便宜我就可以买个了，一个收拾鞋的机器人让我看清。我不仅懒，我还穷。楼上，你干嘛把我的心声说出来？话说回来，我真的觉得这个不错，设计很人性化，就是贵。说白了，好东西就是设计出来服务有钱人的。张昭刚、秦燕这便宜一出，直接斩断无数人的梦想。嘉哥突然理解这个玩意为什么没在市场普及了，根本买不起。与其说买不起，不如说是没这个实力。多大的家底才能花几十万买个收拾鞋的机器人摆哪里？杨幂，但有一点，它真的挺实用，关键它还能给鞋底清洁，就是太贵了。哇，好大一张床！郭麒麟突兀的声音响起，所有人的都朝着卧室看去。啊，这偌大的卧室，正中间放了一张圆床，起码有3米。秦燕脑子像被门夹一下，眼前蓦地一黑，想都不用想，这一定是他爷爷干的好事。老人家这是变相催着自己找女朋友是吧？催就催吧，在酒店把我床换了是怎么回事？啊！花少嗤笑一声，真是好大一张床啊！白鹿神色异样的看着秦燕，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弹幕，哈哈哈哈，慌了，他慌了。不得不说，这个床真的好大啊，这床起码能睡7、8人吧？啧，想不到秦燕是这种人，情绪值加500。看着大家神色微妙，秦燕不得不的解释了一下，虽然说有些公子哥会玩得花，但他可不是这种人。他将话题扔给吴经理，义正言辞问道：我这床怎么回事？前年回来他还不是这样的。吴经理不好意思笑道：董事长上个月吩咐的，我们只是照办。爷爷他换我床干嘛？吴经理摸了摸鼻子，一脸你要是让我说，我可就不客气了的样子。秦燕，吴经理轻咳一声，这个董事长今年让老先生给您算了一卦，说您今年有桃花运，若想接住这个桃花，可以在西南方向的房间换张床，接下这朵桃花。董事长就特地让人定制了一张大的，免得您接不住。妈了，让你说没让你说这么直白。噗呲，白鹿都忍不住大笑出声，旁边的人更是一点情面都不给留。弹幕，笑死了，哈哈，怕他接不住，还给他换了张大的，到底还得是亲爷爷啊，这也太大了。你就说他大不大吧？大，今年有桃花运，是不是说的是白鹿啊？瞎说什么？明明是我好吗？我宣布，秦燕爷爷换床这事承包了我今年的笑点。杨幂看着屏幕，扑哧一声笑出来，从来没有看到秦燕脸色这么难看过。嘉哥，哈哈哈！我看他尴尬到要在他房间撅出一个地下室了。张昭刚破天荒补刀，床大了，又觉得卧室小了是吗？卢田，哈哈哈！弹幕，张哥他是懂补刀的。秦燕这个，我真的会笑，本来不怎么好笑的，但秦燕臭着一张脸的样子，让好笑程度升上去了，情绪值500。笑吧笑吧，都别放过他，这家伙整天刺激我，所以换床这事我要笑他1年，情绪值500。参观完秦燕房间，
吴经理又吩咐各自的管家带他们回自己的房间。网友这才发现，除了大小程度和没那么奢靡之外，其他的人房间根本不差。李一桐玩着那只拖鞋机器人，发现不关他把鞋子扔哪，机器人都能准确无误把他们找回来。这机器人也太可爱了，我还以为只有秦燕房间有这些，没想到我们这房间也有。郭麒麟打量了四周，这房间除了大小不一样和没有一些收藏品之外，设施和布置都和秦燕那个差不多。这酒店的也太周到了，不愧是一晚达到10万的，还有人抢着入住的酒店。旁边管家将周围的设施介绍完后，贴心道：因为您订的是贵宾房，所以3楼和2楼的餐厅您是可以去免费享用的，这是给您的餐厅卡。李一桐一脸意外，楼下有餐厅？有的。是什么餐厅？海鲜自助、西餐厅、华夏私厨，我们这里的餐厅在 H 市也是很有名，您可以去品尝一下。另外4楼还有酒吧，不过酒吧自消费。李一桐十分惊讶，哇，这也太好了吧！弹幕：卧槽，这哪里是酒店，这简直是天堂！海鲜自助是什么样？不会像小县城那种速冻海鲜吧？免费的东西，要求那么高干吗？胡说，这个酒店我住过，里面餐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自助了，澳龙现杀，榴莲现开。卧槽，真的假的？真的。那边张颂敏已经带着田曦薇去自助餐厅了。张颂敏这边听到酒店能提供免费的自助后，立马带着田曦薇过来了。进了餐厅后，他就被餐厅的规模狠狠吓到了。虽然是自助，但食材都非常新鲜，这种昂贵水果跟不要钱似的摆在哪里任人去取。甜点是米其林特供，就连冰淇淋也是哈根达斯的。田曦薇选了个猫山榴莲后，服务员给他现场开完，整个装在盘子里，一整个都给我啊！面对田曦薇不敢置信的样子，服务员表现淡定多了。是的。听到这里，田曦薇向镜头竖起大大的拇指，太赞了，这是正宗的猫山王榴莲耶！第101，你想约我？弹幕：猫山王榴莲，这么大一个，起码几百块吧？看，那边张颂敏在选龙虾了。卧槽！我马上查了一下这家自助餐厅的价格，一人要2000多，2000多有这个菜色真的不错了，好多都是硬菜。不说了，我现在就买票去。那边华少在将刚拿上来的2盘三文鱼放到自己面前，这里的三文鱼都是现切的，虽然不是岛国那边进口的，但是胜在新鲜。你要不要试试？猪猪脸色有些难看，摆手直接拒绝了。上次那顿岛国料差点让他没了半条命，这辈子他都不会再碰日料了。看着花少吃得津津有味，猪猪皱着眉问道：你很喜欢吃三文鱼？华少顿了顿，其实我不挑食，不过我喜欢吃起岛国料这种氛围。猪猪扯了扯嘴角，上次去的饭馆是岛国店，现在是在自助，哪里来的岛国氛围？猪猪暗暗庆幸，还好这只是节目，不是真的在谈恋爱。白鹿的窝在阳台的云朵式沙发上，她一身白色的小羊裙，长发垂直披在肩上，橘色的夕阳此刻照在她身上，温柔的不像话。秦燕从屋内看到这一幕，竟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还没发觉秦燕已经从房间出来的白鹿正舒服的窝在沙发上，跟他的小助理发消息：你说你想请秦燕吃饭？H 是我记得有一个海中餐厅，可以看得到深海里的生物的。你发财了，那个餐厅一顿下来要10几万，你不知道？知道啊，上次我们不是还讨论过？就是啊，上次你不是舍不得吗？这次你就舍得了？白蒙言，你重色轻友什么啊？你不知道自从开播以来，秦燕请我吃了多少好东西，还给我买了衣服。我查了一下，那些都是高定的，但人家又不让我退回去，我好意思白拿他的吗？那你一顿饭也不够啊。小助理的话让白鹿脸热，确实不够啊，可他现在的积蓄只请得起秦燕这个了。白鹿欲哭无泪，人和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伤心完，白鹿又忍不住问，你说我请他吃这个会不会显得太没诚意了？这么说吧，咱比不了。大哭表情包。不过我有个好主意。看到这个消息，白鹿直接从沙发上坐起来，快讲，以身相许。白鹿气急败坏，我认真的。小助理发出眼神无辜的表情包，我也是啊。白鹿的脸上浮上红霞，抱着手机傻笑半天。秦燕竟然从他的眼里看出些许春心萌动的意味，难不成是给他喜欢的人发信息？秦燕心口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慌。只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不允许他做出歇斯底里质问这些事。和谁聊这么高兴？秦燕突然出声，
把陷入憧憬中的白鹿吓了一跳，手机差点握不住。呵，看到他手忙脚乱的样子，秦燕心里更不是滋味。这么偷偷摸摸？白鹿收起手机，神色不自然道：“没什么。对了，你晚上有事吗？”秦燕挑眉：“怎么？问一下不行？”“不行，根本没法往下聊。”白鹿抿唇看向他：“你不高兴？”“没有。”“那你说话干嘛这么冲？”秦燕听到这话都乐了，她承认说话语气淡了一点，但哪里冲？弹幕，我可以作证。这次秦燕挺冤，我女朋友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都莫名其妙，我女朋友就不会，温柔的不行。兄弟，醒醒，你根本没女朋友。谁说？我女朋友可是专柜顶级模特，午夜专柜。哈哈哈哈，笑死我了。白鹿看他一脸懵逼的样子，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最后想了想，直接说道：“你如果晚上没空，我想带你去个地方。”“想约我？”白鹿白皙的脸上浮起红晕，看起来好看极了。“你就说有没有空吧。”“有。”两人对视一眼，半晌又莫名笑出来。情绪值2000加。弹幕：不愧是我磕的正主，好甜。情绪值100加。他们两个站在一起，我都觉得是在拍偶像剧。CP 果然还是杨言好，我也喜欢这一对，他们比较真实。唉，看出来白鹿已经对秦燕心动了，情绪值200加，很早就心动了。不是说了，他们是青梅竹马吗？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白鹿，秦燕竟有一刻觉得心跳都不一样了。不饿，想不想去吃东西？白鹿点点头。好啊，早就饿了。秦燕刚掏出手机，白鹿就提议，我们去楼下的餐厅吃饭吧。一同说楼下的餐厅是免费的，东西还很好吃。在这个酒店的餐厅吃吗？虽说这是自己家里的，但他只在楼下吃过一次。白鹿拉着秦燕的手往外走。好了，我们去楼下吃，我都没吃过海鲜自助呢。接着他继续往下说，而且是免费的，这羊毛不薅白不薅。看到秦燕神色异样，白鹿这才想起来，捂着嘴大笑。对哦，这羊毛是你家的。哈哈，不好意思。哈哈，秦燕看着他笑得猖狂，小脸因为情绪激动红扑扑的，忍不住伸手捏捏他脸。还得是白鹿你啊，当着我的面说要薅我家羊毛。弹幕：哈哈哈，笑死我了。白鹿太可爱了，不薅白不薅，薅到最后发现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真的是笑死了。秦燕听到的那句话甚至都愣了一下。哈哈哈哈，第一次被人贴脸开大。就这样，在白鹿的嬉闹声中，两人来到楼下餐厅。哇，这餐厅看起来很高档的样子。秦燕点点头，虽然是自助餐厅，但这里的时候都是新鲜的，所以口碑才会做这么好。白鹿点点头，现在很多什么合成肉、僵尸肉，层次不穷，导致很多餐饮的口碑越来越差。那一同他们在那边。第102，猪猪的搭讪。秦燕看过去，就看到郭麒麟他们和李一桐他们在坐在最边上的桌子上，上面摆放着他们刚刚拿过来的食物。嘿，秦燕、白鹿，我们在这里。李一桐挥着手向他们打招呼。郭麒麟回头看秦燕，原本还坐在李一桐对面的他，立马起身坐到他旁边。你坐这干嘛？给他们让个位置啊，不然他们坐哪里？李一桐愣一下，不是可以男女分坐吗？到郭麒麟的反问，自然到李一桐无法怀疑。恰好白鹿已经陪着秦燕过来了，他就没再纠结。观察团，杨幂捂嘴看着两个直播间，郭麒麟这小心思真的不要太明显。张昭刚，他最讨人喜欢的就是这股机灵劲。如田，我比较看好的，除了秦燕和白鹿就是他们了。弹幕：陆燕 CP 是我们永远的神。真的，我也觉得他们不错。我看好的张吉和李碧。郭麒麟这个样子，生怕女伴被秦燕抢走是吗？李一桐拿了一份甜点给白鹿，你快尝尝这个。他把一个芒果班戟推到白鹿面前，超好吃的。摄影师大哥已经吃了3个了，突然被点名的摄影师脸蹭一下红了，他就说要忍住。可是这里的美食真的太诱惑人了。白鹿拉着秦燕坐到他旁边，看了看周围后，小声说道：这么大的餐厅竟然满座耶！不是节假日，附近也没有什么活动，像这样高消费的餐厅，竟然还能做到满座，真的很难见。白鹿的话说完，李一桐和郭麒麟都环视4周后，李一桐一脸新奇：对耶，你看我们来了这么久，一直都是满座，他们来了起码半个小时了吧？中间也看到服务员收了好几次桌子，但还是有人旅游过来吃饭的。可明明现在不是饭点，而且每走一桌客人，过不久就马上有客人来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秦燕头也不抬，喝了一口咖啡后低声说：“这很正常。餐厅每天除了给酒店贵宾房的客户预留位置，剩余位置才会对外开放，而且直接提前2天预约的客户，餐厅服务员会将桌位标注好时间让客户预约，这样可以避免跑空或者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郭麒麟听完皱着眉：“不对啊，如果是有人来等，为什么外面都没人呢？一般生意火爆需要预约拿号的餐厅都会在门口提供给客人等待沙发，让客人坐在外面等着的。可这里门口除了几盆养眼的绿植，什么都没有。”弹幕：对啊，就算是预约时间过来的，怎么保证他们都会来都能有位置？总不可能掐时掐点来的吧？这你们就不知道了。这家店的服务牛着呢。什么意思啊？秦燕听完郭麒麟的疑问后，眉眼微微上挑，神色颇为自信。等他的话说完，大家突然就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自信了。他温润的嗓音不疾不徐，与餐厅的轻音乐混在一起，竟然十分和谐。白鹿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样子，胸前小鹿扑通扑通乱撞。因为餐厅有规划出一个儿童游乐区和游泳池、咖啡厅，若是提前来了还没位置，前来用餐的客人可以凭借凭证去这几个地方等待，等服务员收拾好了通知他们。李一桐惊讶道：“也是免费的？”“是的。”“牛！”李一桐和郭麒麟纷纷朝他竖起大拇指。看他们好奇，秦燕决定带他们四处逛荒，正好用节目组的流量给酒店宣传一波。弹幕：之前觉得2000块的价格太贵了，现在我收回这句话。等我有钱了，一定要来体验一把，不为别的，就为了吃饭自由，龙虾自由。疯了吧？2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了，这些都是引诱人去吃的噱头。2000块，在我老家能办2桌席面了。2000多确实可以买很多东西，但你得承认你买不来这家餐厅里的东西。就是2000买只龙虾，一个榴莲就没了，人家牛排还是原切的。有些东西就是不得不承认它价值在那里。等我年假下来，我也去实现一下榴莲自由，米其林甜点自由，情绪值500加。秦燕带他们逛完一圈后，郭麒麟一脸坏笑：“我看你是为了给家酒店宣传才带我们逛吧？”秦燕勾起嘴角：“只是带你们参观一下，不要多想。”几人往回走，郭麒麟揽住秦燕的肩膀，悄声问：“我们明天才参加节目，那这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吗？”他想带李一桐出去转转，甩开这2个电灯泡。秦燕想了想，说了几个地方。猪猪不知什么时候从餐厅出来：“你们这是商量着去哪？下午和晚上都没有节目。”突然松懈下来，让他们有些不习惯。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只想回去房间躺着。可是现在还在直播，他们不能让直播间垮掉，不然流量会流失，所以只能想想找点什么事干。李一桐笑嘻嘻地挽住猪猪的胳膊。大林子正在问秦燕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我们想去转转。这要巧，我们也是在找地方。秦燕对这里熟悉吗？他抬头看向秦燕，纤纤玉手勾起一缕散落在耳边的鬓发，眼波慵懒，霎时妖媚的勾魂摄魄。在场的人除了秦燕都看呆了。弹幕：姐姐好美，隔着屏幕仿佛都能闻到她的香味。这样的女人和华少搭档便宜她了。皮肤真白，身材真好。白鹿和李一桐眼睛都看直了，连大林子都忍不住看她。你们说呢？我对这里也不是很熟。秦燕神色平静，虽然嘴上带着笑容，但也只是出于礼貌。猪猪看他这样，眼神里闪过一丝幽怨。他还是不喜欢我这样的，为什么呢？他维持脸上的笑意，声音娇媚：“怎么办呀？我们也是不知道去哪。”秦燕拿出手机，现在网络发达，不如看看网上有什么推荐吧。对啊，我怎么没想到？秦燕真聪明。猪猪直白的夸奖，让旁边的白鹿察觉到异样，还没来得及多想，猪猪又直接转身离开，仿佛他真的只是纯粹来问适合游玩的地方。好啦，谢谢你们的帮忙，我去看看周围有什么好玩的。他摇曳着腰肢回去，紧身曲线下，红色鱼尾裙摆随着猪猪的步伐不停摆动，利落中更显妩媚。李一桐眼睛直勾勾地目送他回去，半晌说了句：“猪猪姐真的漂亮，她是我见过最有风情的女人了。”郭麒麟也表示赞成。是啊，李一桐娇憨的声音带着一丝愠怒。是，你还说是？第104尺度大不大？李一桐踮起脚滴溜起郭麒麟的耳朵。啊，痛痛痛，痛还是美？痛！白鹿没想到李一桐会突然对郭麒麟动手，笑到差点插了腰。哈哈哈！秦燕也呲着一口大白牙，站在旁边看热闹。怕了吗？怕了怕了。郭麒麟抓住李一桐，在外面呢，给我些面子。弹幕：哈哈，
看不出来啊，李一桐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笑死了。他就像在拎小土豆一样。过来人告诉你，不要在女朋友面前看美女，是吗？我就看，看吧看吧，我男朋友生前也是爱看。哈哈，我不一样，我女朋友比我还色，路上看女朋友比我起劲，还爱拉着我一起看。我的笑点是白鹿这两个显眼包，他们两个看到现在眼睛都没眨一下。白鹿想着秦燕不知道这么陪着自己站在这里吃瓜会不会无聊，他恋恋不舍地看向秦燕。我们两个要回去吗？秦燕想了想，反正自己要的东西还没到，不急着离开，再看看吧。好耶！白鹿开心的样子让秦燕觉得意外，这是想要走还是不走啊？看李一桐还在质问郭麒麟，那你说说，我哪里好看？哪里都好看。白鹿在旁边起哄，你这是怕事？郭麒麟一脸哀求，姑奶奶，你就能别点火了吗？秦燕当即拽着白鹿找了个石椅坐下来，动作几乎同步的盯着李一桐他们看。观察团，嘉哥拍着桌子乐不拢嘴，他们两个竟然还知道找个椅子坐下来。张昭刚纯纯看热闹不怕事大，杨幂果然没有一个人都拒绝吃瓜，那渣捂着嘴笑得媚眼横生。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也舍不得走。卢田恨不得搬张床来看。弹幕，一身爱看热闹的华夏人永不认输。哈哈，前2天上班要迟到了，路上有夫妻吵架，我看到10点还没完，装病和领导请假。我想起来去年大暴雨，公司停电，楼上也是情侣吵架，老板和我们冒雨下去看热闹，笑死！暴雨都阻止不了你们是吧？劝大家还是不要看热闹。上次因为离婚打架，我也是去看，离得太近，把我头上打了个包。赔钱了吗？这不得躺着讹他3万8？对啊，他俩离婚财产得分楼上一半。没有，没赔。我哭哭啼啼回家了。唉，你就不行？是你不行，不是吃瓜不行。白鹿看了看着，突然觉得不对劲，什么时候两人这么亲密了？李一桐都能对郭麒麟上手，还质问他，不对劲，真的不对劲。秦燕正看得起劲，白鹿就凑了过来，熟悉的香味侵占他大脑，整个人瞬间警惕起来。你说他们两个是不对劲？有吗？秦燕皱着眉头看着向郭麒麟那边，他正好声好气地哄着李一桐，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我现在就带你去。好像是有些不对劲，太狗腿了。白鹿一下来了精神，对吧对吧？他们好像发展的好快。被白鹿这么一提醒，秦燕皱着眉观察起郭麒麟他们，身边的人再次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秦燕一顿，挑眉看向他。白鹿继续分析，看他们这个亲密程度，不是在一起，也是暧昧期了。你怎么知道？白鹿撞了他一下，装什么？你没谈过恋爱啊？虽然他确实挺受女生欢迎的，但是谈恋爱他真的没。读书那时候因为有钱，每天想贴着自己的女生太多了，多露骨的人都有，反而让他有些反感。不是，他这么问什么意思？秦燕皱着眉好奇问道，你谈过？白鹿的脸一下红了，他才刚找到他。谈什么？谈棉花吗？没关系。秦燕做出一副大方的样子，但心里总有一处觉得不得劲。你个大头，你知道什么？我又没谈过。秦燕听完，思绪一下跳跃起来，真的？骗你做什么？那你这么有经验，他们两个处于什么时期你都知道？白鹿听完，语气激动，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啊。再说了，我可是言情小花，专门演谈恋爱的。演谈恋爱？看着白鹿秀气的脸，秦燕忍不住问道，尺度大吗？可嗨嗨！白鹿差点被他这话呛死，掐着秦燕的脖子，你再胡思乱想，我掐死你！我可是演员，正经的。他就是因为拒绝娱乐圈的弯弯绕绕，才会浮沉这么多年刚有起色。但在娱乐圈混的，除了一些知根知底的外行人，有几个会信他们是干净的呢？别人怎么乱想他不在意，可秦燕不行。见白鹿脸色有些难看，秦燕软下心来，没关系，我不问了。而且我理解，这又不是大清朝。白鹿听完气不打一处来，你理解个屁！他难得爆出口，把秦燕都看愣了，随后盯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道，我目前没有和谁交往，之前也没有。秦燕看着他那双明亮又好看的眼睛，蓄起水雾，像有什么答案要在此刻呼之欲出。这一刻，白鹿真的不想再瞒着了，这样太辛苦。与其看着怀着不知道有没有的希望纠缠下去，还不如直接说个明白。行，就这么干。秦燕
他温声开口，眼神又似做了什么重大决定，让秦燕的心猛然揪住。白露缓缓开口，声音温婉又带着青涩的韵味：秦燕，我有件事想和你说，是想和自己表白。这个想法出来，秦燕的喉咙下意识发紧，低沉的嗓音牵动着她的思绪。你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都没谈恋爱吗？第105，你们两个在干嘛？弹幕，他们两个什么状况？不会是白露想跟人家表白吧？白露想和秦燕表白，快快快，我准备好了。我也要见证名场面了，快说啊！我手机录屏了，热搜准备好了，头条准备好了。白露那双好看的桃花眼有股说不出来的灵动，爱意汹涌，情绪值1000加。秦燕的情绪被白露的眼神牵制，心里有个答案呼之欲出，她抑制住心里的激动，等着白露将那句话说出来。就在所有人都期待白露会说什么，偏偏有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你们两个在干嘛？郭麒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李一桐哄好，他正揽着李一桐的香肩，一脸得意地看着秦燕，看着白露小脸通红样子，他笑得贱兮兮的。哦，你们该不会……滚！秦燕丝毫不给他面子，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郭麒麟实在搞不懂，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弹幕，我什么都准备了，你们就让我看这个。情绪值500，怎么回事啊？突然就让人打断了，妈的，这比我警号一半还让人难受。情绪值200，都怪大林子，这滚是他该的，怎么回事啊？情绪值300，突然被打断的白露尴尬不已，差一点，又差一点，好不容易鼓勇气，现在都憋回去了。尤其是现在，看着4台摄像机都对着他们，那句话沉回心里，一点再说的欲望都没有，真是服了。白露一脸无语的看向郭麒麟，随后又哀怨的看了李一桐一眼。这个时候把他放出来干嘛啊？女生到底是了解女生的。看懂白露的眼神后，他回了一个交给我的眼神，上前朝郭麒麟说道：走吧。郭麒麟见李一桐过来，心里更加委屈上了，指着秦燕说道：他让我滚耶。李一桐摸了摸鼻子，尴尬的看了秦燕两人，这家伙不是情商很高吗？这个时候还看不出秦燕是真的想刀他的。白露在旁边后槽牙都要咬碎了，李一桐一把拉过郭麒麟，听秦燕的。还莫等他说什么，就被李一桐拽走。弹幕，笑死，哈哈哈，情绪值500，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该情绪值100，再不走，秦燕和白露都想刀了他。白露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白露才一口气。秦燕眼含笑意，继续刚刚的话题。刚刚你想说什么？白露呆住，完了，现在不敢说了，怎么办？郭麒麟，你该死啊！看着秦燕温柔的眉眼，白露慌乱一瞬，挠着头说道：我是想问你，晚上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饭。对，就是吃饭，现在说不出来没关系，等去了餐厅，剩他们2个人再说，不是更好？白露暗暗决定换下场地。吃饭？秦燕神色意外，这怎么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对，有空吗？秦燕摸了摸鼻子，果然是自己想多了，还好刚刚沉住气没有问出来，不然可真特么丢脸。白露看他久久不回复，小心翼翼问道：不可以吗？啊，可以。听他答应，白露才松一口气，那就等晚上再说吧。这次他要助理替他安排的妥妥当当，绝对不会出现刚才的意外。观察团里，那扎面露失望啊，只是想约秦燕出去吃饭而已吗？卢田也是没想到，我还以为他要和秦燕表白呢。白激动了，于朦胧坐在旁边一脸无辜，我刚刚手心都出汗了。杨幂忍不住笑出来，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要见证相恋吧名场面了？于朦胧情绪激动，对啊。张昭刚语气笃定，大家不用失望，我看他们也快了。张昭刚的话引起周围人的起哄声，真的，我娱乐圈见过的小年轻多了，包括我就是小年轻过来的。秦燕和白露这2个有戏，嘉哥笑得不行，张大哥预言家上线了。弹幕，我姓张老师的，我也觉得秦燕他们有戏。哈哈，预言家，讲真的，没准白露会选择在今晚表白呢。我觉得大家猜错了，我看他就是想约秦燕去吃饭，但是不好意思开口，这个也有可能。我第一次约我男神的时候也是很紧张，那里一样，他们现在是恋综情侣，一起吃饭不是常规操作吗？白露低头看了下手机，现在才下午2点，离晚上还有几个小时。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吗？秦燕想了想，想不想要去吹吹海风？H 市就是一个海岛，
这里的娱乐项目基本和海有关系，只是太热了，也不知道白鹿想不想去。要是不想，就带他去逛逛商场好了。吹海风？是想带自己去海边玩吗？可以啊。白鹿想也不想的答应，后面才后知后觉得带防晒这些东西。那你等我，我去楼上拿防晒。白鹿才起身，就看到不远处驶来一辆最新款的兰博大牛 R， 他的目光瞬间被车吸引。不为别的，主要是他没看过这样的，觉得太酷了。车缓缓停在酒店大门口，瞬间吸引周围喝咖啡人的注意，大家纷纷侧目，还有人忍不住上来拍照。弹幕：这是那辆最新的 6.5L 自吸的吗？看着像。什么意思啊？这车贵吗？看不太清啊。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一点。摄影师，情绪值500加。小王在耳返里听到导演的要求后，心里一阵无语，但还是默默把镜头拉近过去。弹幕：磨砂黑太帅了，这车好，性能顶底配的车，不知道月薪2000的我这辈子还能不能买得起？村里开不了，我本来也想买一台的。哥们醒醒，又说胡话了。谁告诉我要攒多少积分才能兑换一辆这样的车？这车也就几百万，我兄弟秦哥不差这个钱。有钱人是真的多啊，但我觉得秦燕是最有钱。得了吧，你该不知道吧？ H 市的有钱人多得数不过来，秦燕算老几？在大家的议论声中，车门打开，从里面下来一个男子，对方高高瘦瘦，穿着职场正装的藏蓝色西装，手上拿着2个文件袋，一看就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众网友，这场面怎么如此熟悉？总觉得很熟，可又想不太起来。第106，我买的只是小商品。秦燕看到车到了，缓缓走了过去，正准备和销售员说话，人家却只匆匆瞥他一眼，径直绕过自己，直接走进酒店。秦燕有些怀疑自己，什么时候他存在感这么低了？看着销售员消失在眼前，他十分无奈，没办法，只能跟着进入酒店。弹幕：刚刚秦燕是被忽略了吗？所以这车不是秦燕买的？我看着像，不可能，真要是他，人家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买家？在众人的猜测下，秦燕走进酒店，就听到销售员对前台客客气气地说：秦先生在我们这里预定的兰博最新款大牛超跑到了，我这边想要来和他交接，请问他在哪里呢？前台看了他一眼，随后径直走到秦燕面前：秦少，这位先生说要找你。弹幕：卧槽，这真的是秦燕的车啊！妈的，又买！上次买的那辆车，我震惊到现在，又来，就不能买辆我买得起的吗？虽然这车很酷，但我的钱包让我冷静下来了。法克，秦燕这生活真他妈让人羡慕啊！我买个模型尚且要考虑半天，人家买车跟路边买玩具一样轻松。可恶啊！销售员看到秦燕，脸上涌上一抹尴尬，这不是刚刚在外面看到的人吗？当时他满脑子是要将这笔订单顺利交车，所以没事心思去注意旁边的人，他以为就是酒店的客人而已。糟了，他刚刚这么无视人家，他会不会记恨上了？有钱人最忌讳这些了。销售员脸上露出一抹尴尬，但很快扬起笑脸，态度殷勤无比。秦先生，我是兰博 4S 店的销售小东。秦燕注意到他眼里的紧张，但没有说什么，只是神色平静道：合同带了吗？带了带了。小东脸上堆笑，心却凉了半截。糟了，这个客人神色这么淡，一定是生我气了。这单子还没能成吗？要是不成，他回去不是要受经理挨骂？想到这里，小东的脸就忍不住垮下来，心里想着要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个错误，让客人不跟自己计较。秦燕没去注意小东的心理变化，直接接过，刷刷看了几眼，确认没问题后，将秦燕伸向小东。别啊！还沉浸在悲伤中的小东压根没想到秦燕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看着秦燕微微皱起的眉头，小东反应过来后立马把笔送了上去。直到他把合同扔回去时，小东整个脚像踩了棉花一样。成了？小东整个人都傻了，这个客户就没有别的问题问我？不问，有没有赠送汽车保养、车子性能等问题？哪怕一句也好啊。他准备了一晚上才把这车子每个性能，甚至是车轱辘的材料他都背清楚了，结果一次机会都没用上。这车几百万耶，这么随意的吗？小东还在出神，就听到一声清冷的声音：钥匙给我，马上！他利落的回答加上脸上还在震惊的表情，惹得白鹿他们忍俊不禁。虽然不敢相信这单签这么快，他从背上的包包拿出钥匙递给秦燕。观察团，嘉哥看到这里惊讶，他又买了辆车了。那扎苦着一张脸，
羡慕麻了。这车刚发布的时候，他也很喜欢，还兴致勃勃让助理去问下报价。那会，他的新剧刚上映，手里头有几百万的片酬，这么多钱，他当时就想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当看到报价后，他整个人都麻了。一辆车的价格，刚好是他辛辛苦苦拍近1年的片酬。车子年年有，片酬不一定。在他狂打退堂鼓的情况下，他硬生生给换成辆价值100来万的二手车。张昭刚作为已婚男士，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买车比我在家买菜都勤。”于朦胧，好羡慕他能轻易过上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的生活。嘉哥，这就是投胎的技术。弹幕，这就买了？卧槽，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果然，燕哥没让我失望，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下辈子请让我投在秦安这样的家庭吧。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烦恼？每天花这么多钱搞这些博眼球的事，有意思吗？对我们来说，这是博眼球的事；对秦燕来说，这就是她的生活。钱那么多，不花要留着干嘛？好像她每天有别的事情一样，又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学，总不能在家里睡大觉。别说了，我刚就因为迟到5分钟在办公室被领导骂了。本来他们只是因为羡慕说几句酸话而已。那位网友的弹幕成功煽起一片嫉妒之火，嫉妒妈了！他们为了工资，任劳任怨上班，为了以后有个好出路，挑灯夜读，这些苦秦燕一次都没有体验过，日子却过得比谁都好。命运就是如此不公，所有人此时的羡慕简直到达顶峰，恨不得成为秦燕，情绪值稳稳上升。秦燕知道这还不够，白鹿愣愣地看着销售员毕恭毕敬将车钥匙交到秦燕手里后，忍不住问：“你怎么又买车了？明明秦燕有那么多车了。”他好像有点购物欲的毛病，每天不花掉大笔的钱，他就浑身不舒坦，就不能存起来用来理财什么的吗？白鹿真的理解不了。听到白鹿的疑惑，秦燕叹了口气，夜里睡不着，闲着没事在网上逛了下车城，看着这车还不错，就买了。至于为什么睡不着，他哀怨地看了白鹿一眼，还不是让他占便宜占的。他这淡淡一瞥，落入白鹿眼里也是莫名。你睡不着，瞪我做什么？总不能是我害的吧？等等，不对啊，这是重点吗？反应过来后，白鹿怔怔地看着他，你睡不着，你就买了辆车？秦燕茫然地点头，对啊，网友不都这么干的？白鹿整个震惊住，扯了扯嘴角道，你好离谱啊！突然被吐槽，秦燕就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离谱？什么离谱？你不也是这么做的？我什么时候？白鹿话说一半，想起第一次和秦燕睡一个房间，他睡不着，所以去刷了下某宝。当时他说，睡前买点东西，有助睡眠。秦燕双手环胸，想起来了。白鹿一噎，随即哽咽脖子开口，我逛的是某宝，买的也只是一些小商品，和你能一样吗？秦燕语气淡淡，我也是。妈的，打击，巨大打击。第107，我牵着你，情绪值1000。弹幕，这家伙又在口出狂言了，情绪值100加。我晚上睡前也是习惯买东西，但不是他这个买法。求了，就不能装下穷人吗？这样看得我好难受。我愿意用我30斤肉来换秦燕1%的财产。兄弟，真小气，我愿意用50斤。别卷了，你们让我们这些瘦子拿什么换啊？我愿意短1公分的代价。我还是楼上厉害，让楼上实现。哈哈哈哈！你们要笑死我好继承我花呗、抖倍、安1倍的账单吗？想屁吃呢，自己留着吧。情绪值1000加。秦燕刷完卡，就看到手机弹窗出来，华发银行，您有一笔支出，信息还看不全。又弹出一个窗口，华发银行，您有一笔入账12,560,000元，当前余额，真好，又准时入账了。秦燕收回手机，回头朝着白鹿说道：“你要准备什么就去吧，我出去试下车。”白鹿抿着唇巴巴地看着他，本想要他花钱不要这么大手大脚，但劝也劝了，完全拿他没办法。不管了，还是先去换下衣服，打个防晒，免得让他等自己太久。那你先等等，我很快就好。秦燕点点头。旁边的小东听客户要试车，立马跟了出去，我带您去看下。路上小东滔滔不绝地跟秦燕讲述这辆新车的性能。秦燕熟练地进了驾驶室，操控着车内的按键。小东询问，请问需要我上车为您讲解一下这些按键对应的功能吗？秦燕摇摇头，不用介绍了，兰博每出一辆新车我都会买，除了性能，其他功能都是大同小异，每出一辆都买。
小东立马从怀里掏出来一张名片，秦先生，这是我名片，劳驾您收一下。秦燕抬眼看他，嘴角的笑意若有若无，像是炎夏中转瞬即逝的风。秦燕抬手接过他的名片，小东心里更是激动，长得这么帅，还有钱，还这么平易近人，真是太完美了。见自己的名片被秦燕接过，小东激动的千恩万谢，又从怀里拿出一张卡。秦燕的脸僵了一下，还有，直播间里发出句句爆笑，哈哈，还有，秦燕，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得寸进尺的，这销售员好逗，这应该不是名片，兰博的养护卡，我之前买的时候，销售人员也让我办理这个养护套餐。可恶，又来一个有钱人，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吗？小东看到秦燕脸上的错愕，连忙解释，这是小的为您。等等，我怎么自称小的？小东心里奇怪，但想想，这不是重点，这是小的为您争取过来的车辆保养，一共是12次，包括车饰和车身养护，还有其他一些机械保养。到时候您到我们旗下 4S 店后，只要出示这张卡就可以赠送这么多次保养。以前虽然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看来真的是他为自己争取的。那谢谢你了。秦燕笑着接过小东递过来的卡，小东挠了挠头，这次的客户太亲和了，还真让他不习惯。看没什么事，就跟秦燕告辞离开了。弹幕，这个销售员成功引起大主顾的注意，秦燕人真的不错，对谁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就是啊，好像都没看到他和谁急眼，性格超级好，不愧是我喜欢的哥哥。要是他进娱乐圈就好了，应该不会塌房。我也觉得，得了吧，他这家世出身就没什么烦恼，都没烦恼哪来的脾气？楼上，白露正跟助理打电话，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小助理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正在办呢，你可一定要整漂亮了。我今晚想要和秦燕表白的。躺在沙发上的小助理被他惊得坐起来，真的吗？我还能骗你？所以我才让你一定要帮我布置好一点，找个不要有人打扰的地方。放心吧，交给我，一定办好。听着小助理自信满满的声音，白露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呼，白露对着镜子长呼一口气。秦燕说要去海边，她给自己换了件清新感十足的碎花裙，外面搭配一件白色纱感的长袖，正好可以防晒。长发被她简单扎成麻花辫，戴上一顶米白色的防晒帽，整个就是邻家妹妹，乖巧又可爱。她对着镜子转了一圈，裙摆翻动，露出细嫩白皙的双腿，这才满意离去。楼下，秦燕在车上等了一会，就见白露穿着明艳的碎花裙走过来，那像极了不谙世事的仙女。弹幕，嘶哈嘶哈，太好了，白露好美啊！弹幕滚起来，牛奶肌肤白萌颜，绝世美女白萌颜，好白啊，整个人都在发光耶，无甚是爱看色，我家女儿好美好美。众所周知，白露不会浪费任何一次妆容，这小腰扭到我心里去了，太撩人了。白露走过来的时候，秦燕眼里闪过一抹惊艳，我好看吗？秦燕很实诚的点头，她回答的这么直接，反而让白露又意外又不好意思。真的吗？我从不撒谎的。秦燕的话成功取悦了白露，她扬起笑脸，十分受用圈住秦燕的胳膊。那我们出发吧。暗香浮动，秦燕缓缓勾起唇角，她打开车门，送白露在车上坐好后，车子低轰一声朝外开去。这里位于海岛中心，我带你环岛一圈，怎样？白露呆呆地看着秦燕，她直视前方，目光淡淡，侧脸线条利落，修长的眼睫毛打下一层淡淡的阴影，透着一股清冷疏离感。正是这副若即若离的样子，让她欲罢不能。海边的风带着淡淡的鱼腥味，海浪拍在礁石上，沙沙作响。身边那道热烈的视线，不经意牵动秦燕的注意力。系统里，情绪值正在用一种极慢的速度稳步上升，让她忍不住去想白露现在想什么。这车再这么开下去没意思。她微侧过头，视线正好有一瞬与他对视。想不想停下来去海边走走？白露一顿，随后点点头。秦燕刚找地方停下，就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在大家的注视下，两人齐齐下车。豪车、俊男、美女，瞬间吸引住周围人的视线。所有人纷纷掏出手机，要是不顾及还有工作人员在场，估计两人早被行人团团围住。秦燕自然地朝他伸出手，我牵着你。第108那边的两个女生，白露一顿，看着秦燕英俊脸上挂着的淡淡笑意，她毫不犹豫把手放上去，两人十分自然的十指紧扣。路人一阵尖叫，好美的画面啊！突然对天作之合，俊男美女有了现实概念。
这是小说男女主照进现实了？糟了，水泥封印松动了，不行，我得加钢筋进去。好甜，好甜啊！是在拍电视剧吗？什么名字？我要看。我知道，好像是恋综。真的假的？哪个呀？我去看看。秦燕带着白鹿在周围人的议论声中离开，两人海边牵手的照片已经在微博炸开了，吸引一大批 CP 粉涌入直播间。情绪值100加，情绪值200加，情绪值300加。秦燕的嘴角缓缓扬起，白鹿见了，小脸更是通红，因为害羞，她声音又娇又软。你笑什么？秦燕一顿，转头看他，海风吹起白鹿鬓角上的碎发，乱了他的眼。他不经意抬手为他整理，砰砰砰！糟了，是心动的感觉。白鹿的脸越发通红，像顶着2个刚熟透的柿子，看着可爱极了。观察团里，几个女生激动欢呼，弹幕哇哇哇，撒糖了！情绪值200加，快去看看挖野菜，磕到了，磕到了！情绪值100加，快通知其他直播间的兄弟姐妹进来吃点好的。懂了，我也去海边，是不是就能遇到像秦燕这样的男朋友？看得我真的要长恋爱脑了，又给我老夫喂狗粮。来人，开炮！娜扎一脸羡慕地看着大屏幕，这一刻所有偶像剧都弱爆了。如田，我觉得秦燕伸手疗发这个动作一定会封神。嘉哥，我懂了，写进教科书。谢谢。杨幂，他们都长得好看，加上这个环境，那个氛围感一下就出来了。于朦胧，看得我好想谈恋爱了。就在大家磕糖声中，不远处突然传来尖叫声。白鹿一顿，两人互视一眼后，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秦燕点点头，再听到喧哗尖叫声，她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打架了。白鹿眼睛一亮，秦燕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急切又明亮的求知眼神，当时就笑出声了。白鹿像在瓜田里跳来跳去的茶。打架？谁打架？弹幕听到打架，白鹿眼睛都亮了，哈哈哈，笑死我了！谁说不是呢？秦燕一下就反应过来是打架，果然没有人能拒绝八卦的魅力。打哪种架先？别把直播间搞没了。打哪个架？我也要看。光天化日，阁下就不要想着美事了。不用看了，是我家哥哥在海边为田曦薇唱情歌，引来粉丝围观。秦燕牵着白鹿，说着声音找过去，果然看到张颂敏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吉他，坐在台阶上深情歌唱，周围是一圈又一圈的女粉丝。哥哥唱得真好，我最喜欢哥哥了，哥哥真帅。人群的狂热让秦燕汗颜，这也太疯狂了。秦燕看到2个工作人员吃力地维护现场秩序，这时张颂敏的声音通过沙哑的麦克风传来：工作人员，请不要对我的粉丝太暴力哦，他们都是讲秩序的人，只是太喜欢我了。各位粉丝，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工作人员为难呢。说完，他朝着镜头做了一个 wink， 周围的尖叫声直接把海浪声都掩盖了。秦燕不太理解，拉着白鹿，我们去别处吧，这里人太多了。白鹿点点头，但眼睛却在看张颂敏那边。秦燕抿唇，你想要看？白鹿连忙解释，不是，我在找曦薇呢，怎么没看到她？照理说，她和张颂敏应该在一起才对。白鹿看了看周围，根本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进节目组后，她和李一桐和田曦薇感情比较好，所以会下意识地多关注她一些。秦燕这才注意到白鹿说的这个人，确实没看见，兴许是去洗手间了吧。果然，这话才说完，就看到田曦薇从不远处走过来。看到乌泱泱的人群后，她先是皱了皱眉，随后重重叹了口气。最开始，她和张颂敏在海边散步，遇到她的一些粉丝，看样子就是专门来看张颂敏的。本来只要让工作人员拦一下就好，这样就不会打扰到他们录节目。结果张颂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非让工作人员把他的粉丝放进来，甚至从台阶那里的流浪歌手那里借了他唱歌的工具，说是要唱歌给自己听，还问他敢不敢动。他不敢动，倒是粉丝挺感动的。从他唱的第一首歌开始，他就被冲上来围观的粉丝挤出圈外。张颂敏把这里当成他回馈粉丝的演唱会，完全沉浸其中。田曦薇重重叹气，刚下沙滩挤进人群边缘，就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险些摔倒，好在一双强劲有力的手将他稳稳扶住。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个人样子，就被那双手狠狠拽了一把拖出人群。啊！田曦薇这才看清拽自己的人是谁。秦燕站在后头，海风吹乱了她的发梢，她逆着光，田曦薇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到她那双深邃的眼睛，明亮异常。
又让他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样子。田曦薇也是很无奈，看他已经稳住身子，秦燕干脆的收回手，声音温和，带着一点疏离：“你没事吧？”知道自己和他没什么希望，田曦薇也看得很开，他耸耸肩膀，笑容甜美：“我没事，本来要过去张颂敏那边，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好在有你们，不然肯定要出糗。”说完，他俏皮的吐了吐舌头，这云淡风轻的模样更让人替他心疼。白露有些不满的皱了皱眉，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出现听他唱歌呀？田曦薇笑容深深，国际巨星吗？肯定受欢迎。那边传来张颂敏充满抱歉的声音，这个音响设施不好，有杂音，话筒也不行，还好只是随口唱几句，希望大家多担待。后面我回去了，给你们唱更好的。张颂敏的话引来那群小迷妹的尖叫，田曦薇再次皱眉，她不觉得有些过了。曾经她也把张颂敏视为自己偶像，甚至想着今年有空了要去泡菜国看他的演唱会，结果还没去呢，他就脱粉了。果然，偶像和粉丝只有距离才产生美。弹幕：这个张颂敏真有意思，把扔下女嘉宾不管，把恋综节目弄成他演唱会，显摆呗。胡说什么？我家哥哥只是宠粉，有什么错？节目组还不出手管管？就在大家纷纷不平的时候，一声沙哑的传音在海边响起：“那边2位女生，请看过来。”第109，让我也唱歌。白露他们下意识地看过去，就看到张颂敏在人群中高举话筒，笑得一脸张扬。好了，唱完给你们的歌，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送给后面这2位女生，因为她们和你们一样，也是我喜欢的天使。白露和田曦薇都愣住了。田曦薇还好，怎么说她是张颂敏的女伴，心里还是有点承受力的。倒是白露，整个脸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周围声尖叫声快整破秦燕耳膜了，他下意识地按了按耳朵，扭头看向白露他们，发出真挚疑问：“他没事吧？”噗！小王和大李2个摄影师笑得手都在抖。张颂敏那边的2个工作人员已经快拦不住那群粉丝了，要不是顾及张颂敏的粉丝在，他们又格外疯狂。白露和田曦薇直接就想笑出来。观察团里，嘉哥一脸吃惊，他唱歌给白露，杨幂唱给田曦薇好理解，他唱给白露我都看不明白。杨幂的话说完，嘉哥他们都忍不住笑出声。娜扎沉默一会，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我记得最开始张颂敏的心动嘉宾是白露，对吧？”于朦胧，好像是这样。张昭刚皱着眉，一言难尽的表情。这都过去了，他还想怎样？何况他现在的女嘉宾是田曦薇，还是他自己选的？这家伙难道要在节目上暴露本性吗？想脚踏2只船，那这个人设可不够他的。卢田皱着眉，他是不是想说这2个女生都是他的心动女嘉宾？张昭刚，而且那些粉丝现在围在那里，都有点影响节目录制了。杨幂点点头，皱着眉看着大屏幕。张颂敏当时是他们公司想让他来内娱发展，当时自己看上他在国内有很多粉丝才请过来的，现在看来这人好像不太聪明。弹幕：哈哈哈哈，瞎说什么大实话呢？他就是有事。这中灯什么意思啊？白露是秦燕的女伴，他说出这些暧昧不清的话，恶心谁呢？哈哈，中灯，这是什么新词汇？我最开始就说这个泡菜来的不怀好意，你们就不信？他抢走田曦薇就算了，他现在还想抢走白露，痴心妄想。秦燕上，真是他。张颂敏满腔深情地把歌唱完，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眼里闪过一抹志在必得，眼神不自觉落在白露身上，还是忘不了最开始那位心动女嘉宾，他觉得只有白露看得上，可惜了他没选自己。实在搞不懂秦燕除了有钱别的地方哪里比自己好，想到这里脸上笑容更是灿烂，她本来就生得好看，这样的笑容更是让那些粉丝疯狂。好听吗？他说这话时看了白露一眼。白露，田曦薇。白露尴尬地动一动脚趾，看向田曦薇：“你听得懂泡菜语吗？”田曦薇摇摇头：“我听不懂。”虽然他之前很喜欢，也会跟着哼几句，但他主要就喜欢那个节奏而已。短短这几分钟，他感觉好像之前粉他的水都从脑子里倒出来一样。此刻，除了尴尬，就是尴尬。要不然我们还是走吧。白露小心翼翼地拽了一下秦燕的衣服，秦燕点点头，正准备离开，张颂敏的声音响起：“好了，我的歌唱完了，接下来有请我的好朋友秦燕为你们唱一首。”他虽然是素人，但节目开播后，他在华夏也拥有很高的人气，让我们掌声送给他。张颂敏的话说完，周围人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这才注意到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大帅哥。
他微蹙着眉，一动不动地站在沙滩上，白色衬衫领口微微敞开，背脊挺直如白杨，夕阳披散在他身上，为他周身镀上一层橘红色的光晕。这人是谁啊？长得这么帅，我的天啊！怎么有人和哥哥一样帅啊？所有人的声音抑制不住的激动，但谁也不敢向他靠近。这人的眼神太冷了，就这么淡淡的陷在那里，就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让大家下意识的把他跟张颂敏的身份区分开来。张颂敏在秦燕这里看到这样的眼神，也是被吓到了。他尴尬的笑着：“别这样，我只是想邀请你和我一起玩一下音乐。”随后，他看向镜头，示意摄影师他们的往秦燕那边拍。白鹿不悦的皱眉，下意识就挡在秦燕面前。弹幕：他怎么回事？真以为这里是他演唱会？我第一次看到还能强迫人家唱歌的，不搭理就行了。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期待秦燕唱歌吗？我觉得秦燕这个声音唱歌应该会比张颂明好的很多吧。对，单单是说话他声音就比张颂明好听很多，没准能吊打他。要真被吊打，那他就成一个笑话了。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人起哄，希望秦燕能上去唱一首。其他几个直播间的人纷纷跑来看热闹，弹幕全是让秦燕唱歌的那种。导演看到这里眉头都皱紧了，观众有要求，他总该满足吧。但是秦燕想到台长对自己的吩咐，让节目组不要太为难他，就当他是来玩的，只要节目能录得下，就随他去。导演想都知道，应该是有谁给他台长施加压力。他刚刚路过办公室，都听到台长在电话里骂华少的怒火。看来秦燕身后的人还是动手了，后面他们可要悠着点了。看着弹幕不停翻滚的要求，总导演摸了摸鼻子，要不然让杨幂跟秦燕说下。副导演在旁边说道：“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让他们身边的主持去不就好了？这个女主持是副导演的表妹，当初进这个节目也是她力荐过来的。”总导演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想给你那个表妹机会，但你也要量力而行，有些事还是要公事公办的好。”副导演连忙应是：“这节目是我们两个人的心血，我也不想把它毁了。但我们跟秦燕接触了这么多次，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是那种摆臭架子的公子哥。”总导演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犹豫一会，看着直播间愈来愈高，他壮胆，让副导演去通知了。正准备离开的秦燕听到主持人说的话，眉头皱得更紧了：“让我也唱首歌。”主持人顿了顿，总觉得秦燕是生气了，为什么看过来的眼神这么亮？他下意识打个哆嗦，小心翼翼拿出自己的秘密绝招：“D110，谢谢你，我的粉丝。”这都是你直播间粉丝的要求，如果是节目组的要求，他不一定会答应，但要是粉丝要求的话，他想了想系统里面的情绪值，还需要抽奖要个碎片，犹豫一会儿，他还是答应了。旁边的张颂敏笑得一脸明媚：“那我们一起合唱一首吧，虽然这个设备不太好，但是没关系，我会照顾你的。”秦燕没同意：“我还是唱我擅长的华夏歌好了，你唱你的就好。”张颂敏脸上闪过一抹尴尬，随后他自信地拿起话筒：“行吧，因为这个设备不好，所以只能在这里再显丑一次了。”他再次向粉丝粉眨眨眼：“哥哥，没关系，你是最棒的，哥哥你要相信自己。”欢呼声在张颂敏的声音出来个后戛然而止，那些女生热情地挥舞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张颂敏的名字。张颂敏真的很享受她在舞台上的感觉，全程沉浸在自己唱歌的氛围中。他看向不远处一脸平静的秦燕，得意地挑起自己的眉毛。别的地方自己可能不如他，但只要自己站上舞台上，就没有谁能赢得了自己。不得不说，张颂敏的唱歌功底还是很厉害的，就是白鹿对他无感，也得承认他这些歌唱的都很好听，还有他唱歌时那自信的样子，仿佛一个高傲的王子。弹幕：哥哥下蛋啊，来我们秦燕的屏幕哥，就是一边骚去。秦燕加油，虽然但是人家真的太厉害了，秦燕能赢吗？赢不赢没关系，不要输得太难看就好。观察团：嘉哥眼睛一亮，他唱歌的功底真的不错。杨幂：不愧是泡菜国第一男团。说完他忍不住担心秦燕来，当这么看，张颂敏已经甩开秦燕一大截了，也不知他行不行。娜扎：我觉得秦燕唱歌不一定会比张颂敏到哪里去。他的话说完，所有人都一脸意外地看着他。娜扎再次提醒：你们忘了上次秦燕弹钢琴的时候？卢田恍然大悟：对，前面上次弹过钢琴，而且弹得很好。经过两人的提醒，大家这才想起来。不过钢琴弹得好，并不代表歌也唱得好，但总归不会输得太难看。秦燕淡淡地看着张颂敏，一脸得意的样子，对他的挑衅丝毫不在意，毕竟他一定能赢。是不是还有兑换技能的福利？
脑海的电音声响起。是的，宿主，你当下还有5张技能福利兑换券，有提升唱歌的技能吗？那必须有。系统高傲地扬起声音，那尖锐的电音让秦燕耳膜一震。兑换1张，宿主选择兑换歌神技能1张。音乐技能可以让宿主拥有世界上最好听的歌声。拥有这个技能之后，您不仅有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还能熟练地运用各种唱歌技巧，高音、低音、颤音这些都不在话下，甚至乐器都难不倒您。秦燕有些意外，怎么，系统升级了，连技能也跟着升级？他记得上次用的技能卡只能兑换1个弹琴的技能，现在都这么多了，刚好5张点券。系统声音微翘，这个技能这么好用，价值当然更高啊！看来他还是得再努力收集一些情绪值才好。这么一换，福利券都没有了。秦燕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这时张颂敏的歌已经唱完了。享受完周围粉丝的掌声后，他才走到秦燕身边，把手中的话筒递出来：“加油哦！你放心吧，这些粉丝都是自己的，就是唱得不好，他们也不会笑你的。”秦燕也有些无语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绿茶君。弹幕：我就说这个哥们表里表气吧，真是看不出来啊！泡菜国的偶像竟然是绿茶，瞧不起谁呢？我们秦燕说不定能唱得比他好，唱得不好又有什么关系？他有钱啊！你以为我们是看上他的歌吗？我们是看上他的人格魅力。对，就是人格魅力，看破不说破。哈哈。不过说真的，张颂敏这个男团在亚洲真的很火，从设备不好，他还能唱出这么好听的歌，就可以看出他的实力了。哪像我们那与假唱和半开麦都能成神。扎心。旁边的女主持说：“用不用我把我手上这个话筒给你？这是他做主持用的，肯定会比张颂敏那个好很多。”白鹿连忙要接过去，就被秦燕拒绝了。不用，这个就挺好，免得待会儿他赢了还要被说一句是他用的麦克风比较好。秦燕刚走几步，白鹿的声音就在后面响起：“秦燕加油！秦燕最棒，我们永远支持你。”秦燕回头看着他，白鹿一身碎花裙飞舞在海风中，她笑颜如花，学着那些小迷妹的样子，用自己的手机屏幕亮出她的名字，在空中挥舞着。旁边是学着她给自己加油的田曦薇。情绪值1000加。秦燕嘴角慢慢勾起，回头一把扯住白鹿，眼里满是宠溺。白鹿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想干嘛？不会是我想的这样吧 ？XX 不要吧，这里太多人了。秦燕看着他小脸微红的样子，唇角重重上扬，修长好看的手指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用低沉又好听的声音说道：“谢谢我的粉丝。”白鹿有些反应不过来，愣愣地看着他，嘟囔道：“又弹我脑门，我要是成为罗汉，一定时间找你算账。”砰砰砰，情绪值加2000。弹幕：疯了，我以为秦燕要亲白鹿呢。我也是。妈的，谁遇到白鹿这样的女生不心动啊？这个时候还要再撒播狗粮，还是劣质的。退。观察团里，娜扎和卢田又是激动又是羡慕，我太喜欢他们的互动了。嘉哥，我觉得秦燕就是心动了。张昭刚，有可能他就是不善于表达。第111，看不得他太快活，对他往往这一种不善于表达的人更加靠谱。大家对秦燕的讨论最后在他歌声出来的时候戛然而止。嘉哥瞪大眼睛，什么声音？观察室里的人全部朝大屏幕看去，这是秦燕的歌声？真的假的？他唱歌这么好听吗？整个观察室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大屏幕，现场的观众不例外，怔怔地盯着秦燕不放。这是在现场，不会是假唱？所以说这么好听的歌声真的是他唱出来的？清润的嗓音仿佛春日中的暖风拂过人心间，在唱歌时的秦燕也格外出众惹眼，那双好看深邃的眼睛仿佛盛满星河，看向别人时有种摄人心魄的魔力。原先担心他会唱得不好，现在看来真的是他们多虑了。这个是哪里不好？简直就是吊打张颂明好吗？就连张胜明本人脸上也是不可置信，他不相信会有人唱歌会比他好，甚至直接去检查起设备，排除了假唱的可能。不，他是会唱的，从秦燕的转音部分就可以听出来，那声音非常稳，没有10年功底，怎么可能轻松拿捏难度这么高的技巧？情绪值2000加，情绪值3000加。弹幕：卧槽，秦燕唱歌竟然这么好听！情绪值500，我特么还以为他会输的，跟着哼唱了一下，枕头里的螨虫都笑了。情绪值200，妈的，上天到底给他关了哪扇窗？命运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聊聊。情绪值500，人家上辈子是救了全世界啊，凭什么这么偏心？
有钱，有钱，有才华，这嗓子天使吻过了吧？秦燕牛批，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歌啊？不知道，我搜了好几个 app 都没找到。秦燕的唱歌时间很短，也就这几分钟，却在华语乐坛的封神名场面中位列前茅。她唱歌的这个视频，甚至被某库买了版权，付费观看都能拿下收听榜首。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秦燕将话筒放下，张颂敏略带质问：“你会唱歌，而且还唱得很好。”这和他在开始计划的不一样。他想让秦燕出糗，或是想让华夏观众们看到他不如自己的一面，为自己圈一波粉丝。没想到现在直接让秦燕摆了一道。张颂敏整个脸都阴沉下来，奈何正在直播，还有粉丝在，他不敢表演出任何不高兴的地方。燕哥，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可让粉丝们大饱耳朵了。接着他又说道：“这个音响设备也太奇怪了，在我这里就坏的，到你手上竟然好了。”他刚给自己铺好的台阶，被秦燕一句话掀得底朝天。就见他拿着麦克风说了几句，一脸奇怪的说道：“没变化吧？还是这样？”张颂敏脸上闪过一抹尴尬，旁边的白鹿冲上来说：“让我看看。”他结果麦克风连着清了好几下嗓子，但刚开口他就闭嘴了。什么破锣麦克风，音质这么差的，一点美化声音的功能都没有。周围人哈哈哈大笑，弹幕哈哈，这声音直接翻车，偶像包袱点了一地。田曦薇一脸好奇，让我来。他试着唱一声后就停住了，自己本来唱歌就很一般，现在更是不能听啊。周围再次响起笑声，田曦薇卑微祈求：“不要说出去啊！”白鹿连忙跟上：“也不要说出我的。”弹幕哈哈，白鹿和田曦薇也太可爱了。话说，秦燕顶着这个设备还能唱得这么听，要是换个正常设备，那不是不得了？情绪值500，就这么听，我都觉得耳朵要怀孕。要是换好点的设备，那简直不敢想情绪值100加。求了，让他出个专辑吧，我能听一辈子。还是那句话，众人血书送秦燕出道。对，让他出道，我看不得他这么快活。情绪值1000加，看着收获还不错。秦燕满意的将麦克风还给张颂敏。这会天已经开始要黑了，只剩边缘的海平线上剩一点点橘黄色的光线。张颂敏用麦克风劝粉丝们回去。秦燕看了看白鹿：“没什么事，我们就走吧，天也不早了。”白鹿想到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没做完，也不知道助理准备的怎样了。你饿了是吗？还行，只是觉得待在这里没什么事了，就想离开。秦燕想到他说要请自己吃饭的事，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吗？白鹿勉强笑笑，现在吃晚饭会不会太早了？秦燕看了下时间，将近6点，其实也不能算早，开过去餐厅也需要时间。不过他既然觉得早，那就听他安排好了。那我们先在附近走走。白鹿听完松了一口气。好啊，我听说太阳落下后，海滩上能看到小螃蟹还有海螺什么的，想去看看。白鹿重点头，这个他是真的想，主要他之前也没见过，所以现在非常好奇。那走吧。前面带着他往回走，就听到张颂敏那边传来起哄声。两人回头，就看到他被粉丝们簇拥着离开。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现在只剩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男子在台阶上静静地收拾粉丝们留下的狼藉。白鹿皱了皱眉，这些粉丝也太……他想说没素质，但是怕被网暴，还是闭嘴了。秦燕，收拾垃圾的那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工作人员。小王和大李点头，他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像是经常在这里唱歌的流浪歌手。白鹿听到眉头蹙起，那些垃圾太多了，我们过去帮忙吧。他是朝着2个摄影师的，毕竟因为张颂敏的粉丝才留下这么多垃圾，节目组就这么走了不好，何况还是让一个路人帮忙。小王知道白鹿的意思，连忙叫了附近2个工作人员过来帮忙。弹幕麻了，这不是张颂敏的粉丝留下的吗？也不知道组织一下粉丝收拾一下。就是，这是公共区域，他真以为是他演唱会的场地呢。那个收拾的哥们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是在这里摆摊唱歌的。我去年旅行就有看到过了。第112所行之处，自家产业占半个。秦燕他们过去帮忙的时候，那个男人还一个劲说不用，还是我来吧，你们不要弄脏手了。他黑黑瘦瘦的，头发有些长，身上的衣服被洗得发白，却十分干净，哪里就脏手了。才看见嘟囔一句后，开始捡地上的奶茶瓶子。没事，我收拾就行了，你们忙去吧。男人屈着身子，声音有些低。看白鹿他们坚持，他也没再说什么，闷声做着自己的事情。他动作慢条斯理的，却十分仔细。涨潮后，
海风也跟着大了，吹得头上的椰子树叶沙沙响。白鹿忍不住看向头顶上的椰子树，这高度，要被椰子砸到，不是直接可以见太奶了？白鹿怕被有椰子掉下来砸到自己，时不时就要盯着树上瞧，甚至提醒在场几人：放心吧，不会掉下来的。他这么肯定，让白鹿不由好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唱歌几年了？当然知道。白鹿，为什么？男人似乎都没想到他会刨根问底，一下被他问住了。接着他自嘲：像我这样的倒霉蛋，他都没砸到我，所以更不可能砸你们了。白鹿觉得好笑，这个还能看运气的吗？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男子头也不抬地捡着地上的垃圾，又从他包包里面拿出几个肥料袋子，将垃圾都收拾进去。这熟练的手法看起来不像第一次。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你经常在这里收拾？男人点点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这是我演出的地方，所以我习惯打扫干净。明星团里，嘉哥听到这话惊讶出声，他把这里当成他演出的场地哦。杨幂，他刚刚说了，他一直在这里唱歌。张昭刚，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他承载梦想和艺术的地方。张昭刚的话说完，摄影师立马将镜头定格在男子身上。那一地狼藉已经被收拾干净。男人坐在台阶上，抱着一把掉漆的吉他，轻轻地哼唱着。让人意外的是，他唱歌时候洒落自在，完全没有说完时那种怯弱。晚风微凉，星辰异彩，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驻足。秦燕离开的时候，看到吉他前的二维码，她犹豫了一下，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却被男人阻止了。他挥挥手，腼腆地朝他们道别，又低下头，继续弹唱。弹幕：哭了哭了，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爱他的音乐啊，唱的还挺好听的。下次去旅游的时候，我要去看看。流浪艺术家，我真的哭死。先别哭，他刚刚拒绝了秦燕的扫码。我去，痛失巨款。你唱歌归唱歌呀，干嘛拒绝他的扫码？他不要，我要啊。秦燕，你看看我。懂了，我离这个地方近，明天我就蹲那里弹吉他，守株待燕。哈哈哈哈，笑死了。这届网友是会用成语的。情绪值200加。车上，白鹿给秦燕发了个定位。秦燕看了下这个餐厅的位置后，皱了皱眉。要去海底餐厅？白鹿脸上闪过羞怯。对，可以吗？秦燕点点头，当然可以。有人请客，他有什么好挑的？只是这家餐厅，秦燕真的服了。老妈到底给这个节目投了多少？怎么每条路线都有自家的产业？这真的不是剧本。这要是剧本，秦燕回头看向旁边红光满面的白鹿，心里有些复杂。明河海底餐厅是 H 市的旅游景点之一，这里一半海底隧道提供游客观光，后面一半打造成一个海底餐厅。观察团，嘉哥盯着屏幕一会，惊讶道：这里我们来过。真的吗？感觉怎样？东西好吃吗？除了价格高一点，体验感非常好。在深海里，还可以看到海底的鱼活动，这感觉就很神奇。张昭刚听得愣愣的，那可以带孩子看看。于朦胧一脸奇怪，白鹿怎么突然要请秦燕去吃饭？如田还是海底餐厅？弹幕：那个海底餐厅我去过，真的很不错。消费高不高？最低消费也来小万，又是一个有钱人家的餐厅，消费不起。白鹿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啊？下车时，白鹿看着手机里的导航，都南，怎么到这里就没有再显示了？好歹说下 C 入口是在哪里啊？白鹿研究一会直接放弃，我们还是去问问这里的工作人员吧。秦燕挑眉看了他一眼，随后点点头，走吧。路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停车场的保安，白鹿正想去问，就被秦燕拉住了。前面隧道转弯就是了。白鹿抬头，愣愣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秦燕没说什么，挑眉看他，样子痞里痞气的。虽然他没说，但白鹿还是选择相信他。果然，不一会，秦燕就把他带到明河餐厅门口。整个餐厅都用透明的玻璃隔出来的，门口站着2个迎宾小姐，两人的视线都被并肩走过来的秦燕和白鹿吸引住了。好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啊！见他们朝厅方向走过来，两人连忙热情地上去迎接。您好，一共几位？2位，我们订了包厢的。说完，白鹿拿出手机给他们看。服务员看他们的时候，脸上的笑意更深。秦燕眉头微皱，服务员就将他们领进餐厅。两人一路还不忘向他们介绍餐厅的特色。这是海豚活动区域，这个区域半个月前出现过虎鲨。这里是珊瑚区域，这边每个2个小时会有美人鱼表演。服务员热情的介绍，这让秦燕更加怀疑这个节目的真实性了。参加节目半个月，所行之处自家产业占了半个，这也太扯了。想到这里，
秦燕的神色淡了一点，白露的心情却和她相反。想到她小助理交代小助理的事，她现在心快要跳出来了。她应该有把这事办好吧？她可千万不要搞砸呀！她真的急需要氛围来帮助她干大事。第113，她被壁咚了。白露此刻无比希望助理能够 get 到她说的，这种关键时候能够给力些。跟着服务员走了约莫5分钟，进入了另一条比较特殊的隧道。这里都有是用玻璃打造出一个像水晶球的房间，一个水晶球是一个包间，看起来特别漂亮。一条隧道，隔几个水晶球就能看到游客在里面聚餐。白露透过玻璃看向他们外面的海景，弹幕：我丢，这里也太美了吧！谁开发出来的项目？在这里约会吃饭也太酷了吧！这确定是恋综节目，不是旅行节目。有钱人真好啊！财富自由也太他妈幸福了。为什么是餐厅？不是酒店吗？酒店？想什么呢？睡醒看到一条鲨鱼对你张开深渊巨口。路上，白露都看到几个景色的水晶房间空置着，只可惜都不是自己的包间。看着越来越幽暗的隧道，他心里着急起来，忍不住问服务员：还没到啊？服务员态度恭和：快了，这边海域比较深一点，会影响观感效果。听到这里，白露心里忐忑，怎么回事？好看的景色不选，非要选惊悚的。服务员又接着说：不过这能够看到比较特别的鱼群和珊瑚红。听到这里，白露这才放心了。特殊鱼群，这个听起来不错。想到那些颜色鲜艳的深海鱼和珊瑚，他心里的期待更加深了。最后，服务员把他们带到最后一个水晶球。白露看了看周围，这里光线明显暗了很多，有一种天黑了但还能看得清世界的感觉。玻璃外面灰扑扑的，除了像草丛一样密集之外，就只有几条长相怪异的海鱼在外面游动。这里怎么是这样的？服务员笑着解释，这里位置比较深，是提供给喜好深海感觉的客户的。白露听到这里，整个人有五雷轰顶。这时再看向水晶球，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秦燕，怎么了？白露摇了摇头，硬着头皮说道：没事。秦燕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明显感觉到白露脸上的慌乱。不过他不说，秦燕也没再追问。服务员笑盈盈地将门打开，白露看到里面的布置后，真想找个把助理的脑子带过来看看，这布置的啥玩意？因为视线的关系，房间本来就灰暗。正中间的桌子铺上红布，上面放了一个蜡烛架，烛光晚餐有了。墙上不知是哪个缺心眼的，用暗红色玫瑰花在正中间贴了一个巨大的爱心，看起来诡异极了。秦燕看着这略微阴间的布置，也是愣住。你这是？白露撇了撇嘴，本来想着第一次请你吃饭，想给你一个惊喜的。秦燕僵住一会，最后虽有所失的点头，确实惊喜。白露，这是惊喜？这是惊吓吧？他现在无比希望小助理能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一定会让他体会一个更大的惊喜。观察团里，嘉哥一脸迷惑，这是参加了什么主题吗？卢田，我好奇怪啊，为什么外面那些好的都不选择，偏偏这奇怪的房间？杨幂，这里的鲜花看起来好像特地布置的。于朦胧，在这么恐怖的氛围里，真的吃得下饭吗？弹幕，这个房间布置挺接地府的，笑死我了，接地府这个我也撑不住，这届网友真的太损了。秦燕安慰完，特地观察了一下周围，昏暗的光线，特别是像胸毛一样挂在正中间的玫瑰花，真的是让人怎么想怎么出戏。不错，够阴间，小鬼来了都得扑通跪下，推开椅子坐下。很快，后面就有服务员陆续过来上菜。看着闷闷不乐的白露，他还是宽慰道：没关系，这里还不错。他努努嘴，显然不信。秦燕直接换了个办法，可能是光线太暗的原因，待会用蜡烛点下就可以了。白露觉得有道理，又催促着服务员给他们点上蜡烛。微黄色的烛光在屋内亮起，没有他想象中那种很惊艳的感觉，反而更阴间了。这下秦燕都忍不住笑出来了。哈哈，弹幕，笑死了，怎么直接整下去了？真的，这太恐怖了，换成是我一定吃不下饭。白露布置这个到底是为了啥？搞笑吧？我看着也是挺搞笑的。他该不会是想和秦燕告白吧？兴许有这个可能，谁家好人会在这么阴间的地方告白啊？白露现在整个人郁闷极了，真是服了这个老六，到底自己是那句话说的不够明显。谁家浪漫的烛光晚餐是这么布置屋内的？知道这里一个包厢有多贵吗？此刻他只要破开助理的脑子，好看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这时小助理发来消息，怎样，效果还满意吗？浪漫氛围也有了，鲜花、烛光晚餐，
没人打扰的房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你一定会满意的。白鹿咬牙切齿，你确定？要不要打开直播间看看你在说什么？对面发来一个黑人问号脸。过了2分钟，小助理直接发来一个，卧槽，牛逼！白鹿，小助理，不是这样，你听我解释。下午公司临时有事，通知我过去一趟，我交代小美帮我做的鲜花烛光晚餐，我都讲得清楚了的。我错了，白鹿，你晚上最好睁着眼睛睡觉。小助理，呜呜，那怎么办？你还表白吗？白鹿看到这里，直接关掉手机。低头吃饭的秦燕注意到白鹿炸毛的情绪，心里猜到，他大概是想给自己制造一个惊喜，结果被手下的人搞砸了，心下觉得好笑，又不想打击他的心意。秦燕放下手中的刀叉，朝着白鹿说道：“你看他后面。”白鹿回头，看到有几条头部会发光的鱼在珊瑚礁里来回穿梭。白鹿眼里闪过新奇，这个怎么有？过去看看。白鹿点点头，跟着秦燕去到玻璃墙边。说起来奇怪，原本觉得阴恻恻海底世界，因为几条会发光的鱼显得神秘又有趣。玻璃墙上透过烛光映出来白鹿精致的小脸。秦燕盯着他半晌，问道：“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请我吃饭？还是这么特殊的？”说完，他瞟了一眼墙上的玫瑰花，还有桌上烛光下的美食。白鹿的神情明显紧张起来。秦燕缓缓朝他靠近，直接将他禁锢在墙下，双臂撑开在玻璃壁上。这一刻，白鹿都懵了，他被壁咚了。第114吃干抹净。秦燕低头看着错愕的白鹿，眼底闪过坏笑。他尾音上扬，听起来魅惑极了。他睁大的眼睛看着秦晴，想说的话一直卡在喉咙里，怎么关键时候又说不出来了？明明之前就想好了，表白啊，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说了？白鹿都有些恨自己，怎么关键时候这么没用？秦燕看着他一脸着急的样子，默默叹了口气，难不成真的是剧本？他眼里的星辰晦暗，淡淡的失望让他眼神骤然清冷。白鹿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他是生气了？秦燕缓缓勾起唇角，笑意却不达眼里。他神色顽劣地朝白鹿拉近2人的距离，脸目时能清楚看到白鹿红晕的耳根，还有因为紧张微微颤动的睫毛。他缓缓勾起白鹿的下巴，目光相碰，气氛逐渐暧昧。冰凉的指尖触及到他温润的下巴，他忍不住朝后瑟缩了下。弹幕尖叫、嘶吼，情绪值500。你想对我家白鹿做什么？松手，快松手！亲上去，快！别逼我按头，情绪值500。可恶啊，这小子竟然能这么轻易地俘获了我陆姐的芳心，这剧本牺牲大了吧？粉丝别看，这是恶评。什么剧本？我不管，我磕的 CP 就是真的。观察团里，卢田激动地抱紧娜扎，他们该不会要做我想的那样吧？我感觉2人情动了。嘉哥紧张地捂住嘴，怎么感觉我们比当事人还激动？杨幂，因为恋爱还是看别人谈的甜。所有人都以为秦燕是要亲白鹿，但她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她心里在想什么而已。只不过，自她挑起白鹿的下巴后，她整个人像被定住了，愣是一句话也没说，看着那片如玫瑰花一样的唇瓣。秦燕喉结暗暗滚动，算了，还是别为难自己了，再坚持下去，不稳下去，很难收场。她突然松开手，让白鹿迷惑不已。我眼睛都快闭上了，这就放手了？凭什么？秦燕正要后退，却被白鹿一把扯了回去。她踮起脚尖，温香的唇瓣送了上去，鼻尖传来熟悉的软香。秦美余光瞥向餐桌，她没喝酒吧？确定了？没有。系统里的情绪值蹭蹭上涨，有种跑酷游戏在夺大满贯一样。秦燕整个人都懵了，不仅是她，所有人都没有料到会是白鹿主动。弹幕竟然是白鹿主动，情绪值200。我看到了什么？上次是白鹿醉酒，这次他可是一点酒都没喝，暴露本性了吧？情绪值500加，他就是觊觎秦燕。秦燕他凭什么？就是白鹿图他什么？情绪值300，凭他有钱有才华，凭他长得帅，凭他身高1.8米，不图他难道图你？够了，我们只是网友，你至于这么伤人吗？我要被你们笑死了。情绪值1000。观察团里，嘉哥一脸震惊，秦燕这是又被白鹿得逞了。嘉哥牛逼，嘉哥的嘴依然是我嘴替。杨幂心疼又好笑，她没一次反抗得了的。那扎捂嘴笑着，就秦燕这个长相，幸亏家世对她的保护。说完，他们秒懂的笑出声。于朦胧在旁边直摇头，
太可怕了，你们太可怕了！情绪值500加，情绪值1000加，情绪值2000加，太多了，怎么长这么多？秦燕想到什么，突然伸手圈住白鹿的腰肢，轻身上去，加重了这个吻。白鹿瞪大眼睛，心里那只小鹿险些从心口冲撞出来。情绪值3000加，情绪值4000加。秦燕想过这么亲下去，情绪值会在白鹿的影响下长得很快，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半晌后，他松开白鹿，他的身子有些发软，好在秦燕眼疾手快，伸手将他抱住。秦燕好笑地看着他，那个眼神似乎在说，你还得好好练练。白鹿娇怒地瞪了他一眼，惹得秦燕哈哈大笑。两人回到餐桌，谁也没有心情再吃饭。秦燕更是直接将自己的椅子搬到白鹿身边，懒洋洋地看着他。白鹿心不在焉，夹菜的手一顿，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秦燕做出一副受伤的样子，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说什么？褪去娇羞。白鹿的脸色恢复清明，看起来懵懂又无辜。秦燕咬了咬牙，吃干抹净是吧？可嗨嗨，弹幕 HHHHH 草，好一个吃干抹净，他也太快了吧！楼上的，你不要离谱。我不想做秒懂 boy。白鹿压根没想到秦燕会提起这个，刚送进去的嘴角的蟹黄羹差点把他小命守了。秦燕伸手替他顺了顺背，等他好转后才略带无奈地看着他。至于吃这么急吗？白鹿抿下唇，神色悠悠地瞥了他一眼，还不是因为你语出惊人，自己都做得这么明显了，想说什么？他难道还不明白？经过这事，这顿饭是再也吃不下去了。白鹿卸下刀叉，坐到秦燕身边。许久，他小声开口：“秦燕，你喜欢我吗？”明黄的烛光照在秦燕的脸上，好看的轮廓投下淡淡的阴影，看起来更加立体。白鹿以为自己能听到想要的答案，谁知道秦燕只是嗤笑一声，话锋一转，有种被强取豪夺的委屈感。你想反客为主？弹幕：噗，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笑死我了！这是什么极限拉扯啊？秦燕强吻我2次，还想要我说喜欢你？没门！这波我占秦燕，就是这便宜不能白被占。看着秦燕那欠揍的样子，白鹿心里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的脑回路焊了高铁是吗？追都追不上的。看着白鹿愤愤不平样子，精致小脸仗着红晕，原本精致的口红给他亲得有些晕染。他暗暗勾起唇角，你还差些话没和我说。白鹿睁着好看的桃花眼看着他，细致的眉尾上挑着，眼里非常。秦燕伸手点上他的眉心，遮住他的炙热的目光。第115，换手我不习惯。白鹿撅着嘴看他，眼神可怜兮兮。不行，差我的就该还给我，不能因为你强吻我就一笔带过。秦燕还想说什么，就被白鹿一把捂住嘴。好了，别说了。秦燕拿开他的手，你还是用上个方式堵我吧。突然换手我不习惯。白鹿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弹幕：这是可以说的吗？我又想歪了。给他们原地搬张床来，我想看他们在床上拉扯。陆燕 CP 天下第一。妈的，看得我恋爱瘾犯了。白鹿2个吻，直接打开秦燕的任督二脉了。我家那对 CP 要是这样就好了。你家哪对？宋薇 CP。呵，这个喝就很妙了。一顿饭下来，白鹿到底还没表白成。看着被秦燕牵住的手，好像自己被反攻了，而且人家还要等自己说他是自愿的。明日要不要跟我去打高尔夫？秦燕突然问道。白鹿一顿，打高尔夫吗？我不会耶。秦燕语气轻松，这有什么关系？玩玩而已。听他这么说，白鹿答应下来。观察团里，嘉哥眼睛一亮，感觉秦燕又要带我们去见世面了。张昭刚听完笑出声来。嘉哥，我说的不对吗？张昭刚点点头，确实没错。这个节目有了秦燕，连投资商都上了一个档次。那扎，说真的，我没打过高尔夫。张昭刚看向杨幂，你打过吗？杨幂摇摇头，我没打过，但是我也打过。弹幕：大幂幂好可爱，我也没打过。明天又是一场有钱人的游戏，心态受不了的，可以退了。不就是高尔夫吗？有什么？就是打个球而已。听说去一次消费好几万，真的假的？替我老板办过一张月卡，100多万。我靠！秦燕带着白鹿回酒店，主持人正好在大厅等着他们，其他嘉宾都在旁边坐着，有工作人员在那里为他们做采访。你们回来了？白鹿笑盈盈地看着大家，怎么在这里坐着？有个采访啊？我们怎么没收到？
刚刚临时准备的，都是网友的热门提问。白鹿点点头，回头对着秦燕说道：“那我回去补个妆。”女演员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都要保持自己妆容整洁，这是基本修养。秦燕点点头，白鹿笑着往电梯走去。主持人招呼秦燕坐下，华少第一眼就看到秦燕，他抿了抿唇，想到台长对他的忠告，他没再说什么，僵硬的扭过脖子当没看到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克制不住想要针对秦燕，可能是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他的风头，可能是因为秦燕身上与生俱来距离感是他演都演不出来的，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妒忌。主持人拿着稿子恭敬地上前，其他人都好了，就差燕哥你们了。行。主持人叫了人员上来为秦燕整理衣裳，秦燕摆了摆手，自己动手整理下袖子和衣角完就坐了下来，镜头对准秦燕，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他。主持人拿着手上的稿子，说了几句金主爸爸的广子，再进入主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当下网友们比较好奇的。第一个，有网友说秦燕买千万豪车，直接刷卡，堪比买菜，这个您认同吗？秦燕淡淡摇头，不认同。太夸张了是吗？对。为什么呢？秦燕语气十分认真，因为我买车的时间比买菜多。他这话说完，主持人整个呆住，不仅是他，就连旁边的看热闹的人都呆住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自己面前说他买车的时间比买菜的时间多。主持人收了收嘴，也是，他可是秦燕啊，大少爷，怎么可能买菜？主持人语气有些不理解，那你买这么多车干嘛？秦燕淡笑了一声反问，你买那么多衣服干嘛？主持人愣愣，穿啊。秦燕，我开啊。主持人无言以对，一针见血，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他就说不要采访秦燕了，打击，巨大的打击，比巨大的打击更大的是，他说的都是实话。情绪值800加，弹幕平易近人。秦燕这张小嘴也是很厉害的，情绪值200，这牛逼只有秦燕吹得了。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死死的，就是这么任性。炫富他是认真的，情绪值500加，思维真的很重要。好像秦燕到现在都没被谁绕进去过，毫无人性。这世界上如果多我一个有钱人，一定少了很多抱怨。现在我嫉妒了，就是我这贪婪的怨气都可以养活邪剑仙了。情绪值1000加。嘉哥，为什么他能用最无辜的样子说出最伤人的话？于朦胧喃喃出声，他张嘴就是亿万伤害。杨幂哈哈大笑，伤害到你了吗？被波及到了。卢田，有钱真好，刀刀出暴击。哪吒，哈哈哈，他要是打游戏，皮肤都比我们贵。主持人接着问道，网友们很关注陆燕 CP 的动向，直呼你们好甜，又有青梅竹马的情谊在，你们这算是双向奔赴吗？秦燕挑了挑眉，脸上露出放松的笑容，这是秘密。弹幕，头好痒，感觉要长恋爱脑了。哈哈，好甜啊，明明什么都没说，但这个笑又什么都说了，又给我看这个，麻烦帮我搁下棺材板，配我一脸。等我，老奴现在就去把民政局搬来。果然，恋爱还得看别人谈。简单几个提问后，秦燕带着白鹿回到酒店房间，突然感觉到系统的情绪值又开始迅速上涨。她下意识看向白鹿，她正拿着手机和助理聊什么。不是她，那是什么情况？秦燕忙拿起手机，情绪值波动，只要打开抖音和微博，基本可以找到原因。果然，又上热搜了。你们回来了。第116，听说这个看多了伤身体。秦燕点开看了一下，好家伙，真厉害！微博热搜和抖音热搜都不同，一个是好声音导演在他中午的唱歌视频下艾特了自己，并留言：您唱得很好，有兴趣参加好声音吗？抖音的全是他今天和白鹿在海边的牵手视频，以及在餐厅的接吻视频，短短几秒，都快让营销号盘出油了。观众喜欢看这些。秦燕点了进去，发觉有些评论区有趣多了。白鹿洗完澡出来，就看到秦燕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傻笑，看什么呢？这么开心？秦燕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带着笑意，看你不好意思看的。啥？白鹿一脸茫然，啥意思？他看着秦燕饱含深意的笑容，难道是他想的那样？白鹿看秦燕的眼神越来越怪异，听说男人都会看这个的，那秦燕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白鹿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那眼神实在算不上干净。秦燕眉头皱紧，你这是什么眼神？白鹿摇摇头，只是他那眼中的意味不明让秦燕觉得不对劲，是误会什么了？
想到女生都喜欢胡思乱想，他不由朝她招手。你要是好奇，给你看看也不是不行，给我看。白鹿听完更加诧异，这么大方吗？啊不，这么大胆吗？他摸了摸鼻子，推辞着，我就不看了，你自便。秦燕没有说什么，只是用不解的眼光打量着他。白鹿想自己要不然去找找助理吧，给秦燕一点私人空间，免得影响他发挥。有道理，你先看着，我去找我助理。说完，他匆匆退后几步，微眯着眼，用可爱又猥琐的神色看着他。但你也别看太多，听说这个看多了伤身体。秦燕听完，眉头皱得更深了。伤身体？什么伤身体？结合白鹿这个表情，秦燕猜到他一定没憋好屁。你过来。白鹿怔住，明显看不懂秦燕的突然邀请。秦燕抬手，伸出修长的手指勾了勾，示意他过来。白鹿小脸绯红，眼色却异常坚定。我警告你啊，我们虽然亲了，但关系还没好到这个地步，真是误会自己了啊。他觉得自己在看什么，想到一个的可能。秦燕简直要气笑了，对着白鹿说道：你过来，我倒是要看看你脑子装的什么废水。你才废水，你全家都是废水。白鹿还没反抗，就被秦燕一把抓住，扯到沙发上。在他拿手机的时候，白鹿发起剧烈反抗。不，我不看。秦燕，你这个变态。此刻的白鹿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急的，脸红都红到脖子根了，半干的头发扫过秦燕手臂，气气凉凉的，每挣扎一下鼻尖都是他身上刚沐浴后的清香，也不知是什么味这么好闻，像果香一样甜，又像花香一样勾人。秦燕眼里一片灰暗，看在白鹿眼里更加瘆人。他勾了勾唇，心里更加期待白鹿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后会有什么反应了。他故意将她禁锢在自己怀里，把手机对在白鹿面前，吓得他眼睛都闭紧了，怒骂一声：秦燕，你这个变态！还没等到秦燕回应，就听到手机视频号外放的声音：陆燕 CP 这两人甜死我们算了。今日秦燕在节目上又砸千万只豪车，只为带白鹿去海边散步。什么鬼？这声音不是盲妈的吗？白鹿下意识睁开眼，就看到那熟悉的账号头像，熟悉的剪辑技巧和旁白。他愣愣地抬头看向秦燕：你刚才看的是这个？秦燕挑眉：不然呢？完了，误会了，误会大了。白鹿刚刚有多激动，现在就有多尴尬。他正了正身子：呵，你早说嘛！看这误会闹的。秦燕挑眉，一脸疑惑：误会？什么误会？没什么。白鹿直接否认。秦燕的唇角缓缓勾起，好看的眉眼中被情绪蒙住，像遮了一层雾气一样，神秘又迷人。太帅了。白鹿直接看愣了，自己这个眼光真的没得说，难怪他从小到大非他不忘。你刚以为我看什么呢？好端端的，为什么还要把话题染回来？白鹿脸上浮现尴尬：没什么啊。哦，是吗？是，不是说有误会？莫误会。白鹿支支吾吾地，心虚的不行，就说秦燕不是这种人了，这误会大了。他小心翼翼的起身，却被秦燕一把拉了回来。不行，把误会说清楚，不然别想走。白鹿闭口不言，试图以装蒜蒙混过去。秦燕却不惯着他：你不说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你满脑子废料。白鹿一脸震惊地看着秦燕，见他脸色沉沉，他不好意思地陪笑着：哈哈，你想多了。还莫等他解释，秦燕直接将手伸到他腰间。白鹿脸色一变，莫等他反应过来，秦燕的手指在他腰间肆意，白鹿本就被禁锢在沙发上，根本无处可躲。哈哈哈哈哈！错了，我错了。秦燕，我错了。哥哥，我错了。秦燕一顿，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你叫我什么？哥哥。曾经在片场时，有个姐姐告诉我，男人最喜欢女孩叫他哥哥了，一旦叫了，让他做什么都好。他就想让秦燕不要挠他痒痒了，真的，他最怕这个了。果然，他叫了哥哥后，秦燕果然停了下来。看来这个办法是有用的。秦燕眼色深邃分明。玩闹中，因为白鹿剧烈挣扎，上身的短衣不知什么时候往上跑去，纤细的腰肢展露无遗，露出一个淡粉色的花边边。身上短裤微微卷起，白皙修长的双腿显露无遗，
他毫不察觉地瘫在沙发上喘息，因为笑太久，加上剧烈挣扎，脸上变得嫣红无比，衣裳也是凌乱不堪，海藻一样的头发铺散在沙发上，画面艳色非常。秦燕喉结滚动，糟糕，玩笑开大了，引火上身。他呆坐在身旁，堪堪盯着沙发上的白露，不知如何是好。白露稍微喘息后，发现秦燕的异常。第117带资进组。怎么了？他这时候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无辜地看向秦燕。白露顺着秦燕的眼光看过去，这边发现自己现在这个姿势像极什么，连忙伸手将衣服拉下来，又拉了卷起来的裤边。秦燕咽了咽口水，身体不受控制地抓住白露整理衣服的手，吓得她往回缩了一下。秦燕，你想做什么啊？他声音带着询问，却像小猫一样轻，像一根羽毛拂过，让人心痒的不行。再忍下去，他就不算男人了。秦燕直接扑过去，用手撑着，将白露半压在身下。虽然已经停止拍摄，但秦燕还是不放心，将旁边白露擦头发的毛巾扔向镜头，直接覆盖了整个摄像机。啊！白露轻轻地推了推秦燕，双手却很快被他禁锢住。他秀气的脸埋进他颈窝，用力蜜取那清甜的味道。白露挣脱开手，用手推了推他，隔着 T 恤，他能清晰摸到秦燕身上的肌肉纹理。好硬啊！怎么看着高高瘦瘦的，内里这么有料？白露脸上突然羞红无比，耳边传来秦燕低沉的嗓音，似带着蛊惑。白露，啊，吻我！他的眼睛像盛着星河，中间的深邃像星河里的黑洞，要将人吸附进去，跟着他沉沦。白露咽了咽口水，轻唤了他的名字，试图让他清醒。秦燕，白露没再说话。怎么办？他太喜欢他了，根本无法开口拒绝他。看着白露像是小白兔一样窝在沙发角落里，可怜兮兮地望着自己。秦燕深吸一口气，该死，差点失了道心。他整理了下思绪，尴尬地起身。白露有点懵，怎么回事？这就算了。秦燕正准备起身，却被白露一把拉住，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香扑直接把他压回沙发上，柔软的香唇送来，秦燕整个人都飘飘然了。好在理智善存，浅尝几下美味后，秦燕才依依不舍地起身。我去洗个澡，你不是要去找你助理吗？白露一双眼睛雾蒙蒙的，看起来可怜无比。秦燕摸了摸他的头，乖，去吧，他时候还没到，他不能太冲动了，更不能在节目上人多眼杂的，传出去不好，等以后水到渠成再深入也不迟。白露点点头，那你想吃夜宵吗？秦燕一顿，笑着问道。你饿了？白露摇摇头，声音软软糯糯的。你要是想吃夜宵，我待会回来给你带，还专门给我带夜宵。白露点点头，模样乖巧极了。任何一个男人面对这么一个软糯香甜还晓得关心自己的女孩都会心软。秦燕也不意外，她伸手拍了拍他的头，乖，我不饿，你要是饿了就早点回来，我待会让酒店送些吃的过来，夜宵也有包。自然，白露眼里的开心快溢出来了。太好了，晚上他心里计划别的事情，根本吃不饱，没想到酒店连夜宵都有，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贴心的服务呢。可是白露突然想起来，超过9点经纪人就严禁我进食了。白露叹了口气，这就是当下女明星的现状。秦燕听完，眼里闪过心疼。没关系，偷偷吃一点，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白露有些动摇，怎么办？她实在太饿了。酒店的私厨都是顶尖大厨，我可以让他们做些低脂好消化的，轻油少盐。成交。秦燕的诱惑才抛出去一半，白露就答应了，看来是真的饿了。他好笑拍了拍白露的脑袋，去吧，好了，我发信息给你。秦燕你真好。白露的话说完，凑上前在他脸上轻啄一下后，飞快跑出去房间。你慢点。秦燕是真怕他一筐当撞门上去了。白露应了声知道了，飞快跑了出去。到工作人员原先给他安排的房间时，助理正窝在沙发上敷面膜，看到白露，他吓得直接坐了起来。啊，你怎么进来了？白露白了他一眼，你忘了我有房卡的。助理想了想，好像这房卡还是自己给他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啊。助理利落地翻下沙发，窜到后面。白露叉着腰，狠狠说道：好啊，你身手这么好，回剧组我就让导演安排个角色给你客串。别啊，呵呵，我看你是疯了。没有，我这脸真的要被你丢进了想到今晚布置的东西。他飞快冲向助理。不是啊，
你听我解释啊！放心，一定办好。结果你转眼就给我搞砸了。你听我解释。而且，你不一样表白成功了吗？呵呵，被白鹿追着在房间跑了几十圈，人都要累吐了，直接坐在地上，一副任他宰割的样子。白鹿都气笑了。你知道这个对我有多重要吗？想到这里，白鹿觉得委屈。他第一次跟男生告白，还是当众告白，却搞砸了。要不是秦燕帮自己圆了回来，他一定会沦为全网笑话的。我知道，但真不怪我。公司临时有事，改剧本，要我去拿剧本过来给你。什么剧本？说到剧本，助理的脸直接垮下来，直接骂道：金主真不是东西，剧本都定下来了，临时还塞了个人进来。白鹿皱了皱眉，这种金主塞人的情况常有的是，怎么这次他会这么生气？小助理看白鹿不明白，愤愤起身从包里翻出剧本递给他。你看。白鹿翻着剧本，眉毛都拧紧了。怎么突然跳出来一个男二号？原本的男二变成男三了，还是和他有感情戏的男二？小助理叹了口气，之前不说这部剧还差2个亿的资金吗？所以拍到一半就捉襟见肘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金主，说是可以把剩下的资金都出了，但要带一个人进来，带资进组，这个在内娱已经是家常便饭的，倒是没有多大的意外。只是带资进组也有风险，有些观众根本不买账。带资进组这问题不大，可是他让编辑加了很多和你的感情戏和亲密戏。妈的！白鹿翻了翻剧本，还真的是多了很多吻戏还有亲密戏。哇去，恶心谁呢？于哥不是和我说好了，这些戏份都是借位和后期吗？这定好了，这么魔改，剧不要了，突然插播这么恶心的剧情，别说他了，观众都受不了。特别是这个剧还有很多原著粉，怕是有很多观众不买账。还没定，但我看如果再找不到投资人，估计也差不多了。你看，编剧这不是把剧本都给你送过来了，就为是为了让你提前准备。我不要啊！第118公司的要求。白鹿苦着一张脸，助理安慰了他一下，你别着急，没准明天就找到投资人呢。白鹿叹了口气，这谈何容易。这是微信响起通知，相恋吧剧组群里，女主持，各位嘉宾们，明天早上我们有任务要完成，当地政府希望节目组能配合一下宣传 H 市的当地文化，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将在 H 市十分有名的世文镇赶早集。白鹿的肩膀跨了下来，刚刚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现在看到工作真的是提不起一点劲来。群里面其他人纷纷在底下回复，收到，没问题，知道了。早上几点？白鹿关注了一下，没看到秦燕的回应，难不成睡着了？他低头看了下时间，这才半个小时，睡这么快啊？这会手机铃声响起，白鹿看了一眼，是于哥。他和助理对视一眼后接了电话，喂，于哥。白鹿，你现在秦燕旁边吗？白鹿顿住，心里奇怪他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但还是如实回答，我现在在和这里。那就行。白鹿觉得奇怪，怎么了？干嘛突然和他说这个话？电话那头，于哥轻咳一声，没什么，就是我想问你，你对秦燕是真心的吗？提到秦燕，白鹿隔着屏幕都害羞起来，语气都娇软了很多。于哥，你问这个干什么？到底是他带出来的新人？于哥一听就知道白鹿的意思，他悠悠叹了口气，白鹿，我不反对你谈恋爱，特别是在恋综节目上。他特地重重地提了一声节目，让白鹿咯噔一下，就听到于正意重深长，当初让你参加节目，一来是因为节目的杨幂和我有些交情，他能多给你镜头，增加你的曝光度，另外你也能借着节目炒 CP 圈粉。现在你和秦燕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希望你在节目中秀恩爱，把握好尺度。你是女明星，后面还有作品要上映，太早公开只会影响你的星途。白鹿的脸跨了一来，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想也知道于哥怎么可能任由他在节目上放肆。看，这不就来提醒他了。白鹿，你听到了吗？白鹿抿着唇，并没有回应。于哥只好半是威慑半是解释的继续说下去，并不是让你现在和秦燕保持距离，我是让你们注意好亲密的尺度，明白吗？白鹿委屈的瘪着嘴，搭在助理的肩膀上，有气无力的说，我知道了。当初他签约的时候，为了保证女演员一身的流量，合同上有明确要求，在履行合同期间他不可以谈恋爱。虽然现在是有特权，但他合同还在，他不能放任公司的利益不管。回去时，白鹿的情绪明显没有出去时那么高涨了。
但在进房间前，他还是努力扬起笑脸，尽量不让秦燕看出来。打开门，秦燕正在玩手机，施发给他梳到后面，精致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此时的他，一身休闲的家居服，他有一搭没一搭的滑动手机上的屏幕。白鹿刚刚的不悦都抛之脑后。秦燕正在好声音导演的那条评论下回复：不好意思，我只是个业余的，根本不懂唱歌。他的礼貌拒绝，立马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妈的，他唱成这样叫不懂唱歌？这样还不懂唱歌？那内娱很多歌星都不是在唱歌了，他就这么拒绝了？这可是好声音的导演业，太不珍惜这次机会了吧？拜托，这可是秦燕业，能给导演回复都是给他脸了。我还以为秦燕能答应呢，太可惜了。秦燕回复要就放下手机，根本不怕这样会不会得罪人。没办法，他实力在哪里？不用对不喜欢的事情虚以委蛇。秦燕的回复很快冲热搜，更多人好奇这个秦燕到底是什么来头。这几期有关他的节目的回放都要被网友翻烂了。卧槽，这秦燕到底是谁？这也太好了吧！听说连王思聪都不敢得罪他，直接和他称兄道弟。何止啊！王在秦燕底下评论，秦燕回都不带回复一下的。这世界上有钱人这么多，怎么偏偏少了我？这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我第一次看到他在节目组砸钱，以为这是节目效果，就没再看下去了。结果你们告诉我这是真的，可怕，太可怕了。所以他到底是谁啊？秦燕这个回复，直接他微博粉丝直接翻了个倍，粉丝数量都赶上当红小生了。杨幂几人看到秦燕这个回复，也是意外的不行，他直接就拒绝了。这可是中国好声音啊，像这种抛橄榄枝的行为从未有过。这个节目在华夏影响力有多大，更是直接捧红像张碧晨、黄霄云、深深、毛毛这样的一线歌手，多少人争破头想要拿个他的一个名额，秦燕却直接拒绝了。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出道。杨幂想到他的投资，不行，他不能这么自私。秦燕这么帮他，他应该给他介绍一些靠谱的资源才是。上次的陈导就是华夏有名的导演，他出手的电影在内娱很具有影响力。杨幂想了想，将陈导的名片推给秦燕。燕燕，这是电影界有名的导演陈导，他想要认识一下你。陈导非常有名的导演。杨幂突然来的消息让秦燕有些意外。陈导，他回头看向白鹿，你认识陈导吗？白鹿一顿，哪个陈导？秦燕拿起点了夏薇姓名片递了过去。白鹿看了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著名导演陈凯歌，这是拍《霸王别姬》的那个陈导演。你认识？当然认识了，娱乐圈里哪个不认识他啊？那确实算是大导演了。只是蜜姐突然推了这么个人给他是什么意思？白鹿有些激动。蜜姐给你推陈导做什么？难不成他是看上你了，想让你出演那部戏的角色？看他这么激动，秦燕不得不打碎他这个不切实际的猜测。不可能的，他之前明确告诉过蜜姐，他不进娱乐圈，蜜姐不可能因为这个给他介绍陈导。他挑眉想了想，难道是想来拉他投资？有可能吗？大导演还差投资的人吗？还让他来得及细想，添加好友的弹窗就迫不及待地跳动着。秦燕一看，不就是蜜姐推过来的这个陈导吗？第119陈导的好友请求。杨幂都没想到陈导会这么急，刚加的推过去的名片他直接就加上了。这还是那个在他们面前端着架子的陈导吗？看来钱真是一个好东西呢。杨幂冷笑一声，随后提醒秦燕道，我不知道陈导怎么会突然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你们先联系着，如果遇到有什么你拿不定的主意，或者涉及什么投资，你可以来问问我，我帮你打听打听。秦燕听得出来杨幂是真心担心自己，能在内娱这么久的都是老油条，她是怕自己被人坑了。好的，蜜姐，我知道了。秦燕看着好友添加，犹豫一会才点了添加。屏幕空白一会，那边先发来一个很经典的中年人商户合作专用的握手表情包。秦燕想了想，回复了一句您好，那边直接发来一个视频弹窗。秦燕皱了皱眉，还是点了下同意。对面陈凯歌一身白色休闲服，头上戴着黑色鸭舌帽，背后民国风的装饰，看起来应该还是在拍戏。呵呵，秦燕啊，你好，我是陈凯歌。秦燕犹豫了几秒，笑着说道，陈叔您好。听到秦燕叫了声叔，陈凯歌的嘴明显咧得更大了。我是在你的直播间看到你的，特地打听了一下，才在杨幂那里要到你的微信。哎呦，这个微信可不好要，我直接被那小妮子诓了一顿饭。陈凯歌说这话的时候笑眯眯地，态度像极了一个长辈对一个特爱的小辈。只是
秦燕直系长辈没有，旁支的长辈但是有不少。他们一般要求自己什么，也是这样的笑容。秦燕用打太极的方式和陈凯歌摸了2个回合后，对方才说：“那你先忙，改天让杨幂这小妮子选个地，我们出来吃个饭。”好的，陈叔。秦燕脸上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陈凯歌心想，这个年轻人看着果然不简单，不卑不亢，不骄不躁，这样的性子，在富二代身前出现确实难得。挂了电话后，白鹿一脸震惊地看着秦燕，她睁着一双眼睛，惊讶的时候真的像一只懵懂无知的小鹿，可爱极了。秦燕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怎么了？秦燕，我觉得你好厉害啊。厉害？陈凯歌导演竟然主动联系你燕，还对你客气，这不正常。白鹿摇摇头，当然了，我之前面试过陈导演的戏，见过他，那时我还是个新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阵仗。陈导在旁边亲自指导戏，不是在骂人，就是在骂人的路上，直接把我吓不会了。秦燕挑眉，那你被骂了？白鹿摇摇头，语气还有些庆幸，但是他们觉得我的年纪太小，不适合演那个角色，直接把我刷下去了。他都很难想象，要是自己当时没被刷下去，那样青涩的演技会挨多少骂，也许会直接把他给骂出阴影也不一定。听他没挨骂，秦燕的心也跟着放了下来。行了，我叫了吃的，吃完我们早点睡吧。啊，这么晚了，我不想吃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秦燕看出他的心思，挑眉说道：“这样啊，可惜了。”可惜什么？这次我让厨房做的可是你家乡的特色美食。是什么？我要吃。次日，晨光透着窗帘缝隙照进屋内，秦燕睁开眼，看了看四周，昨晚信誓旦旦说会叫她起床的人还在距离几米的另一张床上赖着。秦燕伸了伸懒腰，角落那个机器动了动，红光闪烁了。秦燕皱了皱眉，真人秀节目就是这个不好，睡个觉她都能在旁边拍着。秦燕起身换洗好衣服，就叫白鹿起床。白鹿皮肤很好，睡了一个好觉后，皮肤更加通透无比，整个人红光满脸。秦燕差点忍不住上手捏一捏。起床了，待会要出去呢。白鹿嘟喃了一声，才渐渐回过神，起身去。弹幕：早啊，大家都好早，我以为这时间过来会没什么人的。我也是，我是踩着时间来的。我觉得这个直播间好有趣。秦燕起床的状态好稳定啊。白鹿也很稳定。对啊，我看另外一边，大林子还有张颂明2个还在床上赖着呢，田曦薇已经在外面跑一圈回来了。我逛一圈回来，发现秦燕这队起得最早最顺利，情绪值500加。白鹿正在屋内由化妆师给她化妆。秦燕第一时间拿出手机，起床第一件事，先把今天的钱给花了。昨晚她清点了一下系统的返利，还有情绪值，心里激动爆了。就这几天，系统给她的返利就有2亿了，简直比生意好赚了。还有昨晚她收获了2万的情绪值，她就说努力工作果然有用。说完，秦燕就点开了自己的手机 app， 正犹豫着还吃什么，旁边的工作人员和摄影师先出来声：燕哥，我们这次的早餐不可以在酒店吃了会。秦燕挑眉，为什么？女主持给她讲了原因，甚至会生涩地给她讲了早街上有什么特色美食。怎么样，有没有很期待？没有。秦燕摇了摇头，回答得十分实诚。主持人好奇地问了句为什么，秦燕非常实诚地告诉他，因为不用出门就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了。这家伙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话？好在他从节目播出开始就认识秦燕了，对他这凡尔赛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不然他每天破防一次都快成为剧组的笑话了。弹幕：可恶啊，他又要开始了。我在想早上要吃什么好，秦燕也想早餐想什么好。四舍五入，我已经过上和秦燕一样的好日子，情绪值500。你是懂四舍五入的。第120鬼屋探险，在节目组的带领下，秦燕跟着他们来到 H 市所谓的早集，这里是一个以旅游业为生的小渔村，周围近海，每天早上都有渔船过来，当地居民对海鲜十分了解，集市上的食物都是以海鲜为主。异地恋好热闹啊。白鹿牵着秦燕的手，好奇地打量周围。李一桐和白鹿向镜头分享自己小时候就爱跟妈妈买菜场景。我小时候可喜欢跟着妈妈买菜了。是的，就这么牵着她的手在这样的集市管着，觉得可好玩了。2人的话引起直播间观众的共鸣，弹幕上都是讨论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包子好像很好吃，你要不要试试？白鹿抬头，一脸期待地看着秦燕，意思再明显不过。秦燕笑着揭穿他，
我看是你想要吃吧？你知道就好，干嘛说出来？秦燕低笑一声，走到档口问老板：“来个包子。”好，2块钱，2块钱。秦燕顿住，2块钱是什么钱？一脸诧异的样子吓了老板一跳。一个包子2块钱，良心价了呀！村书记这个月特地交代他们，不准抬高物价欺压游客，1毛钱都不让他们涨。看着小伙身旁2台摄像机，老板也有点懵了，以为小伙是觉得他价格卖贵了，连忙解释：“小伙子，2块钱一个包子已经良心了，外面的一个都卖到5块钱了。”没事，没事。秦燕连忙摆摆手，拿出手机扫了下码，随后扭过头，不好意思地对着镜头说道：“我第一次买到2块钱的东西。”啊！白露一脸震惊地看着他，接着秦燕继续补充：“也是第一次逛菜市场。”李一桐很是惊讶：“你小时候没陪妈妈逛过菜市场吗？”秦燕摇摇头，皱着眉想了想：“从我记事起，我妈就没逛买过菜，更没给我做过饭吃。”她这话让2个女生都为她心酸。谁家妈妈没给孩子做过饭啊？想到秦燕之前说过她的爸妈很少陪伴自己，2人开始脑补秦燕小时候的不容易。弹幕：有钱人也是原来也有烦恼。我们小时候虽然没钱，但是过得可开心了。秦燕不开心，我实在没办法说出人家童年不开心的话。谁家童年就有豪车做礼物？郭麒麟声音也小了一些。那你小时候怎么吃饭的呀？秦燕语气平静：家里的厨师做的。李一桐眼里的心疼顿时收了回去，咬牙切齿：玩我是吧？郭麒麟破防质问：你还想怎样啊？秦燕：不是，我是觉得你们说的童年我没体验过，觉得挺温馨的。弹幕：玩我是吧？真是卖的一波好惨啊，硬生生把我的眼泪给收回去了。天气冷了，想借秦燕的钱包暖暖。钱这种东西是没有感情的，是冰冷的。我发烧，适合给我降温。哈哈哈，想得真美。我们老广先来，不然今晚吃了你。逛完早市集，秦燕还以为能带白鹿去高尔夫球场，却忘了要去迪士尼录制。在节目组的安排下，几对情侣嘉宾前往迪士尼。因为情人节的关系，迪士尼大门口人声鼎沸，各种网红主播纷纷前来打卡。秦燕去扔个东西，都有不知名的博主上来她合影，被拒绝后还不放弃的给她塞了小纸条，这让秦燕都有些无语了。主持人现在摄像头面前，今天我们情侣的任务是恋爱冒险，情侣们需要完成这里的3项体验项目才算任务完成。秦燕接过任务卡，第一个项目是鬼屋探险。白鹿一脸担心，抓着秦燕的手：怎么办？我害怕。他娇滴滴的靠在自己身上，幽香浮动，让秦燕有些心猿意马。他拍了拍白鹿的肩膀：没事，都是假的。那你等下回保护我吗？秦燕点了点头，身后一片起哄声。李一桐看着郭麒麟：你呢？待会能保护好我吗？郭麒麟摸了摸鼻子：我说实话，我也害怕。李一桐回头：现在可以换男嘉宾吗？或者一个男嘉宾可以选2个女嘉宾吗？自愿的那种。我想跟秦燕。郭麒麟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别说郭麒麟，就连秦燕和白鹿都吓一跳。田曦薇半开玩笑似的在后面举起手：我也想。张颂明简直不敢相信：你是我的女嘉宾？田曦薇捂着嘴，她可是秦燕耶，犹豫1秒都对不起自己。弹幕：我也想。真的。李一桐说出我的心里话了，帮我喊话秦燕，性别不卡太死好不好？性别和年龄都不要卡太死。你几岁？在下58。实在不想努力了。哇去，6啊！明星团，嘉哥看着杨幂说道：都想选秦燕。杨幂笑得眉眼弯弯，所有男嘉宾都很优秀，但你知道的，他是秦燕，帅气、多金，性格又好，这有可比性吗？完全没有。杨幂的话说完，那扎和卢田纷纷附和。张昭刚哭笑不得：你们这样会把秦燕吓到的。那边，郭麒麟打不过就加入，直接带着李一桐赖在秦燕身边，张颂敏带着田曦薇跟在华少后面。这种鬼屋，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走透了，都是假的。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华少只身走在前面。他年轻那会真的经常走鬼屋，其实就是恐怖氛围之外，其他都是机器弄的。屋内传来呼呼的声音：华少，你们听，这么多年了，这音乐特效都没变过。华少转过身，看所有人除了秦燕都害怕的驻足在原地。几个女生甚至开始尖叫起来，白鹿直接跳到秦燕身前抱着她撒手，猪猪也害怕的躲在秦燕身后。怎么了？别怕，
这就是音乐特效？真的？华少有些无语。多大了的人了，现在还信鬼屋这些小把戏？猪猪指了指身后，你要不是看看你后面，虽然知道是 NPC， 但是小孩哥的 NPC 真的很让人害怕。华少意识到不对劲，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白脸的小孩。卧槽！